狗皇帝，我已经听你的不寻死，你却让我父兄秦儿知道我还没死，还成了给你暖床的玩意儿。既然如此，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穿着龙袍的男人缓缓走近。狗皇帝，这就是你心里对朕的称呼吗？一巴掌下去，沈淑荣摔倒在地，嘴角流出血来。哼，你该荣幸，朕还没睡够你。若你敢死，他们都得死。狗皇帝，昏君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大周定断送在你手里。郡主，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沈淑荣感觉到手臂被人晃动，缓缓睁开眼，看清眼前人的那一刻，心底大惊。金小娘，郡主，奴婢金枝啊，您怎么了？她自称奴婢。沈淑荣察觉不对，这才打量屋子。是出嫁前的闺房。郡主，你别吓奴婢，今天可是老王妃办的赏花宴，谢世子也会去呢。您都有一阵没看到他了。沈淑荣坐起身，惊愕不已。既然能动，他明明已经死了，可听金枝的话，像是回到了10年前。郡主，长公主赏的贡品罗带画眉最好看，起来吧，奴婢给您上妆。另一个丫鬟银枝走过来。我们郡主是大周第1美人，不画也好看。沈淑荣还在消化这一切，若真重来，她还没成婚，一切都来得及。郡主，这身淡紫色对襟更显气质，谢世子看到您定会被美晕。弄好妆容，金枝笑盈盈地扶着沈淑荣挑选衣裙。沈淑荣眼底闪过不易察觉的冷笑，但很快恢复如常。郡主，外面婆子刚传话，长公主就等您了。沈淑荣抬步走了出去。今天的宴会，她要做主自己的人生。上了马车，祖母，永嘉来了。臭丫头，打扮这么美做什么？你和谢云峥再有2个月就要成婚了，再打扮还能嫁仙君不成？沈淑荣靠在祖母怀里，闭上眼，感受着这份祖孙情。今天就让祖母见识一番，她能嫁。谢云峥昨天的赋深得你祖父夸赞，这门婚事不错。都在提醒他谢云峥有多好。成婚后，他也因谢云峥得到了京城所有夫人小姐的羡艳。他逐渐沉迷在这些表象之下，为他奔走，说服祖母让出财库。那时只想着他能早日实现心中抱负，能得狗皇帝如今的狗太子重用。结果呢，他却制造他假死，亲手把他送上了龙床。从此他成了昏君的玩物，不见天日，无名无姓。沈淑荣闭上眼，这么多年，她早已学会如何掩盖自己的情绪。永嘉听说了，真哥哥最厉害，以后有他护着你，我和你祖父走了也能放心了。是啊，他护得很好。此时有2位男子骑马而来，共赴一个目的地。嘉儿，我约你去赛马，怎么不去呀？偏来这种女孩子玩乐的局干什么？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着落？这种场合正适合你。你比我还大1岁，你不也没个着落吗？忽而想到什么，你是来找着落的？我不找。我爹娘说过了，这辈子做光棍，不去祸害好人家姑娘。陆子谦想笑，不是还惦记他嫂嫂吧？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长公主的车驾过来了？谢云照的心跳突然加速，迅速看过去，不就是2人下了马，毕恭毕敬地站在路边等候马车先过。2位公子给马车作揖行礼，随行的长氏姑姑给2位公子回礼。马车走远，你嫂嫂应该也在马车里。别乱叫，他们还没成婚呢。切，就剩2个月了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2个月就不是时间吗？总之他现在不是。老王妃的赏花宴，小辈们聚在后花园里。沈淑荣离开长公主，一路脚步没停，直奔后花园。走到湖边停下，郡主为何只喂鱼，不去找谢世子？四处打量的金枝突然发现不速之客。主，谢二公子过来了。沈淑荣继续投喂，目前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世吻合。今日枯燥，他会来，应是因为自己会来。听说王府的鱼养得最好，小爷来看看。沈淑荣像刚知道一般，回过身看
看他的鲜衣怒马少年郎。你来啦，征哥哥在哪儿呢？他就只问谢云峥，不知道，想来是被哪家千金拦住了。沈淑荣前世听到这句话，提着裙摆冲了过去，谁敢抢她的人？那时他看着自己为了谢云峥吃醋，是不是很难过？后来他成了他的嫂嫂，他每天是不是很煎熬？如今他的人就在眼前，舍不得再让他难过。你快看这条鱼，别的都是红白相间，只有这条是全红的，你说炖了会不会更红？哪条？就在这里。重心不稳，情急之下不知拉了谁的衣袖。快来人呐！救命！永家郡主落水了！救命！沈淑荣兴奋极了，不断的扑腾。他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大胆的事。谢云照只有刚掉下来时猛了一瞬，过神时心跳都要停了。他不会水，好在离得不远，2、3下游过去，搂住纤腰游去岸边。到了岸边，沈淑荣浑身发抖，2只手却死死搂着谢云照。赶过来的客人都以为他吓傻了。我好怕！救命！他不松手，湿哒哒的衣服贴在身上，胸前的浑圆更是贴紧了男人的胸膛。谢云照不知所措，他那里挤着自己，一低头又白得晃眼。你别怕，已经没事了。郡主上岸了，没事了。谢云峥远远赶来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他的未婚妻紧紧地抱着他的双胞胎弟弟，金枝发了狠，抱住沈淑荣的腰，一把扯下。郡主，我们回府寻太医。谢云峥就要抱起他，都走，离我远点儿。郡主，是奴婢。叫我大哥来，我害怕。快去找小郡王！等待的过程中，有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：一男一女尸身紧抱，这还怎么婚嫁呀？谢云峥脸黑如炭，可事实就在眼前。谢云照知道犯了错，坏了他的名声，虽然是为了救他，既怕他死，又怕他哭。小郡王沈琦绿着脸跑过来：小妹，哥哥。沈琦心疼妹妹受了委屈，便把人抱走了。谢云峥跟在沈琦身后。小妹现在不方便，谢世子请留步。谢云照追随着沈琦怀里的那抹湿哒哒粘在一起的粉，直至消失。他转身回家，跪去祠堂。鲁国公得知，气得在他后背抽了几鞭子，被国公夫人拦下。他亲眼看着郡主淹死不救，事儿就更大了。一家4口各怀心思，乘坐一辆马车去长公主府请罪。沈淑荣哭了一路。祖母，大哥，我是不是脏了，配不上征哥哥了？谁说的？你可是本宫的孙女儿，大周的郡主，她不过国公府世子，配你是她高攀。祖母说的有道理，小妹放心，她不敢的。别多想，有祖母在，有你黄伯伯在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回到长公主府，太医给开了药，长公主郡王妃陪在床边。祖母娘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两人边开导没事儿边走出去。金枝银枝一直低声哭着：你们俩也出去吧，我睡一会儿，不叫不许进来。是郡主。等人都出去，沈淑荣揉揉胸，伸伸腰，找出几条铃系在一起，一头系了重物扔上房梁。他就有些喘，坐在桌边喝了口茶，等有人来了再上去也来得及。也不知道那人现在对自己身上的大小满不满意。长公主府正院堂屋，地中间跪着谢云照。臣给长公主请罪，都怪这臭小子损了郡主名声。公主府想如何惩治，国公府都无怨言。长公主和沈老太傅坐在主位，郡王妃和小郡王坐在一侧，心里都带着气。是怪他，但也是他救的永嘉。郡王沈景轩得知消息，匆匆赶回来。你们都在这儿，永嘉呢？永嘉？谁在陪着？哎呦，坏了！小郡王噌地跑去秋桐院。小郡王进了院子，连金枝银枝都在外头。小妹，突然听到哥哥的喊声，沈淑荣抬步就上了凳子。爹娘，祖父祖母，永嘉不孝。脖子搭上去，门被踹开时，脚踩翻了凳子。小郡王吓得一把刀飞出，他冲过去抱住沈淑荣。小妹，你怎么能犯傻？跟过来的沈家人、谢家人都看到了刚刚发生了什么。谢云照拔出跟在身边的侍卫佩刀。是我坏了你的名声，你不能死，活死！儿子，住手！你救了我，又因此而死，是想让我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吗？是不是我死后都要被人指指点点？谢云照扔了刀。当然不是，我以为我死了，你就不必为今日之事所累，可以好好活着。我不怪你，你救了我，
是我的恩人，我家应该感谢你，但我对不起真哥哥，我是他的未婚妻，却有失名声。谢云照垂眸，眼眶通红，是他毁了她清白的嫁给谢云峥，是他惹她如此难过。郡主，我不介意。谢云峥上前2步，性命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能平安就是万幸。不，你那般高洁如出水青莲，我不能污了你。你走吧。长公主，郡王，云峥想和郡主单独聊聊。长公主点了点头，这场闹剧不能再继续，这个亏总得有人吞下。人很快撤离到院子里。郡主，从小我们两家有婚约，可是云照是大哥，理应受封世子。我为了能娶到你，付出了旁人100倍的努力，只有我当上了世子，才能名正言顺的娶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还当这个世子做什么？沈淑荣先是震惊，随即感动不已，内心嗤之以鼻。14岁那年，鲁国公对外说双胞胎儿子出生的顺序搞错了，谢云峥才是大哥，谢云照是次子。其实大家都清楚，大周爵位只能封给嫡长子，鲁国公府是想把世子封给谢云峥，只因那时的谢云照不学无术，顽劣不堪。直到谢云峥被封为世子，沈淑荣才知道她将来要嫁的是世子。她是安心嫁给了谢云峥，但一生的悲惨也都是他造成的。也许他在这个时候对他是有些真心的。真哥哥，你不用诋毁自己来开导我，我没资格嫁给你，我不要你因为我承受流言蜚语，只有我死了，你才能安好。迅速捡起一枚碎瓷片，搁向手腕。郡主，不可以！门外呼呼啦啦的人跑进来，都出去，都给我滚！你们要逼死他吗？我们永家谁也不嫁了！所有人退出门外，小郡王关上屋门。再折腾下去，总有看不住的一天。小妹不可能不嫁人，流言就是刀子，怎么说都是和国公府的婚约，兄弟俩，小妹嫁谁不是嫁？说的有理，不若就嫁给谢云照，最起码永家不会再想不开呀。可是世子是谢云峥，这谢云照，咱们永家身份尊贵，也太不值了。命不要了。是。郡王走过去谢家那边，咱们两家的婚约未曾定下云峥，如今永家和云照这般，就定云照好了。鲁国公以为呢？谢云照傻了，什么意思？让他娶沈淑荣？他愿意，非常愿意，但他好像不愿嫁他。他一直喜欢谢云峥。谢云峥面露恼怒，不可以！郡王，云峥不在意的，虽未定下，但都知道我与郡主世子永家过不去自己那一关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当然是希望，永家是我们梁府的宝，我们只希望他活着，哪怕是嫁给这个纨绔。哎呀，那只是委屈了郡主。逆子还不过来见过岳父？爹，我都和郡主定好了的。谢云峥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他都说了不介意，夫君都不介意，别人又怎会说3道4？你先闭嘴！鲁国公的头都要炸了，能不能让他省点心？世子怎能目光短浅？没了永家还能娶别人？永家依旧入国公府，一起娶2个好儿媳不好？爹，我听郡主的，他说嫁我才……对，云照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要问过永家。郡王妃没法子，经由允许进了沈淑荣的屋子。女儿啊，虽说名节大过天，但娘和你祖母不能没有你啊。你觉得谢云照怎么样啊？咱家和国公府的婚约没定下云峥，云照也一样，这样就能堵住悠悠众口。沈淑荣像是没听懂，娘的意思是，我的未婚夫可以不是真哥哥，也可以是谢云照吗？正是。这样他在水中抱了我，又娶了我，我就不算失了清白吗？看着女儿懵懂无知的眼神，郡王妃是真心疼啊。就是这个理，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办法。可是大家都说云照哥哥没有真哥哥好，你的命就是祖母的命，真忍心让祖母哭死吗？小祖宗还挑剔，命真不要了。就是啊，云照哪里不好啊？你就让他改哪里，慢慢的就好了。毕竟啊，他们是同一个爹娘生的，差
差不到哪儿去。婆媳俩耐心哄着，这小祖宗怎么又摇头了？娘，女儿嫁给他，双哥哥就会娶别的女子做世子夫人，他是义父主母，女儿要处处受制于人，与其这样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他们怎么就忘了这茬？祖母让你黄伯伯给你开府，郡主府就开在西边的空宅院，你依旧是府里最大的，好不好？可是长公主扶额呀，还可是谢云照常出去骑马遛狗，不怎么在家，孙女一个人孤零零在府里，我不要。中间空地也给你，挨着你的宅子，给他建个马场，在自己家遛狗行吗？沈淑荣抬头吸着鼻子思考，郡王妃被婆母的大手笔惊呆了，女儿这还不满意？他愿意娶我吗？万一他有喜欢的人，我却挡了他娶别人的路，岂不是恩将仇报啊？他敢，祖母去问。长公主直接走出去质问谢云照，谢云照哪有别的心上人，只有沈淑荣，能娶到她，让她做什么都行。扯着嗓子就喊：长公主殿下，我谢云照对您发誓，没有别人，以后会一心一意对待郡主，绝不纳妾收小。沈淑荣听到他的大嗓门，微勾唇角，原来他这个时候就这么喜欢自己了。你看他没有旁人，还承诺以后也没有。长公主眼巴巴的进来，乖孙女儿，这回放心了吧？如果黄伯伯不同意怎么办啊？祖母这就进宫，欠了你的。有劳娘了，她这个娇滴滴的女儿啊，可给婆母出了不少难题。长公主要更衣进宫，打发谢家人先回去，两家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谢云照心里难受极了，她虽然同意嫁给自己，但心里一定恨死了他，恨他搅黄了他的婚事。谢云峥双拳攥紧，心中的怒气怎么也控制不住，他的小姑娘就这样不属于他了。皇帝早就听说永嘉落水之事，此时见长公主过来，急忙走出龙椅迎过来。姑母，永嘉现在如何？长公主还没跪下，陛下，姑母就这一个心尖尖，她在家寻死觅活的，可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寻死？长公主与先帝都是正宫所出，先帝当初夺位，一直掌管财库的长公主功不可没，就连现在的皇帝也是长公主力挺正宫而来。这傻孩子，凡事有朕替他做主，他怕什么？人可救下了。算是刚安抚住，不然一会儿要上吊，一会儿又割腕的，姑母哪受得了？姑母且说来，他想要什么，朕都能给他。他失了名节于谢家二郎，若是再嫁给世子，他心里过不去；若嫁给谢二郎，将来又要屈居长房之下，他是郡主，这些年被我养得身娇肉贵的，哪受得了这些？皇帝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见姑母如此，心里也难受，扶着长公主坐下。哎呀，姑母别哭，谁也不能欺负朕的宝贝侄女，咱们给永嘉单独开府。长公主从皇宫出来，事情基本落定，陛下还下了圣旨，此婚堵住悠悠众口。圣旨很快到了谢家，一家人出来接旨，叩谢隆恩。鲁国公送走传旨内监，眼底的喜色微微显露。你们俩兄弟心要往一处使，婚姻之事虽说重要，但大不过家族的昌盛。云照娶了郡主，要好好过日子，云峥还可以再选家世相当的，对国公府只有利。谢云照才不管什么对国公府有利，低着头不吭声，他只要沈淑荣好好的。夫人辛苦，要为云峥物色正妻人选。应该的，你们两兄弟不能因此生嫌隙。郡主落水这事，我们都不想的。谢云峥偏过头，鼻子发酸。他那么美好，虽说被长公主养得娇气些，但他早已视沈淑荣为共度一生之人，如今却成了弟媳，这让他怎么能接受？谢云峥脸拉得老长，谢云照是不是故意的？他从小就喜欢永嘉郡主，他仇视的目光瞪向谢云照。谢云照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坦荡地迎上。别这样看我，我不会用这种手段。尤其是对他怎舍得他落水，怎舍得他寻死觅活，舍得他被非议。见他不承认，谢云峥收回眸子，已经如此，再争又有何意义？但永嘉不应该被蒙在鼓里，有机会定要告诉他，只有自己是真心对他好。秋桐院此时已经安静下来，
沈淑荣有郡王妃陪着，看着他的赐婚圣旨上写着谢云照的名字，沈淑荣这心里才重重松了一口气。一胎所出的兄弟性子却南辕北辙，两兄弟的话题度都很高，一人都是褒，一人都是贬。他想由褒换贬，长公主府和郡王府都不会同意，只有在他的性命面前才能有所退让。他今天受委屈了，不过他会补偿。金枝呢？他哭了，说心疼你，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。他倒是有心。金小娘前世谢云峥唯一的通房，是在祭奠他自己死去的爱情吧？你怎么没哭啊？都哭了，谁伺候你呀？奴婢只要您好好的，无论您嫁给谁，奴婢都好好护着您。不觉得谢云照配不上我？在奴婢眼中，谁都配不上郡主。谢二公子虽然不成器，但胜在自小与您相识，郡主知道他脾性，他也知道郡主娇贵，不算盲婚哑嫁。奴婢觉得他以后一定大不过郡主，所以一定什么事儿都听您的。这不，圣旨上都写了不纳妾，谢世子可没这般承诺过。郡王妃突然觉得他劝的有点道理，你们照顾好郡主，今天的事就不重罚了，只1个月的月银。多谢郡王妃，让金枝休到明日午时，我这儿没什么事，不必一直伺候。他现在也不愿意见他，只希望他有点出息，让谢云峥的后院热闹起来。是，金枝也太不知轻重了些。郡主刚出事，他就不在身边伺候。郡主，谢世子送的礼都整理好了。是婢女岁寒，同样被假死，被送进宫，一直照顾着他，现在还是2等。好，让管家送回鲁国公府，再把我送他的都带回来。是。岁寒领命而去，郡王妃摆摆手，让银枝退下。唉，其实啊，世子都不在意，你又何必呢？把他让出来，京城其他家小姐不定怎么笑你，他们有机会啦。娘，曾哥哥值得更好的。郡王妃不劝了，再反省都会怪他。以后你和谢二好好相处。娘，怎么了？多给女儿点嫁妆吧。郡王妃想笑，这丫头不哭就开始惊。娘知道啦，给你多多的。鲁国公府，谢云峥看到他送的礼被全数退回，心里像堵了一块巨石，喘不上气儿。谢世子，麻烦您把郡主送的礼找出来，老奴带走。谢云峥一口气儿没上来，呛到了，咳了好久，摆摆手让小厮去收拾。陆子谦摸进谢云照的临风居，一掌拍在傻笑的人肩膀。想什么呢？进来人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担心你啊！最后怎么解决的？谢云照咬着唇不吭声，他不想高兴，会觉得自己很卑劣，可是他抑制不住心底的喜悦，拿出圣旨给他看。自己看。惊动陛下了。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你要娶郡主，世子同意了？这是圣旨，谢云峥能奈何？还给你，直接说不就好了？拿出来吓人！我说进门时怎么看到长公主府管家来送东西？送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但听说是送给世子的。青竹，去问问。要敬着啊！属下马上去。还说今天不是去找着落的？连你也这样揣度我？怎会？我只是为你高兴，只是什么？大方说。欲言又止，有病。郡主她对你大哥是我欠他的，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他。你这里不介意？介意什么？他的心吗？他肯不寻死，同意嫁给我，就是要我命都可以。陆子谦看不懂，他又不说。青竹很快回来了。阿爷，郡主把之前送过的礼全部还回。谢云照眼眸一亮，送客？送谁啊？陆三公子请。谢云照没空搭理他。蓉蓉现在是他的未婚妻，不留谢云峥的东西，可以留自己的。岁寒申时才回。沈淑荣看着院子里4口大箱子，我送他这么多吗？郡主，奴婢怀里抱着的盒子是谢世子还回来的，4口箱子是谢二公子送来给您解闷的。讨厌，险些毁了他忍了1天的情绪。郡王妃比他还惊讶，走过去吩咐打开箱子，2箱珠宝，1箱项圈，1箱讨喜的玩意儿。女儿，他知道你喜欢项圈，许是世子告诉过他。都收起来吧，算他有心，改日你精神些再看。是，娘。岁寒安排人收入库房。沈淑荣看了看银枝，岁寒以后跟在我身边，你交代一下。郡主这是恼了金枝吗？是，
郡主，沈淑荣累了一天，赶走不放心的郡王妃，睡了一觉。银枝走回丫鬟房，金枝的2只灯笼眼惊到了她。你在干什么？这是哭丧呢，这要是被长公主看到，非打杀了不可。我为郡主难过，世子神仙子一般，郡主一生的幸福呀。银枝听着觉得怪异，他和金枝伺候的同样久，可他为何不这般想？你对世子，你怎会有如此心思？我没有，我都是为了郡主。郡主若执意世子，谁能保世子心无芥蒂？你能吗？世子对郡主是真心的，但日日被小人嚼舌根，他还真心吗？他是世子，有他的骄傲，你确定是为郡主在着想吗？我不想听，岁寒已经升了1等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银枝转身就走。岁寒升了1等，金枝抹抹眼泪，不行，他要陪嫁去鲁国公府，只有跟去才有机会。睡醒后的沈淑荣打发下人都出去，银枝哪儿敢，敞开着房门，站着盯桌前的娇俏美人。沈淑荣也不是一定要关门，只是办完这辈子最大的事儿，终于有时间好好捋一捋接下来要如何守住祖母手里的权势，如何把谢云峥的功绩抢过来。前世他也是利用自己才达到目的的，这辈子自己来，何必再劳烦他？他和他说过的关键位置、得力人选，他如今依旧记得清楚。送他上龙床之前，谢云峥应是有些愧疚的。如今想来，他只是怕他记恨，想让他理解他为国为民的苦心，不得已才牺牲自己的妻子。毛笔点墨，纸上留下一个又一个人名。他不是记仇的人，却会记账，一笔一笔，连本带利都要收回来。晚膳时，郡王妃还在。嫂嫂梁氏月份大了，本该让母亲回去，可她今日没劝。她也是如今才想起梁氏嫁给哥哥的手段，与自己今日对谢云照异曲同工。祖母，您身边办事得力的人，给孙女2个吧。好，明早让王嬷嬷带去你那儿。夜阑人静，沈淑荣让岁寒来守夜。坐下，陪我说说话。前世贾死后4年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在宫里他陪着他，回到国公府他依旧陪着。郡主想说什么？对于谢云照这个人，你怎么看？岁寒思考，不是无能即无用，这4箱礼不是谁都愿意一股脑送来的。奴婢在谢府为了等这4箱礼，吃到了贵客的点心。沈淑荣浅笑，他就知道他想给他最好的。前世从宫里把他接回去，好东西流水一般，日日都有送。人也是2、3天就过来小坐，他依旧无名无姓，不能示人，只有他知道他还活着。但他每次进来都隔着珠帘坐，不到1刻钟就走，是在顾虑他。他能看出他每次都是心情极好，应是想看到他的。可有一次他追出珠帘，吓得他走得更快，1个月不敢来。1个月后的夜里，被一身酒气的他抱了个满怀。岁寒无言，跑出去关门，嘴角挂着笑。我是谁？阿照，是阿照。哎，你喝多了，起来。不，柔柔，不要赶我。推他的手缓缓放下。万万没想到，他30的年纪竟然还是新瓜。可那次后他却不再来，应是觉得没脸。但他知道对面角楼上时常他在看自己。1年后病入膏肓的他艰难醒来，发觉2只手被人握住，丝丝温暖透过皮肤传递到身体。对不起，嫂嫂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失去世子之位就会失去你。不叫嫂嫂，叫娘子。如果有来世，不论你是谁，我都会嫁给你，只嫁你。男人温热的眼泪滴在沈淑荣侧脸。娘子，你快好起来，我给你报仇，你还没看到。他知道他在造反，大周已经苟延残喘，他希望他成功。这些腐朽不堪早该被人推翻。他不仅是他的英雄，亦是天下人的英雄。只可惜他看不到他带来的海晏河清。不到1刻钟，他心满意足地躺在他怀里，一生终矣。岁寒拿着手帕擦去沈淑荣眼角的泪。沈淑荣回神，昨天的事儿竟落泪了。郡主，您的看法呢？我只知道在水里怕得要死，是他救了我，后名声有损，他又救了我。郡主能这样想，奴婢就放心了。你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这里还有谢世子，会觉得我委屈了他？郡主莫多想，刚发生变故，无法一时转变。你们多相处，
姑爷会明白，您心里感激他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要多相处。我们有圣旨赐婚，无人敢说什么。奴婢当然希望主子好。郡主，您早点睡，姑爷送这么多礼，明天奴婢替您去回礼。机灵丫头，好，早点睡。青衣男子一溜烟的跑回鲁国公府。二爷，您送的礼，郡主全收下了。这么晚还没退回，谢云照早就清楚，但听到青英确定的话，难免激动。他喜欢，明天再去母亲库房里挑，都给他送去。恭喜二爷，郡主愿意收您的东西，就是不排斥您。谁说他排斥我？他原本也最爱和我玩。是，属下说错话，掌嘴。明日属下陪您去送礼。国公夫人满面红光的坐在红烛前挑选贵女画册，还不知好儿子要洗劫她的库房。原本打算给云照的人选，他一眼没看，如今给云峥，身份低了。凭国公府门楣，云峥的才学，可挑门更好的亲事，比不上永嘉不要紧，原也无人能及。是啊，身份低也留着，可以给云峥做妾。哎，可怜我照儿。哎，如今都好了。鲁国公揽过妻子，心情好的时候做些心情好的事儿。第二日清晨，沈淑荣醒来，精神不错，但咳了2声。金枝赶紧进来，郡主怎么咳了？许是受寒，奴婢让人熬药。粉末这么厚，哭得不轻啊。不是让你休到50？奴婢哪用那么久，就是一时心疼郡主，哭2声罢了。多谢郡主体恤。更衣吧，这么快就振作起来，是个能装的，不怪我看走眼。岁寒呢？岁寒进来，郡主净手。沈淑荣找出龙纹玉佩递给他，郡主，奴婢去还礼，马上回来伺候您喝药。你有心了。说话间，王嬷嬷到了，带来4个人，和前世一样，福喜、福顺、花田2位妈妈。都是又精又滑的，只可惜啊，前世不懂利用，只当寻常佣人驱使。奴等见过郡主。沈淑荣照例问了姓名，便放人下去安置。金枝他不会再用，不过还是有利用价值的。希望自己嫁去鲁国公府，他能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金枝，过1刻钟叫2位妈妈来见我。是，郡主。等人来时，丫头都出去。2位妈妈以后跟着我，可能会有些累。奴本就是为郡主做事，怎会言累？不过事情办得好，会重赏。谢过郡主。郡主要奴等做什么？我嫂嫂粮食集结后的事，不可打草惊蛇。奴懂。还有这张纸里的人，让福喜福顺暗查，从出生查起。家世、性格、能力，事无巨细，依旧不能被发觉。奴记住了。沈淑荣忽然想起谢云峥院里的一个小丫鬟，她前世和她姐姐死得很惨，如果她提前把她和她姐姐救下，想来她会感恩。花妈妈，有件事一定要隐秘办。什么事，郡主？记住，她叫紫珊，奴定不让人察觉。2人走时，眼底的惊愕没有逃过沈淑荣的眼睛。他确定出了秋桐院，2人定兵分2路，一人回去传郡主令，一人去祖母院子。3天后的宫宴，狗太子会提到财库的事儿，他就是一只恶臭的狗，只会惦记别人手里的骨头。安排完眼下的事儿，沈淑荣又去铜镜前看自己年轻饱满的脸庞，看自己满身满头的珠翠。没一件是你送的，你会失落吧？谁让你藏着心思让我猜？这次轮到我藏。岁寒盯着盒子里的龙纹玉佩，是什么万年难得一遇吗？刚到鲁国公府就被迎进临风居。你说这是郡主亲自挑选送给我的？谢云照哪敢信呢？自从4年前定下世子，他成了他小叔子般的存在，连接近都成了难事，更别提互赠礼物，想都不敢想。如今竟能收到回礼，且是他亲选，姑爷稀罕得很。他可从未在世子眼中看到过如此光芒。正是，阿公子您收好，奴婢还要回去侍奉。郡主早起有些咳，许是昨日落水染了寒气。什么？太医不是看得及时，怎会受寒呢？奴婢不清楚，吃过药的。他娇贵得很，得用好药。你快回去照顾郡主。谢云照收好盒子，跑去正院。娘，开库房，郡主还是受了寒，儿子要去送补药。人未到，升仙至。国公夫人尴尬地看看谢云峥，后者宿醉的模样，此刻目光一片深沉。你先坐着。他慌忙迎出去，怕2个儿子打起来，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卢婆子，跟他去开库房。刚跑到门口的谢云照又跟着卢婆子跑去库房。国公夫人皱着眉，缓缓走进来。云峥，
想开些，娘给你挑好人家。不用了，娘，谁都比不上他。别这样说，娘知道他好，但别人也不差。云照他也委屈，这些年他都远离官场，全家都以你为主，你们是亲兄弟，应该希望对方好，不是吗？谢云峥冷笑，他希望谢云照好？算了吧，他就不应该活着，这样他的一切都没有人来抢。国公夫人看他这般，心里急切，他受不了两个儿子像仇敌一样。你不为他想，也为郡主想想，她一个女孩子又这么年轻美好，难道真要被人言耽误一生吗？还是你觉得她失了清白就不应该活着，希望她不嫁给云照，直接死了算了？我没有，娘，儿子对她的心意您真的看不到吗？既然不想要他死，就好好收起你的心思，否则大伯兄和弟媳这两个词，无论产生哪种联系，都会轻易要了他的命。谢云峥闭上眼，这两个称呼才一日的功夫，在他心里已经划上了100刀。儿子，如果想永嘉郡主活着，你就要藏好自己的心。擦去眼角的2滴泪，我知道了，娘。国公夫人松了一口气，云峥说的话定会做到。谢云峥走去门外，看着库房门口进进出出的谢云照，妄想用这些打动一国郡主，可笑。郡主即便妥协于圣旨，心底之人也是我，能给你什么好脸色？卑劣不堪。两兄弟走后，国公夫人才出来。进库房的时候，这个逆子，不是败家子。夫人，您打老奴吧，给我锁上，锁死！谢云照觉得拿得急，拿得少，下次一定多拿。匆匆赶去长公主府，到了门前不敢动了。以往都是谢云峥来，今天却他会不会不想看到自己？怎么不走了，二爷？我来做什么？您探病啊，郡主落水受寒，您作为未婚夫还是御赐，自然该送补品了。哦，对对，我是来送补品的。他如果生气，自己马上走就好，补品送到，他才能好得快。秋桐院内，沈淑荣侧身躺着的姿势都僵了。你确定他会来？梁府就隔了2条街，郡主问了3次，穗寒都有点不敢保证了。郡主，奴婢去看看。刚走2步，巧玉进来，郡主，谢二公子求见。我不舒服，让他进来坐吧。巧玉出去传话，谢二公子，郡主身体有恙，请您进去坐。院门口的谢云照手心出了汗，他能进他屋？青竹推他。二爷，属下在这等您。谢云照仗着胆子走进去。站住！端着药碗回来的金枝，都是你毁了郡主定好的婚事，还敢来？谢云照被叫停，看过去是他的大丫头，什么意思？他让进，丫头不让？沈淑荣也听到金枝的喊声，轻蹙眉头，后又舒展。碰碰也好。见过谢二公子，您可知这里是郡主闺房？当然。既知道，为何还要进？自然是郡主同意，且我2人有圣旨赐婚。恕奴婢多嘴，您和郡主还未成婚，还是应该多为她的名声考虑。谢云照眯起双眸，名声？这婢女是在怪他昨日之事？沈淑荣听到金枝说完话，没了声响，抬起头看出去，他就这样走了，看不到啊。金枝见他一直看着自己，也不说话，就挡在他身前蹲礼，等着说恭送。银枝出来拉他，这是做什么？郡主请的人。金枝不动，银枝没法子，接过药碗回去找郡主。蓉蓉怪我无话可说，一个婢女，哼，还不配。谢云照不再理他，对着门外拱手。郡主，听说你受了风寒，我来送些补药。金枝愣了，这样都不走，死皮赖脸，世子定不会像他这般。听到声音的沈淑荣赶紧侧身躺下，撑着头，请进来。穗寒笑着出去。谢二公子，郡主有请。郡主为何让他进？他害得郡主还不够惨吗？谢云照睨他一眼，走过去，也就是他的婢女，换个人试试敢拦他？谢云照跟着穗寒走进去。7岁前常进来玩，熟得很，莫紧张。被带进里间，珠帘后的榻上歪着一9天神女。谢云照2只眼睛直勾勾盯着，像是被勾了魂。如今已然不是小姑娘了，而是能魅惑她的妖精。穗寒和银枝咬唇忍笑，姑爷看傻了呢。金枝进来，瞪着2只大眼睛冲过来，张开双臂挡住大片风光。谢二公子太无礼了，怎能盯着郡主看？谢云照没动，等着沈淑荣发话。即便他不喜自己，也不会由着丫头胡来。退下，郡主。金枝想说，世子绝不会这般无礼，都出去。穗寒行礼走出去，银枝拉金枝，拉不动，直接用拽的。门开着，金枝这才放心，顺着银枝出去了。抱歉，我今早起来不太舒服，才让你来这前。
身体要紧，喝药了吗？让他们进来伺候。沈淑荣歪得实在累，撑着慢慢坐起身。谢云照看着着急，恨不得冲进去扶他起来，靠他身上。还烫着，亮亮在喝，你也坐。找了他斜对面的椅子坐下，身体前倾，像是只要他倒，他就能冲过来扶稳。沈淑荣想笑，但能忍住。敢给老丞相马尾巴系炮仗的魔王，只有在自己面前才会这般小心。我们聊聊吧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知道委屈了你。谢云照愣住，他哪里委屈？怎么说，在大家心里，我之前都是谢世子未婚妻，以后难免会有人在你面前提起，或看戏，或嘲讽，都是为了我的名声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谢云照摇头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会认为是委屈？即便你以后不待见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谢云照站起来，坐着不能抒发胸臆。郡主，我怎么可能？沈淑荣摆手制止他的话。别怪我，害你不能选清白姑娘。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可以偷偷养着，我帮你隐瞒。谢云照上前一步，刚要辩解，忽然又停下。他不介意他养小，什么意思？他被迫嫁他放不下谢云峥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补偿自己。他都不愿看谢云峥身边出现别的女子。谢云照能进来的喜悦一扫而空，可早就知道会这样，不是吗？我答应过的，不会养小，只你一人。既然如此，沈淑荣下了榻，走过来，说我让你受委屈，想要什么我补偿你。谢云照抬眸，他想要他的心，他是委屈要不到，他好想他，想他的怀抱。沈淑荣忽然皱眉，头晕，闭眼捂头之际，身体向前倒去。谢云照吓得搂住人，怎么了？有点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谢云照搂得紧，以防他倒下。这时才反应过来，两人这姿势过头了，想放开又有点贪恋，尤其是他的柔软贴着自己，馨香包围着思绪。我扶你坐好。沈淑荣也知道不能吓到他，谢云照扶着他双臂，眼睛不自觉地被他胸前饱满白嫩的沟壑吸引。他慌忙移开眼睛，忽然鼻腔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。谢云照猛地背过身去，伸手一碰，红的。你先休息，我给你拿了上好的补药，你先吃着，改日我再给你送。多谢，我躺一会儿就没事了。我先走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3日后的公演我们都去吧，也算是在大家面前露面了。好。谢云照说完就走，原是想跑的。门外婢女见他手帕捂脸，以为郡主冲他发火了，遂喊去送。谢云照摆摆手制止，话都没说，跑出长公主府。谢云照的心慌才逐渐平复。二爷，没人追啊。谢云照瞪他，手里沾了血的帕子揣进怀里，鼻子终于好了，眼前又浮现那白花花。不好，赶紧掏出带血的帕子继续捂着。回府。金枝银枝进了屋，看到沈淑荣抖着身子趴在榻上。郡主您别难过，奴婢就知道他会惹您不开心，以后咱们少见他。沈淑荣原本在笑他局促的样子，笑他流了鼻血，可笑着笑着真的哭了起来。他昨天就死在他的怀里，他们天人永隔，他是重生回来，但他呢？留在前世孤寂一生吗？岁寒回来时看到被金枝银枝扶起的郡主，微微诧异，这脸上怎会有泪？金枝，你可知错？金枝正鼓着劲儿要再劝两句，闻言一愣，随即跪下。郡主，奴婢知错，但奴婢都是为您着想，您看他惹哭了您。沈淑荣也不说他错哪儿了，既知错，出去跪一个时辰。金枝抬眸，像是听错了，跪着不动。郡主，奴婢伺候您喝药。是，郡主。沈淑荣那股劲儿过去，心情又好了很多，这辈子也真实存在。岁寒看到，稍稍放下心，回到国公府。谢云照冲进卧房，把自己锁在屋里，躺床上不老实，一会儿趴着，一会儿侧着，直到卷了被子搂怀里，心才逐渐落回来。今天进了他的闺房，抱了他，鼻尖的香，怀中的人都不是假的。昭辉院赤羽匆匆回来，世子爷，二爷这个时辰回，许是被请进去了。他不是失礼之人，况且是来送礼的。是应该请进去，但未必能见到。郡主心里只有您，我不担心，只是心疼他，难为自己，不喜欢又不得不见。见与不见，心里没有，不会当回事的。倒是世子爷这边来提亲的踩烂了门槛，三公主的贴身嬷嬷也来求师，这些事被郡主听到才会入心呢。谢云峥闭上眼，他知他善妒，虽不合礼教，但他从不反感，还乐见于此。否则怎能证明他心中有他？能拖就拖，
是。长公主府秋桐院，看着郡王府送来的箱子，沈淑荣以为回到了儿时，竹蜻蜓泥塑。嫂嫂还是一同往日节俭，走吧，带着去见祖母。银之微愣，郡主在长公主、郡王妃面前一直很维护世子夫人的，如今是要告状。三人出门，金枝跪着转身相送，脸上带着可怜讨好。沈淑荣没看他，径直走过去。你可以喜欢你的，但不能不敬我的。长公主看到箱子里的玩意儿，嘴唇张了又张。祖母怎么不说话？是觉得嫂嫂送的好？长公主摇头。祖母觉得哪里不好？丫头好像长大了，早上还吩咐人去查粮食。长公主依旧摇头，想听她的意思，屏退下人。祖母，孙女不是小孩子了。一夜就长大了。不信您听听，我不能嫁给世子，谢云照被压着，也不可能受重用，我以后只能自己为自己打算。长公主挑眉，是长大了点儿。我还知道您和祖父不能一直庇护我，当年选了黄伯伯，您已经错了一次，接下来只能继续错，否则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长公主大惊，她以为她只想到小家，怎会突然想到朝堂？这些话谁和你说的？孙女说了，一夜长大，您当年力挺正宫，只为财库依然在您手中，我们家人能永保荣华，永保权势。可是祖母，天下人呢？百姓呢？破败不堪。臭丫头，知不知道在说什么？真没人教你。如今太子是好的吗？他是比不得三皇子，但祖母依旧要坚持正宫，因为不坚持就是在反对当今。你的意思，祖母错了？他说这些是否与他今早的安排有关？祖母没错，永家吃不得苦，所以我们自己家的东西就要一直留在自己家。你是发现了什么？有人要夺财库？太子远不如装出来的这般温顺好拿捏。孙女敢赌，他上位第一件事便是拿回财库。黄伯伯当政，财库如今的财力已经远不如先帝在时，祖母又是这个年岁，未必能争得过他。你的意思是让你爹接管财库，还是你大哥？小祖宗摇头。长公主纳闷，自己家手中除了他父兄有资格，还有谁？祖母，您叫永嘉吧。封存财库账务的库房开了，沈老太傅得知，匆匆赶来。陈峰的账出了问题吗？见妻子坐在堂屋喝茶，老太傅放下心来，进去拉过妻子的手。怎会想到开这里呀？长公主对着里间的桌案一瞥，永嘉，他看财库的账簿做什么？长公主拉着人走出屋子。景轩、琪儿都像你，永嘉像我。怎么说呀？拜我为师了，要接管财库。老太傅震惊，眸子睁到最大。她是真没想到孙女竟有这种想法。当今的状元郎，如今的丞相，才是她心仪之人。只可惜她手中有权柄，不能下嫁。丞相又满身抱负，不肯入赘皇家，这才轮到他。这辈子跟我委屈你了。老头子说什么呢？我没说你们爷儿仨不好，只是有了继承人，心里高兴。老太傅点头，她知道。长公主皱眉，真明白？不见得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要嫁给你，给你生儿育女，陪你含饴弄孙。老太傅没想到啊，她不后悔是吗？好。长公主嗔她，多大的人了，动不动就要哄。财库近年盈利颇微，他接又能改变什么呀？你孙女儿说有办法。哈哈，那就让他试试，折腾不出错来。我也是这样想，她将来做不成国公夫人，谢二又不上进，没准儿真让她折腾好了。夫妻俩携手回去，留下账房陪沈淑荣折腾。金枝贵满，赶紧来伺候。巧玉拿了乔小姐、叶小姐的帖子进来，银枝收起来。郡主说了，这几日忙，不理外事，不接待帖。金枝路上听到一些言论，正急着告诉郡主呢。我的事，郡主定会感兴趣。绕过银枝走进去，郡主，奴婢来了。到时辰了。到了。金枝脸颊微红，瞥了一眼旁边伺候的岁寒。就你也敢看我笑话？
郡主，奴婢听说今早鲁国公府很多人登门，都是家里有适龄小姐的。沈淑荣眼睛都没抬，既然你这么感兴趣，那是吗？这2天你不用伺候了。奴婢哪能不在您身边？奴婢不放心，有别的事交代你，看看都有哪些人家。金枝暗笑自己想多，还以为失了郡主的心，原来是要交给自己更重要的事儿。他就知道郡主最在意世子。是，奴婢定会办妥。沈淑荣摆摆手，金枝趾高气昂地走出去。看吧，只有他最懂郡主。鲁国公府晚膳，国公夫人看着儿子一直吃冰酥酪，有这么热吗？小心肚子不舒服。谢云照抬眸轻含一口，他觉得自己火气太旺，在他面前流鼻血太丢人。就吃2碗，娘，库房怎么不让我开了？国公夫人瞪他，还好意思问？不让开，明天给我支2000两银子。郡主现在有些头晕，儿子再买些补药送去。国公夫人没时间考虑银子，视线投向谢云峥。果不其然，这个儿子脸又黑了。闭嘴吧，过后再说。我可是有1半家产的，您不能不给我。娘给他支不够，我再给你2000两。我司库里的补品你也拿去。死小子，非当云峥面提这事，云峥也是花银子的事也争。我替郡主谢谢大哥。反正都是自己送的，有人愿意当冤大头，给他机会。谢云峥本想刺激刺激他，结果没想到他接受这么良好，罢了，算他送给永嘉，希望他早点好。国公夫人见2人又闷头吃饭，没打起来，心稍稍放下，以后还是少同桌的好。连续3日，沈淑荣一直忙着梳理财库的账，谢云照送进长公主府的礼，犹如羽毛落江，未经起片刻涟漪。他坐不住，站不稳，倒也不必有回礼，但一句话都没有，就很慌。谢云峥嗤笑，他说过，妄想用这些粗俗之物打动一国郡主，这种事儿也只有他能做得出来。3日过去，沈淑荣把财库各部生意营收捋得差不多，金枝也探听好有意谢世子的人家。郡主还记得魏家小姐吗？听说魏老将军亲自去了国公府，就他也配和郡主比？沈淑荣记得魏悠然，魏姨娘前世也是非谢云峥不嫁，蹉跎到20，本以为自己死后谢云峥会把她扶正，结果却娶了皇后的妹妹续弦，这辈子没有自己，看看魏氏能不能得个正妻。银枝看着金枝气愤的样子，借由子把人叫出去，岁寒留下伺候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清醒点，郡主要嫁的是2公子，即日的补品珠宝你看不到吗？郡主若总是放不下世子，被2公子知道，苦的只有郡主。他敢，他也配。反正我提醒过你，你好自为之，不想被郡主发现心思，就对2公子好点，他才是姑爷。姑爷，他不配这2个字。金枝一扭身子回去了。2公子还送了上好的血燕，还说吃没了再送来。金枝刚进去就听到岁寒的话，岁寒跟在郡主身边，眼皮子可不能浅。长公主送来的血燕不知道好多少杯。岁寒知道金枝不喜欢2公子，但没想到他这么快回来。郡主明显是愿意听的，却没说话，悻悻地闭上了嘴。沈淑荣睨了金枝一眼，倒是对谢云峥忠诚。咱们郡主吃穿用度都是顶好的，2公子能有这份心就很好了。银枝姐姐说的对。金枝翻了个白眼，没接话，明显是不赞同。沈淑荣由着几个丫头争，才刚换亲，不能让人觉得他对谢云峥释怀。唯有岁寒面前，他不用太注意。这3天太忙，连他送的礼都没时间看，也不知他有没有失落。好在明天就能看到他。大早上起来，长陵便装扮了谢云照。谢云峥看到他一阵风一般出府，这么早去接他吗？哼，穿成这样，妄想以色待人，真是愚昧。郡主岂是肤浅之人？谢2公子，您这么早啊？我来接郡主。宫宴在下午，好像的确有点早。哦，您先进来坐，奴去报。谢云照进去等在前院，岁寒匆匆跑回秋桐院，看到金枝出来，急什么？如此不稳重，怎能伺候好郡主？郡主怎么了？为何眨眼？不会是他来了？岁寒点头，抿着唇笑，告诉祖父祖母，我在自己院里吃。是，那奴婢去请姑爷来。
去吧。沈淑荣还没和他一起吃过早饭，当年在谢家也只有逢时才会一起用晚膳，他常不回家，可逢时必回。原以为是遵守家规，被他救回才懂他是为见自己。只有这样的日子，嫂嫂与小叔的见面才名正言顺。前院的谢云照看着眼前的点心，想拿又忍住。岁寒来请，他像是没听懂，郡主请他共用早膳。金枝回来被巧玉拦在门外，谢二公子要来，郡主让你避开。金枝不可置信，失魂落魄回了丫鬟房。郡主为何又让他进？不过他好像做错事儿了，他表现得极其不喜谢云照，陪嫁的丫鬟里恐怕不会有他。金枝突然心里很慌，错了，不论郡主嫁不嫁世子，他的目的都是世子，还是要进国公府的，何必这般对谢云照？岁寒敲门得到回应，带着谢云照进去。风神俊朗的少年郎，不打扮都让人神往。沈淑荣险些看呆了，这么早还没用膳吧？坐。谢云照不能说用了，也不敢说不饿，否则没有进来的理由，乖乖坐下，丢人也是丢自己家。他们将来不分彼此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亏你的药啊，有用就好，我只怕帮不到你。两人慢慢吃着，谢云照仿佛置身云端，梦幻至极。她会是他的妻，不是嫂嫂。两人以后常会这般静静地享受彼此陪伴。等吃好了，沈淑荣舍不得他走，把人都赶出去，聊起近况。这几日在家里读书。读书？沈淑荣想笑，他何时主动读过书？又忍住了。他不知他心思，许是以为他还喜欢谢云峥，在学他安分上进。3天没出府。出了，去了2次药材铺，2次首饰铺。沈淑荣心里感动，他到底能为他做到何种地步？前世不惜闯进皇宫救出自己，不惜造反，现在又为他枯坐3天。你有想做的事吗？如果没有，我让祖母给你弄个官当，和我一起管财库，你觉得如何？他知他不是表面这般无为，否则不会2年就杀进皇宫救出他，而且他也能借机日日见到他。谢云照不知道怎么回答的，傻傻的被沈淑荣带去长公主的院子，脑子里都是那句和他一起。长公主看着小两口，忽略谢云照所作所为，两人还是很般配的。封了9品理事，管理财库的官职。沈淑荣又带他去后花园喂鱼，婢女远远跟着不打扰。到了池塘边，谢云照拉着他往后，别再掉下去。云照哥哥，你是不是好久没来这里了？蓉蓉，你叫我什么呀？又委屈了。云照哥哥，你小时候烤了我养的鱼，我哭了2天。蓉蓉也拔光了元帅的毛，报复回来了。谢云照耳尖绯红，他的手柔软滑嫩，让人有种想放进嘴里的冲动。云照哥哥别生气，我以后再也不拔你的毛了。谢云照猛然转身捂他嘴，小姑娘知不知道在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哪句话不妥吗？谢云照脖子都红了，不知该怎么说。没什么，我不养了，也不烤你的鱼，我们扯平。云照哥哥，我们小时候很熟的，以后也可以。他的意思是像小时候一样把我当哥哥吗？好，哥哥就哥哥，总比什么感情都没有强。好勉强啊。沈淑荣爱死了他这小模样，好想窝在他怀里，感受他热烈的心，拉着他坐在石头上，聊着从小到大的趣事。得知前几天落水，他挨了几鞭子，沈淑荣顿时心疼。还疼吗？谢云照看到他好看的眉蹙得老高，想说不疼，且很值得，但脱口而出的疼。沈淑荣抿着唇，2滴泪被这个字催落了。谢云照吓坏了，不该惹他的，急急拿出手帕给他擦泪。逗你的，你知道我爹从小打我，我习惯了。他越劝，沈淑荣眼泪越多。如果没有重来，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在一起。也许前世他就该坚持嫁他，才不管什么世子不世子。别哭啊，对不起，不该吓你。你打我，打完就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他这般哄，沈淑荣再也忍不住了，抱住他的腰。他都嫁了人了，他还一直爱着自己。他们错过这么久，他还为他守着。这辈子除了守住财库，算清他的账之外，他绝未被抢的丑，他要一起报。
眼泪没入他的衣襟，怀里的人好像很不安。远处的岁寒高兴，银枝诧异，两人背过身去。郡主是不是接受二公子了？可以叫姑爷的。银枝明白了，他和金枝都能看得出，这几日郡主很愿意和岁寒在一起，许是他猜到了郡主的心。姑爷，快把国公府库房搬来了。4年前未定世子，二公子对郡主就不一般。你的意思，他一直只是换了人封世子，所以才……郡主也只有落水那日哭过。一句话，银枝醍醐灌顶。若郡主舍不得世子，怎会下来圣旨就不再哭，更不再寻死？郡主这几日不见外人，不理外事，都是藏着这件事儿。那二公子知道吗？不知道的好，否则定然不信，郡主会难过。对，现在这样就好。沈淑荣哭了一会儿，情绪好了很多，主要是抱到人了，退出他的怀抱。对不起，我没站稳。娇娇软软的人一离开，谢云照心里一空。我知道你病才好，身体虚弱。沈淑荣又坐下，谢云照也坐下，但不敢乱说话了。歪头看看他，哭得小脸都红了。他还是喜欢看他笑，比百花盛开都美。鲁国公府，谢云照一早去的，进了公主府就没出来。永嘉留他，不会的，虽有不得已，但永嘉从不会委屈自己。更何况面对谢云照，也许他还在前院等着，也许他在老太傅那儿听训，总不会一直和永嘉在一起。世子爷，二爷还没出来。谢云照脸皮够厚的。许是郡主知道夫人在给您议亲，生气了。前2天有侍卫看到郡主大丫鬟来打探，真的，他吃自己醋了。世子爷，不止一位侍卫看到，且不止一次看到。谢云正坐回去，闭上眼，心里轻快了很多。小丫头知道报复他了。知道了，下次再见到解释一下。是，世子爷有机会可以亲自解释。我知道，今天找机会告诉他，我谁都没应。过了50，云照哥哥都晒黑了，和我一起乘坐马车。好，我以后少出门。以后出门我们一起，我怕晒，你给我撑伞，这样我们俩都晒不黑。我最会撑伞，保管日晒不到，雨淋不着。只要他喜欢，他要给他撑一辈子伞。长公主和老太傅马车在前，沈淑荣、谢云照在后，后边骑着马的3人远远跟着。他进他的马车了，是他要求的，他不好拒绝，亦或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走在他车架旁。谢云峥还想说他在气他，但不必做到如此地步。赤羽赤霄在后，不敢言语。世子失了郡主，这几日过得多艰难，他们最清楚。不劝他难过，劝了又生出希望。到了宫门口，谢云峥快速打马过来，给下车的长公主、老太傅见礼。2人只是淡淡回礼，等着沈淑荣。只见谢云照先下了马车，牵着沈淑荣的手稳稳扶下来。蓉蓉，这样就晒不到了。长公主夫妇欣慰地笑，这小子是个会疼媳妇儿的。谢云峥浑身发冷，牙齿打颤，手攥成了拳。才几日，他竟敢牵他手，最主要的，他不恼他。世子还要等国公夫人，我们先走了。长公主夫妇跟着带路的内官走进宫门，谢云照陪着沈淑荣一起。是要等母亲。长公主、老太傅慢走。头低低的，遮住眼底翻滚的情绪，怎会听不出？长公主是故意留下他们要避嫌。沈淑荣对这个皇宫没有一丝好感，离开祖母，带着谢云照去了御花园。过去和他们玩吗？不了，在廊下坐一会儿吧，我累了。假山后宽阔，3公主、4公主正带着小姐们放风筝，聚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。如果你不娶我，3公主、4公主想嫁你，你会答应吗？谢云照吓得跳起来。当然不。国公府没有你的前途，公主府也许有，真不要啊！谢云照猛摇头，他什么意思？试探还是真想让他找别人？沈淑荣高兴了，坐下，不想就好。谢云照深吸一口气，是试探。我只娶你。沈淑荣和2个丫鬟抿着唇乐，看把他吓得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长公主府西边的院子这2天在修缮，中间的地也围了起来，是陛下赏给3公主的公主府吗？哪座啊？就是原来的齐王府，京城除了长公主府，最大的就是它了。父皇到底宠我，舍得把这么大的宅子给我。沈淑荣撇撇嘴，他不在，都去捧3公主了。前世享受，现在厌烦。3公主府要1年后才修，且小得多，哪日知道是郡主府，千万别哭。2人静静坐着看风筝。
远处男子面目全非，从小的好教养在这一刻消失殆尽，摆摆手招来一名内侍。我爹找我，他陪蓉蓉呢，怎能走开？你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等我回来，我很快。谢云照刚消失在他眼前，侧面走来一男子。沈淑荣抬眸看假山，好在视线阻隔，否则那群小姑娘怕是会如蝴蝶一般成群飞过来。谢世子，谢云峥眼眶红得要滴血，想来不是刚酝酿的情绪，谢云照是他支走的。谢世子，郡主是接受谢云照了吗？不然呢？若我说这一切都是阴谋呢？阴谋？沈淑荣没懂什么阴谋。那日你落水，他为何就在你身边？为何又救你上岸后不撒手？是他蓄谋已久，是他毁了你的名节，也是他毁了你我在一起的机会。哦，这件事的确是阴谋。谢世子，我只知道他救了我，但你不落水就不需要救，是他害人在救人，射起来的英雄救美啊！有证据吗？谢云峥被噎住，他想说谢云照从小就喜欢他，但不能。他如此卑劣，用此等手段抢自己嫂嫂，你不觉得这样的人不配为人吗？还和他相处，让他坐马车叫名字。暗处的男人脚步顿住，攥紧的手止不住地发着抖。蓉蓉会信他吗？沈淑荣心里一股火窜出，他凭什么这样说谢云照？卑劣的是他，不配为人的也是他，谢云峥。他配不配我不知道，是救我还是害我，我也不清楚。但谢世子单独来见准弟媳，是嫌我死得不够早。弟媳？谢云峥踉跄着退后，他已经接受了这种关系，还有他对他从未如此疾言厉色过。他忍着心痛，我不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他当着你的面不会说我好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哼，多余在这儿听你废话。谢云峥的心揪了起来，仿佛他走了，两个人就再无关联一般。他生这么大气，连听他说话都不愿，是在意他议亲吗？郡主，我娘的确是在给我议亲，但我谁都没有应，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世子，谢云峥的话被打断，他盯着沈淑荣，心想他听进去了吧？世子该应就应吧，以免别人揣测与我有关。我的名声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。沈淑荣说罢，提起裙摆走人。真是晦气！谢云峥低着头，眼底晦暗。沈淑荣说什么让他该应就应，他知不知道？一旦答应，他就是别人的夫君，他知不知道？一旦娶妻，他们二人再无可能。谢云照扬着唇，缓缓走出来。谢云峥见到这么快反应过来，还算有点脑子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他只不过是感激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以为谁都像你，为达目的不惜一切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知道他为何不信你吗？因为我从不在他面前提你。不敢罢了，怕他忘不掉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都好意思污蔑，害怕的人是你吧？谢云峥深吸口气，不与他争辩，抬步就走。谢云照，你当真以为能得到他的心吗？谢云照转身去找沈淑荣，他不否认谢云峥的话，在他面前的确怕提起他，但今日他看到希望，他相信自己，不信谢云峥，不光不信，还恼了他，嘴角便不自觉高高扬起，扬着眉哼着小调找未来媳妇儿去。宫宴快要入场，内侍和宫女们恭敬地站在殿两侧等候差遣。谢云照送沈淑荣坐去长公主身后，再走回鲁国公身后，等成婚，蓉蓉就可以和他坐一起，不必如现在般分开。你和郡主去哪儿了？陪他在御花园里歇息，他身体还没恢复好。你以后要好好照顾他，他是郡主养的娇气。孩子知道，所以娘，你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给郡主留着。就惦记他那点东西。国公夫人想翻白眼，又想骂他，见谢云峥过来，住了嘴。知道了。两兄弟坐在父母身后，谁也不搭理谁。皇家人进来时，沈淑荣眸中的恨意转瞬即逝。人总是要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太子李琛扶着皇帝坐下，自己坐在皇后身侧。很快有人把目光对准长公主这边，太子微微点头，臣敬长公主。先帝登基前，长公主就掌管财库，至今为止功不可没。都是为了大周，为了陛下，应该的。本殿不敢鞠躬。姑祖母过谦，这么多年您为了财库操劳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侄孙亦是心疼你。老东西，该交出财库了吧？
多谢太子惦记。长公主饮下这杯酒，抬头一瞬，眸子发冷。永嘉说的对，真冲财库来的。陛下，臣如今年事已高，财库也该有个接班人。此话一出，大殿内所有人的眸子唰的一下看过来。长公主想把财库让出来？哎，姑母哪里老，再为朕分担几年吧。父皇，姑祖母操劳了一辈子，也该享享清福。既如此，姑母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臣这孙女儿心系大周，且自小受我教导，想必跟在身边再学个1年半载，便能胜任。老钱婆玩什么把戏？还想留自己家里？做梦！永嘉竟有这份心，黄伯伯日理万机，没有多余的精力在操劳财库。祖母又年岁已高，永嘉自幼跟在祖母身边，耳濡目染，自觉可以胜任。何况祖母还可以时常教导永嘉，而且永嘉是大周的郡主，受大周臣民供奉，也想为百姓尽一份力，不该视为素餐。皇帝认真思索，永嘉既然有这份心，倒也可以一试。太子眯眼，他竟真要接管？陛下，不是老臣不信郡主，实在是郡主太年幼，而财库又异常重要。是啊，长公主，财库近几年越来越式微，也许换人就会有所改变。郡主的确太小，且即将与犬子成婚，婚后只怕不便。爹，没什么不便的，儿子与郡主一起管财库。今天长公主封了儿子财库管事的官职。什么？陆国公头婚啊，财库还没拿出来呢，云照就混进去了。这么说来，也算是拿过来了。他看了看太子，后者明显不吃这一套。陆国公没多说，太子看出他的意图，还是拉他下水。鲁国公言之有理，永嘉妹妹嫁了人，再为谢家开枝散叶，怕是没时间没精力管理财库的事。是啊，郡主是国公府儿媳，进了后宅不便在外行走，和长公主毕竟不同啊。哎，徐老头，你听不懂话呀？我说由我帮着郡主管。云照啊，你不是徐大人没听懂，实在是你更让人不放心啊。谢云照恼了，废物太子还敢笑他？他刚要争辩，被鲁国公拉住。如今朝政繁忙，黄伯伯每日殚精竭虑，太子哥哥监国，今年的洪涝、边境的骚扰，是不是都有了应对之策？孤正在筹划，还需些时日。那便是了。永嘉知道您和黄伯伯忙，都是为了百姓，而永嘉和云照哥哥却是闲了近20年，现在想为大周、为百姓做些事。如果各位大人不信任，可否给永嘉1年的时间？1年后，我们以力为衡。若无法胜任，永嘉和云照哥哥请辞。鸦雀无声，都在思考。黄伯伯，您觉得如何？丞相以为呢？老臣以为郡主接手也算便捷，长公主府对于财库了如指掌，可以一试。丞相说的在理，永嘉能有这份心，朕心甚慰。父皇，儿臣也是支持的，只是永嘉妹妹要嫁人了，恐多有不便呢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朕给永嘉赐了郡主府，挨着长公主府，不必担心。永嘉自小娇惯，离不开姑母。三公主突然脸上火辣辣的，头低得不能再低，谢云峥的拳头捏得咯嘣咯嘣直响，心疼的厉害。谢云照闻言呲着牙笑，单独住好，这样蓉蓉可以远离谢云峥。沈淑荣走去厅中央，伸手示意谢云照出来。谢云照一步窜出去，扶着沈淑荣，两人跪下叩首。多谢黄伯伯，我们2人定不负圣恩。多谢陛下，我们2人定不负圣恩。宴会散时，天边只剩落日余。沈淑荣坐了祖母的马车回去，谢云照骑着马在后面护送。以后有的你忙。祖母，永嘉想多出去走走看看。好，叫云照护着你。长公主越发觉得换的婚事好，永嘉不用依附夫家，自然有个事事以他为主的夫君才好。他很愿意呢。云照读书不行，功夫学的倒是最好，能护得住你。沈淑荣脸颊微红，她知道她浑身的肉都紧绷绷的，可有力量了。到了家门口，沈淑荣又被谢云照扶下来。我回家了。男人语气带着不舍，沈淑荣哪能听不出？路上注意安全。谢云照目送他进去，见大门关上，谢云照转回去牵马。
都相处了1天了，已经很好。再说晚上看不到是应该的。几人刚要上马，小门出来一人，郡主有交代。二公子，明早郡主等您用早膳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郡主，我会早点来陪她。岁寒又行了一礼，抬眸瞥他神色，笑着回去。姑爷又高兴了。沈淑荣回房后，简单梳洗便睡下。今日没午睡，已是累极。谢云照院子里呼呼舞剑，睡不着，心里美。三公主回去发了一通脾气，她才是公主，凭什么所有的风光都被一个郡主夺去？四公主也蔫蔫的，她好维护永家。太子回去后，老钱伯把这不撒手，好得很呐！沈淑荣竟然还敢要郡主府。谢云峥回去之后，谢云照为什么活着？这一夜只有沈淑荣睡得安稳。夜深，一黑衣男子暗处穿梭，溜进一高门大院。美了，羡慕。有了财库。等等，什么叫有了财库啊？你爹你大哥的心思，他们没得到，你先得到。我没得到，这是他的。他的不就是你的？错，他的就是他的，我的也是他的。用时行个方便总可以吧？看情况。哎呀，白高兴了。我娶媳妇儿，你高兴什么呀？让你来干嘛？只为了显摆？怎么嫉妒？快走，看就烦。第2天清晨，谢云照已经巴巴赶去长公主府用早膳了。门房看着比昨日还早的谢二公子，忍着笑带人进来前院，让人去通报郡主。谢云照赏了他10两银子，以后少不了大早上打扰。门房千恩万谢，姑爷脾气真好。岁寒又来请人，沈淑荣还没梳妆，披着外衫歪在榻上，衣袂轻垂。谢云照还是第一次见他这般，心砰砰直跳。他不介意他看到？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沈淑荣微微点头，他的确还没精神，想说以后不必这样早。你不用管我，我来了就等着，你睡好再叫我。沈淑荣又想笑了。这傻小子怕是恨不得住这儿不走了。谢二公子来了，奴婢记得您喜欢碧螺春，正巧煮了新茶，二公子尝尝。谢云照回头皱眉，金枝之前拦他的大丫头银枝岁寒也微微蹙眉，金枝怎么突然待见二公子了？沈淑荣眉眼淡淡的，看来他已经想明白，没有谢云照，他连国公府都进不去，更别提有机会爬上谢云峥的床。怎么没人说话？二公子，郡主落水吓到奴婢了，奴婢太过忧心，所以言语都有冲撞，还望二公子海涵。屋里依旧无声。谢云照知道沈淑荣有意让他自己处理。起来吧，你也是担忧郡主。多谢二公子，您以后常陪郡主用膳，喜欢的口味可以告诉奴婢，奴婢吩咐厨房。有了。二公子客气，郡主，奴婢这次真知道错了。好，以后不用避着了。奴婢伺候您梳妆。谢云照收回视线喝茶，不能一直盯着，眼睛老实的看着茶杯，很快又跑到梳妆台前，不知不觉就看呆了，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他知道自己没救了，若是从未得到，就谈不到失去。但现在谁敢和他抢蓉蓉，他定不死不休。早膳摆好，两人安静用膳。工部侍郎之女叶曼，国子监祭酒之女乔月的帖子再次呈上。沈淑荣看到叶曼的名字，心抽痛。叶曼死的时候，他哭了2天，结果他被假死后，却在皇宫看到了他，同他一样，也被夫君假死送上龙床。这辈子他改了命，叶曼怎么办？他的婚期还有1个月。今天我们要出去，时间不多，给2位小姐回帖。是。沈淑荣嚼着燕窝粥，吃不下，怎么能退掉他的婚约呢？他们俩惹你生气了？有什么办法能退掉2个人的订婚？谢云照脸色煞白，他要和他退婚。沈淑荣见他变了脸色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是说我们是……不行。沈淑荣发现根本没法说，难道说以后会怎样吗？不是我们是谁？他想让谁退婚？沈淑荣见他更慌，屏退下人，握住他的手。你别紧张，我说的是叶曼，她和贾侍郎的次子订婚了，1个月后成婚。哦，交给我。什么？沈淑荣没明白，什么交给他？蓉蓉想让他们俩退婚，这件事儿交给我。他不问理由？沈淑荣的疑虑写在脸上。蓉蓉想做什么都可以交给我，我不需要理由，只要你不和我退婚。沈淑荣咬着唇，他还没想好的理由，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。说不感动那是傻子，
我们现在像是要退婚的样子吗？两人单独共处一室，同桌吃饭，两只手握在一起。不像。会不会很难啊？不会，对我而言再简单不过了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？你想做什么就做，没有为什么。我要是杀人越货呢？我替你去。沈淑荣心里甜甜的，她信。此时看着他微红的脸颊，好看的唇角，特别想亲上去，可是又怕吓到他，只好再忍忍。吃饭吧，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忙。谢云照松开他，见他有了胃口，放心的吃了起来。叶曼和乔月等了几天了，都急着过来。谢云照给他们腾位置，跟着下人去了财库账房。上次见面已经很久远，沈淑荣此刻感怀上天的恩赐。郡主，听说陛下给你单独开府，只有公主才有的待遇，真好。是啊，原本我还觉得你失去谢世子可惜呢，如今看来更好。国公府儿媳没有一府之主来的痛快。这么说，谢云照算是入赘吗？想入赘郡主的大有人在。谢云照虽是国公府的公子，但没有爵位，也算高攀。沈淑荣知道他们都不看好谢云照，但没关系，他的好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别说我了，你们俩最近如何？不好，就那样。曼曼姐要成婚了，最近也忙得很。小乔，你怎么不好的？你们还记得我爹看好的小进士吧？他最近不和我联系了。不应该啊。沈淑荣回想，小进士前世特别宠小乔，成婚前小礼物、小情诗日日不落，从来没让他如此失落过呀。婚后也时常陪着小乔来国公府，小乔来找自己，他就去找谢云峥。许是他忙，过阵子就好了。可能是吧。我今日要出门，你们也去吧。好啊。谢云照以为会和蓉蓉单独出门的，趁人不注意时瞪了叶曼和乔月一眼。二爷，您坐马车吧，郡主嫌您黑。滚，他只是怕我变黑。是，您请上车。坐什么马车呀？拿伞来。坐马车怎么能护在蓉蓉身旁呢？三个小姐妹乘坐一辆马车，后边跟着一辆空车，一行人前往西城。沈淑荣掀开马车窗帘，看到的就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少年郎。少年郎头顶举着伞。蓉蓉放心，这样既能保护你，又晒不黑。途中被几个认识的公子哥看到，还调侃一番。喜儿，谁家爷们儿撑伞呀？我是不是爷们儿？你挨揍的时候不清楚吗？你也不管管。我让的。他可真听话。他不是听话，是只听郡主话。你的小进士不最听你话啊？乔月吐吐舌头，撇出这几天的不联络，是挺听话的。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在看到城西的难民时，沈淑荣2辈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。有人卖身葬父，有人为子求药，每个画面都与昨日皇宫的歌舞升平大相径庭。怎会这样？我只是听爹爹描绘过，从未见过。谢云照抓着沈淑荣手臂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先回去。云照哥哥，我想再走走。谢云照护着他走进去。原本磕头的人磕得更频繁，都能看出几人非富即贵，求口吃的就好。云照哥哥，怎么了？以前的大周百姓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，他们以前也是夫妻和睦，子嗣绕膝，如今没了家园，成了流民，太阳还能照耀多久都不一定。长此以往，我们的后代还能延续今日的安生吗？谢云照踌躇，他们2人的后代有他在没问题，但有一日他不在了，很难保证。我想利用财库重建他们的家园。蓉蓉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返程途中，马车里很安静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。依然撑伞骑马的谢云照，脑海里都是沈淑荣难过的模样。他心疼，他不该为这些烦恼，应该无忧无虑的娇娇美美的活着。我让我爹派人施咒。我家也来施粥。沈淑荣没制止，多一个人出力，吃上饭的人就能多一个。我们自小的世界只有琴棋书画、金银珠宝，长大了又想着嫁给什么样的人，婚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有一丝不如意都会难过几日。如今看到他们的生活，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。郡主说的对，我还在为小进士郁郁寡欢，实在不该。有他没他，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可这里的人不一样。叶曼也赞同，她的婚事将近，每天想的都是夫君会不会对她好，婆母会不会苛待她。如今想来，好像都不重要了。
他怎么能带郡主去那种地方？又脏又乱，有难民暴乱怎么办？跟我去接人。他就要走，赤羽拉住他。世子爷，您不方便吧？就说有事公干，看到他平安再走。赤羽跟上是要有理由。两人还没走出昭辉院，国公爷有请。谢云峥给赤羽使眼色，自己去了正院。爹，何事急着叫儿子啊？哈哈，你的婚事该定下了。是啊，世子，魏家的姑娘对您情根深重，为人贤淑。儿子不急，不能再等了。云照就要掌握财库，你再娶个世家好些的，咱们国公府的未来才更稳固啊！国公爷说的是，世子爷，您的婚事要早些定下来，末将们的心也就踏实了。部下们很看好现在的局势，对国公府很有利。郡主带着财库嫁过来，谢云照这个废棋自此也算有点用。陆国公看着儿子不屈的神色，既然所有人都成了将就，你就挑个看着顺眼的吧。谢云峥闭上眼，缓了好半晌，才放下那股执念。父亲看着挑吧。既然都不是他，爹挑个与国公府最有利的便罢。云峥，爹没看错你，是能以国公府为重的。爹，没别的事儿，儿子先告退。去吧去吧。谢云峥恍惚地走回昭辉院，把自己锁在卧房里，一阵一阵的狂笑传出来。还是到了这种地步。世萧守着院子，眼里满是心疼。沈淑荣回府，他带着谢云照召见了财库的管事，一条一条郡主令传下去，他要在4个月之内实现南北水运通商。谢云照一股自豪之感油然而生，他的小姑娘如今威风得很。等管事们领命退下，云照哥哥，其实整顿货船并不难，难就难在这几个县城近几年灾情严重，河道早就被水匪霸占。他拿出山河图指给谢云照，这几处的灾情太重了，当地的父母官不知道在做什么，黄伯伯年年拨款，年年大灾。先让人去查探，若还是如此，我亲自过去。谢云照脑子里已经骂了当地官员无数次，敢让他的蓉蓉操心。我也要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谢云照脸颊微红，他是不是不想和他分开？两人统计各自可用之人。下午，沈淑荣去长公主处要100子灵位的指挥权，又要了工部的2名官员。你打算用到什么时候？不还了。长公主吸了一口气，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。鲁国公府父子俩正和亲信议事，谢云照来了。你们聊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鲁国公尴尬地看了看部下，谢云峥也是蹙起了眉。他从不参与朝堂，今天怎么会过来？很快便没人理他。裴副将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世子既然不想挑住在京城的女子，吏部尚书之女怎么样？她虽养在老家，但其祖母当年可是出名的温婉贤淑，相信李家老太太教养出来的孙女儿定是不错的。的确，而且与吏部尚书联姻，对国公府也算有利。谢云峥皱着眉思索，京里的贵女，尤其之前缠过自己的，永家都不喜欢。这位李小姐不在京城，和她没有矛盾，也算。他都不在京城，怎能知道好不好？给世子选妻，定然要贴心的，真心待他的。哦，二公子有合适的人选？当然，魏家小姐非世子不嫁，她才是最有诚心的。三公主就不考虑了，毕竟世子不能入赘。你哥不喜欢京里的，那也不能辜负魏小姐的一片诚心呐。不如世子2个都娶了，一妻一妾。什么混账话！出去！我不走，我也是国公府的一份子，定然要为国公府谋划呀。而且儿子现在能参与财库的事儿，爹确定让我出去？哎呀，二公子如今懂事了，国公也应该高兴啊！别打消孩子的积极性，何况财库的事儿还需要从他口中得知。哎，来这也行，你哥的事儿你别参与。是你常说我们要兄弟齐心，现在连建议都不让说了。不听算了，把我的令牌给我，再给我点人手。怎么一回家就要人要令牌？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要人做什么？我在财库任职，没人用郡主不得笑死我。鲁国公府额，他这个逆子就是来讨债的。可以给你，但令牌不能乱用。儿子懂，儿子都及官了，也快成婚了，已经懂了。鲁国递给他，谢云照接的时候阻力不小。哎呀，放心吧爹，儿子如今有了官职，以后遇事轻易不会用家里身份的。你如今是长公主孙女婿，郡主的未婚夫，还是财库的理事，这令牌不得已时不要用啊！知道了爹，我走了。鲁国公怔愣半晌，儿子都走了，还没回神。他
他真正的长子有正事儿了。谢云峥眼底闪过狠厉，这个时候才想上进，晚了，他不会给他机会。你们参考下我的意见啊，世子的裙带关系可得好好利用。气得鲁国公要冲出来，被部下给拉住。裙带关系是什么好听的词儿吗？谢云峥捏着拳，还敢笑话他？谢云照去了督察院，找负责临淮一带的御史刘思明。年过40的刘大人听到他找，这个魔头找他做什么？得知是来了解洪涝灾情之事，他很意外，但也郑重地接待了谢云照。谢云照难得认真一次，刘思明也没保留，该说的都说了。第2日大清早，谢云照又去了长公主府，沈淑荣依旧是昨天的模样，屏退下人，让人进来。早膳想吃什么？我昨天取回令牌，又找了刘御史了解了临淮的情况，一会儿说给你听啊。沈淑荣一早醒来就被感动，又想抱他，怎么办？突然窗帘被风吹起，他向前扑去。什么东西？好可怕！别怕，风而已。云照哥哥，自从落水，我的胆子好像变小了。有我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谢云照把人搂紧，轻声安抚。沈淑荣贴了一会儿，像才反应过来一般，推开他的胸膛。云照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没成婚，不该这样，都怪我。谢云照心里痒极了，短暂的柔软无法抚平狂跳的心，一把把人拉入怀中，紧紧地搂着，细细地感受他的娇软。不怪你，你害怕，要再抱抱才能好。沈淑荣美死了。谢云照闻着她发间好闻的玫瑰花香，这辈子都不想松开。两人贴得紧，伴随沈淑荣的呼吸而不断起伏的胸脯冲击谢云照的神经，他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鼻腔一酸，又有液体想要流出，还没抱够，又不得不松开。我先出去，等会儿再来陪你。谢云照又一次落荒而逃。婚期太慢。谢云照逃出府门，才没人关注，手帕再次变了血帕，还没收起来，就见陆子谦迎了过来。哎呀，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几天没找我了。我没空陪你玩。我知道你要陪郡主，可以带着郡主一起玩啊。谢云照思索，也行，你先回去等我，我问问他的安排，再让人通知你。哎，好。陆子谦骑着马颠颠的回家，沈淑荣叫人进来梳妆。银枝岁寒见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一头雾水。姑爷又是捂着脸走的，郡主不像发脾气的样子。花妈妈走进来，郡主，庄子里已经安排好了。沈淑荣对着镜子露出一抹得逞的笑。谢云峥啊，谢云峥，你将来最大的筹码也即将失去。花妈妈又递上一封信，沈淑荣越看脸越黑，还真叫他猜对了。郡主，他和姓段的还有往来。什么？现在？每月15，正是明天。去郡王府请哥哥过来，就说我不舒服。比他先一步得到消息的长公主已经换了郡王妃来，婆媳俩坐着研究要怎么告诉沈琦这些事儿，却没想到沈淑荣已经把沈琦叫来了。小妹哪里不舒服吗？陪谢云照用过早膳，让他先去账房等他，他单独见了哥哥。哥哥，你先看看这个箱子，里边是我落水第2日梁氏送来的礼物。沈琦一惊，小妹怎会称呼妻子梁氏？是梁氏做了什么惹小妹生气了？他哄一哄就好了。他打开，都是小孩子的玩意儿。是，小妹别生气，哥哥回去问问他，再给你补上最好的。哥哥，咱们2个被蒙蔽了，和梁氏的相遇是阴谋。沈琦呆住，妹妹她在说什么？看着手里的纸张，沈琦只觉天旋地转。梁氏成婚前有青梅竹马，而他的青梅竹马却被他的继妹抢走。他发誓要嫁给有权有势之人，第一个勾引的是谢云峥，他只是他的第3个目标。小妹，你从哪里知道的？这不可能啊！梁氏他……沈淑荣知道他很难接受，他也是。哥哥，我们就是太善良了，被人利用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娘和祖母可能早就看出他心机深沉。沈琦不敢信，不愿信，他第一次懂什么是情窦初开。哥哥，如果他爱慕你，用些手段，我不觉得有问题，因为他也刚干过这种事。但你是他的第3个选择，甚至算上他的竹马，你是第4个，我忍不了。最让我无法接受的，他的竹马，也就是他如今的妹夫，去年考取了功名，他们有偷偷见面。长公主得知孙子来了，暗道坏了，婆媳俩匆匆赶来。沈淑荣没让进，不来一剂猛药，她永远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爱情里，与其付出后更加失望，不如快刀斩乱麻。
沈琪捂着脸，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。等他发现时，忽然觉得脸热，让小妹看笑话了。咱们兄妹永远是最亲的人，我在你怀里哭的时候更多，哥哥不必在意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另一件事，祖母向着太子，他却想搞垮我们。沈琪觉得这个世界已经颠覆了，他这21年是白活了。所以哥哥，同一家人的性命相比，粮食还重要吗？沈琪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，摇了摇头。家没了，粮食自然也没了，难过还有什么意义？原来这就是小妹接手财库的原因。沈琪走出沈淑荣房间，神色已恢复如常。在家人和性命面前，情爱不值一提。长公主郡王妃就在廊下等着，二人见沈琪出来，围过来打量。祖母娘，儿子有眼无珠，以后定然不会。婆媳俩见他没事儿，这才放心。郡王妃带着儿子回家，二人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明天就看看他会不会真的出府。枕边人也不可信吗？枕边人，他在怕什么？又或者沈琪夫妇出了问题？别人我不清楚，但蓉蓉放心，可以一辈子信任我。沈淑荣难得心情好了一点。明天我有点事，你别来了。谢云照点点头，不能太粘人。好。第二天，一间茶楼的雅间里传来了亲吻的声音。再有2个月就要生了吧？是个男娃就好了。我这么厉害，一定是男娃，所有的家业最后都是我们的。沈淑荣惊呆了，梁氏肚子里的孩子。沈琪瘫坐在椅子上，沈淑荣不忍再看，悄悄走出门，给他空间。沈淑荣招手，花妈妈、田妈妈凑了过来。封锁茶楼，歇业一天。是。沈琪和梁氏成婚时，郡王妃就把这间茶楼给了梁氏。梁氏每月15都会过来，左右包厢都不允许落客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今天沈淑荣和沈琪就在隔壁。长公主还是进去找沈淑荣，孙女做事太绝，还是要委婉些。祖母，针扎一次只会疼一下，回头她一包扎，针就白扎了。长公主也知道这个理，但毕竟是自己亲孙子，她下不去这个狠手。祖母放心，哥哥虽然善良，但他能经得住事。长公主叹息着回去，本以为有她在，孙子孙女能一直荣耀，可没想到内忧外患始终存在。沈淑荣去找谢云照，他正坐在账房里看账本呢，让他安心坐下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看什么呢？你哥走了？沈淑荣神情蔫蔫的。谢云照看到想去哪儿玩的话问不出了。不高兴吗？你看出来了。沈淑荣坐在他身边，头轻轻贴上他的肩。云照哥哥，善良不是最美好的德行吗？为什么善良的人要受欺负呢？谢云照心里微动，他感觉得到他的小姑娘开始依赖他了。蓉蓉，无欲无求的世界可以善良，但人有七情六欲，难保不心生歹意。砰的一声，等看清来人，两人慌张不已。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，小郡王、郡主怎会在这儿？男人已经跪了，沈淑荣示意福喜、福顺进去捆人。不是哪样？想说你们没偷情是吗？梁氏疯狂点头。要不要看看你的衣襟？夫君，我是被迫的，我在这儿休息，是他冲进来。不是的，是他约我来的。他说你没能耐，财库都给了女儿身的郡主。沈琪也不废话，接过花妈妈手中的长鞭，狠狠抽在那姓段的身上。你们什么身份，敢质疑公主府的决策？梁氏吓得捂着脑袋直喊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狠厉的沈琪。姓段的疼得龇牙咧嘴的叫。田妈妈让沈淑荣回避，沈淑荣却坐在这儿欣赏。对不起他们的人都要10倍、100倍的付出代价。无数鞭子抽在奸夫身上，他蜷缩着躺在地上，已经失去意识。夫君，我们的孩子，看在孩子的份上。闭嘴！沈琪恨不得一刀捅了那孽障。夫君，我肚子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好啊，可太好了！来人，夫人肚子不舒服，带回府请太医。梁氏不觉得他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只要有这个孩子在，他一定不会有事儿。沈淑荣跟去了郡王府。太医报大。梁氏昏过去时，还想着利用儿子来挽回夫君的宠爱，殊不知这孩子压根儿就没有看到任何光亮。沈琪不想再看到梁氏，沈淑荣带他去了庄子，人忙起来便忘了。沈琪不懂庄子有什么可去的，
沈淑荣思绪回到前世，谢云峥带回的这个人制出一种很有威力的火药，打下了所有的海寇。但现在他足足提前4年找到这个人，也许不能立刻见成效，但能阻止人落到谢云峥手里，那也是好的。别紧张，我听说你喜爱一些新奇的玩意儿，想要什么材料都可以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的父母家人，庄子上会安排活计，每个人月银1两。你的2个侄儿，我会请先生教导读书。白三柱听傻了，有这等好事？当然，一切都不是白来的，你做出来的东西都归我。如果我满意，会额外赏你。听到不是白给的，白三柱这才微微放下心。多谢贵人。哥哥，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小妹放心。马车里，沈琦已经知道小妹要做什么了。为了一家人的平安，他责无旁贷。下午，沈淑荣是一个人回城的。最近的京城热闹非凡。先是昨天，段家公子被人打得只剩一口气儿，扔在了段宅门口。今天还有更新鲜的，有人敢逛花楼不给银子，人被花楼扒光了衣服打了出来，又在花楼门口被认出。这不是贾侍郎次子贾才庸吗？沈淑荣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方式啊！他的男人做事就是快准狠。沈淑荣现在没时间找他，要去亲自劝一下叶曼。婚前发现总比婚后好。叶曼一听，对呀，婚后发现他如此，一辈子岂不毁了？郡主，我不要嫁给他。沈淑荣心里当然是高兴的，这样就避免叶曼被贾才庸送给狗太子。沈淑荣想分分小姐妹的心思，便带她出去看戏。刚上2楼，还没等进雅座，就看到了谢云峥。本想装作没看到，却见他大步走过来。郡主也来看戏？谢世子，郡主，我去看看小乔。走去了雅间，走廊里便只余下2人和各自的奴仆。谢世子也来看戏？听有想见的人，所以才来。沈淑荣开始反胃，原来深情是可以装的。想必是世子婚事定下来了，与未婚妻有约，永家就不打扰了。他转身欲走。且慢，是定下了，但避开了你不喜之人，是李尚书之女，她自小跟着祖母养在老家，昨日才回，你们没见过。不在京的女子多了，他为何挑吏部尚书之女？都是为了他自己，说得冠冕堂皇，避开他不喜。哼，恭喜谢世子，他们还在等我，我进去了。谢云峥很难受，哪怕他蹙个眉或是打他2拳，他也能有点安慰。可他却说恭喜。谢云照百无聊赖的在家，蓉蓉2天没召唤他了。陆子谦喊他出去玩，他也没去。你到底在等什么呀？没媳妇的人什么都不懂。青竹匆匆回来，在谢云照耳边低语。谢云峥去了郡主所在的戏园送客，抬步便出了院子。陆子谦莫名其妙啊，他怎么又被送客？刚走出戏园，就见一棕色大马旁站着身姿挺拔、潇洒俊朗的男人。沈淑荣一高兴就要扑过去，突然想起醉春香，又收回视线。谢云照没看到谢云峥，提起的心刚落下来，就发现蓉蓉不理他。叶曼乔月见他来了，郡主告辞，我们先走了。沈淑荣点点头，还是没理会站在身旁的人。马车过来，沈淑荣躲开男人的手，让银枝扶着上了马车。谢云照更慌了，他见过谢云峥了，不理自己了。马车刚要驶离，谢云峥从门口走出来，兄弟俩看向彼此的目光和敌人没什么区别。谢云照抬脚就上了马车，自己才是他的未婚夫。谢云峥眯着眸子，手紧握着，想拽他下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接你。谢云照可不敢说，因为谢云峥。你怎么不去醉春香？虽然知道他心里只有自己，但一想到他和那种场合有接触，心里就难受。谢云照猛了一瞬，蓉蓉生气不是因为谢云峥，不能以为他去花楼了吧？蓉蓉，就算给我1万个担子，我也不敢去花楼啊。哦，不是不想去，而是不敢吗？不，我压根不可能去喝花酒，我对你绝对忠诚。
我们才刚订婚，你对我忠诚才几日？也许你之前去过。去过是去过，但没叫姑娘算吗？他心里只有她，怎么可能找别的女人？委屈巴巴的挤过来。蓉蓉，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以前还真去过。那是我的产业，我只是过去看过账，从没叫过姑娘，以后不去了。你开花楼做什么？谢云照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赚银子啊。看他的样子好像不信。家业他继承的多，我得为自己考虑，如今也算是为我们的将来考虑。蓉蓉，别气了好不好？沈淑荣知道他定有自己的势力，但没想到花楼也是其中之一。那你以后能保证不去？我保证，我要是踏进一步，天打。好了，我信你。沈淑荣拉下他的手，谢云照就是牵过来，握在掌心，又软又小的，真想咬一口。不生气了。只要你洁身自好，我不会生你气。一定。我还以为他不再说，不要提谢云峥才好。你以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就刚刚看到。行，他听了定会以为我不信他。看到谢云峥了，吃醋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谢云峥订婚了，你以后有我，可以试着放下。好，我会放下。蓉蓉说放下谢云峥了，真的吗？当然。谢云照高兴了，刚要咧开嘴角，就听当然需要一些时间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哪有那么快？即便他说了放下，也是故意哄自己的。人在眼前，沈淑荣也想念的紧，眼珠一转，就来了主意。云照哥哥，我累了，你能让我靠一会儿吗？谢云照哪会拒绝，坐近他，靠在车厢上，沈淑荣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蓬勃的生命力为他跳动的心。男人满足地扯了扯唇角，不敢乱动，怕扰了怀中的鲛人。他不排斥他，愿意嫁给他，还惦记着两人的后代。沈淑荣累了一天，竟睡着了。马车已经到了长公主府，银枝掀开马车帘，就见郡主靠在谢云照身上睡着。他回头看看岁寒，等着吧。沈淑荣睡了半个时辰才醒。到了，怎么不叫醒我？没什么事，你想睡就睡。别急，现在还不行，要等成婚后才能。陆子谦约咱们出去玩，要去吗？沈淑荣忽然想起，为了做个好妻子，14岁后便没骑过马，剑术也该减减。去跑马吧，很久没玩了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谢云照勾着唇下了马车，又把人扶下来。沈淑荣不知怎么的，脚落地的一瞬间突然一麻，直直扑在谢云照怀里。他发誓啊，这次真不是故意的。谢云照搂着人站直。祖父，见过太傅，永嘉回去。沈淑荣对谢云照眨眨眼，提着裙子跑回府门。谢云照见他俏皮的小模样，心里泛痒，又不敢放肆，只能忍着笑意。以后没事的时候少来，毕竟还没成婚，要考虑永嘉的声誉。云照懂，请太傅放心。回去吧。二爷，世子去戏园，怕是故意做给您看的。郡主知道他订婚了，但他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他。世子婚期只比二爷晚1个月，等你们都成婚了，郡主自然就放下了。难呐，以后最春香的事告知我即可。郡主介意不让我去。二爷，这么说来，郡主还是在意您的，是吗？花楼不让您进，这是管着爷呀。你的意思，他酸了？当然，您介意他心里有世子，他介意您去花楼，一样的，都酸。谢云照坐直2分，青竹说的有点道理。他今天在马车里主动要靠着我，靠着靠着还睡着了。恭喜二爷，郡主哪是不排斥您啊，分明就是接纳的很良好。谢云照来回走动，他心里也是有他的事吗？那他可不可以咬他的手？可不可以只是老太傅会盯着您。谢云照的想入非非戛然而止，不能总去找他出去玩。老太傅不可能跟着吧？接下来的几日，鲁国公府议事厅没有看到谢云照的身影。皇城内的跑马场上，一袭红色身影绝尘而过，谢云照的目光一圈又一圈跟随着，凝视着自己心爱的小姑娘。陆子谦也被吸引。这么好的女人，便宜谢云照了。别在这碍眼，找他们玩去。重色轻友。你说说，自从你订婚，闭嘴！蓉蓉过来了。沈淑荣要下马歇一会儿，谢云照跑过来扶人。累了吧？云照哥哥，我家旁边那块地是我送给你的跑马场。送我的跑马场？傻子，怎么还愣神了？我知道你喜欢玩，可以跟祖母要的。等咱们的宅子修整好，
跑马场也差不多建好了。他们刚订婚，他就送他这么大的礼。谢云照像是飘在天上，他一定是灵魂出窍了，否则怎会幻听？沈淑荣看他这样就知道，他的男人被他感动了。云照哥哥，我好久没射箭了，你教我好不好？等谢云照回过神时，怀里已经有了人，背贴着他的胸膛，一双拉弓箭的小手分别被2只大手包围着。云照哥哥，是这样射吗？谢云照的心腾腾腾跳个不停，像是要跳出来，再滚2个滚儿，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。找好角度，再上一点，左一点，回来一些。折返回来的陆子谦心说谢云照有道啊，才多久就俘获了郡主的芳心，这种情况打扰一定会被打死，便悄悄转身回去找别的哥们儿玩。2人终于放过箭雨，让他射中了他的靶子。云照哥哥，再教我。陆子谦赶紧跑走，刚走出场地围栏，迎头碰上一人，目光正看着亲昵射箭的2人，私下看看，见没人，赶紧行礼。您怎么过来了？哼，玩得挺开心啊。陆子谦垂眸，不是让他出来玩吗？不让谢云照接触正事儿，又哪儿不对了？您吩咐，玩点人多的吧，我要他断腿。陆子谦眼皮一紧，他们到底是不是亲兄弟？怕是不容易呀，这就要看您的手段了。是，我会想办法。陆子谦走后，男人依旧盯着场上的2人，手捏出了咔咔的声响，欺负他单纯，借机占便宜，这种卑劣之事也只有他做得出来。永嘉别怕，我很快就能解决他，让他有心无力。沈淑荣还想再射，但谢云照已经是极限呐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又是他心爱的人，早就乱了方寸。蓉蓉，我去和他们说几句话。又一次逃跑，场内没有别人，嗖嗖2箭，一支射着，全中靶心。岁寒和银枝笑了，郡主故意的。改天玩马球吧。谢云照觉得不错，可以让蓉蓉看看他的厉害。打马球可以啊。蓉蓉想请谁？宫里的都不请，还有我不喜欢的不请。好，我安排下去。返程时，沈淑荣的马车里，男人坐在一边，腿上躺着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，他又睡着了。接连几日都是这般，一上马车就困。谢云照觉得是腿的荣幸。今日到了长公主府，掀开车帘的不是婢女，而是一张老迈的脸庞。成何体统？沈淑荣一个机灵坐起来，谢云照怕他磕到，急急扶稳。太傅见谅，郡主太累了。沈老太傅甩袖子回去，他今天特意守在这儿，结果一定是自己孙女要这般，否则谁敢进他的马车？老太傅气呼呼地回了正院。长公主看着老头子头顶冒烟，不免好奇，谁敢惹你？谢家2郎岂有此理，竟然让永嘉躺在他腿上睡觉。我告诉过他要注意永嘉名节。是你孙女要躺，他拒绝，你孙女会生气。在你和永嘉之间，他选择听永嘉的。这李子都吃到肚子里去了。行了，想当初定下你为驸马时，不也争着抢着要随侍左右？国姬被你抢走，王嬷嬷都怕我不用她。说这些做什么？多少年的事儿了。云照愿意照顾他，我们该高兴的。换了谢云峥，岂会放下身段？老太傅什么都懂，就是心堵得慌。再留2年才好。都留到18了，再留老姑娘了。老太傅闷闷地走去书房，不想听。沈淑荣还没到秋桐院，就被长公主叫去。祖母，您找我？玩野了吧？天天往外跑。孙女去练骑射，落水后身体一直虚着，好在练了几日，精神许多。喜欢他？沈淑荣脸颊一红，垂眸不语，被祖母看出来了。不觉得他比不上谢云峥了？沈淑荣依旧低着头，掩盖眼底的恨意。就是和他在一起很放松，云峥哥哥也好，很优秀，以前很多人羡慕孙女，只是接触时总想拘着自己，否则怕配不上他。长公主点点头。
你从小就跟云照玩得来，是个能让你高兴的。沈淑荣心里闪过苦涩，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心思，但为了家族，只会让他选择更好。祖母、祖父是不是生气了？他舍不得你，想多留你几年。沈淑荣通红的小脸瞬间变白，他现在恨不得飞去他房里，祖父还要留。逗你的，祖母说过他了。祖母打去永嘉，讨厌。谢云照回府这一路，嘴角都是翘着的。他和蓉蓉越来越亲近了。鲁国公府正院堂屋，国公夫人拿着一盒东珠欣赏。这原本是要给永嘉的聘礼，娘当年以胎生下你们两兄弟，太后赏赐的，如今送李婉儿吧。谢云峥胸口闷闷的，不说话。他原本的聘礼都是要给永嘉的。娘都说了，是给郡主的，当然还是给郡主啊，定下给谁就给谁，跟哪个儿子娶她有什么关系啊？国公夫人皱眉，他怎么这时候回来？别闹，娘给你大哥挑选聘礼呢，你们婚期就差1个月，来不及多准备了。伸手要拿，谢云照举高，他拿不到。听话，你嫂嫂毕竟是世子夫人，有这颗东珠好看。永嘉还是郡主呢，她一个尚书府小姐，凭什么大过郡主？拿回来，娘给永嘉准备更好的。娘，给郡主吧。反正他的心已经给了永嘉，东珠给不给李婉儿又有什么区别？能得永嘉开心，他愿意。哼，本来就是蓉蓉的，她装什么大方？娘，您偏心。国公夫人想打自己，两边不讨好，都是他的错。哎呀，给你，但李婉儿毕竟是世子夫人，聘礼低了不好看。世子夫人又如何？争论起来，郡主是皇亲国戚，我爹在她面前都要行礼的。你不做了，还做什么做？等他过门啊，我和你爹给他敬茶呗。那倒不用，毕竟她嫁了我，是你们儿媳妇儿，但你们不能因为她是我媳妇儿就不把她当郡主啊！快滚回你院子，我不叫你别来烦我。娘，还有什么好东西记得给郡主啊！我走了。青竹，这颗东珠加上聘礼单子。是爷。第二日，谢云照、陆子谦拟定马球赛邀约名单，还没开始定，谢云照被鲁国公的护卫叫去议事堂，只来得及叮嘱不邀请宫里人。屋子里正议论太子的兵税，这件事对咱们最有利，应该支持太子。谢云照坐在椅子上听，越听眉头蹙得越深。当兵乃一家荣耀，甚至是一族荣耀，的确不该再免税了。说得对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水灾即将来临，正是需要银子的时候。若能把兵士家人的税收上来，想必能缓解很多。这群人忘了祖上是怎么爬上来的，以前不都是小兵吗？如今身居高位，便可以不考虑底层生死。儿子在外打仗，不能在家尽孝，还要收父母的税，不定哪天战死还荣耀呢。这么荣耀，你怎么不把你儿子送去打前阵呢？谢云照正不迟，屋子静了下来。看我做什么呀？怎么不能笑？二公子，我们以为你有话要说。我还是不说话的好。二公子可以说说近日财库的计划，我们也好有个数。谢云照挑眉，想掺和一手。还在初步整改，没什么进展，也没什么计划。君主说要慢慢来，稳一点。二公子，刚刚我们所说的兵税必须有个名头，如今财库整改蓄势待发，所以……谢云照抬手打断，原来找他的目的在此。收起你们的小心思啊！财库是赚银子的，不是克扣兵士的。谁敢克扣兵士？只是家里的免税不再减免。你放心，多征收的税会给财库分成，爹去和太子说。对，财库也正需要。谢云照不为所动，这群人也许疯了，为了银子命都不要。若真实行，短期内影响不大，长期定征不来兵，军营也会怨声载道，军心不齐。你们看我干什么呀？我是财库小理事，不是财库老大。儿子，你先去探探口风，剩下的交给爹。行吧，我作为财库理事，不同意你们这个兵税，所以请各位另求他法。二公子怎能一人定之？哎呀，就是啊，长公主和郡主未必不同意，到时候二公子也算是为财库立了大功啊。国公府和长公主府联姻的目的就在于此。谢云照收起漫不经心，他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弃，但说谁联姻呢？哎呀，我可以去问，但要带着诚意，分几成，谁来分，能分多少，军队出现暴乱谁负责？你们先拿出个章程给
留我。鲁国公骄傲的昂头，不愧是他儿子，即便不学无术，也是对国公府有用的。屋子里又商议起别的事，谢云照耐着性子听完，已经1个上午过去了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嗤之以鼻。蓉蓉今天没约他，他可以借议事去长公主府。沈淑荣正忙财库的账，听到他来了，苦了一上午的脸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忙让人请进来。金枝笑着迎谢云照，这段日子郡主出去都不带他，他越来越心慌。二公子您来了，郡主等您呢。沈淑荣摆摆手，婢女们已经习惯，就出去了。云照哥哥怎么来了？有点事儿，早上家里议事，太子提议兵士家中不再免税。沈淑荣点点头，是有这件事。你家里支持？不光支持，还要以财库缺银子为由头，让我来和你说。你也支持？我支持他们做什么呀？不过我没反对，我让他们拿出个章程，等他们拿出来呢，我们也不同意。拖得越久，这事儿就越难成。他总能出乎他的意料，国公府的好处都不顾。谢云照被他看得发懵。不对吗？难道你真觉得财库可以跟着获利呀？不是，财库是造福百姓，不是克扣百姓的。谢云照放心了，他就知道蓉蓉不会。但是云照哥哥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再拖又能拖多久？如果他们同意让9成，我们还有拖的理由吗？蓉蓉，你有办法？沈淑荣沉默，有是有，只是我的办法对鲁国公府未必好。只要国公府不倒都没关系。国公府要是倒了，他更配不上蓉蓉。不至于，顶多被骂几句，没利可图。他要让所有兵士积攒愤怒，积攒到爆发时再拆穿是谢云征的主意。他要看到谢云征失去谢家军军心，谢云照才不管有没有利，有利也不给他。这算什么？根本伤不到筋骨。你且说来，我来办。这件事宣扬的越广越好，军营里更要人尽皆知。以财库的名义，财库岂不是被恨死啊？我们配合，最好让太子他们知道我们很急需这笔税收，但以财库的名义，最终请旨也只能由财库请，到时候请不请，什么时候请，做主的就是我们了。谢云照恍然，这样的确把控得更好。谢云照陪沈淑荣礼账，运过晚膳才走，在临风居等他的陆子谦已经风化成干，谢云照一丝愧疚都没有，用收留你一晚施舍般打发他一肚子怨念。第2日一早，谢云照要去接沈淑荣，让陆子谦先去查看场地布置。谢云照带着沈淑荣进场，抬眼就看到了坐在台正中的太子。不是说了不请宫里人？太子怎么来了？谢二不是我请的，压根没往宫里送帖子，是他们自己来的，我都没有准备他们的桌。2位公主也来了，正在花园里赏花呢。蓉蓉，我特意叮嘱不请的。没关系，来了就好好招待吧。他没上看台，转身去了旁边的花园，盯着他的背影。谢云照自责，蓉蓉一定生他气了。沈淑荣来得晚，贵女们已经围着2位公主恭维起来。三公主才是最配得上谢世子的，若不是身份所迫，哪能轮到李家小姐？怎么哪都有谢云征啊？还好他今天没来，否则他一定掉头回府。没办法，谢世子有出息，不可能入赘皇家的。是啊，几个人聊得开心，谁都没注意到旁边花丛后有一面生贵女正抖得厉害。谢世子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人。就是不在京城长大，不定养得多小家子气呢。行了，没能耐让人家入赘，可以下嫁，没人拦着。三公主羞愤欲死，她是在羞辱自己。本公主怎能下嫁？既然不能，就别在这妾有意郎有情的，人家都订婚了，你该想想驸马人选。花丛后的贵女手慢慢松开，这个女子为人不错。她是谁？回小姐，是长公主府永嘉郡主谢世子同胞弟弟谢云照的未婚妻。小姐还不知道永嘉郡主的婚事是从谢云征变成谢云照的，要不要告诉她？她倒是不错，不像其他人只会阿谀奉承。是呢，我还不急，永嘉姐姐婚事在即，真有空出来。云照哥哥办的马球赛，我自然要过来。是谢二公子办的吗？请帖写的鲁国公府，我们还以为……沈淑荣明白了，难怪这么多蝴蝶扑过来，他们俩还把太子带来，以为是谢云征办。
三公主想躲开他，拉着四公主走了，结果身后的贵女都围着沈淑容。郡主，您今日穿着便利，也要上场吗？不会，算是应景。你们怎么还不过来？去吧，护好两位公主。贵女们都走了，沈淑容刚想回马车换身衣裙，见一清秀女子过来，沈淑容没见过，等着人跟她行礼，毕竟没人不识得她。人到了近前，见过永嘉郡主，不知是哪家小姐？我是吏部尚书之女李婉儿，前日刚回京，以后我们同住过公府，可以常一起聊天。沈淑容皱着眉，她不知道她曾是谢云峥未婚妻。沈淑容见婆子脸色难看，就知道还没告知，也不打算多聊，毕竟等李婉儿知道了，怕是会后悔死刚刚主动见礼。本郡主有些不舒服，要回马车更衣，抱歉，失陪。李婉儿错愕，她将来是她嫂嫂，家中中馈也会交由她管，巴结讨好不至于，毕竟是郡主，但也该礼貌些。郡主慢走。散步间又遇到几位贵女，你们说谢世子未婚妻在京里，今天会不会邀请她来？应该会吧，只是我看到永嘉郡主的马车了，若是被永嘉郡主看到，定会难过。是啊，好好的婚事就这么换了人。李婉儿神色一变，永嘉郡主为何难过？再看婆子已经抖成了筛子，捏着她的手腕走去隐蔽处，一巴掌扇在婆子脸上。永嘉郡主和谢世子到底什么关系？还不给我说来！小姐，永嘉郡主原本与鲁国公府有婚约，大家都以为她会嫁给谢世子，可一次意外落水，被谢二公子所救，这才知道与郡主有婚约的是二公子。这种话你也信？分明就是他和谢世子被迫分开。我说他刚刚不理人，这不明摆着放不下谢世子，厌恶我吗？小姐您别这么想，郡主已经同意，自然不及时告知我，还为他开脱，你到底是谁家奴婢？李婉儿很生气，爹娘只说谢世子多么多么好，可丝毫没说他订过婚。所以谢世子选我也是退而求其次，是吗？当然不是，小姐出水芙蓉一般，谢世子只是以前没见过你，只要他见过，心里定然装不下别人。你以为我会信？回家，我要退婚。哎呦，小姐，您说什么胡话呀？正愤愤地走着，突然一匹马在他身前勒停，前蹄扬起，李婉儿被吓得什么人不要命了，突然冒出来。对不起，冒犯了谢世子，我家小姐正是李尚书之女李婉儿。李婉儿。李婉儿放下手，抬头看向骑马的男人，这一看就看呆了。对了，刚刚婆子说谢世子，他就是谢云峥。李婉儿见过世子。看着即将和他携手共度一生的女人，谢云峥没什么表情，内心毫无波澜，但也知道礼数，翻身下了马。李姑娘好，是要回府吗？不是，只是回马车取帕子。婆子一喜，他家小姐这是不想退婚了。小姐，老奴去取帕子，您和谢世子进去吧，这边不安全。去吧。世子今日要上场吗？谢云峥摇摇头，原本还有诸多公务，可今日不同，他倒想亲眼看看他的好弟弟是如何断腿的。弟弟向来顽劣，此次是以府里的名义发出邀请，我来盯着些，免得生出乱子。世子和弟弟感情真好。李姑娘请。李婉儿跟着进场，暗道好险，差点退了这么好的亲事。谢云峥直走进场地，先去看台见过太子，李婉儿一直跟在他身后。谢世子，李姑娘快坐，第一场快要开始了。陆子谦那头都要挠秃了，这祖宗他怎么不上场？跑过来最后和谢云照确认。你真不比？我去。还好意思请他？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扫了蓉蓉的兴。陆子谦看到沈淑容换了常服，明白了，郡主不上他就不上，瞥了不远处谢云峥一眼，他没办法啊，哪敢劝郡主啊？沈淑容是真没想到谢云峥也会来，的确很不高兴。永嘉姐姐有些不高兴。永嘉姐姐今天貌似心情不好。你心情好就行。也是，谢世子和未婚妻一同前来，某人能不难过吗？三公主难过去找我哥，找郡主做什么？若是看不下去比赛，我派人送你回宫。我找世子做什么？谁说我要回宫了？不回宫就好好看着，别影响我看比赛。云照，不可无礼。三公主是客又是公主，怎能怠慢？你这么不怠慢，她想嫁你，你怎么不娶她呀？我看就该让爹好好管管你。谢云照，你胡说什么？本公主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哦，
这么说来，三公主不想嫁我哥是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谢云照，哎，知道了。云照给三公主道歉，误会您了。三公主气得羞愤。那你到底想不想嫁呀？我怎么说都不对。哎，算了，想不想都无所谓，我哥都有未婚妻了。沈淑荣眼唇笑着，被他这么一闹，心情好了不少。是啊，已经定下来的事都别争论了，徒增烦恼。三公主没脸待下去，起身就要跑。四公主急忙把人拉住，对她摇了摇头，是她让太子皇兄带他们来的。先走不好，其实她心里也难受。她这般维护永嘉，李婉儿一直没说话，但看得清楚，三公主、永嘉郡主都是爱慕谢世子的。看来爹娘给她找的夫婿的确如他们所说，很不错。要争也是上场争，咱们坐在这儿还是安心看比赛的好。谢世子，我家小姐马球打得很好，不如你们一起上场比一比。你这丫头一点不谦虚，把你家小姐都卖了。这倒是难得，不如你们兄弟带上各自未婚妻打一场如何？孤手中这把宝石羽扇作为彩头。谢云照询问的目光看向沈淑荣，太子哥哥一起吧，哪有看妹妹表演的道理？好，姑爷一起。好，我去更衣。谢云照跟着沈淑荣去马车。淑荣，不想比就不比。没事，我去马车更衣。淑荣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能赢。沈淑荣才不稀罕狗屁彩头，只是他不上场，谢云照也不上，不想扫他的兴。这种小事赢不赢的不重要。谢云照点点头，也对，蓉蓉想要扇子，他可以给她更好的。开球后，几人策马而出，谢云照打马快速过去，抢到球就挥了过来，大家都赶去沈淑荣身边。谢云照突然向后一仰，马突然疯了一般向沈淑荣冲出去，无论他如何勒停都不管用。谢云峥本以为到了断腿的戏码，正想看好戏，结果却看到马冲向沈淑荣，吓得急急打马奔了过去。谢云照的马依旧停不下来，眼看到了沈淑荣身前，飞身而起，手搂住沈淑荣的腰身跳下去，怕伤到她，踹了沈淑荣马肚，调转了方向，抱着她后背在地上滑了一段才停下来。郡主怎会惊马？云照哥哥，沈淑荣回过神，迅速起来看他情况。我没事。两匹马突然都狂躁起来，前蹄扬起，不断嘶鸣。谢云照撑起身子，加沈淑荣躲开。谢云峥因刚刚的意外心悸不已，险些害了永嘉，随即又疼痛，就差一步，谢云照就会摔下去。来人，把马制服，彻查。是，世子。沈淑荣转到谢云照身后，直接捂住了嘴，眼泪一颗一颗流出。云照哥哥，你的后背……没事，我爹打的比这疼，2天就好了。别管我，快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伤到。沈淑荣也惊到忘了疼，听他问才觉得左脚腕有些疼。我没伤到，你伤得很严重，要找太医。岁寒、银枝、青竹、青樱已经跑了过来。二爷，郡主，岁寒，拿我的令牌去请太医去鲁国公府。是，郡主。那您，我跟云照哥哥去鲁国公府，一起在那儿看。是。淑荣扶着谢云照向着场外走，刚走一步，左脚像针扎一般疼，他忍着没出声，怕他心疼。但谢云照一直注意他的情况，见他左脚有些使不上力，直接把人打横抱起。快放我下来，你伤得这么重。我伤的是后背，抱你轻松的很。沈淑荣的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，是要让他感动死吗？头贴在他身上，眼泪滴入他的衣袖。这场球赛就这样结束了。沈淑荣的马车上，他心疼的要命，谢云照还在笑，他的蓉蓉好关心他，就凭这一点，疼死都值得。哭成小花猫，不好看了。不好看你还娶不娶？娶啊，你什么样我都娶。我真没事儿。这事蹊跷，咱们的马应该是被人动了手脚。我知道，谢云峥不是让人查的吗？还真信他。谢云照一愣，他已经留下青樱，就是让他亲自查的。这么说，是他以为蓉蓉更放心谢云峥。你不信他？以前信他，但自从和你绑在一起，我只信你。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，会一直护着你。我们要携手一生，所以我也会护着你。两个人之间的温情逐渐升高。谢云照以前浑浑噩噩的活着，在这一刻清醒明了的知道他有了要守护一生之人，而这个人也会护着他。两人回到鲁国公府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叫了太医，国公夫人不用担心，世子已经在查马场。好，我去看看太医来了没，先让府医过来
看看。长公主府、郡王府等人得到消息，也急急赶来鲁国公府。在看到谢云照后背的伤时，均倒吸了口凉气。可想而知，这伤要是在永嘉身上，他们连想都不敢想。看着这孩子多次护着永嘉的份上，没了任何不满。郡王妃让人回府取上好的药材，要给女婿好好补补。谢云照听到这声女婿，伤就好了一半。太医给他抹伤药，沈淑荣就坐在床边，谢云照只能趴着盯着沈淑荣看，这样就不疼。太医的手不敢重，永嘉郡主一直让轻点儿。蓉蓉，我没事，你别吓着胡太医。养病这半个月，你别出门，也不用读书，就好好趴着，让皮肉慢慢愈合。谢云照闻言紧张，要半个月不见他，我3天就能好，不2天。你急什么？伤成这样，还惦记出门玩啊？不是。沈淑荣刚要问不是什么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他不会以为他们两个要半个月不见吧？我还想着怕你没意思，今天来陪你解闷呢。既然你这么想出去玩，我不来了。别，我一定好好养伤，你来陪我。好，我每天都来陪你。胡太医无奈地摇摇头，能不能当他是个活人？伸手按住谢云照，老实点儿，给他狠狠上药。国公夫人陪郡王妃等在隔间，闻言尴尬地笑笑。永嘉，胡太医说你的脚腕也需要静养几天。没关系的娘，我们今天就是坐马车直接进来的。郡王妃想敲他脑壳，还能天天拆人门槛吗？永嘉是知恩图报的好孩子，是你们国公府的福气。郡王妃说的是呢，永嘉的确是好孩子，云照也有担当，知道护着自己未婚妻。咱们这俩孩子都是好样的。屋里的其乐融融深深地刺痛了门外之人的心。他又救了他，他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了谢云照，还是出于感激愧疚？缓了口气，抬步进去，先给2位长辈见礼，后又走进里间。抓到作乱之人是喂马的一个小厮，喂错了草料，知道伤了你们，已经吓得自尽了。沈淑荣没回头，他就说不可信。知道了。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谢云峥，但不能和蓉蓉说，万一他不信，再认为自己挑拨。可有一点没想明白，他不会害蓉蓉啊，难道还有别人？郡主这几日少走路，注意休息。要说他这话说的没毛病，但他原来是沈淑荣的未婚夫，现在是他准伯兄，再说这种关心的话就有些不合适了。胡太医第一次嫌弃自己岁数大了，上药太慢，不自觉力量又加大了些。沈淑荣听到谢云照吸气，胡太医再轻点。胡太医反应过来，挥汗应下。谢云照见蓉蓉不理谢云峥，又如此关心自己，嘴角扬起得意的笑。等了2息没得到回应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胡太医终于上完药，就匆匆出去看药了。郡王妃打算回府，但要把女儿带走。永嘉，你祖母还在正堂等着，咱们走吧，别影响云照养伤。谢云照眼巴巴地看着沈淑荣，这么快就走？娘，我饿了。郡王妃无语，国公夫人赶紧张罗开饭，等人都出去了。沈淑荣让婢女守在门外。云照哥哥，今天的事你觉得是谁安排的？谢云照没直接说，只说了是陆子谦办的马球赛。沈淑荣回想起陆子谦，他和云照哥哥玩得一直很好，但他从皇宫回来后并未听他提起过陆子谦，反倒是礼部尚书幼子顾恺之的名字听他提过几次。云照哥哥，你觉得会是陆子谦吗？不确定，我以后会注意他。我记得你之前常一起玩的顾恺之，怎么最近没见过？他呀，傻里傻气的，不爱带他。沈淑荣一噎，要怎么和他说呢？他后期提到顾恺之，可是语气亲近的很。我觉得陆子谦有点克我。怎么说？上次落水就是他过来后，咱们2个掉下去的。这次又是我们2个都受伤，但他不克你。你们一起玩很多年，只是克我，你是被我连累的。我以后不和他玩了。谢谢云照哥哥，你要是无聊就找顾恺之分人实诚，如此你在外我才能放心啊。我好了就找他玩。好。长公主一家子到底在鲁国公府用过午膳才走，上了马车，郡王妃就拧过沈淑荣的耳朵：“你这个臭丫头，不知羞的呀，还天天去陪她，你今天就嫁过去算了。”疼，娘，祖母。沈淑荣推她手，倒是想呢。好了，还没走远，被人听到不好。
娘，您不知道，谢云照后背要上药，他就在那儿盯着看，一会儿嫌胡太医手重，一会儿说天天去陪他。娘，胡太医不会乱说的。哎呀，你都多大了，还治不了他个女娃娃？郡王妃一愣，娘什么意思？沈淑荣也愣住，祖母让娘治自己。你女儿的脚崴了，最少要休养7日。儿媳知道了，定会照顾好女儿。沈淑荣扒着马车边缘要跳车，不要把她关在家里。那个女人怎么样了？我说她孩子死了，她不信，只以为早产被我养着，不叫她看。哼，没要她命都算仁慈。琪儿最近怎么样？夫君派人去看过，天天研究什么利器，没有烦闷之象。那就好。哥哥很坚强的，我们家没有孬种。你倒是不孬，但虎。谢云照此时还沉浸在美丽的幻想之中，蓉蓉会天天来看他。想到此，身上的伤一点都不疼了。青竹进来，陆子谦在外等候。谢云照想到沈淑荣的话，告诉他以后别再来找我。爷，您怀疑与他有关？谢云照不能说他克蓉蓉的事儿，怕被人利用。当然都是他安排的，我也不追究了，但以后不必来往。青竹神色一凛，竟真是如此，便满脸怒容地走了出去。陆子谦刚要进去，便被他拦住。陆三公子请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来。谢云照怀疑我？不对啊，这口气不是怀疑，有证据，不可能啊。青竹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二爷说了不会再和你往来。若是以往，陆子谦定在门口骂闹2句，可今日他质疑过后，却战战兢兢地出了鲁国公府，连质问的胆量都没有。看在青竹眼里，那就是心虚。转身回去同谢云照讲，谢云照本来只是忌惮沈淑荣的话，如今也觉得不对劲儿。人私下好好查查他，看他和谁有来往，事无巨细。是。夜里，窗外的雨淅淅沥沥，如泣如诉。谢云照有些担忧，若明天雨不停，蓉蓉会过来吗？还是不要来的好，再淋到雨会受寒。沈淑荣被郡王妃看着，第1日没出去。傍晚，青竹青音看着自家爷失落的模样，今天下了1天的雨，都影响了郡主的步伐。是啊，郡主脚还伤着呢，雨天路又滑，在家休养的好。他们说的谢云照都知道，他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，可依旧失落不已。且最近他们每天都有见面，突然闲着又见不到人，心空的难受。谢云峥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未尝救命之恩，面子话罢了。他最是娇气，怎会日日来照顾谢云照？一连3日，沈淑荣都没出现。要说第1日大雨倾盆，第2日道路湿滑，第3日谢云照都没了借口。太阳高照，他就坐在屋门边，盯着院门口望眼欲穿。他好想他，要不是还不能穿衣服，他早就冲去找他了。天色渐晚，他今日不会来了。谢云照失魂落魄，走回床上趴着。青英实在看不下去，这2天跑了3趟长公主府，大门都没进去。二爷是为了救郡主才受这么重的伤，就算他不喜欢二爷，出于感激也不应该不露面吧。我再去一趟没用，快到有时了，哪怕给二爷带句话也是好的。青英没回头，出了院门。青英刚走出来，就看到一辆马车直接停在鲁国公府门前，也没在意，便向着长公主府的方向走去。青英，岁寒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主子在马车里，能带我们进去吗？能。赶紧去安排人拆门槛。郡主脚崴了，且这个时辰被看到不好。马车里的人松了一口气，还算顺利。青竹突然看到岁寒扶着一人进来，待看清后激动地敲门。什么事啊？谢云照半死不活的声音传出来，正难受呢。蓉蓉不来，他的伤好疼。二爷，您看谁来了？谢云照没在意，他爹他娘这么晚了，除了府里人还有谁能来？进来吧。谢云照依旧趴着没动，整张脸都对着里侧，不想让人看到他的失落。谢云照没想到来人走这么慢，不耐烦地转过脸。我没事，别来烦我。蓉蓉。谢云照不信，想他想出幻觉了，用力揉揉眼睛。蓉蓉，真的是你啊！沈淑荣听到他说话就没动，此时看到光着上身，心跳不自觉加快。
你嫌我烦？怎么可能？我以为是我娘。快步走到他身边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你不理我了。我娘盯着我养伤，不让出府，我偷着跑出来的。谢云照心软的一塌糊涂，所以不是他不来，而是被挡住了脚步。心里一高兴，直接把人打横抱起。你脚好些了吗？沈淑荣搂着他的脖子，脸颊绯红。他是不是忘了他没穿衣服？好多了，云照哥哥，你快放我下来，我能走的。谢云照哪肯，盼了他3天3夜，终于盼来了，就抱着不撒手。坐进你床上吧，你还要养伤，我陪着你。好，把沈淑荣放在床边，自己也坐在他身旁，盯着他看。3天的郁闷此刻一扫而空。他为了躲开郡王妃，竟然扮作丫鬟。沈淑荣没敢看他，怕控制不住自己，低着头，咬着唇，2只食指在眼前转着玩。谢云照见他不说话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让你不高兴吗？你的衣服……对不起，蓉蓉，冒犯了你，我忘了，这就穿。跑去衣架扯下外衫穿上。完了，蓉蓉一定以为他是登徒子。谢云照垂着头，丧丧地坐回来，一眼都不敢看他。我3天没来看你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没有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？那我们扯平，我也不生你刚刚的气。2人坐得近，谢云照被他笑得迷了眼，想把人搂在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云照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想抱你。沈淑荣惊讶，这么不含蓄？抱歉，蓉蓉，我……沈淑荣捂住他的嘴，伸手抱住他。我知道，受伤的人需要安慰，何况你是为了我才受伤。男人惊呆了，他这次不是晕，不是害怕，也不是不小心，而是真真正正主动抱了他，紧紧地回抱住他。抱着你就不疼了。沈淑荣闭上眼，感受他身上的温热。谢云照一想到婚期还有1个多月，就急得不行。他们现在不该这样的。屋子里静悄悄，外头的岁寒、青主、青樱聊天。郡王妃和郡主同吃同住，那你们怎么出来的？我们郡主偷偷请了郡王来接郡王妃，天也晚了，郡王妃这才放心的跟郡王回去。郡主胆子可真大，这个时辰不怕外人看到？怕呀，才这样打扮的。青竹青樱心里的怨气消散，原来不是爷一个人单相思，已经有12刻，再待下去。岁寒也着急，怕被府里发现，但他知道主子这几天有多想姑爷。郡主心里有数。2人点点头，主子的事不是他们能掺和的，但几人都很开心。2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，那份思念终于缓解一些。抱着抱着，沈淑荣开始调皮，一会儿摸摸他的喉结，一会儿描绘他的下颌线。谢云照捉住他的手，握在手心，再让他摸下去，他怕会丢人。怎么不能碰吗？不是，等以后的。好吧，再让你抱一会儿，我就要走了。抱着你，伤真的不疼了。昭辉院书房来了多久？世子爷，有一炷香了。岂有此理！谢云照到底懂不懂礼义廉耻？世子爷，二爷身上的伤不轻，想必是在看伤吧？求您别动怒，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呀。谢云峥何尝想不到，他心里就是难受。出去吧。赤羽退出去，谢云峥坐下来，揉着眉心。谢云照伤的是后背，若拥抱，若亲吻，是不会碰到伤口的。他的头要炸了，如此他都接受不了。若他们真成婚，他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。郡主也是，这个时候来，不正给世子爷添堵吗？他心里到底有没有世子爷啊？即便被迫只能嫁谢云照，也该考虑世子爷的心情啊。突然门从里侧打开，去临风居。赤羽瞪大眼睛，世子爷要是看到不该看的可怎么办呢？临风居的小厮跑进院传话，岁寒赶紧去敲门，青竹前来相迎。世子爷，二爷正在休息，滚开！郡主，世子来了。原相拥的二人已经分开，听到他来都很不满，扫兴。看看这是什么？送给我的。沈淑荣颔首，当然。谢谢。你别忙这些，小心累到。我知道，会注意的。明天还能来吗？没人管门外。
砰的一声，屋门被踢开，青竹和青樱跟在他身后进了屋子。对不起二爷，我们没拦住世子。谢云峥狭长深邃的凤眸紧紧盯着二人牵在一起的手。世子可真是有礼貌。天不早了，郡主该回府了。她是我未婚妻，不用你管。沈淑荣不想影响谢云照养伤的心情，也不想鲁国公夫妇对他有微词。云照哥哥，确实该走了，我争取明天再来看你。好，那我明天等你。一旁的岁寒赶紧上前扶着沈淑荣往屋外走去。等人彻底出了院子，他向床边走了几步。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辰？他的名声你都不考虑吗？你们这般孤男寡女。行了，别在这儿跟我讲什么大道理。换成别的姑娘来看我，你会来管闲事？她是郡主，不是普通姑娘。她是郡主没错，但她是我未婚妻，我们早晚都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难道世子次次都要来我院子里管？现在还不是，她也做过我的未婚妻，但我们从未逾矩过。原本我也没这等荣幸，可惜啊，一场马球赛我成了这般，又是为她。她这般善良，你知道的，她会心疼是不？刚从郡王妃的眼皮底下逃脱，就迫不及待来看我。她只是感激你救了她而已，你别得意。不再争辩，甩袖走人。青竹关上门进来。二爷，恐怕他不会甘心放手。不甘心又如何？我不会再让着他。陆子谦怎么处理？谢云照闭着眼思索，辜负他的信任，明知兄弟不和，竟私下与谢云峥勾结，也不知何时开始的。好在只是和他玩，从不提其他。不用处理，留着有用，以后郡主在不见他。是二爷，他今日递了帖子，要见吗？谢云照摇摇头，若是对付他，他没错处，落人口舌，就这么放过他，他又不配。先不见，以你的口吻回个口信，让他的人传回去，就说伤到郡主，我正在气头上，等我好了自然会去找他。是二爷。二爷，暗中保护郡主的人，没想到他会乔装，还要罚吗？哼，这个时辰，岁寒怎会出府？知道了，二爷。没办法，事关郡主，逃不过这顿责罚。谢云峥回到昭辉院途中，突然改了方向。沈淑荣的马车已经走过一条街，忽然停了下来。怎么停了？看到马车前的男人，是谢世子。沈淑荣心里涌起怒气，又找他做什么？有事？你不该这个时辰来的。沈淑荣翻了个白眼。我知道了。谢云峥低垂的眼眸一瞬抬起，他听他的话，心里生出几分期待，会和他说实话吧？你对他是不是动了真心？沈淑荣心里很清楚，他未必真放不下自己，而是好胜心作祟。庄哥哥看不得我好，觉得我应该去死，对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像哥哥般多次护我，将来和我共度一生的人也是他，我难道要心安理得的不闻不问吗？谢云峥眸光微亮，他的意思是把谢云照当哥哥。原来如此，他真的好怕，好怕他心里不再是自己。我懂了。我们的婚事已经过去了，如今我们只有在远处看着，才能相安无事。谢云峥忍下不舍。好，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带来困扰，只远远的看着。不甘心对吧？这辈子你恐怕不会甘心了。世子爷，说，您这般拦他马车，让人看到，两位婢女没人知道是他，知道的也不会说出去。是世子爷，郡主也有他的难处。是我错了，还以为他变了心，也是刚刚才知道他的为难。赤羽挑了挑眉，说开了也好，世子爷以后就不会失控。临风居，青樱回来时，青竹正守在门外。谢云照听到他的脚步，就下了床。青樱气呼呼的往门框上一靠。怎么了？谁给你气受了？青樱憋了一肚子气，又不想说。没事，你不是去送郡主吗？到底怎么了？快说呀！世子追过去了，他怎么敢呢？还说爷不顾郡主名声，他私下见郡主就妥当吗？这是小事，这还是小事啊！他进了马车，单独见了郡主没有？青樱瞪的，要是敢这般，他定现身和他不死不休，管他什么世子，欺人太甚。是。青樱放低声音，凑在青竹耳边说：郡主说只当二爷是哥哥，王二爷多次救他，这事儿别和主子说。我当然知道，幸亏我是暗中护送，否则还听不到他真心话呢。要不是怕二爷担心，我都不想保护他。
直接掉头回府了。这件事儿我们早就知道，不是吗？他怎么可能短时间忘掉？哎呀，好了，慢慢就好了。两人只顾着心痛，却不知门内之人已然全然知晓。谢云照默默坐回床榻，明知不该多想，可心好疼，要大度，要洒脱，人在身边就好了。安慰自己几番，谢云照只觉得心底还是疼得厉害。长公主府，哎呀，你看看这傻丫头，天都要黑了才回呀！别在我屋里骂，你去她院里骂她。女生外向，女生外向啊！跟啥人学啥人。从前她要嫁云峥时，从未这般过。正值赐婚，成婚的日子也近了，不算什么。再说她是郡主，将来还要掌管整个财库，胆子就该大些，才叫有魄力。这就是丫头，若是你孙子出去看人家姑娘，你还发脾气吗？老太傅歪头看他，什么意思？又琢磨琢磨，好像也对。以后的永家，我们要当孙子养了，他可是一府之主，是不是还要给永家收2房男小妾啊？有何不可？长公主当初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？是不是怪我不体贴，没为你操办？没有的事，我有你一个人就够了，一个都哄不过来。老太傅吹胡子瞪他。第2日一早，沈淑荣早早起来，简单梳妆，趁着郡王妃还没来，赶紧让人安排马车出府。谢云照今日黑眼圈不小，之前蓉蓉3天没来，他本就没睡好，昨夜又被青樱带回来的消息惹得失眠，坐在圆桌旁吃早膳，胃口不佳。淑荣来时，青竹青樱没有昨天热情，规规矩矩的见过礼，把人请进屋内。沈淑荣进了屋子，只有他们2个人，以为他会无赖的抱住他，结果被规规矩矩的请坐在。沈淑荣看看谢云照，又看看方桌，越看越不对，一夜之间都规矩了。难道昨晚谢云峥说他入了心？云照哥哥，你不疼了？不疼了。谢云照垂眸坐着，内心煎熬，不想让他这般为难，想和他说，怕说了他真的一次不来。不对劲儿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瞒着他。他站起来，在屋子里来回走了2圈。谢云照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紧盯着他，直到沈淑荣走到房门口。蓉蓉，你去哪？我看你不说话也不疼，我在这意义不大。谢云照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把人拉进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他在这儿的意义怎能不大？是他贪恋他，感受到呼吸喷洒在脖颈，男人的身体微微颤抖。沈淑荣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谢云照摇头，心堵得难受。他顺从本心，是不是又勉强他了？沈淑荣忽然福至心灵，也许谢云峥也找他说了些没用的，所以他听进去了。难怪今天主仆3人态度都不对。如果他这时候解释说心里喜欢的人是他，不说他不信，怕整个大周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对他不信任，他不生气，但不能给他足够的底气，是自己没做到位，给的偏爱不够多。我怕我娘又来盯我，一大早就跑了出来，早膳都没用。谢云照心里一紧，没用早膳怎行？本想来你这儿用的，可岁寒说国公夫人会笑我，所以我在徐记用的早膳，等到时辰差不多才来。云照哥哥，我是谁啊？从小到大，你看过我为了谁委屈自己吗？谢云照摇头，他不需要在自己面前伪装，甚至无需敷衍。男人因他的解释万分欣喜，沈淑荣满腔的爱意难抑，踮起脚尖亲在他唇角，浅浅一碰，就让男人心神激荡。这不是演的，他可不可以也这么想着？头缓缓低下去，他要亲自己了吗？微微仰头，闭上眼。谢云照看到，像被鼓舞一般，心跳得厉害。蓉蓉不反感。4片唇瓣距离止于1指时，响起了敲门声，两人赶紧分开站好。什么事？谢云照眼底闪过恼怒，他倒要看看谁坏他的事儿。二爷，表姑娘过来看你。沈淑荣转头看他，哪来的表姑娘？是3姨母家的黎霜表妹，昨天下午到的。沈淑荣皱眉，她怎么这个时候入京？她记得黎霜是在她和谢云峥大婚时来的，且他们2人关系不错，双双常来陪她说话，很高兴能提前看到前世好友，只是如今还要伪装不熟。应该是来探望你的，请进来吧。好，请表妹进来吧。
门一打开，月白色的衣裙映入眼帘，女子见二人都站在门口，微微惊讶。离霜见过永嘉郡主，二表哥好，黎姑娘好。表妹进来坐吧。离霜跟着进去。表妹身体弱，不必一早过来。我听二表哥受了伤，本该先来看望，但昨日到时天有些晚。没事，我这点伤已经快好了。听说二表哥是为了保护郡主才受伤，郡主也感激二表哥，昨天晚上还让人来送补药。沈淑荣有些尴尬，离霜下午到的，晚上的事儿就知道了。郡主是我未婚妻，想什么时候送就什么时候送，这种事有什么可说的？二表哥说的是，再正常不过。沈淑荣瞪他一眼，别吓到小姑娘。沈淑荣打圆场，黎姑娘尝尝这个樱桃酥，味道很好。多谢郡主，我记得大表哥最爱吃樱桃酥，小时候和二表哥去我家。快吃吧，提那个死人干什么？表妹倒是比小时候爱说话了。离霜赶紧把捏着的樱桃酥放进嘴边咬，沈淑荣又弯他，要不是有方桌隔着，就掐他了。怎能如此对待她的好姐妹？虽然她也不喜欢提到谢云峥，但离霜喜欢，她倒好，霸道的提都不让提。女孩子活泼些，总比闷性子好。多谢郡主，是很好吃。蓉蓉也吃，徐记的酒菜很好，但早餐不如福聚泉，改天我带你去。多谢云照哥哥，这些你熟。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等我好了都带你去。好啊，那我也可以带云照哥哥去皇家温泉。提起温泉，我听我娘说过，你有一次调皮，郡王妃离开一会儿，你藏了起来，吓得她以为你沉底了。国公夫人怎会知道？我告诉我娘不让说的。吓得你爹从另一个池子里光着膀子就跑了过去。你别笑了，你小时候糗事更多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谢云照才不怕，他倒想听听蓉蓉记得多少。你随便说。我记得你有一次上树。沈淑荣说到这儿不讲了，谢云照思维开始发散，回想间脸逐渐红了起来。不能说。他是不是要说他上树拉屎那次？但他不记得他在啊，而且他当时才3岁，看到也不可能记得。看着沈淑荣的笑，谢云照又开始口干舌燥。刚刚还没亲到，现在场面有椅子上的姑娘拿起茶杯喝茶。表妹怎么还在啊？沈淑荣又想掐他，哪有这样说话的？我听你们聊天有趣。有趣就能一直听？没看到未来表嫂在，不懂给我们留点空间呢。去找你大表哥玩，你不是说他喜欢樱桃酥吗？带着一起去。离霜这下坐不住了，赶紧起身，端起点心就走。离霜告辞。转身的瞬间，沈淑荣见他红了眼眶，想说些什么挽救一下，可一想到身边这人不靠谱，便算了。而且谢云峥不是轻易能见的，给他这个机会，他也会高兴的。亲自走过去关门，谢云照走回来，好像现在也不合适，没有气氛。蓉蓉，你就是这样对一个小姑娘的？有何不可？去床边坐好不好？你也知道这方桌碍眼了。沈淑荣不动，谢云照蹲着看他。哪里是什么小姑娘，都16了。我也在，有什么？就因为你在，她才应该走得更快啊。沈淑荣勾勾唇，拉着他坐去床边。怎么说都是女孩子，面皮薄，要好好说话，把人家小姑娘都惹哭了。知道了，再惹哭一定不让蓉蓉看到。沈淑荣靠在他身前，谢云照揽着他的肩，看吧，就说那丫头耽误事儿，他想办法酝酿被打断的情绪，还没有眉目，又有人敲门。岁寒进来，财库的3掌柜负责布匹丝绸生意，传来消息，约了明天谈。我明天也去，别走漏消息。是郡主。明天我陪你去。你后背的伤不影响出门。沈淑荣没用午膳，又坐了一会儿便回了府。第2日一早，沈淑荣出门就看到了骑着马的英俊男人，得亏他没像谢云峥那样能文能武，否则不定多少蝴蝶来抢。谢云照见他出来，跳下马，青竹青鹰今天礼行得好，头都要贴地上了。快免礼，你陪我坐马车。马车里，谢云照询问今日生意，这可是他第1次参与财库外事，万万不能拖蓉蓉后腿。沈淑荣耐心对待他少有的认真，这种棉布抗寒耐磨，近2年传过来的，但因棉是西南产出，所以运送到最需要的北方很困难。所以蓉蓉想通传后销往北方。今天来就是谈成本价。咱们需求量大，他们可以多让些。也不必，质量不能变，而且咱们也不好以权压人。那销往北方可以在500文基础上加一些。云照哥哥，北边不比南边富裕，我想让他们能穿得起。谢云照盯着他，他的蓉蓉好善良。
都听你的。到了约好的地点，沈淑荣、谢云照坐在一个包厢，三掌柜负责出面，在另一间谈。三掌柜聊着聊着跑进来，郡主，对方得知咱们想要，死要400文。你跑了3趟还是400文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他可知你身份？按理是，毕竟昨天就约好，他不知也有时间询问。沈淑荣头大，知道是财库要，也这般强硬，难办了。此时最好的雅间里坐着2位男子。你爹不是挺高兴的？他能成什么事儿？是我爹想的太好了。哼，你觉得350文他们能认？一个闺阁女子，一个只知道玩闹，会谈什么生意？且他有您撑腰，350文可是您下的令。三掌柜又出去了，再回来时，提了你，他让了一口。沈淑荣揉眉心，才让一口。前世2年后，谢云峥看到棉布优势谈到的280文，是他把时间提前的原因吗？多少？350文，说不能再低了，谁都不行。我去，你们护好郡主。沈淑荣来不及拉他，三掌柜急急跟上。三掌柜刚走到，就被谢云照一脚踢开。什么人？关门！三掌柜回神，把门关好。二爷，王老板是吧？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吧？不知这位是？我是谁？和多少钱一匹布有关系吗？啊，哈哈哈。没关系，这价格已经谈完了，不能再让1分呢。200文。哎，这位公子开什么玩笑？如此，怕是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劝这位公子呢，跟着你们掌柜好好学一学这做生意呀。200文一匹布，我要质量和现在的一致，且我不要的才可以卖给别人。这位公子，请问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此等无理要求啊？谢云照掏出一枚牌，就凭这个。鲁国公府令，可看清了？敢惹？你这是欺压！不愧是王老板，理解的完全到位。嘿嘿，没错。王老板险些昏倒。你想以权压人，不怕我告你？不怕，你去。屋内之人大惊，这么猖狂！只见谢云照弯腰，从靴口拿出一把短刀。看看你有没有命去！对方账房吓得直坐地上，指着刀尖的手抖个不停，嘴张张合合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那人虽让死手，但不让暴露。王老板也知道，死也是白死，那人不会为他撑腰。三掌柜去准备合同。三掌柜逃一般跑走。沈淑荣听到200文，懵了。得知谢云照谈判过程，低低笑。他男人出手直接到位，再加50文，不过要在验过后没问题再支付。是郡主。三掌柜挥去额间汗水，这样也好。200文，他真不知道送来的货能比粗布好哪儿去。三掌柜回来，把沈淑荣的意思说了。谢云照站起身，他2步走到王老板身边，拎着他脖领子，多出50文是郡主心善，要记得感恩。是，我感恩郡主，特别感恩。不过要以你家布庄名义签合同，敢糊弄1分，没了你，我就找你儿子、你孙子，找你全家要说法。想告我，鲁国公府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就看你敢不敢去。他松开手，二爷您坐，我们这就签合同。王老板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合同了？对，我签。合同很快签订完。谢云照刚要走，这位爷，敢问怎么称呼啊？若是怕有麻烦，是鲁国公府2公子，谁敢找茬让他找我。多谢2公子，不客气。从今以后呢，你就是郡主的人，她是我未婚妻，我自然会照顾她的人。是，小人记住了，小人一定会感恩郡主的。别走了，我走了。老哥呀，你家郡主这找了个什么夫君呢？三掌柜也不知道好不好，人吧挺向着郡主的。别被他听到。郡主就该找这样的夫君，有福气。哎呀，郡主善良。2公子，总之，郡主和谢2公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沈淑荣带着谢云照走了，不想上马车，走吧。好。沈淑荣弯唇，空气是甜的，2人撑一把伞，离得极近。到一家首饰铺，沈淑荣进去，预定了一对新到的玉佩。
郡主，这是您预定的。沈淑荣接过来，亲手给身边男人系上。谢云照嘴角压不住，又不想让他破费。掌柜，记鲁国公府账上。不喜欢我送你礼物啊？喜欢呢。掌柜，去长公主府结尾款。是。看什么？不给我系上。谢云照回神，会碰到他衣裙，好吗？谢云照蹲下身，系在他腰间。能看出是一对吗？能。笑得傻，那就好。两人又去了云商阁，京城最好的成衣铺子。掌柜早已等在门外，迎了进去。最好的布，沈淑荣挑同色，选了几匹。掌柜边夸颜色好，边问做什么样式。就做那种，只要我们俩同时穿出去，别人能看出是一对的样式。掌柜拍着手恭喜。懂了，青竹轻盈背过身去，想笑又想哭。能看出郡主都是提前定好的，并不是因为二爷帮忙谈成生意。二爷真的终于等到他的幸福。谢云照拉着沈淑荣上马车，不逛了。沈淑荣还要去下一家，为什么回马车？他订了削铁如泥的匕首，他会喜欢。直到隔绝所有视线，被男人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沈淑荣才反思，底气这东西是不是不能一次给太多啊？你别激动，你知道这点钱对我来说。谢云照摇头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他心里有他，是他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他未婚夫，甚至想故意让人知道。马车停了好久，贴身的4个仆人笑着等。鲁国公让豪大儿来见他。夫君，吓到双双了。抱歉啊，双双，仪仗太生气了。黎双摇摇头，缩着脖子不敢说话。云照又怎么了？叫他过来你就知道了。中午回来换了药又走了。来人，出去找，去长公主府找。爹，找我何事？逆子，跪下。谢云照坐在椅子上。您先说事儿，表妹还在，跪下多没面子。你拿令牌时答应过什么？轻易不拿出来。知道还拿，还仗势欺人，该当何罪？谢云照回头看看缩在门口的何管家。老何，有人来告状。回二爷，没有。谢云照看回爹，摊了摊手。没人告状，就可以拿鲁国公府名义欺压？爹，都没人告状，你就要罚我，说不过去吧？我帮郡主把生意谈成，这样才能显得儿子对财库有用嘛。那既然您不满意，儿子明天就跟郡主请辞喽。你请什么辞？不可以。那您看，下不为例。知道了。哎呦，您就是爱生气，这没人缺个不断腿儿，也没人找上门。你看看，把你气够呛。走吧，咱爷俩好久没打一场了，跟您消消气。你确定让爹消气，不是消你爹吗？当然，只是刀剑无眼。你背上有伤，爹胜之不武，回你院子去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谢谢爹关心。谢云照走了，爹知道的挺快。鲁国公心口窝的那股气还闷着。依仗二表哥不会听话的。双双有办法。双双很久没来京城，想让二表哥带着走走。对，你在家也是无聊，让你二表哥带着出去逛逛。有郡主在，也没人说什么。最重要的，看住他，别动不动就给老子惹祸。双双会的，你要注意身体。你表哥皮猴子一样，出去疯玩没狗，再累到你。没事的，姨母。郡主可以，双双也可以的。好，吃不消就早点回来。谢云照走得急，沈淑荣没来得及告知他明天的行程，刚要叫岁寒去一趟，金枝俯身行礼。郡主，不如让奴婢去吧。岁寒今日陪您出去过，想必有些累了。怪我最近不带你出去啊！奴婢怎敢质疑郡主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奴婢知错，不耽误岁寒出门。岁寒出去，金枝盯着他的背影，就知道撮合郡主和谢云照。郡主一时新鲜罢了，等看到谢云照就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，看到他整日不务正业，郡主定阉了你。郡主，奴婢给您敷手，再抹点桃花膏。不得不说，金枝伺候的最好。沈淑荣弯唇一笑，这么厉害的人物不应该被埋没。还是你伺候的好。郡主，您的婚期近了，陪嫁的人也该定下来了吧？你说的是，原定你们4人去，再加上祖母给我的4人。郡主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？云照哥哥对你……郡主，奴婢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奴婢能看得出二公子把您放心尖上的。他皱了皱眉，狠心说，还能常常陪你，比世子都要强上许多。你真觉得他比世子好？金枝违心，狠狠点头。奴婢现在懂了，对您好才是真的好。下次你把这话当他面说，他能接受我带你去，陪嫁人选就不变。奴婢知道了，多谢郡主指点。很想去吗？
其实我让祖母给你挑个管事嫁了也好。不，奴婢不在郡主身边，不放心，奴婢不嫁人，一辈子伺候您。好，我信你。银枝站在沈淑荣身后，对金枝越发不满，从没觉得她这般慧眼，说的好听，分明就是为了谢世子。对寒现在特别喜欢去鲁国公府，每次去只是送个信，也能吃到好茶、好点心，还有青竹、青樱两位好看的哥哥围着他转，陪他聊天。郡主打算巡几家铺子呀？如果结束的早，我们可以去清泉湖泛舟。不知道，郡主说可能要几天吧。青竹、青樱点点头。看来这几天二爷想要的好氛围是没机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谢云照没等出门，又被娘请去用早膳。什么？我和郡主出门，带她干什么？你表妹难得来一次，带她出去走走。找她大表哥带呀。你以为云峥像你这么闲啊？我劝你现在就跟我娘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要留在家里。姨母，二表哥威胁我。谢云照再出门时，身后多了一人，满身的烦躁，在到达长公主府大门时一扫而空。我进去接人，你在马车里候着。知道了，二表哥。沈淑荣在府门外看到离霜时很意外。离霜见过永嘉郡主。我娘非让带她。沈淑荣摇摇头，表示没事儿，笑着走去他身前。离霜表妹跟来也好，给我做个伴吧，坐我的马车吧。表妹。离霜错愕，很快垂头道谢。谢云照实话当场，蓉蓉要跟离霜坐一辆马车，他呢？马车里，沈淑荣话着家常。表妹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我和你二表哥的婚期还早月余，在家闲着无事，便提前来了。知道和我成婚的人换成你二表哥，你们一家是不是很惊讶？的确，没想到郡主会同意。怎么，你也觉得你二表哥不如大表哥？没有，两位表哥都是极好的。是吗？若非要选出一人呢？大表哥沉稳，二表哥活泼。我懂表妹的意思了，人们大多喜欢沉稳的。离霜震惊的抬头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对，郡主是这个意思。二表哥你听到了吗？郡主心里的人依然是大表哥。说，二表哥这么喜欢你大表哥，去找他去。姨母说他忙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转回去。离霜转回来，对上沈淑荣的笑颜，垂下头。你喜欢谢云峥可以，但想惦记谢云照，他不介意姐妹变敌人。我记得他们去过你家，那时候你们都玩什么？我娘的一些好友会带着孩子来玩，二表哥很厉害，玩什么都是最好的。听说他们有一次跟着你父亲去打猎，这都是前世离霜告诉他的。足足等了2年，最后因是他男人没应，才听三姨母的话回家嫁人。那次打猎结果怎样？二表哥不可能告诉他。对了，大表哥一定和他炫耀过。那次大表哥猎到鹿。是吗？那时他们年纪不大，能猎到鹿很不容易是吧？离霜不说话，抿着唇点点头。不说话有什么用？难怪你如此崇拜你大表哥。不是这样的，分明就是你还喜欢大表哥。云照哥哥那次猎到什么？有完没完？我们到了。谢云照声音略显急切，他可不想让蓉蓉知道那次他输得很惨。二表哥这个傻子，郡主分明就是借着说他在表达有多喜欢大表哥，就他听不出来。离霜下了马车，谢云照往后躲，他的婢女扶着。沈淑荣下马车，把人扶好下来。钱庄没什么可逛的，我和郡主进去有公务，表妹自己逛逛吧。是，二表哥，离霜知道了。等二人从钱庄出来时，离霜已经等在马车旁。谢云照扶稳沈淑荣上去，表妹坐后面马车。离霜红着脸走去后边，沈淑荣靠在他怀里。云照哥哥，我歇一会儿。以后别让旁人上你的马车，你累了都不能歇。离霜表妹又不是外人。她不是外人，我是啊。知道了，你不是，他是。谢云照满意了，轻轻亲吻她的发髻。谢云照自从订婚，天天找永嘉郡主，郡主估计也不愿，但我无法拒绝。街边几位贵女看到沈淑荣二人，其中还有一人是李婉儿。此刻见二人常常见面，她倒有些羡慕。马球那一日后，谢云峥没再约过她，李婉儿顿时失了兴致。我突然想起今天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几个小姐妹道了别，李夫人见她回来颇为不解。女儿怎么不高兴
定啊。娘，谢云照都知道约未婚妻出门，谢世子怎么不？他们兄弟云泥之别，放一起比什么？谢世子一事无成，你还愿意嫁？他是鲁国公府的未来，哪里那么多的儿女情长？而且他封世子后，和永嘉郡主见面也不多。即便不见，东西也该送送吧。我到现在一盒点心都没看到他的。要不要娘约一下国公夫人？不要，不丢人。娘带你去串串门，平时还去呢。我说不用，娘，我要睡会儿。好了，他一定是最近忙，闲下来不找你，娘去问他。知道了。我下午来陪你。不用，我要整理一下今天发现的问题，再睡一觉。你也好好休息。谢云照此刻恨不得把黎霜送回老家，如果他留下，就能留一下午。他看着沈淑荣进去，耷拉着脑袋上了马。郁闷了一天的李婉儿，下午收到鲁国公府的帖子，约他明天一见，地点他定。娘说了，他忙，别多想了。从郡主手里捡这么好的漏，你就烧高香吧。真是他送来的吗？怎么没署名？废话，不是谢世子，还能是谢云照啊？娘，我们去哪玩？娘帮你参谋。鲁国公府，诗雨进了书房，递给谢云征帖子。世子爷，李家小姐。李家小姐，哼，李婉儿。明日辰时3刻，清泉湖赏莲。时间地点如此确定，李婉儿凭什么判定他的时间？约他的态度又这般强硬？去问问，今天有没有人以我的名义给李尚书府送帖子？赤羽领命去查，回来时脸色不太好，怕世子爷发飙。二爷安排的。谢云征皱眉，他怎会管他的闲事？叫双表妹来见我。是。黎霜来时不知道何事，表妹今天出去都聊了什么？表哥，双双今天坐的郡主的马车，和他聊了一路。我觉得大表哥沉稳，二表哥活泼，郡主也很认同，还说大多数人喜欢沉稳的。谢云征垂眸，掩住心里的喜悦。还有呢？双双还给他讲了你们去我家狩猎那次，大表哥猎回来一头鹿，郡主觉得很厉害，说你们那时还小，很不容易。我也说崇拜大表哥。谢云征嘴角微勾，难怪表妹喜欢跟二表哥出去玩，是有聊得来之人。我还有些事情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有双红玛瑙手串，很衬表妹，让赤霄给你取来。多谢大表哥。黎霜回去了。谢云征笑着点点头，郡主也是崇拜他的，难怪谢云照急着让自己靠近李婉儿，定是听到郡主心里还有他。虽然被谢云照搞事，但已经约了，不能失信。告诉李婉儿，就说我会准时过去。赤羽安心领命下去，李婉儿高兴的失眠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谢云照偷溜出府，马都没骑，靠着长公主府外墙打盹儿。房看到哎呦哎呦的迎了进去，姑爷怎么不叫他开门？沈淑荣见只有他来，心里高兴，故意问道：黎霜不来吗？我出来太早，待会儿让人去接他。接他？还打算让他跟着？嘿，是啊，他大表哥大表嫂今天去清泉湖，我让人接他去。沈淑荣了然，随即想到什么，人少多没意思啊，回家两位小姐也无聊吧？对对，我哥的幸福都靠我。沈淑荣喊了金枝进来，今天你能不能出府，要看二公子的。多谢郡主。谢云照回来时，就看金枝端杯茶过来，奴婢请二公子用茶，感谢二公子陪着郡主，护着郡主。奴婢最近才看明白，只有二公子是真正把郡主放心上的，请二公子原谅奴婢以前目光短浅。谢云照接过喝下。好了，郡主有我在，你可以放心。是，奴婢放心着呢。金枝抿着唇，微微抬眸看沈淑荣。一会儿你们都跟着吧。金枝很高兴，谢过他退下。这是哪儿出啊？他对你不敬，必须让他诚心道歉。谢云照有被宠到，心里甜甜的。两人出发去寻铺子，青音告诉谢云照，世子已经出发。你去接黎霜，直接去清泉湖。青音是男子，不妥。金枝，你陪青音去护着黎小姐，等黎小姐平安回府，再回长公主府复命。是郡主，奴婢定护好黎小姐。金枝雀跃，她终于可以见到他了。两个人一上午寻了3家铺子，中午在徐记用的午膳。谢云照暗道，甩掉黎霜太对了，都能和蓉蓉在外用膳了。如果下午也在一起，越想越开心。蓉蓉，我们下午要不要去泛舟赏莲呢？谢云照的小心思难逃沈淑荣的火眼金睛，只差一指的吻还没落成。他摆脱黎霜，又约游船，只怕是
想做坏事。好吧，只是离霜表妹会埋怨你吧？我有心待她，但她身子弱不中用，况且她早上游过船了。沈淑荣真想让离霜听听，他二表哥的关心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。炙热的阳光洒在荷叶上，碧绿油亮。淑荣站在船头看满湖的莲花，谢云照拉着他进了船舱。外头热，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樱桃。谢云照坐在他身边，亲手喂樱桃，看着红红的樱桃入了他的粉唇，又开始口干舌燥。沈淑荣也喂了他一颗，谢云照的唇碰触到他的小手，心神一颤，抓住他的手拉近了，把人搂进怀里，空虚的心逐渐被填满。沈淑荣也汲取着，他也贪恋他，直到谢云照的呼吸逐渐急促。云照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蓉蓉，我怎么了？我想亲你，可以吗？沈淑荣心里一喜，面上依旧懵懂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男人惊喜疯了，随后他的唇落了下来，先是如羽毛一般拂过，轻轻触碰着他的唇，带着试探，小心翼翼。沈淑荣的不躲避等于鼓励，他便加深了这个吻，唇瓣贴得更紧，辗转撕磨。男人怕吓到他，但又不想停下来，直到沈淑荣推他。不要了，亲肿了会被祖母看出来。你困了，可以睡会儿。沈淑荣的确累了，躺下后就听男人打开了隔间水房的门，闭上眼偷偷笑。谢云照下船时容光焕发，蓉蓉对他的接纳比想象中快很多，这个发现比亲到嘴都开心。坐在马车里送人回去，看他嘴唇的确有些肿，心情极好，凑过去轻轻含着，一下一下像小鸡啄米。沈淑荣没想到他会这般，像是上瘾一样。快到家了，让祖父看到，再也不让你见我。谢云照吓得赶紧把人放下坐好。明天我们还赏莲吗？沈淑荣瞪他，他们一片叶子都没赏吧？南边水患快起，我打算去一趟，亲眼盯着这次赈灾。现在就去？不是有钦差去吗？钦差有用的话，还会有这么多灾民吗？我们说好一起去。谢云照一天都不想和他分开，会亲不到他。好，一起。回府后，福顺来传话，这次派的钦差和前世一样，叫左玉成，中饱私囊之辈。沈淑荣更加坚定要去。郡主已经招募300水性好、年轻力壮的送去庄子上，紫菱为一半留下教导，另一半跟着您南下。好，那个人继续找，他才是关键。是郡主，奴一直在找。沈淑荣当天没敢去见祖母，唇真的肿了，明天再去。谢云照骑着马回府，嘴角持续挂着笑。恭喜二爷！他们一起出京，亲肿了，老太傅也看不到，想想就高兴。你们俩准备准备，我要陪郡主出京，归期未定。是二爷，路上您可要照顾好郡主啊。当然，他身边只有我。晚膳时，一家人一起，离霜也在。马上大婚了，走什么走啊？这事儿不是我定的，郡主去我一定要去。二表哥，我也……你吃饭想吃什么？二表哥让人给你做。你们去玩，我也……你也找个未婚夫出去玩。怎么说话呢？别听你二表哥乱说，离霜还小。不急啊，不过你不能跟去，现在南边不安全。李双吸了吸鼻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谢云峥不知道沈淑荣为何要去，但这没脑子的家伙去的确能保护他，忍住疯狂的嫉妒，拦住爹娘。是郡主想去，你们说他也没用，令牌还我。爹，您不让用，我都锁起来了，我不带，放心吧。你能有此觉悟，爹心甚慰啊。用过晚膳，离霜去找谢云照。表妹何事，在院子里说吧。二表哥，让他们先出院子。你不说我走了。二表哥，你说话声儿挺大呀，平时跟蚊子似的。二表哥，你知不知道郡主为何让丫鬟跟着我？为什么呀？想让丫鬟帮他盯着，你知道的。谢云照翻了个白眼，转身就走。二表哥，他根本就放不下，昨天他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，还要自欺欺人下去吗？怎么，你觉得我该退婚？离霜一喜，赶紧点头。然后呢？我娶谁？离霜小脸红透，低头扭手指。谢云照眯了眯眼，没想到这丫头存了这等心思。你这小娃娃，收起你所有想法啊！没有郡主，我打一辈子光棍。离霜震惊，没想到他会拒绝的这么直接。二表哥当真不介意吗？你知道我配不上他吗？不，二表哥谁都配得上，在离霜心里，二表哥值得最好的人。谢云照见他哭，撇撇嘴，
嫌弃的站远2步。对啊，郡主就是最好的人。他心不在你身上，你会后悔的。谢云照伸手揉揉唇，不在吗？现在不在，很快就会在。你别跟着瞎操心了，再敢污蔑郡主，别怪我不认你。送客。谢云照回去收拾东西，浪费他时间。黎霜哭着跑走了，他的真心表哥为什么看不到？刚跑回院子又折去正院，不行，他一定要跟去。第2天，长公主得知小祖宗要去南边，你一个女孩子去那么乱的地方做什么？是懂治理河道，还是懂安置难民？不懂玩，月余就成婚了，还长不大。祖母，成婚后更出不去，求你了，祖母。多带些人手。会的，紫菱为半数，云照哥哥也去。长公主瞪他一眼，唇都肿了。别以为有圣旨就乱来，你们到底还没成婚。我知道了，祖母。沈淑荣羞着脸跑走了。谢云照被娘叫去，看到黎霜，很是厌烦，竟敢觊觎自己，换了旁人早打出去喂狗。娘，找儿子何事啊？你这次出门带着你双表妹。娘，表妹身体不好，路上病了，死了谁负责呀？哎呀，呸呸呸，说什么呢？这是你表妹，不会说好话啊。你让她去，我不去了，她陪郡主去吧，我退婚。怎么就说退婚？圣旨都下了，你表妹跟去，也免得郡主被人说闲话。你们孤男寡女，青竹青樱不是人呐，长公主不安排人，用得着您操心吗？我看你就是看不得我好。哼，我就不该出生，占了您嫡长子的身份，我都还了，还要怎样啊？要我去死啊？你这个逆子！二表哥，你怎么能如此说姨母？他为了你，都是你惹出来的，还好意思说？小小年纪，小家精，这么愿意出门，滚回你家去！我成婚不缺你的祝福。黎霜小脸煞白，谢云照谁都不顾，抬脚就走。青竹，给三姨母去信，接黎霜回去。二表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跟你去。你长点心，您2个儿子即将成婚，外甥女来这么早，今天跟大表哥泛舟，明天要跟二表哥出门，也不知道避嫌，再搞出什么丑事，你2个儿媳妇不怪你啊！黎霜跌坐在地，他竟然这样说自己。回过头，果然看到姨母为难的脸色。姨母，我没有。国公夫人压根儿没往深处想，此刻听着儿子的话，心中难免猜疑。双双，姨母知道你不会，既然你二表哥不喜，还是别去了。黎霜已经知道去不成，他在二表哥那儿从来不是特殊的。姨母，双双知错了，这就回家去。哎，你这丫头啊，你二表哥从小就混，别听他的，姨母信你。好，双双陪姨母在家，想去哪儿玩，姨母陪你。姨母，你还要忙2位表哥婚事，双双怎能添乱？别生你二表哥的气，姨母跟他都起不起。先回去休息，姨母空了再找你。等黎霜走后，转头叮嘱贴身嬷嬷，叮嘱黎霜。长公主府秋桐院，金枝正学着昨天游湖发生的事儿，沈淑荣听得津津有味。谢云峥的后宅乱起来才好玩。你了解我的喜好，这次你留下，我的新房陈设要按照我的习惯来，还有嫁妆聘礼，这些是至关重要，交给旁人我不放心。金枝本想跟着去的，怕出去越狱，郡主习惯别人，身边没了他的位置。如今听到新房陈设婚事喜上眉梢，这样他就有机会去鲁国公府，勤一点也没关系。是，郡主，奴婢定会让您满意。黎霜刚进京，我不能带她，你有空多去探望，她有什么不懂的，你提点些，别叫其他小姐欺负了去啊。奴婢明白，郡主好像挺喜欢黎小姐。金枝乐不可支，名正言顺的机会又多了。她性子好，又是她表妹，应该的。您放心，奴婢定会护好她。沈淑荣勾唇，回了一趟郡王府，郡王妃舍不得女儿，叮嘱了好多。娘和她继母谈过了，梁大人意思很简单，只要不休回梁家，怎样都行，只求给他们家留点面子。哼，那就贬为贱妾，再称病不出，别让他太舒坦了。若他能活到将来，便让他看看他失去的是什么。答应下来，他也是这样想的，敢如此对待儿子，他不会让梁氏好过。沈淑荣又去了一趟皇宫见皇伯伯，皇帝见他精神不错，刚要夸2句，沈淑荣直接跪地磕了个响头。快起来看看额头，傻孩子，怎么行如此大礼啊？皇伯伯，永家有事相求。李琛得知永嘉郡主进宫，匆匆赶过去，刚走到半路就被告知永嘉郡主已经走了。他脚步未停，沈淑荣如今手里有财库，他不能当她还是个普通的妹妹。孩臣参见父皇，孩臣听说永嘉妹妹来了，姑祖母却没有来，姑祖母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永嘉要出去游玩，走之前来看望朕。这丫头
越来越不安分了，马上都成婚了还出去野，他想趁着成婚前去南边走走。李琛笑着找话题聊起政务，心里总觉得不对。走时皇帝看了他一眼，永嘉要做的也算好事儿，为何连太子都要瞒？鲁国公府大门外，陆子谦和顾恺之迎面碰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呢？希儿不愿意带你来，还用我说吗？他最近也没给你玩啊。再说了，我就来看看他的伤。两人被门房迎进前厅等候，由小厮去报给谢云照。小厮很快回来，请两人一同前去。两人走进林峰居。哟，你们俩怎么一起来了？你家大门口遇到的，我这几天天天来，终于赶上谢兄在家。我这次出门呢，不定何时回来，你想去吗？我得先问过我爹要去哪儿啊。我去，谢兄，只要你带我就去。没问你，问我了。谢兄看着我问他，别做梦了你。是他，不过你要离我远点，我要陪郡主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离得远远的，绝不打扰谢兄和嫂嫂相处。谢云照听到他叫蓉蓉嫂嫂，顾恺之什么缺点都没了，配做他的朋友。回去收拾东西吧，多带些人手去南方。好嘞，不是你真带他？主子，你别挑拨离间呐。谢兄亲口说带我。哎，等等，记得带好你的令牌。我知道了，谢兄放心。你带他去添堵吗？万一遇上滑坡，我也跟你去，现在就回去禀我爹。哎，你别去了，留在京城，万一我有事需要你办呢。那你早点回来。今天不玩了，我要收拾东西，你先回去吧。陆子谦见他态度和以前没什么区别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。夜里，谢云照枕着手躺床上，明天他们就要出京了。为了蓉蓉的安全，他定要贴身守护，想想就激动得睡不着觉。船上亲吻的画面在他脑子里已经停留2天，急需新的画面把他挤走。门被敲响，谁啊？是我。谢云峥，他来干什么？睡着了。出门在外，别只顾着玩，护着点郡主。谢云照噌的跳下床，噔噔噔走过去，一把拉开门。你有病吧？还有，也要注意他的名声。虽有奴仆，但人言可畏，不要单独相处。谢云照借着门，抬脚就踹了过去，真是给他脸了。他又不是跟李婉儿出门。谢云峥边退边挡，找机会还手，他也一肚子的气。哥俩就在院子里打了起来。谢云峥哪里是谢云照对手，一拳打在他肚子上，顿时就失了力气，直不起腰。来人，世子梦游送回昭辉院。不用，若是被我知道你趁机欺负他，不会饶你。谢云峥转身出去，谢云照要去拔剑，被青竹青英拦住。谢云照眯了眯眼，他一贯能装，从不做这等傻事。况且这么晚了，定是煎熬许久才下定决心前来。没想到还没接手未婚妻便弟媳。青竹，借别人传出去，裴副将的儿子没能升千户，世子功不可没。是二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表妹在自己院里用，没来。哎呀，娘，她就是存了歪心思。娘昨天听你说的有道理，有特殊观察她，也叫人盯着她，没看出她对你大哥有别的想法呀。娘，你是不是不记得你有2个亲儿子？你说你自己？不会吧，双双不是肤浅的人呐。我不管娘信不信啊，反正她不能进我院子，不能和我坐一桌。除了郡主，别的女人都不行是吧？对，除了郡主和娘。那郡王妃呢？娘，你逗我呀？岳母当然可以啊。此时的谢云照还不知好岳母给他安排了什么。街上沈淑荣骑着马，美滋滋的出城。妈妈，奴在，寸步不离郡主，记住了吗？马车里的沈淑荣头疼，她没想到娘来这出。钱妈妈好。郡主出门也要注意得体。知道了，钱妈妈。马车行驶半个时辰，谢云照叫停队伍，喜滋滋的走过来。蓉蓉，我来了。二公子，云照哥哥，祝你好运。这位妈妈好。第一，二公子和郡主虽有圣旨赐婚，但1日未成婚，便要注意1日男女大防。郡主的马车堪比闺房私密，二公子不该不经允许掀车帘。谢云照愣住啊，车帘子都不让掀，那马车还能上吗？第二，二公子该行礼称郡主，出门在外礼不可废。谢云照看沈淑荣这么多规矩，沈淑荣不敢看他。第三，听二公子意思是想上郡主的马车，这更不可以，让人看到长公主府的皇家规矩，岂不是被笑掉大牙？妈妈误会了，我是来问郡主要不要休息一会儿。既然不需要，继续上路吧。说完，走去后边坐马车，翘个2郎腿躺上去，心焦气躁。原来这婆子是这个功效，只要有她在，
他的幻想都会泡汤，别说亲，手都碰不到。中午到了镇子上，好在和蓉蓉同桌吃饭，伙子没管。我们吃好了，你们也下去吃饭，一会儿还要赶路呢。谢云照打发下人出去，终于可以和蓉蓉单独相处。钱妈妈没动。钱妈妈，你也累了，去休息用饭吧。郡主，老奴不累，郡王妃令要寸步不离郡主，路上用些干粮就好。谢云照一口心血吐出，未来的二人世界要这般过，眼下心底情绪。谢云照起身，钱妈妈就在这用吧，陪着郡主，我去检查队伍。辛苦二公子。青主青英正在厅里用饭，看到黑着脸的谢云照，二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谢云照在青主耳边低语：是二爷。半个时辰后，队伍要出发，沈淑荣突然看到又来了一队人，其中为首的正是顾恺之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沈淑荣上马车之前撅着嘴瞥了谢云照两眼，钱妈妈连他躺着的姿势都管，他好想窝在谢云照怀里，2天没碰到人了。蓉蓉放心，我们很快就能脱离苦海。谢云照留下青英，召集队伍出发，在天黑之前赶到驿站。饭菜端上来时，青竹给谢云照使眼色：二爷，今天驿站特意收了点野味，招待您和郡主。知道了，也不知道野味是否安全，我替郡主试试菜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和钱妈妈伺候郡主就够了。钱妈妈微笑点头，她乐见谢云照伺候郡主，就该如此。今天野味还真不少，野兔还有野菜，郡主，我先尝尝。好。这野兔肉不错呀，就是放了酱吃不惯。哎呀，野菜也算了，有些苦涩，口感不佳。郡主，我给你加别的菜。钱妈妈听到酱、野味、野菜几个字儿，眼眸亮了亮。沈淑荣吃好，银枝岁寒伺候她去房间沐浴。钱妈妈，这些野味难得，也不知你吃不吃得惯，吃不惯就让人拿下去分了。我先走了，去看看夜里布防、马匹、草料。没想到二公子是个心细之人，处处安排妥帖。我自己平时马虎惯了，但涉及郡主，该事必躬亲，确保没有任何隐患。二公子有心，辛苦。谢云照笑着走出去，钱妈妈坐下。没人打扰，郡主沐浴的时间不短，足够她好好享用这顿晚餐。沈淑荣洗好，银枝为她抹特制的玫瑰香膏。钱妈妈吃好了，回来给沈淑荣顺发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夜里我陪着郡主。银枝岁寒称是退下，一会儿郡主的头发这般长了。是啊，我都18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在长公主、郡王妃眼中，您永远是孩子。沈淑荣无奈，抗争无效。钱妈妈扶着她上床休息，突然肚子疼。妈妈怎么了？老奴没事，净个手就好了。老奴换银枝来陪郡主。好，妈妈有事别瞒着，咱们有大夫。多谢郡主关心。强撑着说完这句话，钱妈妈夺门而出。银枝来时，不知发生何事，让人请大夫来给钱妈妈看看。是郡主。钱妈妈方便过后，舒服多了，想来真是吃撑的缘故。回来碰到谢云照，二公子怎么上来了？钱妈妈，我刚才肚子疼，刨了2趟茅房才好些，想来看看郡主有没有事啊。二公子怕菜不干净。是啊，我走后妈妈吃了吗？有没有肚子不舒服？老奴也肚子疼，刚去净手回来，快去看看郡主。钱妈妈也急着去，不再强调男女大防。沈淑荣面色红润，没有任何不适。许是野味的问题，还好我没让郡主吃啊。云照哥哥，你和钱妈妈都去看看大夫吧。好，我们这就去，你别担心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郡主，我又疼了。先走了。银枝护好郡主。钱妈妈紧皱着眉跟出去，她也疼，看来真是吃坏肚子了，不是吃撑。谢云照才吃了2口，就跑了3趟，他可是把野菜汤都喝了，想想就可怕。大夫来把脉，二公子、钱妈妈，出门在外，野菜还是少吃为妙。茅房定是要多跑几趟了。不过我开了方子，一会儿喝过药，能减轻一些疼痛。多谢大夫，我没吃几口，不是很喜欢，以后会注意的。钱妈妈没说话，丢人，而且又来感觉了。谢云照后来又跑了3趟茅房，钱妈妈跑了4个3趟。第2天已经起不来了，虚弱的躺在床上。沈淑荣是心疼的，但她不能耽误行程，1天都未必够，留下2个2等丫鬟照顾她。钱妈妈，我此次去还有要事，不能耽误。钱妈妈手肘撑着身子想起来，结果头都没抬起来。妈妈别动，要保存体力。谢云照没进门，站在门外，语气很是担心。钱妈妈受罪了，这的议程我已经罚过了。至于赶路，顾尚书次子也在驿站，我护送郡主先走，等钱妈妈好了，跟顾恺之一路，没有太多女眷，想必很快就能追上我们。顾公子的目的地和郡主一样吗？原本不一样，但离得不
不远，我和他说一下，他会送钱妈妈来找郡主的。沈淑荣觉得这个安排很好，既不耽误她的行程，还能有人照顾钱妈妈。妈妈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不会做让娘和祖母不放心的事。你安心养好身子。钱妈妈此时不想答应也没法子，麻烦二公子和顾公子说一声。不麻烦，他是我朋友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转身走的那一刻，翘起了唇角。顾恺之昨天被青樱邀请来助驿站时，十分高兴。谢兄没有赶他的意思，见谢云照过来找他，更高兴了。谢兄，找我何事？有个人需要你带着。什么人？郡主的嬷嬷病了，可能要耽误2日再走。谢兄放心，嫂嫂身边的人，恺之定会好好护送。钱妈妈跟着长公主多年，先前在宫里，后来又在郡王府，如今年纪大了，就想领略民间风光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恺之也甚是喜欢游玩，一定带他领略个够。看好你哦。谢云照骑上马，走在最前头。等远离驿站，迫不及待下马，钻进沈淑荣的马车。赵哥哥，钱妈妈不让你上我的马车。谢云照一听，绝望的无力，直接跪了。沈淑荣吓得坐直，他怎么跪到脚边？钱妈妈不在，没有人管，我也不可以上来吗？所以是你故意甩开她的。谢云照一惊，迅速起身坐他身边。柔柔，赶路辛苦，她年岁大了，照顾不好你。我年轻力壮，可以很好的照顾你。要是被我娘知道，她贪吃，又不怪我。谢云照拉人入怀，馨香与柔软靠在身上，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沈淑荣躺在他臂弯里，仰头看着他的眉眼，喜欢由内而外。这么多人呢，花瓣一样的粉唇还没说够混的话，谢云照完全顶不住了，俯身便亲了上去。娇喘的声音一出，搭配柔软的小手推阻着，迷情的男人才微微离开。还好了吗？沈淑荣无语，才刚分开，欣喜的从额头亲到他的眉眼，又从鼻尖到下巴，再到锁骨。眼看男人越发大胆，沈淑荣的手按住他，他是不是该制止他？他会不会觉得还没成婚就任他胡来是不检点？不可以。柔柔，是我冒犯了你，我没忍住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什么放荡？怎会？我之前不是你的未婚妻。谢云照听出他在纠结什么，柔和的盯着眼前的人。别说他订过婚，就算他嫁过人，只要他愿意跟着自己，那都算是他积了8辈子的德了。如今的每次相处，都是老天爷对他的馈赠。沈淑荣半天没有等到他的回答。你笑什么？笑他不知道他有多渴求他。说不说？不说我杀了你！猛然起身，掀翻沈淑荣，手臂垫在他后背仰倒，压了上来。不说，只亲。严丝合缝的，终于结束了这个吻，窝在他耳边深喘了好久。柔柔，我把命给你，好不好？我要你命做什么？我只要你陪着我。这句话令男人感动不已，找到他的唇又亲吻起来。沈淑荣被亲得像没了骨头，瘫软在他怀里。他根本不知道此刻对男人的吸引力有多大，早早起来的反应再也压抑不住，男人不敢再继续。坐回去。他恋恋不舍地起身，整理好衣袍才下去，回了自己的马车。傍晚到了一个小镇，在镇上客栈休息。沈淑荣睡了一下午，用过晚膳，想出去转转。谢云照在他身侧陪着。贤妈妈没事吧？没事，来得及，去得快。那他是不是很快就要追上来啊？应该不会吧，不过没关系，来了再留下。沈淑荣笑了。没办法呀，我看不得你不自在。不是为你自己啊，主要是为你。还有，我看大家都不自在，2个丫头话少得可怜。这个时辰没几家店开着。有的话也是。谢云照立时停住。是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再走走。没走多远，便看到门口迎来送往声欢快得很。沈淑荣回头瞧谢云照，眼神戏谑，说的是这儿。只是听别人说过这儿有。心虚什么？若不是前世亲身验证他是守着的，还真不信他没来过。他不是心虚，是害怕，怕他不信自己。我信你，回吧。谢云照松了口气，但不确定，试探着。蓉蓉若睡不着，我来陪你。沈淑荣没回头，想得美。不答应啊！谢云照跟紧了，袖子里的手扣住他的，没甩开。还好，要说他从出生就不知道什么叫怕，唯独怕眼前的女娇娃。我见你睡了就走，
还在争取。沈淑荣不是不愿，是怕彼此的渴望失了分寸。他们还有大事要做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儿女情长影响太多。第二天出门，谢云照直接坐在沈淑荣的马车里，进不去他的房，马车一定要珍惜，便把人搂过来。此刻他越发觉得婚期慢了。沈淑荣发现了他的目光，羞得趴他肩头，不敢再看他像狼一样的眼神。谢云照见他害羞，开始闹他，勾着他的舌不断的挑逗，享受着他沉迷的表情，直到二人都喘着粗气，谢云照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如珍如宝。柔柔，你不讨厌我对不对？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？他不排斥他的触碰，甚至在马车里天天吻他，不仅仅是因为落水不得不嫁他，对吗？谢云照很想知道，这对他很重要，他不是只把他当哥哥，也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，对不对？沈淑荣瞪他一眼，看不到也瞪，还不明显吗？要不是为了大婚那日的原怕，才不会忍成这般。谁说不讨厌的？谢云照吓得抬头看他撒谎，讨厌你，别亲我了。谢云照刚要难过，突然察觉不对，意思是如果讨厌他不会让亲。坏丫头说反话，嘴角一勾，低头吻上那不乖的唇。谢云照吻得比以往疯，急切地撬开他牙关，又把人压在床上，手吻住他的头，炙热又霸道，吻了许久犹不解渴，到最后克制地抓过他的手，放在嘴里用力含着，他要疯了。你咬我？没有。沈淑荣不敢想，一句不讨厌就能这样，若他承认喜欢他会如何？沈淑荣把人赶回他的马车，谢云照下了马车，一步三回头，快走！谢云照回去反思，完了，得意忘形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谢云照规矩很多，依旧去坐他的马车，实在忍耐不住，才亲亲唇，风劲儿上来也只会加深一些。永嘉郡主来南边游玩的消息已经传遍，城门外知府孙永康率领当地官员静静等候郡主大驾。不多时，远处马蹄声、车轮声渐近。永嘉郡主大驾光临，灵州府蓬荜生辉。下官灵州府孙永康携所属官员请郡主安。免礼。下官为您准备了接风宴，郡主您看什么时辰方便呢？明日吧，路上奔波。是，明日下官叫夫人来请郡主。孙大人，回城吧，郡主乏了。众人看向说话的青年，面露疑惑。这位是鲁国公府谢二公子，也是郡主未婚夫。谢二公子说的是，咱们这就回城。孙永康等人上马车，前方带路去了。这位二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呀，一个字混，别搭理，也别招惹，没事。一个不谙世事，一个无所事事，即便直奔林州，也是来玩的。郡主暂时接管财库，怕是有生意上的事儿了。亏了有左大人。沈淑荣一行人在知府的宅邸安置下来。郡主，这里问题很大。一人指着地貌图的某处，三县交界，无人治理，有问题，三县均无需担责。辛苦二位。不敢。郡主打算如何做呢？谢云照听着就是听着，蓉蓉表情不变，他就能好好坐着。既然没人管，又能不治罪，就说明这块地是无主之地。正是，这里灾情最重，涉及土地甚广，已经无人耕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治理的方案想出来了吗？郡主，只要此处治理好，其余州县也能用心治理，定能保10年，除非遇百年大灾。10年一家过，不会有问题。没人治理，本郡主来。郡主，二人大惊，不是小数目啊！谁治理就是谁的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二人思考着，随即拱手，觉得可行。只是郡主要地做什么？不过其他州县如何能听他的？其他州县怎么了？谢二公子，若让他们配合，不会容易。就算郡主出面，想必也会耽误一些时间。耽误多久？怕是整个汛期结束也难呢。什么？汛期结束？郡主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你要如何做？不用问，我定尽快解决，不耽误郡主的事。沈淑荣默默盯着他，信任不是莫名的。申时，京城东宫内，书房桌案上的手指一下一下敲击着，每一下都敲在谢云峥心上。已经到了林州吗？趁这几日忙，并未关注。在忙什么？谢云峥垂眸，他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就是最近的提议裴副将都不支持，以往从未如此。殿下，
臣知错。世子可有听说你的好弟弟和孤的永嘉妹妹同吃同住？谢云峥惊骇，怎么可能？他们还未成婚，谢云照怎么敢的？走之前他明明交代过。碧琛如愿看到他放大的双眸，才知道急呀。你不信，一查便知。夜里不清楚，可是这白日吗？碧琛停顿，卖了个关子。谢云峥急着上前一步，白日如何？说谢云照的马车成了永嘉沿途采购之物的放置处。谢云照，你该死！臣知错，这就安排去灵州府盯着。碧琛摆摆手，人出去那一刻，双眸阴冷之极。世子爷不可，这次必须要摊面。二爷早晚是郡主夫君，世子爷若总是介怀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啊。他死了就可以，我退婚依旧去永嘉。世子爷，儿女情长罢了。国公爷知道，即便您再出色，也不会饶您的。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亵渎永嘉吗？永嘉一个弱女子，敢反抗他吗？郡主未必反抗过。他不是随便的人，你知道的。是，属下相信郡主。您再等等，万一不是，您就亏了。谢云峥闭着眼，马车前默了许久。让陆子谦去，就一件事，看住谢云照，不可以骚扰郡主。是，世子爷您消消气，属下去安排。待人上了车，赤羽深深呼出一口气。马车里的谢云峥手还在抖着，他知道谢云照对沈淑容的情感，自己比起他只多不少。沈淑容800里加急请旨，无主之地，治理后的归属问题，他有信心黄伯伯会同意。院外传来说话声，像是侍卫在驱赶谁。外头有事。郡主，府里大公子和3小姐听说您来了，想来见礼。不是说了今天不见客？是，侍卫已经把人赶走了。我睡一会儿，二公子回来让他来见我。出去1下午了，做了什么问了也不说。院门外一男一女带着仆人走远。切，郡主真的这么大架子？那当然，长得美应该的。都怪大哥，非要来看什么第一美人，害得我丢了面子。他堂堂知府3小姐，还没吃过谁的闭门羹，不过是经理人捧着夸大其词罢了。你这算什么丢面子呀？人家可是皇亲国戚，爹亲自去接都没见到人。那你还叫我来求见？哪有这么坑妹妹的？好了好了，我就是碰碰运气嘛，大哥知错了。孙菲菲狠狠剜他一眼，停住脚步，等他先走，不想与他为伍。等孙长耀走远，刚要回院子，庆主还不够，要再详细些，时间不多。是，二爷。孙菲菲看呆了，为首那人是郡主什么人？再看眼珠子给你挖下来。抱歉，冒犯贵客。见了郡主记得告状。告什么状啊？沈淑容才醒来，青竹跟着进来，行过礼，面色不好。沈淑容瞧着不对呀，她一般不让下属进来的。有事要同本郡主说。真难呀，二爷。看我干什么？说呀！郡主，二爷回来时有个女子盯着他看。哎呀，小题大做，人家没有恶意的。二爷，属下知道没有恶意，但他盯着您这个外男看，定是对您心思不正，目的不纯呢。正常，正常。谢云照垂眸，心底微微失落。这事儿要是放在谢云峥身上，他可是不准的。摆摆手，便让青竹出去了。他坐去沈淑容身旁的椅子上。蓉蓉觉得正常。你觉得他不礼貌，冒犯了你，需要我出头？没事了，不用。沈淑容轻笑，咋的？想看他吃醋？听巧玉说蓉蓉找我。想问问你什么计划，我能帮上什么？谢云照哪敢告诉他，不过还真需要蓉蓉帮忙。过几日可能需要你邀请临淮两地官眷办一次出游。可以，明日宴席上我会说。现在兵税改革的风声已经传出去了，的确引起很多士兵不满，郡主和财库也是多番被提及。这样才好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放心吧，他们占不到好，谁都别想好。聊完正事儿，谢云照一天没亲到人，又开始痒，2只眼睛找他的唇钉。我没事了。便起了身，站在他面前，挡住门外的光线，2只手拉着他的手。未来这段日子，我可能会比较忙的。沈淑容抬眸，所以呢，这青天白日的别人府邸，正梦间人已经被拉去里间。让我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谢云照紧紧地搂着人，脸深深地埋在沈淑容的颈窝。不该让他感觉是偷着，但不抱抱他，他今晚定睡不着。蓉蓉，
沈淑荣耳朵微动，等着他的下文，他还是不敢说，即便深情不合纲常的寄语也是事实。怎么了？我想亲你。沈淑荣扑在他怀里，严肃什么？又没说不让。男人笑着低头吻了过去，沈淑荣搂着他脖子，闭上眼，享受时而温柔时而克制的亲吻。吃不饱是必然的，人出去的时候眼底的情欲未散。第二天，郡主接风宴午时开始。少爷，你要的折扇来了，你怎么打扮的这么夸张啊？孙菲菲翻了个白眼儿，他大哥懂什么？郡主身边为何有那等角色？不就是因为他有钱有势吗？自己这身行头正巧让昨天碰到的男人看看，他也不差。我们在郡主院里伺候，一定不可偷懒。若谁被郡主挑出毛病，别怪本夫人发卖了他。是，夫人放心。屋子里，沈淑荣听到冷笑溢出来，原来他也是这般，为了男人前程，处处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礼尚往来周旋于各家夫人之间。中年妇人眉眼含笑，跟着巧玉进来。妾身孙张氏见过永嘉郡主，请永嘉郡主安。孙夫人免礼。郡主的接风宴准备好，宾客已经到场，妾身来接您。辛苦夫人。哎呀，都是应该做的，能招待郡主，那是别人求不来的荣幸。沈淑荣进去，一边主位上的孙永康带头起身行礼，一屋子问安声。他叫大家落座，寻常宴席随意些，便坐在了另一主位上。本官来给大家介绍，这位是鲁国公府二公子，也是郡主未婚夫。现场一片恭维，男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只是谢云照的眸子大多放在孙长耀身上，敢用如此恶心的目光看他的容容，真是不想活了。谢云照真想挖了这对兄妹的眼珠子。蓉蓉有没有发现有人觊觎她未婚夫啊？傍晚，沈淑荣简单的用过膳，刚躺下就听到外头传来声响，让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结果声音越来越大，像是朝他的院子来的。孙永康在院外求见。孙知府，怎么回事？禀郡主，犬子金翼2次落水，说是郡主召见才出来，下官冒犯来问问，怕有人借您的名义作乱呢。落水？大公子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正在院外等着。本郡主已经歇下，怎会叫人去找大公子？且这么晚了，男女有别。孙永康让人把儿子提过来。你和郡主说说情况，放心，郡主会为你做主的。是爹，郡主，有一男子2次来找长药，说是郡主有请。什么打扮？一身蓝衣，小厮打扮。本郡主身边没有男子，侍卫都是黑衣，且本郡主没让人找过你。孙知府，孙公子，请回吧。孙永康没法子，带着逆子出去了。爹，闭嘴，明天再说。孙长耀回去又沐浴，已经累瘫了，刚躺下，那小厮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床边。大公子，郡主有请。我错了，郡主找我也不去，打死我都不去了。请大公子记住自己说的话，否则不会再有侍卫经过湖边。是，我不敢了，我这就走，出城去亲戚家住，离郡主远远的。也不必，明天起你就跟着二爷，只是不能再看郡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都听你们二爷的。青英满意的离去，孙长耀吓得在床角瑟瑟发抖，不能硬碰硬，真死了怕也白死，爹哪能对抗鲁国公府？沈淑荣去睡了，能这般搞人的只有他男人，随他喜欢。第二天一早，谢云照出门去见沈淑荣，此刻的他感觉已经是夫妻版，丈夫走之前会告知妻子，喜滋滋的进去，却见沈淑荣眼里有怒，他几步跑过去握住她的手。发生何事？蓉蓉别急啊。见过二公子，二公子别担心，不是郡主的事。谢云照松了口气，但也紧张，谁会令他这般？花妈妈先出去，关门。花妈妈退走，沈淑荣仰头看着身边的男人，她想问，到底什么才是真的？谢云照拉着她的手，盯着她瞧，眼眶怎么红了，心便揪了起来。蓉蓉，告诉我，谁惹你难过了？沈淑荣越想越可怕，紧紧地搂住他。离京之前答应小乔帮他查小进士有什么难处，结果他没有任何难处，正追李梅儿追得欢，李婉儿堂妹，真是恶心至极。察觉到他的不安，谢云照手一下一下摩挲着他的背，安抚着，半晌抬起头亲在他脸上。
我没事了。谢云照依旧担忧，连他的主动都来不及心细。谁的事？小乔，没事，我能解决。我留下陪你。不用，你去忙吧。谢云照哪能放得下心？我可以派人回京。真没事，女孩子之间的事，我会给她写信的。谢云照盯着他，见他眼底没有难过之色，慢慢放下心。我晚膳前回来。好。给我抱抱。沈淑荣张开双臂，谢云照搂人入怀。有事让人找我，你的事最重要。我知道，你放心。谢云照走时留下青樱。花妈妈进来问郡主是否要坏他计划？不必插手，剑不成可助他。有些人有些事，登高再跌落才有意思。花妈妈不解，但并没有多问。是郡主，大掌柜还在偏厅候着。知道了，我过去。郡主，灵州商户以墨家为首，其余不足为虑。只是墨家新任掌舵人，人称九公子，颇有手段，深得信任。他不做的生意没人跟。这2天可接触到人了？奴未露身份还没有，但都说极为不易。墨家原是他父亲当家，突然中风，据说有人暗害。16岁的九公子是唯一嫡子，他手段极端，很快肃清此事，接手生意。整个灵州都不看好，因为他是墨家唯一有机会读书的，从未接触过生意。结果人家书读得不错，生意也做得很好，是吗？是，他嗅觉极其灵敏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。短短4年，现在墨家还有九公子，已经成了领头羊。这样的人只能是朋友，将来我们的传通可以许诺带他。奴也是这样想的，但传闻他为人高傲，不好接触。孙知府他也不甚在意，未必把传运当回事儿。没有把握之前，别露身份。今年的粮价一定要控制住。是，奴告退。沈淑荣突然想出去走走，让孙菲菲来见我。是，巧遇领命走人。此时一处院子里，为什么要带令牌？灵州府没人不认识我，让你带你就带。哪那么多废话？各家令牌样式不同，实际没什么大用，能支配自己家仆人。还有一些特殊的可以调兵，比如谢云照的鲁国公府公子令，可以调派谢家军2000人马。放我这儿，你说靠脸就够了。孙长耀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。谢二公子别乱用啊！放心吧，没事我晾他干什么？谢二公子要去哪玩？会骑马吗？会就走。沈淑荣回府就沐浴更衣，见过祖父祖母，还要进宫归还尚方宝剑。郡王妃跟在他身后念叨：出去玩就出去玩，做生意就做生意，掺和官场做什么？小姑娘家的怎会这般野？马上都要成婚了，还不消停。娘，事都做了，接下来该想想怎么办才好。女儿动了别人利益。哎，你还知道呀？你看看你爹你哥，谁像你这么不省心了？自从你落水呀，就跟换了个人一样。是不是谢云照带歪了你？和云照哥哥无关，我还要给他找了很多难题呢。哎呀，不和娘说了，我去给祖母请安。不跟你一起去，你祖母骂你啊，看在娘的面子上也能少骂几句。祖母才舍不得骂我。还没走到，迎面碰到王嬷嬷。郡王妃，郡主，长公主让郡主一人过去。郡王妃柳叶弯眉蹙得老高，拉着女儿的手叮嘱祖母骂2句没什么啊，千万别顶嘴，别惹她生气。刚进正院，看到长公主那一刻，跪下，眼泪滴滴落下。祖母，永嘉险些没能回来，险些再也见不到你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太子极恨永嘉，派人拦截刺杀？反京这一路都有人追杀，多亏云照哥哥一直暗中护着孙女，他后背受了伤，陆家3公子也受了伤。长公主怒不可遏，原本还要叫永嘉来劝劝，江山早晚是太子的，不可做得太过。结果他竟然要杀永嘉，这他还能忍？你快起来，把这一路的事仔细说来。沈淑荣眼里闪过得意，这才站起来。在他有意转移怒火之下，长公主决定陪他进宫。谢云照在娘那儿用的午膳，回临风居途中遇到府里第2讨厌之人黎霜。黎霜看着人从自己身边经过，连句话都没说。二表哥，我不会害你，你为何不能听我一言呢？你若是还想我叫你表妹，就别和我说这些没用的。您知不知道，他留下最得用的婢女，常常来以看新房的名义接近大表哥。蓉蓉留下最得力的婢女，看的是他们2人的新房，代表他重视与自己的婚事。蓉蓉知道他不喜金枝，不带他出门是考虑自己。我们之间的事和你说不清楚，也没必要和你说。不过有件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，即便我不娶郡主，也绝不可能娶你。谢云照掉头走人。哎呀，等蓉蓉嫁过来，也让她离黎霜远点。谢云峥大婚后，赶紧给3姨母送回去。怎么养的女儿啊？
离霜险些哭晕在婢女怀里，二表哥怎能如此绝情？傍晚，一家4口在一起用的晚膳。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鲁国公的儿子。对啊，爹，你要好好查。不过这次多亏了顾恺之和陆子谦，尤其陆子谦宁愿自己受伤也要保护我。儿子打算明天安排2份谢礼给他们俩送去。好，赵二懂事了，是要好好谢谢你这2位小兄弟。他们都是儿子最好的兄弟。谢云照余光注意着谢云峥的表情，气死的。陆子谦护着谢云照，谢云峥心里闪过一丝疑惑，难道真处出兄弟情来了，舍不得谢云照死？2日后，大周永嘉郡主的婚期到了，鲁国公府，国公夫人正在临风居，看着这一身大红的喜袍穿在大儿子身上，热泪盈眶。娘，儿子娶郡主，你高兴些。娘当然高兴，只是感慨你如今都这般大了，以后可不能再任性了。当然，儿子以后都听郡主的，还任什么性啊？国公夫人脸上的笑僵住了。此刻云照有多高兴，云峥就会有多失落。沈淑荣身边围着一群送嫁的小姑娘，郡主今天真美。谢云照咧了一路的嘴角，在看到沈淑荣的那一刻小心收起来。蓉蓉，我来接你。喜婆看着椅子上的高堂，眼里都红红的，赶紧拉2位新人站好。你们以后要上孝下悌，谨信泛爱，要互敬互爱，于是有商有量。长公主刚说2句，声音哽咽，便说不下去了。老太傅也是，郡王和郡王妃也不舍，但更多的是对谢云照不放心，怕女儿受委屈。沈淑荣拉着谢云照跪下，拜别家人。祖父、祖母、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永嘉会幸福的。谢云照磕了个响头。祖父祖母、岳父岳母放心，云照视郡主如命，定珍之重之，不让他受一丝委屈。4位长辈连声说好，都是好孩子。跟着喜婆的引导，2人出了门。骑在马上的谢云照回眸看喜轿，他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穿上大红喜袍来长公主府接蓉蓉，甚至以为自己一辈子不会穿红，以为她10里红妆嫁的只会是谢云峥。拜高堂时，国公夫人又眼热，很快眨眨眼压下。鲁国公也很欣慰，儿子长大懂事了。等看到儿子跟着新娘子往洞房去，又觉得这心放得太早了，把人给叫了回来。你还要去敬宾客？谢云照不情不愿地跟在老爹身后去敬酒。也不情愿啊，多接接别人的祝福，再有喝点酒也能壮胆。谢云照好像懂了，的确得喝点酒。跟着爹敬了2桌客人，他觉得可以了，叫来顾恺之、陆子谦替他躲开爹视线跑走。沈淑荣正在新房里用点心，听到谢云照敲门声，二爷请进，郡主在等您呢。都去青竹那儿领赏。婢女们走得更欢，声声道谢恭喜。沈淑荣扇子半落，盯着他的少年郎一步步走近，美眸盯得谢云照浑身燥热。他在他身前站定，手轻轻拨动，挡住他姣好面容的喜扇。他终于得偿所拨不动。蓉蓉不好看。好看的，都说新娘子是一生最美的一天。云照哥哥是真的不好看，会吓到你呢。我不信，你给我看看。娇俏的整张脸露出来，谢云照直勾勾地看着。好看，像年画娃娃。你笑我。此刻的他无比确定，和他成婚，他也是高兴的。随后人就被抱在了怀里。我真的娶到你了。2颗心最近的一刻，感受着彼此的心跳。他知道这一刻有多不容易，他更知道他们错过了多久。男人想亲被拦住了，还没洗去妆容呢。沈淑荣去沐浴更衣，等2人沐浴后，桌上的饭菜成了摆设，红着脸躺去床上，被扯过来盖在身上。沈淑荣见他过来，揪着被子蒙住头，突然身侧床铺被压下，他的心跳扑通扑通的，伸手赶紧捂住，像是能被人听到。这样蒙着热不热？热。我有办法让你凉快。谢云照起身掀开被子扔得老远。蓉蓉，我来伺候你好不好？沈淑荣闭着眼无声的邀请。男人得到允准，眼中喜色蔓延。
吻住她好看的唇，稍微用力便尝到了那灵活的舌，简单的亲吻早已无法满足。夜已深，风在哼，我独自一人望星辰。星星闪，泪光残，心事重重无人问。心在痛，心在涌，思念如同浪潮汹。爱已空，梦已中，回忆刺痛在心中。听星星在诉说那些爱与愁，我的寂寞像沙洲，被风吹不休。听星星在沉默，沉默的等候，我的心已被伤透，却还在奢求。夜已深，风在哼，我独自一人望星辰。星星闪，泪光残，心事重重无人问。心在痛，心在涌，思念如同浪潮汹。爱已空，梦已中，回忆刺痛在心中。看到她绽放的美，他才终于满足了，他是真的得到她了。叫了2次水，谢云照顾及他的身体，把人搂在怀里，一遍一遍叫他，亲吻他的额头，喜欢极了。相公，我困了，睡觉好不好？谢云照被这2个字给控住了，半天没动，也没说话。等沈淑荣快睡着了，在他耳边轻声唤着：“娘子，相公陪你睡。”沈淑荣往他怀里拱，找个最舒服的姿势睡了。谢云照的胸口扑通的声音太大，怕吵到他，可又停不下来。他不知道是何时睡着的，只知梦里也不会这般美好。与此同时，纵马出城的人正与一群刺客拼杀，他醉得不轻，在同一个府邸实在待不下去，没想到会有人来刺杀他。赤羽、赤霄身上都挂了彩，极力地护着他。很快援兵便到了，但谢云峥也受了伤，没个10天半个月很难下床。鲁国公震怒，到底是谁和他有仇？接连派人刺杀他的2个嫡子。后半夜的鲁国公府依旧热闹，只是没人打扰新婚的小两口。谢云照醒过一次，大约知道何事，没搭理，搂着媳妇儿继续睡。第2天一早，2人去正院敬茶，公婆脸色都很不好，而且没看到谢云峥。谢云照暗道他命大，看来他们哥俩不会轻易被收走。2人敬过茶，就回了临风居。谢云照早起，见他步伐不太对，知道他不便。沈淑荣的确有些不舒服，回去就躺下了。谢云照刚要躺上去，门外传来婢女的询问：“表姑娘来见礼。”他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吗？想过病气给我娘子是不是？让他哪里来的回哪儿去。婢女可不敢传最后一句话，这不是赶人吗？委婉地说了二爷的意思，说怕影响郡主身体，遗孀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地回去了。相公不喜欢他，何止，讨厌极了，以后娘子也离他远点。好，都听相公的。谢云照被这句话哄得要上天了，凑去他身边开始亲他，在粉唇上流连忘返，手掌顾着他腰身，再也没有钱妈妈突然出声阻拦。相公，前2日你在家都做了什么？谢云照尴尬，蓉蓉总是能让他哑口无言。我爹给了一本兵书，我在用心研读。什么兵书这般吸引？拿来给我看看。等明天晚上给你看。沈淑荣趴在他怀里笑，他好像懂了。等人睡着，谢云照起身去看谢云峥。过去的时候，国公夫人正在抹眼泪。你来了，进去瞧一眼就回去吧。你刚新婚，见血性不好。儿子知道。谢云照刚进去，谢云峥的脸就偏去里侧，他的腿和手臂都被刀砍到了。咱们哥俩还真是命大呀，也不知道死了国公府能便宜谁。没人接话。对了，郡主早上敬茶你不在，这里就算到了，是你没出现啊。我又没挑他。谢云峥气闷，他是来炫耀的。也是，要挑也该挑你未婚妻的。不知道你出事儿吗？一上午没来看你，也许他还不知道，我让人给李府送个信吧。我不需要。婚前不宜相见。赤羽听到世子咳嗽心疼，二爷看过就回去吧，世子爷需要休息。谢云照闻言起身，哎呀，你就是太规矩。没事，你不好意思说，我让人去说。
你别去！谢云峥恨得要死，身上的伤难以掩盖心里的痛。这时候不想看到任何人，尤其是李婉儿。谢云照能听他的，就不叫谢云照了。他最会添堵。走出昭辉院，谢云照瞪了一眼青竹，人少了。二爷，谁能想到他昨晚会出去？临时安排的，伤成这样已经不错。哎呀，二爷，最起码这阵子没人打扰您和郡主了。谢云照挑挑眉，也好，半个月看不到他，去告诉李婉儿，未婚夫差点死了，不知道来安慰吗？青竹笑着安排人去了。赤羽看着谢云峥闭眼皱眉，以为他哪里疼。世子爷，属下去请大夫来。不必，可有查出？还没，国公爷也派人在查呢。你觉得会不会是谢云照？赤羽一愣，思考片刻后摇了摇头。二爷怎么可能有这等实力？再说昨天是他新婚，他怎会节外生枝啊？刚说完，就发觉主子的眸光沉了下去。赤羽想打自己嘴，提新婚干什么？谢云峥虽然难过，但也认同赤羽的话，即便他有这等势力，也不会在昨天的日子胡来。他怎会放过昨天的洞房？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……谢云峥死死地闭上眼，他明明很清楚，但就是想知道，万一他不许。赤羽低头，他知道主子要问的是什么，他又何曾不抱着期待？他让人打听了，没那么直白，只是得知国公夫人身边的嬷嬷是笑着从临风居出来。爷，您别想这么多，眼下养伤要紧，还有很多事等着您呢。谢云峥摆摆手，不再言语，他懂了。世子爷，您别动怒，事已至此，只要他的心在您这儿，您又何必在乎外物呢？二爷的性子你最是了解的，何况他自小爱慕郡主，郡主也是委曲求全，若您始终放不下，会害了郡主的。何况您和郡主情在心不在身呐。谢云峥的拳头一点点松开，赤羽说的对，即便他心里依旧只有郡主一人。主子的性子他清楚，自小就轴，不给他留些念想，怕他钻牛角尖，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没多久，下人来报李家小姐过来探望，国公夫人得知，赶紧陪着一起去看儿子。谢云峥迷迷糊糊的看到梳着姑娘发髻的人来，还以为是沈淑荣，惊喜的要坐起来，待看清后，失落席卷全身。谢云照，李姑娘，我今日多有不便，还请和我娘移步堂屋。李婉儿一腔担心，还没来得及抒发，就要被无情人赶走，顿时有些委屈。婉儿别介意，云峥是伤得太疼了，咱们进去，他就要盖上被子，都不让我进的。是婉儿冒犯？怎会？你们有婚约，遇事互相担心是好事。国公夫人见他脸色恢复，赶紧让人摆上了屏风。你们俩说说话，门开着，我去让人准备茶点来。国公夫人笑着走出去，不忘带走赤羽。谢云峥瞪着赤羽，不准走。赤羽当看不到，听从夫人命令。如果主子能与李小姐合得来，也许就能忘了郡主。世子怎会遇到刺客？为何昨夜出府？是去办差吗？谢云峥不愿对答，又不能失礼，直接承认是办差。李婉儿点了点头，还好不是他想的那样。伤得重不重？我让人带了上好的人参。谢云峥不耐烦的应对，小伤，多谢。听他貌似没有多说话的意思，但李婉儿不想这么快走，他们该多培养培养感情，况且心里还有东珠的事。我听说国公府的东珠作为聘礼给了郡主。谢云峥看向屏风后的人影，问这个做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给了郡主，到我的时候没有，我怕有人说闲话，不如从郡主那儿借用一下，过后我再还给他。谢云峥心里有了火气，他凭什么和永嘉争？不必，他是郡主，应该的。我没有和他争的意思啊，只是想着世子毕竟有爵位在身，我们的聘礼和嫁妆自然也要比二公子成婚规格高些。谢云峥闭上眼，到底是眼界窄，永嘉何曾计较过这些？他的聘礼除了那颗东珠，都按照规矩换了，已经不是世子夫人能享有的，竟然还要比嫁妆。他的嫁妆是梁府准备的，公主都不急。谢云峥越发觉得这婚事不好，也是谁都没有永嘉好。还是你觉得有人因为这些而低看你？既如此，想必我这个世子也是不配的。不如你去找你爹说清楚，退婚去吧。李婉儿吓得站了起来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以后都在一座府邸生活，我们不要差太多的好，也是为了世子好。哼，不差太多，你们出身能比？世子这话什么意思？嫌弃他没有郡主身份高？不是你在比吗？聘礼都是按规矩，嫁妆多少就看你们李府了。谢云峥没了耐心，不过是娶回来当个摆设，没必要浪费口舌。李婉儿心里不舒服，她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，但又怕他提退婚，不再多言。
有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对，不说这件事了。你还要好好养伤，别动气。李婉儿出府时，脸上的笑意全收。本以为他多少会心疼自己些，即便知道他比不得，也能安慰一番。看来以后还是少在他面前提永嘉郡主的好。沈淑荣还在屋里睡着，对此一无所知。谢云照在一旁盯着看，也不怕吓到媳妇儿。院里金枝又哭了，捂着脸跑去丫鬟房。银枝岁寒不明所以，直到巧玉偷偷说世子遇刺重伤在床，银枝才反应过来，不能再瞒下去，这迟早要出事啊。他去新房门口守着了。沈淑荣醒来，看到他的相公守在身边，脸上溢出幸福的笑容。谢云照俯身亲吻，从今以后他所做的一切都名正言顺。银枝听到郡主说话声，敲门要进来。谢云照不高兴，还没亲够呢。沈淑荣瞪他，以后长年累月，求你烦的时候。不可能。银枝得到允许进来，直接跪在地上磕头：郡主，奴婢有罪，请郡主责罚。这阵仗，谢云照忽然觉得银枝的事儿比他大，被打扰的不高兴烟消云散。何事？沈淑荣也没想到出了什么事儿会让他如此。奴婢2月前就发现金枝不对劲儿，数次观察发现他竟心系世子。奴婢想着一起长大的情分，多次规劝，以为他会有所改变的。奴婢不该瞒着郡主，请郡主责罚。谢云照瞪大双眼，原来如此，难怪换亲后金枝那般不待见他。怎么不继续瞒了？刚刚得知世子遇刺受伤，金枝哭得不能当差，奴婢恨其执迷不悟，不值得奴婢再瞒。遇刺受伤，沈淑荣才知道谁会刺杀他，为何没刺死啊？谢云照紧张瞧他，没告诉他会不会担心谢云峥。起来吧，罚2月月例，再敢知情不报，收拾东西出府。多谢郡主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这件事别和旁人提起，本郡主亦不知。什么意思？郡主早就知道，故所不知。是，奴婢明白。他迷迷糊糊的便退了出去，关好门，心里还在打鼓。郡主知道却不诚挚，且知道的时日应该不短了。那郡主还留着他要做什么？谢云照不敢提谢云峥，把人箍在怀里，只问金枝的事儿。娘子早就知道金枝的心思。我说了，相公会不会觉得我坏？怎么坏？如何坏？罚又能怎么罚？最多赶出府，或是关起来，这些我觉得都不好。那怎样才好？爱而不得。谢云照愣住，这4个字有多残忍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。趴在他颈窝里不言语了。察觉到他的情绪，沈淑荣搂紧他的腰。怎么了？觉得我坏？害怕了？没有，我们都成婚了，有什么话不能和我说？这招挺好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坏的。这句话真的有安抚到他。恢复如常的谢云照想到另外一种可能，可她陪嫁过来，在同一座府邸，万一真被他抓到机会怎么办呢？那更好了，我们俩就可以看他们的热闹。谢云照一双眸子微微圆瞪，蓉蓉竟说谢云峥的后院是热闹。本不想提谢云峥，此刻却突然有了一丝勇气。他受伤了？我知道啊，刚听银枝说了。他一句不问，伤得不轻。哦，要送些补品做做样子吗？做做样子。以前不用，现在我成家了，礼尚往来，应该如此。那就让田妈妈进库房挑2样送过去。不对，让金枝送去。谢云照再也忍不住，低头吻住让他开心至极的唇舌。好一番亲昵后，这才出门去吩咐。金枝得令，忘了抹眼泪，赶紧拿出平日用的粉，铺了一层又一层，总算遮得差不多。接过田妈妈手中托盘，朝着昭辉院走去。赤羽看到金枝来，高兴地把人请进院。金枝姑娘，二爷和郡主让你来的。是啊，二爷惦记世子身体，郡主安排奴婢来送些补品。本该赤羽接过道谢，送人出院门，但2人都没这个打算。他想让他进去看看世子，郡主不能来，郡主的婢女来，主子也能高兴些。他也想进去看看世子到底伤成什么样，怎么就连床都起不来了？世子爷，郡主和二爷让金枝姑娘送来补品。谢云峥听到郡主2字时，双目一下睁开，他让人来看自己了，还送了补品。世子爷这次伤得不轻啊，手臂和……赤羽闭了嘴。谢云峥知道
道他想做什么，但并不赞同。永嘉会担心。我没事，你回去告诉他们小伤，几天就好了。金枝听着心疼不已，偷偷抬眼打量谢云峥，盖着薄丹，也不知到底伤得如何。奴婢知道了，世子好好养身体，奴婢祝世子早日康复。会的。金枝告辞退了出去。赤羽看到主子的眸子不再是死气沉沉，心放下很多。世子爷，郡主送来的都是最好的，拿去熬药。赤羽高兴领命。金枝回来就见银枝皱着眉看他，我没有别的心思，你别乱说，是郡主叫我去的。你如何与我无关。银枝转身走开，他自然知道是郡主让他去的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想不通，郡主不是第一次打发他接近世子了，像是故意给他机会。银枝想不通，索性不再想，郡主自有他的道理。岁寒和青竹在门口守着，等着主子吩咐，听着屋子里两位主子时不时传出的笑声，脸上也都带着笑意。青樱匆匆回来，刚进院就给青竹使眼色。青竹瞥向门，青樱顿住脚步，二爷这是和郡主单独在屋里。愣怔之际，福顺匆匆进来，怎么都在外边？郡主呢？福顺公公，郡主和二爷在房里。禀冒一声吧，有事需要郡主定夺。好。岁寒敲了门，郡主，福顺公公求见。屋内二人听到，沈淑荣的脸和手不情不愿地离开谢云照的胸肌。真是君王不早朝，郡主也不想理事。男人低头看到牙印有些想笑，他没咬他，只是他皮肤太嫩，轻轻一含就红了。你咬得多，我才咬一次。好，娘子想怎么咬怎么咬。谢云照拢好自己衣襟，也帮他穿好。等门开时，已经1刻钟过去了。行礼后，垂手立在一旁，主位上还坐着姑爷，他不方便说事儿。谢云照纳闷，不是有事要禀吗？懂了，便起身说：“我还有事儿，你们聊完叫我。一起听听吧，我们是夫妻。”不必瞒你。谢云照眨眨眼，忍着笑意坐回去。蓉蓉说他们是夫妻，真好听。沈淑荣眼神示意，让他大方说。刚传出消息，陛下下朝后见了三皇子，灵州知府人选，想听听三皇子的想法。话落垂眸，等着郡主让姑爷回避。沈淑荣依旧没有让他回避。相公以为让谁去好？福顺愣住，难道郡主是在考验姑爷？谢云照也愣住，他问自己，都可以吧。不是让三皇子安排吗？沈淑荣没说话，挥手让福顺退下。福顺虽不赞同郡主做法，但也没敢多问，关门出去了。谢云照皱眉，他爹他哥那都是向着太子的，他是知道的，怎会问他这些？相公这般看我做什么？怎么害怕了？后悔娶我？想离开我去找你爹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成家了，自然以你为主，找他做什么？你说的，以后以我为主。当然。男人眼睛都没眨，说慢了，怕他不信。沈淑荣笑着起身，站在他身前。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加入皇子们的游戏？以后没有太子的人，没有三皇子的人，只有我们的人。谢云照瞳孔不自觉变大，反应半晌。蓉蓉是认真的。认真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永远平安的在一起。谢云照突然想到，他被刺杀，若他没有暗中养人，此刻已经死了，依旧没机会娶沈淑荣。蓉蓉说的对，想永远在一起，可不仅仅是把人娶回来这么简单。我答应你，我们陪他们玩这场游戏。沈淑荣高兴地扑进他怀里，亲在他唇边。我们是夫妻，以后所有的事都不能瞒着对方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瞒着，我都听你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刺杀你？谢云照微愣，垂眸思索。不是不能说，是不想说。那我猜猜看，你爹、你娘、你哥，或是我爹、我娘、我哥？怎么猜的都是自家人。能让你不想说的，只能是关系近的。你怕我对他们失望，对不对？是谢云峥，你会失望吗？会信吗？什么？既然是他凭什么？什么都被他抢走了，竟然还想要你的命！谢云照没看懂他的情绪，是不信，是愤怒，还是不解？也许他觉得没了我，蓉蓉就可以。他倒是想得美，没了谢云照，他也不会嫁他，只会让人杀了他。别动气啊，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怎么说，他们也是亲兄弟。沈淑荣是真没想到会是谢云峥，以后不可以再瞒着我。我要是知道是他，还让人送什么补药，直接送砒霜。男人被安抚到，所有的委屈都散了。你信我？当然。
然，我不信自己丈夫，还能信外人啊？谢云照低头忍住泪，他说谢云峥是外人，说自己是丈夫。还有，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你爹不行，你娘不行，谢云峥更不行，知道了吗？男人眼睛里闪着泪花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有娘子护着我，没人能欺负我。沈淑荣瞪他，傻小子，受了委屈还替他瞒着，你怎么不告诉你爹？不告诉也该以牙还牙。等等，他突然想起谢云峥也被刺杀，所以是你让人……蓉蓉，我做得好。谢云照不敢信，被夸了，而且他竟然丝毫没考虑谢云峥，只考虑自己。谢云照此刻内心激动难言。你爹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那就好，以后也要小心些，别被他们发现。谢云照喉结滚动，他不仅不反对，还支持。好了，三皇子还要举荐林州知府，你去忙吧。谢云照腿直接软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两只眼睛瞪得老大，直勾勾地盯着沈淑荣。别这么看我，谢云峥向着太子，你就要向着三皇子，让他们争个你死我活。去吧。谢云照一句话都没说就出了屋子，还说什么蓉蓉是猜的还是真知道已经不重要了，他已经露馅了。门外的青英急得不行，二爷终于出来了，走到近前要耳语。不用说，我都知道了。青英挠了挠头，二爷什么时候会未卜先知了？谢云照脑子里想着自己人，他和沈淑荣的自己人，摸去了三皇子府。三皇子终于把人等来，还没开口就听到让他感激郡主。知道的是你娶个媳妇儿，不知道的以为永嘉妹妹救过你8条命呢。也差不多。你心里可有好的人选？你先分析分析局势，我再帮你参谋。谢云照没直接说，等他说完，谢云照才表态。郡主明显不喜太子，长公主有多听他的，你也知道，不妨趁此机会把长公主的人拉过来，届时太子也会忌惮。可是长公主一直力挺正宫，正因如此，才要让他们分心嘛。太子以后不会像以前那般信任长公主府了，你不要觉得难，一次不够，还有第二次，次数多了，他们之间的信任定会崩塌。我和郡主已经完婚，你觉得我会让他帮太子？好，我准备，明日进宫见父皇。谢云照完成媳妇儿交代的任务，高兴地回家求夸。临风居内，婢女们围着沈淑荣伺候，每日3次的保养，今天已经耽误了。郡主，奴婢刚无意间听到世子未婚妻李小姐来过，因聘李东珠还和世子争吵起来，言语间牵扯到了您。东珠珍贵，当然该是郡主的，她哪能比得上我们郡主？世子定觉得她无理取闹。沈淑荣心里冷笑，昭辉院的事怎会传到临风居？不过是谢云峥让人刻意传过来的，她都嫁人了，她还贼心不死，扮演深情给她看。这种话以后不可乱说，她是未来的世子夫人，是世子的枕边人，人家小两口吵个架，你们还当热闹传？是郡主。金枝手上动作微停，心里酸涩不已，就她也配同郡主比？沈淑荣这4个丫头，巧遇主要负责传话，既然谢云峥愿意传给她听，倒是可以利用一番。小玉，咱们初来乍到，还是多留心的好，以后你多注意些。是郡主。谢云照回来时，沈淑荣的脚刚保养完，谢云照拿起瓶瓶罐罐端详着。我能抹哪个？你抹这些做什么？我想润润手，否则怕会刮伤你。沈淑荣轻和瞪他，什么话都说。婢女们笑得脸红，银枝赶紧找出护手的桃花膏，拿给谢云照。二爷，这瓶给您用吧，郡主身子娇贵。不许笑。婢女们忍着笑，齐齐退下。都怪你口无遮拦。谢云照打开瓷瓶，抠出一坨桃花膏，仔细地磨起手来。嘿嘿，他们没说错，娘子是真的娇贵。你还说？哎，我看看你的腰，还青紫吗？还有大腿里侧。哎呀，大白天的，羞不羞啊？蓉蓉，你该藏的不是头吧？都藏起来。谢云照搂入怀中，头搭在他的肩上，静静地抱着。从三皇子府出来这一路，他想了很多。蓉蓉对谢云峥的情感也未必是男女间的喜欢，知道自己派人杀谢云峥，他连眼睛都没眨。也许他曾经只当他是未婚夫，也许他该重新估量谢云峥在他心中的地位。我们都成婚了，羞什么啊？让我看看。
傍晚，国公府举办家宴，除了谢云峥，一众亲戚都来了。国公夫人领着沈淑容认人，见三姨母领着黎霜过来，沈淑容心里冷笑，也许三姨母是知道黎霜心思的，否则怎会让女儿独自提前来？但她未必是为了成全女儿，而是贪图国公府权势。郡主，这位就是你三姨母，双双的母亲。三姨母安康。哎呦，不敢，该是姨母先见过郡主。听双儿说，今天去见礼，连院子都没进去，定是打扰到郡主了。姨母替她道个歉。黎霜皱眉拉他，他娘提这个做什么？脸上有光。没关系，他没有打扰到我，倒是夫君不太高兴。表妹下次可趁夫君不在时。姨母神色一僵，她听不出这是在质问吗？娘，我有些不舒服，我们去那边坐一会儿吧。三姨母硬扯出一抹笑，陪女儿走开。沈淑容看了国公夫人一眼，不知她会不会怪她。国公夫人拍拍她的手，安心，有她在，她都没让人去打扰小两口，黎霜去做什么？谢云照和爹见过客，就跑过来找沈淑容。国公夫人生气又无奈，谢云照拉过沈淑容的手，走去一边。娘子要是不耐烦，就让人去叫我，我送你回临风居。是你嫌烦了吧？没有和你待在房间里好。在外面，你小点声。谢云照握住他的手，把人往柱子后带，找到旁人看不到的角落，亲在他脸上。谁敢欺负你，你就欺负回去，相公给你撑腰。谁敢欺负我？再说了，娘在呢，放心吧。又亲了两口，才舍得放开人。沈淑容目送他离开，转头看到黎霜落寞至极的眼神，叫来田妈妈，让她看住黎霜。田妈妈微惊，便点头应下。黎霜看到沈淑容走过来，立刻换成微笑。郡主，表妹怎么不进去？黎霜有些闷，出来透透气。你二表哥有些粘人，让表妹看笑话了。怎会？郡主和二表哥感情好，这是好事。多谢表妹祝福。沈淑容微微点头走进去，黎霜紧闭双眼，回了自己院子。婢女看她难过，又没法子，只能在她身边陪着。你说做妾如何？婢女惊呆了，老爷官职五品，怎能让嫡女做妾？我不图她只守着我一人了，只要能留在国公府。小姐，老爷夫人不会同意的。不同意我怎么办？这里好痛。可是二公子不可以纳妾，有圣旨在。我是他表妹，他会求郡主放过我的。婢女不敢再劝，小姐身子不好，哭得这么凶，怕是又要病了。等家宴散席，沈淑容回去沐浴，让人为谢云照熬醒酒汤。等她洗漱完，已经过去半个时辰，醉醺醺地躺在床上，硬撑着盯着沈淑容。嚷嚷，我在呢。嚷嚷，我的嚷嚷。谢云照贴过去，额头压着她的。好沉啊！全压上才沉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我的蓉蓉？你先说，你是谁的？我是你的，这辈子都是你的。我们扯平了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蓉蓉亲口说是她的，谢云照美的都没了边，轻轻啄她的唇。是不是酒气很重啊？昨天洞房我喝的少，今天他们不放过我。我们这辈子只成一次婚，大家也是高兴，都在祝福我们，我不嫌弃。谢云照原本以为失去了全世界，如今终于找回来了。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满足过，紧紧地搂着人，感受着他在身边，再也不离开自己。第二日一早，谢云照醒来，懊恼地打自己头，怎么就睡过去了？哎，别打了，起床，今日回门呢。沈淑容过来拉他，反被拉进了床里。昨天什么都没做啊。原本也没有，昨晚还不舒服呢。那我们早点回来。我回娘家，总要陪陪祖母的。怎么更委屈了？晚上好不好？谢云照忍着喜色不回答。还有明晚呢，好不好？听娘子的。这叫听他的？算了，谁叫他愿意惯着，看不得他难过。祖母威严惯了，祖父一直不待见你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会向着你的。没关系，我也不是第一次去。谁让他把他们的宝贝取走了？让他行大礼都应该。再说陪蓉蓉回门的是他，别人想必不待见，
还没机会呢。早膳后，小夫妻带着礼回长公主府，一家人关心沈淑容适不适应，他觉得还好。国公夫人一直很尊重他，不是琢磨人的性格。老太傅突然把话题转移到谢云照身上，以后有点正事儿。谢云照还没开口，沈淑容先护了他。祖父放心吧，明天以后就要忙了，财库那边的事，孙女不方便出面的，都要他来。老太傅满意的点点头，还算有点用。谢云照看着沈淑容，微微一笑，他怎么不知道午饭是在长公主府用的？大哥的婚事，娘可有眉目？有几个好的，但娘还要再品品。沈琦不说话，这次听娘的吧，他对情爱这东西已经失了望。梁氏如今如何？娘看好他，别叫他耽误事。放心吧，在娘手里能活着都是他的造化。谢云照听着有些怕，定是梁氏犯了错才让岳母和蓉蓉这般不容，得问清楚，他可要警醒些，不能犯同样的错误。郡主府正院已经修好了，你们想搬啊，随时都可以。其他的院子可以慢慢修着，现在也没人住，马场也差不多了，下个月雨水少些就可以用了。谢云照一听到马场，就想到是蓉蓉送给他的，心情很好的扬起嘴角，恨不得现在就搬过去。不过你们刚成婚就搬出来不太好，何况下个月还有一场婚事呢。我知道娘婆母的意思，新婚后第一个年让我们在国公府过，明年再搬。娘什么时候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可能婆母以为你不愿意搬，所以只需要说服我吧。谢云照不高兴了，娘怎么能跟蓉蓉提要求？没关系，郡主想什么时候搬就什么时候搬。至于谢云峥的婚事，我们离得不远，提前2天回去见见亲戚就可以了。别乱说。我没乱说，我不想让你受委屈。你想搬我去说，我娘听我的。沈老太傅和郡王的眉毛抖了2抖，这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什么叫他娘听他的？可他又是向着永嘉的，父子俩到嘴边的话又齐齐忍了回去。好，先住着，若是不开心我们再搬。沈淑容笑眯了眼，她男人好向着她。长公主低头吃菜，忍着眼底的笑意。沈琦替妹妹高兴，妹夫虽然纨绔，但对妹妹倒是真心。午膳后，长公主叫孙女跟去她书房，谢云照跟着沈琦走了，旁敲侧击的探听梁氏犯了什么错，能惹蓉蓉这般生气。沈琦叹了口气，他心不在我这儿。谢云照放心了，心想这个错他这辈子都不会犯。沈淑容坐在长公主身边，还像出嫁前那般靠在她怀里。一会儿你都成婚了，祖母也老了。祖母才不老，您的心啊比黄伯伯都年轻。三皇子这次举荐的人是你安排的？什么都瞒不过祖母。为何如此？上次和皇帝提三皇子，只是为了分去太子对你的敌意，最终这皇位还是太子的。沈淑容不想祖母跟着操心，也不想过早展现自己的野心。孙女知道，孙女只是想让自己多些筹码，将来也能帮助太子哥哥。长公主见她都懂，不再提朝堂。云照这孩子看着对你很上心，自从你们订婚，再没看他做出什么荒唐事，在家的日子也多了。沈淑容微微一笑，荒唐大了，只是没传出来。她的令牌还好好的在手里，只能说鲁国公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好事儿。他对孙女很好，祖母放心，我们的小家会越来越好的。有什么委屈一定要和祖母说，别觉得长大了事儿就藏在心里。孙女知道，您忘了，孙女独门绝技就是告状。长公主被孙女逗笑，真舍不得她出嫁。前阵子她男友走得更久，却没有成婚这2天难熬。祖母，最近我们会常回来，财库的事都要在这边办。好啊，哪里不懂，祖母教你。等沈淑容从正院出来，谢云照已经游走好几处院子了。走时，郡王妃拉着女儿的手舍不得，又叮嘱一番和婆母的相处之道。沈淑容又开启左耳听右耳冒，她都懂。等2人回来，先到正院见礼。国公夫人知道他们辛苦，赶紧让他们回去了。谢云照回去就把人抱在怀里，他今天真的有护着他。沈淑容靠在他怀里，手又不自觉摸上他胸膛，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。不愧是夫妻，爱好都是一样的。抱了一会儿，各自洗去1天的疲惫，晚饭都没用，某人就等不及把人扛去床上。后来又累又饿的沈淑容挡住他的手，哎呀，我饿了。
还饿？沈淑荣掐他腰，手感紧致有力量，掐都掐不动。接下来的几日，小两口去看了修理中的船只，又忙着财库的账目，生意很是充实。黎霜在府里根本见不到人，让人买好的媚药连用的机会都没有。翌日起床，谢云照听说谢云峥可以起来走2步了，打算去昭辉院看看，便没出门。沈淑荣拍拍他的肩，冲他微微一笑，说出的话令他神色大变，随后挑挑眉：我有办法，娘子看我的。黎霜得知谢云照去了昭辉院，忙让人冲泡一壶茉莉花茶，婢女端着茶壶和3个茶杯跟在他身后走去昭辉院。等会儿一定要跟二表哥一起走，不能让他直接回临风居，带他绕个路。两人走进去，表妹怎么过来了？我用晨起的露水煮了花茶，来给大表哥尝尝，正好二表哥也在，可以一起品尝。多谢表妹，表妹有心了。婢女微微手抖，倒了一杯，刚要递给谢云峥，谢云照接过来，我来，你再倒。婢女手更抖了，黎霜瞪他一眼，赶紧又倒了2杯，一杯自己拿着，一杯递给谢云照。黎霜刚喝下，谢云照扬眉一笑，最不爱喝花茶，大哥替我喝了吧。黎霜震惊，他刚才还说要喝的。表妹心意，就算不悦也不能就这般说出来。说着接过谢云照递过来的饮下，黎霜转身就要走。哎，表妹刚来走什么呀？陪陪你大表哥吧，他天天躺屋子里很无聊的。不行，小姐要快点离开。小姐，你去再要一壶茶来。黎霜不信他知道，想劝他喝一杯。婢女见黎霜没制止，1步3回头的走出去。二表哥就当给黎霜个面子，喝一杯吧。谢云照不理，黎霜见此又要走，他不准。等谢云峥发觉身子发热，黎霜的脸也开始变红，他意识到不对。二表哥知道了。二表哥，你不会这样对我的，对不对？谢云峥越来越热，也发觉不对。谢云照，你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呀？来陪大哥聊聊天，恰巧碰到表妹来关心大哥，亲自采晨露，又泡茶给大哥喝的。哎呀，娘说表妹如果起心思，也是对大哥你，我还不信，竟是真的。谢云照，你莫要胡言，我和表妹清清白白。二表哥，你明知道不是。谢云照拉着他的手臂提起来，往床上一甩。二表哥成全你。谢云峥心里一顿慌乱，他意识到中了药。谢云照，表妹名声岂敢不顾，让爹知道不打死你。大哥，这是他求的，你就当做好事儿了。黎霜浑身难受，可也没完全丧失理智，撑着身子要从谢云峥身上跨过去，又被谢云照扔回来。我是你表妹。哼，你是我表妹就不该害我，谁敢害我失去郡主，谁就该死。人再挣扎出去，再被扔回去。谢云峥没想到谢云照这么大胆子，用爹压也不好使，他受伤又中药，浑身燥热难受，使不上劲儿。听他提到郡主，来了主意，让郡主知道你今日所作所为，不用别人害，她定会对你失望至极。谢云照低头抚额，谢云峥以为见笑，见黎霜眼神已经迷离，外衫都快扯下去了，快去找大夫。谢云照抬眸，邪魅的笑容惊住谢云峥。没关系，郡主什么都不会知道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谢云照一把掀开谢云峥身上的被单，黎霜外衫已经脱下去了，嘴里呢喃着热。谢云峥更不好受。谢云照见差不多了，大步流星走了出去。谢云峥伸手要去抓他，可惜黎霜已经缠了过来。谢云照就站在房门外守着，小厮想上前询问，被谢云照斥责呆着。小厮不敢动，府里惹谁都能求饶，若惹了二爷，不是断手就是断脚啊！赤羽赤霄不在，黎霜的婢女早就被青竹抓起来了，没人能救屋里那2位。门外的谢云照听到女人哭声，外加床动的声音，露出一抹得逞的笑，给了青英一个手势，青英笑着跑了。再回来时，三姨母和国公夫人是跑着来的。云照，你表妹不在里面吧？不在吧？在，表妹让我守门，不让别人破坏她和大表哥的好事。话音刚落，屋里哭喊的声音传出来，三姨母听出是女儿，跌坐在地，国公夫人一阵头晕就要倒，谢云照手疾眼快地扶住她。娘说的对，表妹的确对大哥有心思。你闭嘴！沈淑荣就是这个时候来的。娘，三姨母为何让体弱的表妹独自前来？您真的没有怀疑过她的用心吗？国公夫人一听，气不打一处来。
你知不知道云峥是世子，马上就要娶尚书嫡女，这时候传出这等丑闻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哎呀，长姐，我没有，双双根本就不喜欢世子啊！国公夫人此刻无比后悔，云照也提醒过，但她监视几天，见离霜没什么举动，便松懈了。你们娘俩赶紧回去，再也别进京，否则我不会饶了你们。娘，世子名声要紧，不如娶了李小姐，再收表妹做妾吧。对，长姐，双双已经失了清白于世子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就做贵妾吧。国公夫人甩开她，长姐，妹妹也舍不得，但是没别的法子了。屋里又一声高音传来，谢云照大步跨过去，捂了蓉蓉耳朵。娘，你们处理吧，我陪郡主回去。让郡主看笑话了。娘别这么说，都是一家人。沈淑荣跟着谢云照走，青英还等在院外，见人出来，二爷去吧。是。青英笑着跑出府，鲁国公回来的时候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当即让人把谢云照提来。你就在门外看着他们俩胡来。哎呀，爹，表妹有心下药，我发现不对已经晚了，不解毒大哥会死掉的，而且儿子不在门外看着，这事儿就传出去了。鲁国公一拳捶在桌子上，云照说的也是，没想到离霜竟敢下药爬床。还有爹，还好我没喝那茶，否则现在就是我们仨。鲁国公一想到那画面，头就晕得厉害。你还是别说话了。此时的昭辉院已经安静下来，两个人都晕了。没过多久，管家跌跌撞撞跑回来，国公爷出事了。刚得到坊间传闻，那个完美孤傲不近女色的谢世子婚前和表妹混在了一起。鲁国公听闻再次震怒，到底是谁传出去的？爹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谁传的，毕竟纸包不住火，最要紧的是保住和李尚书家的婚事啊。云照说的对，爹这就去李府请罪。你大哥腿又严重了，否则定是要他亲自去的。爹，儿子可以替代他去请罪，哪怕给未来嫂子跪下，也定求得他的原谅。不必，郡主知道会不满的，你多陪陪他，解释一下，这是意外，万万不能让郡主觉得我们家风有问题啊。是，爹，儿子会和郡主说清楚的。鲁国公走时拍拍儿子肩膀，成家了就是不一样。谢云照回到临风居，两人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娘子，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庆祝一下。吃茉莉花茶。我还用吃？谢云照瞪着他压过去，吻在他点火的唇上，心里又热又暖。他竟然让谢云峥和离霜成事，这就足以证明蓉蓉并不在乎谢云峥。高兴地把人搂紧，加深这个吻。既然他的心不在别人身上，他的机会就是最大的。沈淑荣搂着他脖子，高兴地回应着。等离霜醒来，又哭晕了过去，一病不起。谢云峥醒来时，脸黑如锅底。谢云照卑鄙无耻，用这种阴损的手段让永嘉对他失望。不得不说，此时他心里慌极了，要怎么和永嘉解释？事情完全乱了。离霜的婢女被上了刑，招认是离霜安排人买的媚药，但没说他想爬谢云照的床，因为再多说就会多添一项罪。离霜再次醒来，女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二表哥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女儿喜欢他，也知道那茶水里有药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使清白于大表哥。啊，什么？他知道还故意害你？娘，他竟如此绝情，女儿不争正妻之位，只是想做他的妾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却一丝机会都不给女儿。三姨母没想到女儿对谢云照用情至此，抱着女儿哄着，想让她快点好起来。乖女儿，你也看到了，谢云照并不值得。为今之计啊，你只能进世子的后院，娘会给你争取贵妾的身份。不要！离霜一口心血吐出来，又晕了过去。李婉儿在家里已经砸疯了，这是把她的脸放在地上踩呀。她还送过离霜镯子呢，现在看来她根本不配。李尚书夫妇在门口哄着女儿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，你爹会给你做主的。是啊，有爹在，不会让人欺负你。我要让那个离霜滚出京城，这辈子也别进京。好，爹去说，你消消气啊。鲁国公在李府等了半个时辰，才看到李尚书。没想到世子是这样的人呐，这门婚事下官也不是必须攀。他没说要退婚，那就是还
有余地。得到李府的意思，陆国公又是一顿赔礼，这才回了府。回去之后又发了一顿脾气，当即就要赶人走。三姨母哀求国公夫人说离霜病了，很严重，等找了太医养好伤就走。哼，还给他找太医，做梦！怎么，三妹嫌弃府里的大夫？不敢，只有府医爱用不用，有能耐自己请。谢云峥早早就去了善堂，他今日有特意打扮过，他确信永嘉的目光会为他停留。听到赤羽说二爷和郡主来了，他装作不经意走去门口，结果细细密密的藤再次侵袭全身，他们才是一对儿。两人远远走来，很是般配。还没等回过神，大哥怎么不进去？大哥身体好多了吧？谢云峥敛下所有情绪，低头走进去。好多了，多谢郡主关心。大哥还是要多注意，少吹风的好。谢云昭，你自找的，离霜的账当着永嘉的面和你算。你已成婚，不能再胡闹。明知我和李霜中了药，还不让人找大夫来。大哥冤枉我了，表妹对你志在必得，能下一次药就能下第二次，与其总被人惦记，莫不如第一次就让他得手。谢云峥暗道他傻，要让郡主知道他的卑劣，故作生气的你让郡主听听，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明明可以阻止事情的发生。沈淑荣装模作样的掐谢云昭，你不能只顾表妹一人感受。谢云峥心想，他要说的是这件事吗？我都顾了，大哥当时并没拒绝，我怎能替他做主啊？万一他喜欢……谢云昭，你血口喷人，什么喜欢？我是中了药。谢云峥没想到他的好弟弟会反过来排挤他。吵什么吵？光荣吗？过去的丑闻谁再敢提？出去给老子挨家法！是爹，儿子也觉得羞愧，不敢提的。谢云昭撇撇嘴，开始甩锅。谢云峥气得险些一口气没上来，瞪了谢云昭好几眼。国公夫人一看情况不对，永嘉啊，今天娘让人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糖醋鱼，谢谢你啊。一家子坐着吃饭，谢云昭给沈淑荣布菜，陆国公夫妇已经习惯了。谢云峥看着闹心，没吃几口就吃不下了，又舍不得走，他都好久没好好看看永嘉了。大哥快要成婚了，新房都布置好了吗？谢云峥闭眼，他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差不多了，昨天婉儿的奶娘来看过，觉得不错。哦，这就好。虽说人不风流枉少年，但是大哥好歹记着点，自己是要成婚的人了。最近魏家姑娘又牵扯进来，让李家怎么想我们国公府啊？谢云峥憋了一肚子气，什么时候轮到他批评自己？不过倒是给他创造了好时机，可以解释给永嘉听。我从来没有什么。云昭这次说的对，你是国公府世子，身上不可有污点。等你媳妇过门，好好待人家，流言自然会不攻自破。是爹。谢云昭却呲着牙说谢谢爹夸奖。夫君越来越懂事了。陆国公夫妇认同的点头，这一声夫君又刺伤了谢云峥。沈淑荣也在叫谢云昭起床，昨夜他又喝多了。谢云峥娶媳妇儿，他比人家都高兴。谢云昭迷迷糊糊醒过来，头有些疼，抱着人给我抱一会儿。尘埃落定，他已经不急了。父兄有地宫了。沈淑荣可是听说他昨天好弟弟的名声都传出去了。昨天我替他喝酒，让他安心搂媳妇儿睡，今天还不让我搂搂媳妇儿，不沉吗？你这点分量太轻。可是你就很沉。我错了，让娘子做主好不好？你多谦虚啊。今晚把昨晚的补回来，我伺候你好不好？不说了，快起床。两人又是一番亲昵。沈淑荣今日不是主角，装扮简单，不想抢了别人风头。等到了正院，新婚夫妇还没到。来早了，蓉蓉该再让我亲一会儿的。昭辉院内，谢云峥等得心急，梳妆而已。李婉儿到底要磨蹭到什么时候？永嘉一定已经到了，想一个人先去，又怕被爹教育。终于收拾好出来，谢云峥的耐心全都被耗尽了。快些吧，娘已经在等着了。是，夫君。李婉儿努力跟上他的步伐，走出去几步，就觉得昨夜上药的地方又扯开了，忍着疼，咬牙跟上。到了正院门口，谢云峥回头叹气等人。李婉儿见他有等自己，欣慰许多。夫君，我们进去吧。进了堂屋，谢云峥的目光像是会自动搜索般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沈淑荣。她未施粉黛，却比李婉儿精心装扮的要吸引人，但他不能多看，只停留一息
就走到爹娘身前。爹娘，儿子携心腹给二老敬茶。儿媳给爹娘敬茶。陆国公夫妇赶紧喝下，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。二人起身，谢云照和沈淑荣起身改口叫大嫂，李婉儿唤二弟弟妹。谢云峥趁机打量永嘉，他会不会吃自己的醋？他娶了别人做正妻，很快便又否定了，不会的，他只是学会了伪装，如他这般。四人分两边落座，国公夫人照例说了几句，要好好相处，夫妻一体，以后要互相扶持，互相包容。四人满口应下。喜欢公办是吧？有正事是吧？那就让你在永嘉和长公主面前立个大功好了。国公夫人见没什么事儿了，依旧没久留心腹，让他回去休息。李婉儿对此比较满意，好多婆母第一日就让儿媳占规矩，还要忙家宴的事。谢云峥没走，他才刚见到永嘉，李婉儿刚要抬起的屁股坐了回去。是，还不死心呢。爹娘，这几日因大哥婚事，财库那边堆积了不少公务，儿子和郡主就先回去了。去吧，云峥的婚事辛苦郡主了。爹，别光嘴上说呀，这事儿本该是大嫂先进门，忙我和郡主的婚事，现在却反过来让郡主忙他们的婚事。哎呀，郡主这2日腿都酸了，您和娘不表示表示？国公夫人牙痒手痒啊，要不是儿媳妇都在，定让人取鸡毛掸子来。你们先忙，回来叫你娘开库房，郡主挑喜欢的选。国公夫人后悔了，应该主动赏的，不能让云照挑。谢谢爹，谢谢爹，谢谢娘。看他那不客气的样，堂堂郡主还差这点东西，也不知道她的嫁妆箱子里是不是空的。爹娘大哥大嫂，我们先走了。谢云照拉着沈淑荣的手走了出去。谢云峥瞪大眼睛，在家里呢，这么多人，他竟拉他的手。沈淑荣走得慢，谢云照步子已经迈了出去。谢云峥气得呀，捏紧了拳，他就知道永嘉是不愿的。李婉儿却有些羡慕，慕寒希冀，夫君会不会也这般对他？爹娘，儿子也走了，有公务要办啊，都回去吧。婉儿刚嫁过来，哪里不适应，云峥多照顾些，儿子知道。多谢婆母。谢云峥想快走几步，离沈淑荣近一点，可惜李婉儿走的比来的时候还慢，出了正院，人影都没了。谢云峥恼意上头，扔下一句有急事就先走了。李婉儿心里堵得慌，她也松了一口气，不用追他的步子了，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等人走远，老两口开始做梦抱孙子，也不知道哪个儿媳会先怀上。按理应该是长房长孙，的确这样最好，只是我们已经亏欠赵儿一次。没办法，都不想的。谢云峥回去就躲进了书房，叫来赤霄。世子爷，去查一下城南汪家现在主事的是谁。世子爷，汪家世代经商，查汪家做什么呀？赤羽不明白。谢云照现在管着财库，若是汪氏的生意让他来谈，你猜长公主和郡主会不会高看他？赤羽更不明白，世子爷怎会帮二爷？但他也没多问，主子自有道理。赤霄很快回来，很好打听，现在的汪氏已经交给少东家，只有大生意或是比较难谈成的，汪老爷子才会出面。他起身走出书房去找爹。鲁国公听到大儿子的话，对他竖起大拇指。哦，还是你想的深远呢。这样一来，云照在财库的地位就会更稳，再有人提起，不会只当他是郡主夫君，而是他自己的能力。爹说的正是，好，很好，你们兄弟俩能如此为对方着想，爹心甚慰。爹这就书信一封，汪老头不会拒绝我的。爹，您就签个谢，谈还是二弟谈，你爹当然知道。谢云照，谢云照，爹的好友，这次看你怎么掏令牌，怎么以权压人。谢云照看着他在地貌图上标出属于他的蓝图，热血又庆幸，庆幸蓉蓉的一切他都可以明着参与，因为他是他的夫。坐回桌案，沈淑荣提笔写信，却不是回大掌柜的信，开头3个字很明显，九公子。承载量最大的码头交给墨家，墨家在当地影响力最大，我们能省心很多。而且那个墨尘年轻有本事，其他东家也愿意听他的。蓉蓉竟这般看好他吗？沈淑荣注意到
他说的哪里不对吗？相公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谢云照没想到会被他发现。没事。沈淑荣想掐他，怎么又不说了？他刚刚好像提了墨尘，又酸了。墨尘长得也不错。谢云照脸又垮了一分，他读书也好。谢云照的嘴角彻底垂了下去。他男人太逗了。谢云照不知道他笑什么，想到墨尘这么高兴吗？沈淑荣坐去男人腿上，勾着他脖子，认真仔细地打量他的表情。谢云照把人搂紧了，别再滑下去。发现他盯着自己。我脸上有脏东西啊？没有，干净的很。沈淑荣主动送上香吻，谢云照一只手上移，扣住他的头，加深了这个吻，直到沈淑荣呼吸不畅才松开。能者居之，我用人只是看中他的能力。谢云照的唇角缓缓勾起，凑过去啄他的唇，他这是在哄自己。我知道，应该的。以后我们会有更多人要用，他们都归相公管，相公不会嫌麻烦吧？当然不会，本就是我的差事，是我麻烦娘子。京城汪家老宅，汪老爷子收到鲁国公手书，皱眉思索，财库如今越来越弱，若是合作未必能赚，反倒容易亏损。而且汪家现在已经足够，不需要再扩宽，可鲁国公的面子还是要给。提笔写了回信，先应下，具体等谈的时候再否，也算不失礼。傍晚，鲁国公府的家宴已经准备好，黎霜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但他不想离开国公府，三姨母每日照顾他，只有谢云峥婚礼出面过，今天的家宴母女俩都没人请，怕惹了心腹不痛快。但过了今日，娘俩可就都没有再留下来的理由了。谢云照今日不是主角，安静的吃饭，旁边坐下的谢云峥却主动跟他搭话。京城汪家金银玉器生意做得不错，汪老爷子也是爹的好友，我让爹帮你联系了，他们同意和你谈的生意，约在明天上午4时，有时间和几位掌柜商讨，如果能谈成的话，长公主和郡主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谢云照皱眉，装兄友弟恭上瘾了。他爹不知道，他还能不知道？他们俩就差没机会能杀死对方。抬头看看主位上的爹，爹一直是蒙在鼓里的那位。多谢爹，多谢大哥，我一定会抓住机会，不让你们失望。厅内又响起声声夸赞，他们两兄弟感情真好，又都这般出色。鲁国公以后就安心享清福吧。鲁国公听着两个儿子被夸，骄傲极了，敞开了喝。散席回去后，谢云照把这件事和沈淑荣说了。蓉蓉觉得他真是为我好吗？沈淑荣比任何人都不信。相公做两手准备吧，按理他不会管你的事。谢云照就喜欢看他不信谢云峥的样子，高兴的应下，他才不怕谢云峥，但就想听蓉蓉向着自己，一高兴就把人抱起来，在屋子里转了2圈，又把人搂在怀里，趴在他耳边亲密。汪老爷子是带着儿子来的，现在的少东家没想到谢云照会这么重视，但他们不能因为这些勉强自己。等双方都进了包厢，谢云照像模像样的打招呼，汪伯伯、汪大哥的认了人，聊聊爹的近况，谈谈交情，随后离开主桌，坐去一边，把主场让给二掌柜。二掌柜也有些尴尬，他说了这么多财库以后的前景发展，汪家老爷子只祝福也相信，但就是不提汪氏也想分一杯羹的事儿。他知道难了，不再磨嘴皮子，回头看了一眼谢云照，他就知道谢云峥不会安好心，起身走过来，坐后边去。二掌柜懵懵的，但也听话的坐去一边，拿起茶壶给对面汪家父子添茶。哎呀，怎敢劳烦二公子？该是小人给你倒茶。怎么不敢？你们汪家不是挺傲吗？都敢拒绝财库的生意合作。二公子此言何意？做生意都知道，讲究的是你情我愿。哼，你情我愿，把茶楼的门都给我锁上。今天这生意谈不成，谁都别想出去。是，二爷。青英关门去安排。少东家已经吓得站起身，汪老爷子还算镇定。二公子想要做什么？想逼迫汪家？你爹都不会这样做。你今日的做派，不怕鲁国公知道？谢云照掏出一把匕首，在手里把玩，蓉蓉送的削铁如泥。谢云照向着对面的窗子一甩，那匕首在汪老爷子鬓边飞过去，插进了最后的窗框。和我爹没关系，今天的生意呢，是我大哥让我来和你谈的。我大哥你应该知道是谁吧？鲁国公府世子爷。
你别在这唬人，世子也是鲁国公的儿子，也要听鲁国公的，儿子还能大过老子？你们怕是忘了，我大哥现在是儿子没错，但他也是未来的鲁国公。汪家即便现在有我爹护着，将来我大哥袭爵，你觉得新的鲁国公会不会记今日之仇啊？会不会报复呢？汪老爷子强装的镇定彻底消失。我再告诉汪伯伯一件事啊，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大哥比我爹更优秀，将来他的成就会更高。捏死汪家比捏死一只蚂蚁都容易啊！哎呀，伯伯岁数大了，也活得够本，您可以不在意，可汪大哥呢？你欺人太甚！哎呀，汪伯伯，这事儿您可千万别怪我爹，我也没法子。你也知道，我这辈子是没什么出息了，以后鲁国公府呢都是我大哥的，我也要依靠他过活。他下令让我谈成，我今天就必须谈成啊！知道谢云照不是个东西，喝酒时鲁国公也没少骂他，但没想到谢世子行事竟然也如此嚣张，难怪鲁国公信里说两个儿子知道心往一处使。原来谢云照现在的嘴脸都是谢世子给的底气，配合的倒是默契，连鲁国公都被蒙在鼓里。好一个谢世子，他算记住了。不过汪老爷子还是多了个心眼儿。二公子休要骗我，谢世子又不管财库，为何要插手财库生意？为何一定要我们汪家和财库合作？谢云照心里佩服，不愧是走南闯北的老生意人，心思就是缜密，不是轻易能唬住的。他要利用财库改兵税，哪有只索取不付出的道理？自然要回馈财库。汪伯伯可以不信，我不介意，但我的手段多的是。我本不欲与汪家结仇，但我大哥如果下令，我定会遵从。也许到那时，他下的令未必是谈生意了。你就不怕我签了合同出去就去告你吗？汪伯伯几十岁的年纪真是白长了，胳膊能硬得过大腿。行了，生意已经谈完，我走了，剩下的你们继续。谢云照抬步走出去，门打开的一瞬间，4名谢家军持刀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。少东家要给跪了，看着谢云照走后，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长刀。爹，是谢家军，谢世子压根没想让咱们活着回去。二掌柜心虚极了，来的时候压根没有看到谢家军，姑爷找人假扮的吧？即便心虚到手抖，也不能输了姑爷扑起来的气势。汪老爷子，咱们可以谈谈怎么合作了吗？你放心，绝对不让你后悔。1个时辰后，汪老爷子眼神坚定，腰都没弯一下，签下了汪氏与财库的合作合同。当谢云峥知道结果时，惊讶不已，竟然谈成了？怎么可能？可恶的谢云照，到底用的什么方法？世子爷，有人看到他们进去不久，茶楼的所有出口都被人在外上了锁。谢云照喊你以命相逼不成？汪家父子可有受伤？也没有，他们出来时很自然的上马车。让赤霄带着我的名帖去一趟汪家，问问情况，若有不公，本世子会请爹给汪家撑腰的。是，世子爷。赤霄去了，少东家亲自接待。赤霄小哥，抱歉啊，我爹受了风寒，不便见客。无妨，听说你们和财库的生意谈成了。少东家倒茶的手气得发抖，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般无耻的人。转身表情已经恢复如常。多谢关心，谈成了，很快会开展合作。我和我爹很看好财库的发展。赤霄一头雾水，茶都没喝，告辞回来禀报，没什么手段，汪家自愿合作。谢云峥喘了几口气才平静，最近怎么事事不顺，还真让谢云照立了大功。世子爷，金枝姑娘过来了。谢云峥缓了缓神色，努力扬起一抹笑容，请人进来。这个时辰怎么过来了？他们快回府了吧？奴婢见过世子，郡主传话回来，要在长公主府用晚膳，说是给二爷准备了庆功宴。奴婢先前已为郡主备下燕窝，所以想着给您送过来。庆功宴？谢云峥久久未语，气得维持不住温和的笑容。金枝等了半天，偷偷抬眼打量他，以往听到是为郡主准备的，都会很高兴的留下，今天怎么没反应？世子，放下吧。金枝赶紧送过去，等人吃完，抿着唇，端着碗要告退。等等，世子有事吩咐奴婢。谢云峥几次想开口，又停下，很多次他都想问金枝，谢云照和永嘉在临风居是如何相处的，可太过愉悦，怕永嘉知道会生他的气，又怕听到不好的会难过。
啊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金枝行礼退下，他亲自熬的燕窝，世子都喝光了，便喜滋滋地走出去。这一幕已经发生过多次，府里的洒扫都不止见过一次。原本以为很寻常，郡主常叫人给各院送点心，可有时其他院没有，金枝也会来昭辉院，甚至有好几次郡主不在府里，金枝也会来，停留的时间不短，如今日这般。爹娘，永家听闻大哥与金枝的传言，影响很不好，都是永家的错，一直忙着外务，对府里的事疏于管理。金枝自小跟在我身边，他又最得力，所以院子里的事都叫他安排，可能是有些不周到，这才惹出这些闲话。谢云照不愿他道歉，他的蓉蓉永远没错，但是也老实的坐着没动，蓉蓉不让他说话。谢云峥垂眸，微微勾唇，他就知道他会相信自己。爹娘不怪你，你这阵子有多忙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李婉儿脸色难看，知道郡主定会维护她的婢女，但娘什么意思？道个歉就想息事宁人？她不信空穴来风，金枝若安分守己，怎会传出这等闲话？这事儿可不是一句婢女安排不妥就能简单过去的，她可不是嫁过来吃亏的，由得小婢女给她难堪。况且这次也算他们妯娌第一次对上。李婉儿站起身，对着公婆行礼后，看向沈淑荣：郡主，如今咱们成了一家人，我就不和郡主见外了。当然，嫂嫂请说。我知道金枝是郡主最得力的丫鬟，郡主自然信她，但无风不起浪，金枝未必没有旁的心思。我才刚嫁过来，府里就出了这样的传闻，若当作无事发生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只怕外人会笑鲁国公府世子夫人不得夫君心，比不得小婢女。这是想把错都归到我身上了，还真是小家子气的东西，竟还妄想得世子的心，做梦。嫂嫂说的有道理，但也不能冤枉人，不妨先问过世子和金枝，说他们二人之间真的没什么，我们该想办法解决外面的传言，不能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就直接定罪。金枝嘴角扬起一抹浅笑，他就知道郡主会护着他。李婉儿还没开口，谢云峥站起来，永嘉想听他亲口解释，他当然愿意。郡主说的没错，金枝只是来昭辉院送过几次东西，并没有知心一说。金枝赶紧跪下，奴婢的确只是给世子送过几次点心，奴婢自知身份低微，怎敢高攀世子？郡主刚嫁过来，奴婢只是想着帮郡主打理好各院的关系。你是不敢，但未必不想。奴婢真的不敢，奴婢只想待在郡主身边，这辈子都好好侍奉郡主，从来没有旁的心思。沈淑荣心里冷哼，面上心疼。好，金枝，先起来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忠心。嫂嫂，既然世子和金枝都否认，我们接下来还是想想该如何化解。我们在这揪着金枝不放，流言依旧在，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国公夫人认同，她知道谢云峥还没有放下沈淑荣，但她不能这样说。永嘉说的对，还是要解决外头的流言。娘，这种事没办法解释，反而越描越黑，只有解决了源头才能止住。如何解决源头？郡主，我昨天已经打听过了，金枝来昭辉院频繁，且停留时间较长，不懂避嫌，所以才传出这些。郡主事务繁忙，我能理解，我也不想因为一个婢女跟郡主闹得不愉快，不如把她赶出府，或者送回长公主府，这样流言不攻自破，这连处罚都算不上。郡主不会不同意吧？婉儿的办法不错。不要，郡主，奴婢不能离开您，您身边没了奴婢怎能放心？这沈淑荣面露难色，谢云峥也不愿金枝走，一旦他走了，怕是他和永嘉之间再没有牵连。何至于此？流言而已，几日不理就会被旁的消息取代。难道什么都不做，有这人污蔑吗？世子刚还说对金枝没有任何心思，现在是做什么？还是世子根本舍不得？身后婆子小心扯他袖口，他家小姐在胡说什么？清者自清，若传什么都要解释，那我不用做别的，出家算了。世子有没有为我想过？我才刚嫁过来，一个婢女骑在我头上，我还不能赶她。你是世子夫人，谁会骑到你头上？反倒是赶人走，才会让外界认为是真的。李婉儿眼眶都红了，这么向着他，还说他不喜欢金枝，眼见二人要吵起来。大哥大嫂不要动气，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们刚成婚，没必要因为这件事伤了感情。公婆猛点头，好在郡主懂事儿。谢云峥皱眉，他们俩有什么感情可伤？李婉儿也气得偏过头，不再看谢云峥。嫂嫂别气，大哥说的也有道理，传出一人，我们就赶走一人，只怕外头会说我们心虚，反倒坐实了这件事。郡主的意思有更好的办法？金枝虽从小跟在我身边，但我不会偏袒，为金之计，只能说是嫂嫂喜欢金枝，觉得她哪哪都好，常让她去昭辉院帮忙。成婚前帮忙布置新房，成婚后
又去昭徽院帮着调理婢女，给他的行为换一个目的，大家自然不会再乱传。郡主的意思，金枝以后依然可以随意进昭徽院。沈淑荣就是看不得他好，一定还在怪他抢了谢云峥。嫂嫂误会了，事情因金枝而起，我不会当什么都没发生。金枝顿时紧张，仔细听着郡主的话。我们对外说，因嫂嫂喜欢他，所以我把金枝送给嫂嫂，解除流言的同时，他在嫂嫂身边，嫂嫂亲自看着，总不用再担心了吧？谢云照眉峰一挑，勾勾唇，他的蓉蓉真厉害。金枝眉头顿时松开，他可以一直在昭徽院了。我信郡主是为了我着想，这样也的确能解了流言，但我要他的卖身契。不可以，郡主不能给他。金枝，为了世子名声，为了嫂嫂刚嫁过来就遭受委屈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李婉儿突然觉得沈淑荣败了，心里暗暗得意。郡主不要，奴婢不能离开您呢。您的发髻只有奴婢盘的最好，您的眉也只有奴婢画的最好啊。我也舍不得你，混账东西！也就是郡主心肠好惯着你，敢以弓威胁主子。郡主，这种婢女就让我好好替你管教管教。谢谢大嫂。谢云照没动，谢云峥看不过去了，刚要开口，后院的事由婉儿和郡主做主。谢云峥的嘴无奈闭上。卖身契就不麻烦郡主送了，秀禾随郡主去取。沈淑荣难过的走去谢云照身边，身子一歪就跌进他怀里，和爹娘告辞。谢云照赶紧搂着人回去。李婉儿收到秀禾带回来的卖身契，仔细看过，满意的让他收好，随后起身走去跪在地上的金枝面前，一巴掌扇过去。你有没有旁的心思，你知我知。郡主当你忠心，却不知你有这等龌龊心思。如今你到了我手里，别想再靠近世子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人不乖的下场。世子夫人误会奴婢，世子原本是郡主未婚夫，奴婢对世子只有敬畏，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如今更是没有。行了，你这话也就骗骗郡主，她对你有主仆情谊，我可没有，别想骗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不会对你怎样，毕竟你可是郡主送给我的人。金枝想不通，以郡主的身份怎会留不下他？即便留不下人，卖身契也是可以的，可他不能认命。来了昭徽院就有见到世子的机会，只要他好好表现，讨好李婉儿，让他放松警惕。临风居内，屋内的小两口趴在床上。蓉蓉今天真棒，你受的委屈爹娘都看在眼里，他们也会心疼你的。终于把金枝送走了，趁爹娘心疼，他一会儿得再薅些好东西给蓉蓉。嘘，小点声，不能让外人看到我们这么高兴。谢云照伸手就搂他，用他的嘴堵住自己的嘴，这样就能最小声。午膳沈淑荣都没怎么用，说没胃口，让花妈妈去昭徽院给金枝送东西。昭徽院李婉儿让人接过花妈妈的东西，会拿给金枝。一上午过去，书房里的谢云峥越想越觉得对不住永嘉，连他的婢女都护不住，该交代一句的，便去了后院。谢云峥进来，见过世子。金枝，卖身契虽然在你这儿，但她毕竟是长公主府出来的，一直伺候郡主，夫人对她不可为难。世子以为我会怎样为难她呢？我没说你会为难她，我知道你心善，只是提醒，以免郡主不快，惹长公主不快。还拿长公主来压我，我委屈死她就满意了。夫君放心，我只是调教一番，不让她再见夫君而已，自然会顾及郡主。好了，我先回书房了，有些公务需要处理。李婉儿送走他。新婚夜后，他很少进后院，没想到竟然是为了金枝而来，都没说留午膳。金枝，你该死！此刻金枝还不知他的梦中情郎为了沈淑荣给他带来多大的灾难。下午沈淑荣睡了一觉，谢云照跑去正院诉苦，郡主这次牺牲太多。娘，郡主何其憋屈，嫁给我本就委屈她，现在又要她堂堂郡主谦让大嫂。国公夫人看着他演，郡主受委屈的时候他一言不发，是在这儿等着。不过这次的确委屈永嘉了。说吧，这次想要什么？娘，你嫁妆里那个金丝楠木屏风、金线绣的金山图，四角还镶嵌蓝宝石的那个，可否给郡主啊？郡主府的正院已经可以住了，儿子觉得放在那儿最好，也是您对儿媳懂事的嘉奖了。郡主知道定会感激你的，认为您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婆母。臭小子，还惦记上我的嫁妆了？行行行，给你。
赚大了！谢谢娘，娘最好了。国公夫人让他快滚，再有好东西定要藏好。傍晚，谢云峥又在书房睡。鲁国公的小厮看到昭辉院书房亮着灯，跑回去告诉国公爷。谢云峥还没睡下，听到敲门声，本以为是李婉儿，有些不耐烦，走过去打开门。爹，怎么这个时辰找儿子？哼，知道的你新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打光棍，滚回你媳妇房间睡，再让老子知道你睡书房，给你拆了。爹，都听您的话娶回来了，房里的事情您就别管了。哼，生出长孙我就不管，否则你就一直给我生。知道了。鲁国公盯着他去了后院，这才满意离开。第二日清晨，屋子里伺候的人不少，但谢云峥没看到金枝。金枝在郡主那是最得脸的，在你这儿，即便不习惯用它，也别太委屈它。世子的意思，我还要留他在眼前伺候。二等也是可以的，我晚上再过来。李婉儿听到，并没有多么期盼，她还生着气。秀禾，你说世子是在意金枝，还是在意？小姐，也许世子只是怕郡主生气，对咱们两院的关系不好。李婉儿可不这样想，谢云峥不止一次让她善待金枝了。走去看看那个贱人。金枝睡的柴房不是大的那种，每个院里储备几日木材的小屋。她从昨日被关进来，滴水未进，只听门吱呀推开。奴婢见过世子夫人，世子爷让你做个二等丫鬟，你以为呢？低头的金枝一喜，世子是在关心自己，而且做二等丫鬟会有很多机会见到世子，能在世子夫人身边伺候是奴婢的荣幸。等了半天没听到回复，金枝悄悄抬起眼皮打量，想的还挺美。来人，世子夫人要做什么？你不是下贱吗？想爬男人的床吗？本夫人心善，今天就满足你。世子夫人到底要做什么？别忘了，奴婢再怎么样也是郡主跟前最得脸的。别急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本夫人都是为了你好，让你如愿呢。两个婆子端着托盘进来，匕首还有圆木棍。即便我的卖身契在夫人手里，以郡主对奴婢的感情，定会有找我去见面的时候。夫人难道不怕郡主生气？李婉儿转头走人，还想威胁他。金枝生病了，未免过了病期，7日内不能见外人，郡主就更不能见你了。门关上，李婉儿坐在门口，听着屋子里传来的哭喊。没多久，两个婆子出来，夫人处理好了。李婉儿起身走人。屋内的金枝如同死狗一般瘫在满是灰尘草屑的地上，胸前和腿间流出的鲜血渗人。李婉儿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毁了我。临风居内，沈淑荣正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喝。谢云照拧着眉，他上个月也是这几天在喝药，问什么药也不说。等喝过药，人都出去了。娘子哪里不舒服？是每个月都会复发吗？中了一种毒，每个月都需要服用解药来缓解，以免月圆之夜化身为狼。真的假的？娘子骗我的吧？沈淑荣见他紧张，严肃认真没了，捂着脸低低笑出声。我看娘子是江湖传闻听多了，到底喝的什么药？娘子快告诉我吧。喝的是碧子汤。谢云照求知的讨好神色瞬间消失，变成小心翼翼的打量碧子汤，心里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猜想：蓉蓉不想怀他的孩子。谢云照肉眼可见的低垂着头。怎么不说话？你在想什么？想我哪里做的不好。刚不还问喝什么药？没事，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，没病就好，孩子要不要的都无所谓，我们家又不靠我传宗接代继承家业。你傻，怎么能不要孩子？蓉蓉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不要孩子，将来谁给我们养老？可是你不是喝那个汤？沈淑荣瞪他，不引他就不问，好像这辈子不生他就不会问一样。现在还不能要，我落水受寒，大夫建议养半年再要，对孩子最好。谢云照听到又美了，原来蓉蓉不是不想给他生孩子，那就好。人一美就开始主动进攻，亲的沈淑荣娇喘连连。好了，哪几日需要喝药，我不碰你，那种药对身体不好。你能忍住？谢云照尴尬的摸摸鼻尖，他好像忍不住。我那几日不弄里边。沈淑荣趴在他肩头掐他腰，他还是别说话了。马场已经可以跑马了，我们找一天休息一番，找顾凯之来跑马吧。好啊，正巧我也好久没见叶曼和巧巧了，但我忙过中秋。你忙什么呀？有娘和李婉儿呢，回家我就告诉我爹，让我娘也别太劳累，就让李婉儿忙去呗。谁媳妇谁心疼，我心疼你，我爹心疼我娘。我跟着娘看看菜品，不会累到的。一间茶楼里，一站一坐两个男人。你说我还能信你吗？当然可以。世子这话从何说起啊？陆子谦心里都是气，他爹非让他来伺候，谢二约不出来，他最近闲得挺舒服的。
有事要交给你，再办不好，你爹、你的2个哥哥，别想有什么前途了。陆子谦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谁能考虑他？谁能心疼他？他不知道谢云峥掌握爹多少把柄，但他真的不愿意再继续。可如今他早已没了退路。谢云照做事多狠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若被他知道自己一直是谢云峥的人，依然不会有好下场。现在谢云峥眼中，他快成了无用之人，哪边都没留下好。让人寻几个魏家军、杨家军，还要进军家中亲属，最好找村霸那种。小厮不懂，但见主子情绪不高，没多问。宋三爷回府，奴就去。谢云照，愿你不要冲动。8月里，天气已经不再闷热。近中秋，街上比往常热闹许多。比婉儿散播消息的动作很快，根本没什么知心人的事儿。原来是世子夫人喜欢郡主婢女布置的新房，还因此郡主把最擅长这件事情的金枝丫鬟给了他。世子与夫人虽新婚，但相处融洽，琴瑟和鸣。汪少东家听到，心里冷哼，哼，不愧是国公府，动作真快。接下来流言又传了回去，知心人还是魏家小姐。世子虽新婚，但不怎么进后院。还有人坚持他喜欢郡主的婢女，因为世子夫人都在为世子遮掩。也有猜离霜的，毕竟世子婚前就和他发生关系了。比婉儿听说之后要气吐血了，他第一次怀疑家里是不是有内鬼。第2天又找一家人去正厅要查自家仆人，事不关己。沈淑荣这次不说话，坐椅子上看热闹。即便有人传，也是你自己院中人传出去的。你请爹娘、2弟、郡主过来做什么？院里有很多仆人，我才嫁过来几日，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打理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，夫君又是一府世子，我们的事随便被传出去，影响的是国公府和夫君的名声，所以我们应该重视，查一查，是不是有人坑我们鲁国公府。那就查查吧。大嫂嫁过来之前，不知道我大哥是鲁国公府世子吗？2弟这话从何说起？他怎会不知？不知道全京城的女子都喜欢他吗？嫁过来之前就没想过会有别的女人跟你抢他吗？云照，国公夫人嗔的说的什么混账话？还是你觉得鲁国公府世子爷后院只会有你一人？2弟这话不对。谢云照抬手打断他，耐心已经到了极致。大嫂说的冠冕堂皇，为了国公府名声，我爹现在还是1品国公，我和郡主还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没什么影响。大嫂不能因为你们院子里的事次次打扰我们吧？还有啊，我大哥定是要纳妾的，离霜表妹始终没走，就是在等着。你这般善妒可不太好。不等李婉儿反应，爹娘，郡主还说要帮娘忙明天的团圆饭，儿子看就不必了。大嫂这么有精力，由她代劳吧，这也是长房长媳应该做。家里太闹腾，儿子带郡主出府去了。谢云峥觉得他不敬长嫂，可又不想让永嘉掺和这些事，忍着脾气硬是一句话没说。站住！你这个逆子，你大嫂何时轮得到你说？陆国公对着谢云照眨眨眼，他也觉得大儿媳妇麻烦，且他也没说错，云峥是世子，早晚要纳妾，妻子太善妒不好，但这逆子太不给大嫂面子了，也得象征性的骂骂他。还是那句话，大嫂嫁过来之前不止打听过大哥，也打听过我吧，打听过就该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上次看你刚嫁过来，陪你闹一次，再闹别带上林风居。爹，你也不用骂儿子，看不惯我和郡主随时搬去郡主府。沈淑荣原本还想看戏呢，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只能装成被他吓到的样子随他出去。国公爷装成被儿子气吐血的样子，捂着胸口，哎呦哎呦。婉儿，这事都怪娘，你2弟自小就是这性子，不服管教，他平日对娘也是这般，不是冲你。本以为成婚会好一些，结果还是这德行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想查的话，娘配合你，都听你的。比婉儿真的是要被气死了，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。国公夫人过来挽着他，踢了谢云峥一脚，还不派人配合婉儿去查。谢云峥起身派赤霄配合他查，先从昭辉院查起。李婉儿哭了一会儿，还是见好就收。国公夫人留下谢云峥，并推下人，推心置腹的和他讲要敬爱妻子。婉儿这般闹，一是性格使然，二是传的是事实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你们夫妻之间要好好相处，他相信你爱他，就不会在意外人说的话。谢云峥突然羡慕谢云照，活得真自在。他何时把爹娘的话放在过眼里？眼睫垂下，是娘，儿子知道了。谢云峥回来时，赤霄已经拿到了结果。金枝，对，
世子爷，有几个丫头听到金枝亲口说的，她才是世子的知心人，所以他们怀疑金枝就是为了进世子后院胡乱造谣。谢云峥皱眉，明显不太信。世子难道还不信？他就不是个好的。提金枝来见。李婉儿刚还得意，立马心慌，人怕是现在还提不来。这等小事怎能劳烦世子切身去处置他？也好，问清楚，避免冤枉人。世子，若真是金枝，说真是他打20板子，林峰居也挑不出毛病。是，妾身明白了。李婉儿转身走了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。20个板子可是世子让打的，与他无关。谢云照带着沈淑荣去爬山了，他怎会让谢云峥的烂事耽误蓉蓉时间？两个人开开心心的放松一天不好吗？李双怎么安排？李尚书要求送走，但他一直病着。这岂不得罪了李尚书？没事，我大哥是谁呀？可是未来的鲁国公，怕他区区尚书。既然不怕，就收了吧。离双表妹实在可怜。哎，是啊，我这个做表哥的也心疼她。也不知大嫂会如何对待金枝，我相信她。今天好像没看到金枝，大嫂没带她出来。明天团圆总会见到的，大嫂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。别难过，她不让见，我就带你去昭惠院见。沈淑荣笑着感谢。谢什么？我知道你们主仆情深。相公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心狠？这样对金枝？不会，他都敢利用你，对你不忠。若换了他，直接杀了。沈淑荣轻笑，所以说他们两人最配。林州的境况越来越好，只是匪患要解决。月末之前，可能还要去一趟林州。需要亲自去吗？我想去。想去就去，我陪你。好，有你在，我会更安心。男人的心轻颤，手轻轻扶上他的脸颊，抿着唇笑。他这句话才让他安心。谢元征的传言，汪家可是没少出力，一定恨死你们兄弟俩了。通传后还恨我，到时候林家怎么笑汪家的，汪家都可以100倍笑回去。沈淑荣抬眼看他，以他的心智胆量，但凡从小收敛一点，鲁国公府还有谢云峥什么事儿？每次被他盯着瞧，谢云照都会紧张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你很厉害。哪里厉害？沈淑荣垂眸不语，怎么就说到这儿了？男人心思一动，把人抱入怀中。沈淑荣要下去，这连个遮挡都没有。你想想正事，我们在聊通传。盯着他焦急的小脸，谢云照越看心越痒，低头封住他的唇。沈淑荣要溺死了。两人对彼此的渴望，并未因婚后的日夜相处减少半分，反而愈演愈烈，用强大的意志力推开他，远离一点。我们下山。好。下午，谢云照知道了陆子谦的动作。4大主力军只找3家。是的，二爷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打算。既然他不找，咱们可以帮他找。我这个做弟弟的，就是要替哥哥想着漏掉的事。属下明白了，二爷，黎双表小姐的事情，青州已经传开，黎大人已经在来京的路上。在小司里寻一位年轻精神的，找机会透露给3姨丈。黎双不想进谢云峥院，是因他心系府里的小厮。是，二爷。昭辉院内上了锁的柴房，金枝正给自己抹伤药。此时的他浑身是伤，每日就那一碗稀粥，若是再出不去，怕是要死了。他不甘心。金枝姐姐是谁？金枝姐姐，我是前院的洒扫子珊，你以前赏过奴婢银子。金枝想不起来哪个，以防是李婉儿的人找我有事。对不起，金枝姐姐，是我和世子说流言是您传的，以为这样世子定会亲自审问您，您就有机会辩驳。没想到世子夫人会直接打板子，压根没让世子见姐姐。金枝闭了闭眼，原来这顿板子是这么来的。你能见到世子吗？让他来救我出去。不行的，世子夫人已经发话，谁都不许跟世子提起姐姐。那你可有别的办法救我？奴婢可以去找郡主，想必郡主不会不管姐姐的。太感谢你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姐姐好好活着，但又怕姐姐知道打板子是因为我，怕姐姐。你放心，你的初心是好的，只要你能找来郡主，我绝对不会计较打板子的事。相反，以后我也会护着你。好，金枝姐姐你等着，明天就是中秋节，奴婢定会想办法告诉郡主您的处境。奴婢就先走了。金枝病弱的身体突然涌出力量，郡主定会心疼她，只要她出去，李婉儿给她等着。第2日一早，沈淑荣起身低头看看自己，她有多久没穿过襦裙了？娘子醒了。谢云照也坐起来，揽过纤腰，抱坐在自己腿上。沈淑荣趴上去就咬。怎么了？我要穿襦裙。想穿就穿呢。这样怎么穿啊？那就不穿。不和他争，这种事上他最有理。刚要下床，又被男人捞了回去。再睡会儿。真的什么都不管啊？有世子夫人呢，他就应该忙这些。你不同，你是客人，郡主府才是你家。那你呢？你的家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，我家就在哪儿。沈淑荣又亲他，真会说话。人一下子被男人搂住，
反亲回来。下午陆续有人上门，李婉儿跟随婆母待客，准备晚宴。沈淑荣被谢云照拘在院里，看他练剑。李婉儿见沈淑荣迟迟未来，便问婆母。国公夫人一秒尴尬。云照早就让人告诉他，今日都是自家人，郡主不能劳累，让大嫂去忙。这话没法跟婉儿说，你二弟不受管教，来了就惹事，都烦他。娘让郡主留下来看着他，晚点来。开宴前一刻，沈淑荣才来，像是来做客一般。众人已经落座，见到他纷纷起身见礼。见过永嘉郡主。沈淑荣坐去婆母身边，各位姑姑婶婶请坐。今之不在郡主身边，郡主的眉画的没有往日好。我这儿有一盒上好的金带，银枝帮郡主收起来吧。多谢大嫂。国公夫人见两个儿媳相处融洽，脸上都笑出褶子来了，招呼亲戚们吃饭。等沈淑荣吃的差不多了，放下筷子，吃饱了就可以安心搞事儿。银枝看到筷子放下，突然跪下，对不起郡主，都怪奴婢画的眉不好。这怎能怪你？一直是金枝给我画的，你能画成这样已经很好，还惦记金枝呢。其余人明白过来，原来是画眉的丫头换了，这丫头知道手法不好，跪下求饶呢。还是要看手法的。说到此，的确有些想金枝。今天是团圆的日子，不知大嫂可否让我见金枝一面？看见她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，也算全了我们10多年的主仆情谊。李婉儿身上突然泛冷，犯了错的奴婢，节庆的日子不合适见，我就远远见她一眼都不可以吗？屋子里的人同时对李婉儿投去谴责的目光。世子夫人好大的架子，郡主的婢女就算已经送给她，还不能见见？李婉儿哪看不到啊？瞬间头皮发麻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但不能让她见。现在的金枝看不得。实在是金枝病了，恐过了病气，等过几日她好些，我让她去临风居给郡主请安。多谢大嫂，既如此，便过几日再见。娘，刚喝了点果酒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去吧，不舒服就回去，这里有娘和婉儿呢。沈淑荣微微行礼，起身走出去。岁寒出来后就跑去找姑爷，在进门之前拿出袖口里的辣椒偷偷抹眼睛。谢云照看到他红着眼睛来了，可是郡主有事。二爷，郡主哭了，她想见见金枝，可是谢云峥听到永嘉哭了，紧张的跟着站起。快说，可是什么？世子夫人说金枝现在病了，不宜见郡主。大哥，郡主要见自己的丫头都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赤羽陪郡主去见金枝，我也一起去，看谁敢欺负郡主。谢云照跟着岁寒出去，坐下的谢云峥不放心，怪他娶的人不好，惹哭了永嘉。爹，儿子也跟着去看看，很快就回来的，去吧。陆国公已经打算散席后叫大儿子好好管管他媳妇了。屋子里的人看出气氛尴尬，举杯聊起别的事儿。沈淑荣挽着谢云照，眼眶也红红的，跟随赤羽去了昭辉院。世子夫人说了，金枝现在戴罪，还染了病，不能见人。你只说人关在哪儿，有事我负责。伙子只说不知。就在谢云照要抬脚踹他时，谢云峥到了。本世子连自己的后院都不能进了，老奴不敢。婆子见他回来，瑟瑟发抖，给身边丫鬟使眼色，快去找夫人回来。至于派人进去找。是，世子爷。等柴房的金枝被发现时，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沈淑荣踉跄着走过去蹲下，哪里都不敢碰。郡主，你终于来救金枝了。怎会这样？金枝轻轻解开衣襟，男子都背过了身去。沈淑荣看到了他胸前已经化脓的伤痕，2个明晃晃的大叉，中心点就是那一点。沈淑荣当即晕了过去。郡主，您别吓奴婢。谢云照听到金枝哭喊，吓得飞速过来抱起人，快去请太医。郡主要是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李婉儿。不用你，她有事我自己动手。谢云照冷哼一声走了出去。当李婉儿得知世子带人进后院找了金枝，温婉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起身和婆母告了罪，赶紧回院子。大嫂呀，昭辉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世子夫人这么着急。很快昭辉院那边传出阵阵声响，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婢女还没走出厅堂，就进来个丫头，那丫头急得跪地磕头。
国公夫人，郡主在昭惠院晕倒了。所有人都坐不住了，赶紧起身去看。太医来时，直接被岁寒请去了临风居给郡主看身体。他带的医女去给金枝看伤。当谢云峥听到金枝身子破损严重，恐不能有孕时，对永嘉的愧疚到达了顶点。女人最重要的2个部位都被李婉儿毁了。待盖好被子，谢云峥破例进来，看到满脸泪水，眼中依然带笑的金枝，他的心有被刺痛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这般待你。世子，这不怪你，但有件事奴婢要说清楚。世子不进后院的消息不是奴婢传的，奴婢根本不知道世子歇在何处，只是无意中听过夫人身边的丫鬟抱怨，说世子后院去的少。谢云峥袖子里的手攥紧，李婉儿这个废物，自己院里人都管不住，竟都怪在金枝头上。好，本世子知道了，不会再冤枉你。你好好养伤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多谢世子，有您这句话，奴婢这一身的伤值了。谢云峥更加愧疚，抱歉的点点头，出去了。李婉儿被约束在房里，她怎么也没想明白，沈淑荣已经答应过几日再见的，怎会突然来昭辉院？此时除了谢云照，一家3口坐在正堂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爹，儿子都说了先不成婚，你非让随便娶一个，跟什么时候娶有什么关系？还能一辈子不娶吗？倒是你偏不要经历长大的女子，咱们都不知道她秉性，等知道时都已经娶回来了。别吵了，郡主还没醒，等醒了看看想怎么解决吧。国公夫人头疼得很，你们说她自己的丫头打死都没人管，偏偏是郡主最宠的丫头，还是长公主府的家生子。这要是长公主过来，陆国公揉着太阳穴，这事儿弄的长公主千万别过来。谢云峥心疼永嘉，小时候他顽皮，金枝为了护他，手刮到树上出了血，他都哭了很久，自责又内疚。如今金枝这般遭遇，他定会怨自己没护好的，都怪他为何会信任才相处几日的李婉儿行事。谢云照去了正院，几人见他来了，都站起身来。郡主如何了？太医怎么说？谢云照深吸一口气，瞪了谢云峥一眼，后者只顾着担心，没时间管他静不静。行了，太医说郡主被吓到，在家伤心过度。金枝走时可是好好的，现在伤得这么重，着实吓到他自己都没重罚过金枝。现在郡主是什么意思？要金枝回临风居吗？他倒是这样想，放在自己院子里放心，大儿子怕他自责，每日面对被毁的金枝，郡主每日都会很难过。谢云峥觉得也是，都怪他不好，不能让金枝再伺候郡主。那送出府？他那破身子出去也嫁不出去了，留昭辉院伺候大哥吧，也改改大嫂的脾性，大哥不会再护不住他吧？你不用激我之前只是不了解李婉儿。行了，你院子里的事别让我们跟你操心，我回去跟郡主说一声，希望你能让她放心。谢云峥气恼，到底是谁不让人放心？但他没多说，点头同意了。国公夫人也觉得不错，云照快回去照顾郡主吧，金枝给世子做通房，以后也是体面的，娘也会多多赏他，让郡主放心。是，爹娘，儿子回去了。谢云照出去之后，同房而已，连妾都不算，李婉儿也说不出什么，你也别跟他闹了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想必他会懂事些，回头你娘再跟他聊聊，教教他如何能做好义父主母。是，爹娘，儿子也回去了。金枝得知自己成了世子通房，顿时哪儿都不疼了，一定是郡主为他求来的。等他好了，就去给郡主磕头，赤羽要找人伺候他。金枝点名紫珊做贴身丫头，紫珊来时很是激动。金枝姐姐，终于把您救出来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不必再做洒扫的活计。多谢金枝姐姐，从前您来，奴婢就喜欢您，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在您身边伺候。是我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找来郡主，我指不定已经死了。都是姐姐命大，郡主心系姐姐，即便奴婢不找机会，郡主也会来看姐姐的。那倒是，郡主自小就是我陪着长大的。郡主可醒了？醒了。听他们说您做通房是郡主的意思，怕您出府，也不好嫁人，便为姐姐寻了世子做靠山。等我好了就去跪郡主。奴婢劝您悄悄的，否则世子夫人会和郡主生气的。金枝冷笑，李婉儿也配生郡主的气？她还没找他算账呢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李婉儿是如何对她的。你说的对，以后我要多为郡主考虑，慢慢来，不急于一时。姐姐通透，奴婢去打热水来伺候姐姐。金枝笑着点头，看着人出去。谢云照回去后仔细看看媳妇儿眼
睛。辛苦蓉蓉了。这有什么？碍眼的走了，去碍别人眼，多好的事儿。她如愿了。是啊，这是他最期盼的。吃点葡萄。你喂我。我没有手。没有手。沈淑荣疑惑之际，男人叼着扒光的葡萄俯身送过来，葡萄在两人口中爆开，瞬间充满果香。刚要躲，男人的大掌及时扣住他，吻得又急又深。一颗葡萄吃了许久，到底是吃葡萄还是吃你？娘子想吃我。满足。必须满足。第二日一早，银枝带着给金枝准备的吃穿用度去了昭辉院。金枝看到他，眼泪忍不住的垂落。银枝，你来看我了。你受苦了，早知这条路不好走，你还偏要走。世子如天神，我的心已经交出去，怎能控制住？郡主知道吗？知道还会管你？你都不知道郡主有多难过，多自责，还让我给你带了祛疤的膏药、燕窝、人参，还带了些银子，你喜欢的料子也有。之前给你送的衣物里，郡主都让我藏了银子的。郡主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别哭了，我不能久留，以后也不能再来昭辉院，再惹出些闲话，郡主又要跟着操心。你好好的啊，有事儿让丫头偷偷找我，千万别再找郡主，因为你，郡主和世子夫人已经有了气了。我知道，替我谢谢郡主，若有来世，金枝还伺候郡主。说郡主没换亲，你爬的却是郡主夫君的床，这就是背叛。郡主下辈子也不会再用你伺候的。金枝走后，紫珊进来惊讶道：郡主对姐姐真大方，国公夫人也赏了银子，应是看在郡主的面子上。收好吧，以后有事你就去找银枝，我和她情同姐妹，不能再劳烦郡主，她已经为了我和世子夫人不快。好的，金枝姐姐，以后我会和银枝姐姐搞好关系的。金枝对紫珊很满意，是个机灵的。如今她离世子这么近，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要快些把身子养好。一想到能名正言顺地伺候她，她就很激动。银枝回来和沈淑荣说了金枝的情况，她没说什么。等人都出去，沈淑荣坐去案前，提笔写下几个字：命里有时终须有。谢云照看着，觉得他的字比以前更有力量。娘子怎么就写一句？下一句话未必对，因为眼前这个人就是他强求来的。谢云照笑着从他身后搂住他：你还病着，是不是要在家休养几日啊？沈淑荣摇摇头：金枝还不配，昨日演1个时辰足够。我们去庄子上，就跟娘说我心情不好，你带我出去散散心，过2日太子妃的宴再回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国公夫人以为儿子是来抢她嫁妆的，毕竟郡主都病了，这次不能再由着儿子拿，每次都拿多。没等谢云照开口，娘知道郡主受了委屈，娘嫁妆里的那套琉璃头面送给郡主，你再多宽慰宽慰她。多谢娘，那套头面您这年龄的确不合适，给郡主正好。国公夫人捂胸口，琉璃头面两边带有流苏，的确年轻人戴更合适，她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被儿子说出来就很难受啊。行了，拿了东西就走吧，回去好好照顾郡主。娘，郡主在府里待着气闷，儿子要带她出去散散心，等她心情好一些再回来。过2天金枝的伤也能好一点，郡主也不会再难过了。你来找娘是为这件事？不然呢？国公夫人顿觉心痛啊。哎呀，毒婆子，快带她取了头面，赶紧走。再看她一眼，她会舍不得呀。多谢娘，我们这就收拾东西出发了。谢云照喜滋滋的去取头面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，他都忘了这茬。娘果然是惦记他儿媳妇的。8月20一起用膳的日子，3姨丈紧赶慢赶，终于到了。陆国公碍于情面，晚膳邀请了黎家3口。表妹好些了吗？黎双自从进来，已经偷瞄谢云照好几眼了。虽然他欺负了他，但他还是控制不住喜欢他，这也是他迟迟不想离开国公府的原因。此刻听到二表哥关心他的身体，多谢二表哥关心，双双好多了。我可不是关心你啊，我是怕你没完全好，再过了病气给旁人。3姨母赶紧说黎双全好了。陆国公破天荒没说儿子。云照，好好说话。全好了就好啊，我又没说错。你闭嘴。黎双又开始伤心，他是不是只对沈淑荣好？既然表妹已经好了，3姨母也说想家了，这2日我就安排车马送你们回去。黎双顿时紧张了，他不走。3姨丈这次来就是要让女儿给世子做妾的，怎么能带回去啊？多谢世子夫人，只是双儿已经跟了
了世子，这事整个京城和青州都知道了，还望世子夫人体谅。李婉儿气得手抖，什么叫跟了世子？爹，您和我爹是如何商定的？鲁国公还没说话。大嫂，李尚书和爹定的事自然作数，但要看实际情况。没听三姨丈说吗？表妹和大哥的事青州都知道了，大嫂还让表妹回去，这还不如直接让她去死呢。什么话？哎呀，算了，跟他计较不起啊。三姨丈认同的点头，他可是听说了女儿喜欢上一个小厮，这要传出去，他的脸可就丢光了。他眨眼示意妻子，三姨母立刻哭了起来。长姐呀，妹妹就这么一个亲女儿，她这辈子没别的路可走了，求求长姐，就让双双留下来吧。别哭了，正吃饭呢，哭哭啼啼的多难看。再说了，长姐和姐夫断不会看着离霜受苦的。鲁国公夫妇面面相觑，有些为难的看了李婉儿一眼，一唱一和的，这是逼谁呢？李婉儿气的刚要站起来，被谢云峥拉住。坐好。李婉儿一愣，以为他要向着自己说话，得意的坐了回去。云峥，你怎么看？黎家三口盯着他，包括黎霜，他已经认命了，只要能在国公府能见到二表哥就行。谢云峥知道谢云照是何意，他定是希望自己收了黎霜，这样永嘉就会对自己失望，心就会偏向他。但他想让谢云照看看永嘉不希望，永嘉心里还是有他的，不能直接问永嘉。我想听爹娘、二弟郡主的意见。陆国公夫妇觉得说不出反对的话，可又实实在在答应过李家，直接同意，觉得对不住大儿媳，两人都没表态。李婉儿气得咬牙，这就是堂堂一品国公的承诺。大哥是世子，早晚要纳妾，和表妹亲上加亲挺好。郡主以为呢？大哥是一府世子，永嘉觉得世子的能力与名声同样重要。谢云峥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永嘉同意？永嘉有句话送给大嫂，大哥不是一个人，他身后是整个鲁国公府，背负着重担，有一点缺失都会被对手抓住，趁机打压。大嫂在官场上不能为他分忧，后宅严防死守，大哥就没了后顾之忧。李婉儿听懂了，若是有人拿离霜做文章，恐怕会对世子不利。他垂头不语，屋子一下静了下来。谢云峥刚还伤心，此刻这心又暖洋洋了。永嘉是在为他着想啊。大嫂放心，无论我大哥有几个妾，都归你管。黎家三口微微放心，等着李婉儿表态。李婉儿心里已经松动，见谢云峥对他点头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黎霜红着脸偷看谢云照，像是要给他做妾，能留下来，他很高兴。国公夫人也是高兴的，当即把昭辉院旁边的院子给了黎霜，让他自己改喜欢的名字。李婉儿这顿饭吃的心毒，没送走人，反倒弄回来了。沈淑荣回去就问谢云照，羡不羡慕谢云峥啊？这么大福气，只有他能受得了。你真不要？蓉蓉不介意，都这么久了，他还是不介意吗？李婉儿都不愿意，你希望我有啊？我啊，沈淑荣拉长了调子。谢云照害怕他说他又不像李婉儿那样小心眼儿。我不问了，你别说。又把他的唇堵住，什么都不要说，是他做的不够，还没走进他心里。终于能缓口气了，沈淑荣掐他，你要是敢想，我就不要你了。什么？谢云照没反应过来。我说你要是敢想纳妾的美事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好，娘子的话我记住了，绝对不会。他红着眼眶，把人抱了个满怀，他就是他唯一的美事。翌日，长公主府隔壁的马场迎来第一次跑马，老两口在院子里乘凉，听到传过来的呼喊声、助威声，觉得自己都年轻许多。突然，长公主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夫君，你说永嘉当初为何要马场？不是你说永嘉怕谢二天天出去遛狗不着家吗？可是自从换亲，谢二也没出去过呀。咱们是不是被永嘉骗了？罢了，左右也没便宜外人。晚上留他们用膳，我替你骂他。你是想孙女了吧？沈老太傅脸一红，他又不是财库的人，怎似他们祖孙常见，但还是要嘴硬。
替你出气。封了半个时辰，大家跑上看台，享用早已准备好的点心。就在这时，本该安静的场地外传来很多哭喊声，众人不解，长公主府附近怎么会有人大声喧哗？陆子谦手抖，心虚的放下茶杯，怕被人发现端倪。谢云照不经意瞧他一眼，原来安排的是今日，派青樱出去看看情况，顺便给他安排的人送信。希儿，外头什么情况？不用管，我的人去看了，会不会打扰了祖父祖母啊？没事，他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，正好没乐子瞧。也是，祖父实力不减当年，骂人还是那么厉害。青樱安排的人就在不远处，已经守株待兔几日了。一旦有人上门闹，他们也去。门外集起了4家兵的家人，见没人搭理，这话就开始难听起来。财库不拿人当人，为了银子竟然抢兵士的血汗钱，这种钱拿着不亏心吗？还有人喊话，财库不能交给郡主，没看到什么功绩，反倒拿兵士开刀，吸兵士的血肉。你们要找管事的，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你是谁？什么身份？能做财库的主吗？我是郡主夫君，也是财库的管事，你觉得我能做主吗？我们不跟你对话，你又不是郡主，小小李氏根本做不了财库的主。就是让郡主出来。让郡主出来，他敢做不敢当吗？和士兵的血是要寒了我们的心吗？我可是王家族长，这么对待我们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族里人去当兵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说得对，都不当兵，看他们怎么打外敌。哎，行了，别喊了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我爹是鲁国公，我大哥是鲁国公世子，谢家军都同意改税，你们有什么不同意的呀？谢家军同意了，底下有人窃窃私语，大家开始寻找今天来的人里有没有谢家军的。那2人有些迷惑，二公子在说什么？他们什么时候同意改税了？虽然他俩不在意，但手底下跟着出生入死的兵们承受不住啊！我坚信我大哥都同意的事，定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我敢说，在场闹事的人里，绝对没有我谢家军。不可能，谢家军怎么会同意？一定是你们以权压人，让你们的兵被迫同意的。认识谢云照的2人正是谢家军中的千户，不清楚别人，他们就没接受过。二公子分明是在骗人。有一人想出去揭穿，被另外一人拉住。既然二公子说了世子同意，这事儿就不会错，否则他怎敢这样说？如果世子不同意，为何不带头和财库争辩？要轮到他们这些平民，他们好不容易做到千户，若是因此事出了头，得罪了世子，这辈子就毁了。他把人拉住了，但人群里还有一批不明情况的谢家军家属，他们集结走到谢云照面前，大声说出他们是谢家军的亲人，压根儿就不曾同意过。你们确定是谢家军的亲人？不可能啊！我大哥明明说你们都同意了，才让郡主去请旨的。放屁！我们怎么不知道？我孙子就在谢家军，谢世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他对得起谢家军的追随吗？还有你们这些强权，不在乎那仨瓜俩枣，知不知道多交一份粮，我们家可能就要饿死一个人了。只知道吸我们的血，这是什么财库？什么？谢家军也不同意啊？谢云照有些为难了，随即不耐烦地甩甩手。哎呀，那算了算了，不改就不改，你们回去等消息吧。啊！众人都愣了，这就不改了？我不信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哎，我说不改，你们不信，那到底是让改还是不让改啊？不让改。行，我们不改，财库也不会改，但我们管不了别人，比如我大哥，他们要改，你们别赖财库头上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这么多人可都听见了。当然呢，我说话算数，2日后就会有告示贴出来，到时候你们去看，不对再过来闹。现在都快回去吧。啊！闹事的人还是怀疑的，被青主、青樱等护卫赶走，边赶边让他们放心。郡主和谢二爷说话算话，马场内的贵人们听着声音越来越小，知道谢二出去摆平了。谢云照回来接沈淑荣去长公主府，让顾恺之和陆子谦帮着待客。谢云峥故意坐得远，没听到外头的交谈，但他知道谢云照带永嘉去长公主府，定是去请旨了，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，很是得意。刚走进去，沈淑荣抱住谢云照，这次要感谢谢云峥。谢云照看他高兴，自己也高兴，尤其喜欢听蓉蓉连名带姓的叫谢云峥。2日后写上我们要南下通船的事，到时通了船，财库自然不需要冰水。2人相视一笑，真是个不错的契机。财库和永嘉郡主的威望很快就会在军中出现。谢云照解决闹事的言论很快传开，谢云峥还没到鲁国公府就听说了，气得
的想把他抓回来打死。让陆子谦老地方等我。谁让他叫谢家军来的？是世子爷。赤霄领命。什么？他竟然说是你的决策？陆国公听完谢云峥的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逆子！来人，把谢云照给我捆回来！谢云峥看了一眼赤羽，赤羽会意亲自去拿人，结果长公主府的大门都没进去，还带回来一句谢云照的话。那个逆子说什么？二爷说，快说！说国公爷和世子爷都给郡主挖坑，让郡主背负骂名，让您给郡主说法。陆国公气的呀，满屋子找他的宝剑，要去杀了那个孽障。当初不就是说好，所以才会给财库大头吗？这就不清楚了，二爷没再说别的。正气着，东宫来人了，传谢云峥。陆国公心疼地看着他。哎呀，云照是个不可控的人，这事也不能怪你，但太子呢？无妨，谁让他是我的弟弟，替他受过是我应该做的。陆国公稍感欣慰，还好云峥是个懂事儿的。东宫内，谢云峥的脸被打偏。这就是你的好计策，可真是好啊，直接不改了。殿下，不如强行改。强行改，以谁的名义改？孤的名义还是你的名义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罔顾这般看好你，臣有罪。哼，有罪有什么用？李琛总觉得永嘉这个小丫头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永嘉如今是在跟姑作对吗？灵州的事，冰税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？不要跟我说强行改。谢云峥心下微惊，太子不会要对付永嘉吧？臣找郡主聊聊。算了，姑亲自找他。太子召见沈淑容，长公主以永嘉受了惊吓，在府里养病为由，等好了再去见。李琛没法子，在东宫气得摔东西。明明他才是储君，可从小到大没少因永嘉而被忽略。父皇对自己女儿都不喜欢，对他这个太子也是苛刻居多。等他坐上那个位置，给他等着。鲁国公还在等逆子回来，结果小两口在长公主府住下了。晚膳时，沈老太傅盯着两个小辈看，把两人看得直发毛。怎么了，祖父？这马场是不是你想要的？沈淑容微愣，被祖父发现了。看看祖母，也看着他等回话呢。再看身旁的谢云照，该怎么解释？哎呀，祖父，郡主是想离您和祖母近一点，这将来有孩子，定然是需要二老帮忙教导的。马场离得近，也方便孩子们学骑射呀。孩子，老太傅和长公主的眼睛里冒着光，有了孩子就可以养在隔壁郡主府，离得近，他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养小马，从小骑到大。不错，永嘉还是有远见的。老太傅忘了要替妻子骂了，直接改成了夸。沈淑容笑着，相公真机灵。祖父，您多喝点，云照读书不行，将来有了孩子还得您教导。还知道啊，等你儿子比你学问高的时候，看你羞愧一步。羞愧什么呀？他学问再高，我也是他老子。你老太傅气得直吹胡子，但又说不出反驳的话。哎呦，祖父别气，您身体好好的，替我们多管几年。一想到永嘉的孩子，老太傅没忍住笑，到底没再说他。谢云照好像找到了能护着自己的人，只是还未来到这个人世。次日，二人回府，沈淑容担忧谢云照被公爹罚，他却一点不担心，大不了挨一顿鞭子。鲁国公只找谢云照去，但沈淑容跟在他身后一起过去了。说是爹发火要罚你，你就大声喊，我进去救你。没事的，我能应付。谢云照刚进爹的书房，看到地上蒲团，直接走过去跪下。逆子，你还知道犯了错？儿子是有苦衷的。你有苦衷？是啊，爹，您不觉得马场外闹事闹得蹊跷吗？鲁国公眉头一皱，要改兵税的事传了很久，一直没人上门呢，为何会在我们跑马的日子去啊？他们是如何得知儿子和郡主那日会在马场的？所以呢，儿子偷偷派人去查了来闹事的人家，发现他们是被收买的，正巧他们本身也反对，又有银子拿，这才敢在那日过来闹事儿。爹，您若不信，可亲自去查呀。明显是有人想对付我们家，就算改了税，咱们到底能有多少好处？爹别因小失大呀。鲁国公陷入沉思，竟有这事儿，回头要派人去查探一番。可你不能说是你大哥同意的呀，这岂不是寒了谢家军的心吗？爹，你以为儿子不说这事儿就能一直瞒下去吗？要对付鲁国公府的人，他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现在谢家军也只是起疑，毕竟我的话他们不会全信，但敌在暗，我们在明。若是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，他再说出是大哥的意思，
子，谢家军才真的会信呢。不想到这层，我怎会说？儿子又不傻，当然知道维护自家兵的军心呢。云照说的没错，现在还有机会补救，若是被外人证实，可就百口莫辩了。爹，儿子无能，没查到怂恿他们来闹事的人，你派人查查吧，这样顺藤摸瓜，我们也能知道是谁在针对我们，好做准备呀。哎呀，好了，爹知道了，你这几日辛苦，回去吧。爹，冲咱家来的，却让郡主受了委屈，得给个说法。去找你娘，爹还有事。鲁国公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家族如今这般强大，怎会不树敌？他要好好查查。谢云照喜滋滋告退出门，刚走到院门口，就看到谢云峥站在蓉蓉不远处，那脸顿时就黑了下来。大哥在这做什么呀？我来找爹。那怎么不进去？和郡主问个好，这就去。谢云峥抬步走进院子，谢云照牵起沈淑荣的手回临风居，把人抱住。有没有伤？爹打你了吗？男人摇摇头。沈淑荣微微发愣，没挨打，怎会这般委屈？一定是挨骂了。爹骂几句就骂几句，又不少块肉。再说了，这事的确是咱们算计了他们。不是，爹没骂我。沈淑荣听出不对劲儿，不是因为公爹，因为谁？难道是因为谢云峥和他说话？没骂你也没打你，你在这求什么安慰啊？沈淑荣做事要推开他，想让他亲口问出来，男人反而搂得更紧。他此刻需要他在自己怀里。沈淑荣挣扎出来，拉着人走去床边，一把推倒。谢云照表情懵了一瞬，随即他骑上来，捧着他的脸就亲。谢云照还是第一次被蓉蓉强吻，惊喜疯了，按住他的纤腰，随他采撷。吻够了，沈淑荣抓起他的手放在心上。能感受到吗？能，你的心在跳。但蓉蓉这是什么意思？相公，这颗心是为你而跳。谢云照双眸瞪大，蓉蓉说的是他理解的意思吗？躺着看人不舒服，他猛然起身，抱着沈淑荣放在桌案上。为我而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欢你的意思。蓉蓉说喜欢我，这是真的吗？怎么，你笑什么？不信啊？没，我信。那你喜不喜欢我？喜欢。喜欢疯了。我不和你说喜欢你，你就不和我说，罚你多说几次。是我的错，我喜欢蓉蓉，最喜欢蓉蓉。那你还不把我当喜欢的人啊？怎么不当喜欢的人了？你什么话都不和我说，总是要问才说。我没有。你有。从爹那儿回来，你明明就不高兴，我问你也不说，像是鼓足勇气一般。他在外面和你说了什么？他说马场那日你不应该只顾着玩，不去解决事，解决的也不好，让我多担待，毕竟你从小不爱接触正事。谢云照听完脸直接黑了，都各自成婚了，还不忘急踩他。你再问。问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你还要问。娘子是如何回他的？我说我的男人做得好与坏只能由我评判，旁人说的不算。他听完当时脸就黑了。男人咧着唇垂头，眼眶发热，头抵在他的下巴上，不想被他看到。他知不知道这句话他想都不敢想会从他口中说出来，还是被谢云峥说出口？你是不是我的男人？是你的男人。谢云照再也抑制不住，翻身附了上去。沈淑荣，我爱你。黑着一张脸的谢云峥被狠狠地打击到了，永嘉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可他刚刚亲口说谢云照是他的男人，他知不知道这句话对他而言有多残忍？在院里深吸了几口气，才缓过一些。突然想起谢云照怎会这么快出来，爹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？不行，必须让爹狠狠罚他。快步走进书房。爹，这次二弟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您就几句话了事啊？云峥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云照这次也是迫不得已，他发现闹事的人是故意为之，很可能对咱们不利，爹正要派人去查的。谢云峥心下一惊，不行，不能让爹知道是他安排的。爹，儿子派人去查吧。也好，你派人好好查查，一定要找出幕后主使，我倒要看看是谁针对我们鲁国公府。是，爹，儿子定会尽快查出。谢云峥作揖行礼，走出院门的那一刻，他目光幽深，竟然被谢云照这个傻子发现了。他又一次怀疑陆子谦，看来以后有事不能再轻易用他。回到昭辉院，他坐在书房里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起身去了金枝的屋子。金枝还在养伤，自从进了世子的院还没见过他，如今成了他的女
人，再见到他来，难免激动。刚要起身，谢云峥贴心拦住，坐在床边询问他的伤势。金枝不忘感念世子救他，也不忘郡主的照拂。谢云峥点点头，然后坐着不动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见世子还坐着，他含羞带怯的试探：妾还有3、5日便能起身伺候世子。好，不急，养好你的身子要紧。谢云峥听到妾字没说什么，金枝心里高兴，便大胆起来。世子是有事要问妾吗？你们二爷和郡主平日是如何相处的？金枝微愣，但脑子很快转起来。世子近来不进后院，能看出他对李婉儿并不待见，对自己这般温和，那也是看在郡主的面子上。他知道世子心里之人是郡主，一直都是，而他以后免不了会利用郡主在他心中的位置来换取他的垂怜。他稍加思索，郡主平日很忙，二爷就在一旁陪着，不怎么打扰。谢云峥袖子里的拳头攥紧，谢云照这个狗皮膏药，不知道他在一旁就是打扰吗？得知他们之间也没那么好，他的心稍微松了一些，但还是想知道他们晚上是如何相处的。可是这话他没法问出口。金枝盯着他的脸色，见还好，就知道说对了方向。妾知道世子关心郡主，毕竟您和郡主之前有婚约，又是从小的玩伴，关心也很正常。真的正常吗？妾自小侍奉郡主，世子对郡主如何，妾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世子在妾这里不必顾虑许多，想问什么妾都会告诉您，妾承诺不会告诉旁人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见谢云峥看向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感激。郡主习惯了长公主府，所以在这边有些不习惯，夜里也是睡得早，二爷不叫打扰，但现在还好，世子可以放心的。终于听到想听的，谢云峥很满意。你好好养伤吧，养好了就在书房伺候着吧。多谢世子。谢云峥走后，紫珊笑着进来。金枝姐姐真厉害，世子不进后院，不进双雪院，最先来看姐姐。这话金枝喜欢听。世子说了，等我养好伤就进书房伺候。那感情好，金枝姐姐的好日子马上就到了，自己领赏。谢谢姐姐。李婉儿得知谢云峥去看金枝，气得摔了碗。自从金枝被抬，谢云峥就没有来看过她，当即让人给娘去了信，要回李府一趟。李母装病，让人来国公府接女儿回去。李婉儿见到她就开始哭，趴在娘怀里诉说一桩桩一件件的委屈。娘，成婚嫁人就是去受委屈的吗？女儿可从来没有受过这些。女儿，你之前生活的地方你是最尊贵的，这里不同，这里是京城，比你尊贵的人太多。你爹如今做到尚书，官场上也不能事事如意的。那女儿为什么回京？为什么嫁人？就在祖母身边，一辈子没有烦恼。李母叹了口气，早知嫁人后辛苦，她也想回到小时候，但还是要劝女儿，人总是要往前看的。你的夫君是人中龙凤，比旁人强100倍，有1、2个妾室也无妨，没什么本事，3、4房妾的大有人在。你坐稳大夫人的位置，等你诞下嫡子，就是未来的世子，甚至是鲁国公。到时候鲁国公府的一切都是你的，目光要放长远。可是郡主就不用面对这些，二弟对她特别好，对他再好，他也无法把整个国公府的基业给郡主。人总要得其意，不是吗？你不必羡慕他。李婉儿回府时，国公夫人特意派人来问亲家母身体如何。她对婆母的印象还不错，只说受了风寒，几日便好。她坐在屋中思索娘亲的话，自己的男人要温柔以待，能顺着就不要拧着，放低身段哄一哄，他就会看到你的好。这几日他很忙，主动去道个歉，哄一哄，也许他们的关系就能缓和。谢云峥也没驳他的面子，当着他的面喝下，但是没说要回后院睡。李婉儿也不着急，他虽没去他屋，也没去别人那儿，只是白日里去了金枝的屋子。谢云照搂着媳妇儿，怎么索取都不够。他的蓉蓉说喜欢他了，他就知道一直在他身边，早晚有一日会在他心里有一席之地。好了好了，你再疯我就生气了。沈淑荣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住他，被他正反面煎的都要化掉了。谢云照忍住，把人抱去浴室替他清洗，洗着洗着又控制不住臊起浪来。沈淑荣一口咬在他肩头，
我再也不说喜欢你了。男人动作稍顿，等洗好，又过去了半个时辰，沈淑荣被抱回床上就睡着了。谢云照从身后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轻轻呢喃，说着蓉蓉我爱你，又亲吻着她的发丝，这才勾着唇睡去。招募的300水手已经安排秘密前往林州，他们也要筹备去林州的事儿。8月30，鲁国公府家宴，也当给小两口送行，明日便要出发。原本妾室是没资格上桌的，但黎霜还有一层身份，国公夫人的外甥女，所以桌子上有她的位置。当谢云照看到黎霜也要落座，你怎能坐？云照，一家人吃个饭，你又闹什么？什么时候妾能上桌了？黎霜看到他的喜悦一扫而空，偷偷抹起眼泪来。李婉儿却觉得解气得很，二弟会说可以多说点儿。混账，黎霜也是你表妹，我可没有自甘堕落的表妹，娘非让我认，我这就搬走。你如今有地方去了是吧？就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了？沈淑荣扯他袖子，别惹娘生气。那换小桌，谁的妾坐谁后头去，我不和他坐一桌。国公夫人深吸了几口气，娘别气，今日人多，大桌的确没有小桌舒服，儿媳这就让人换。李婉儿叫来管家嬷嬷，很快便摆了小桌。黎霜的位置在李婉儿和谢云峥身后，哭哭啼啼地走过去，竟敢影响蓉蓉用餐。不懂规矩，家宴的时候哭哭啼啼的，大嫂你是怎么管教的？李婉儿有心管，但碍于婆母询问的目光看过去，国公夫人也没想到黎霜这么能哭，心生不满。国公夫人对着李婉儿微微颔首，李婉儿就让人带黎霜回去。表妹还有一些规矩要学，儿媳会好好教她。谢云峥对此毫无感觉，他根本就没当黎霜是自己的妾。谢云照很愿意提醒他，表妹做了大哥的妾，大哥应该好好照顾。是你惹哭的他，是因为他想挨着你坐，我不让他才哭的。谢云峥没说话，不和他争辩，他不当回事儿。鲁国公听进去了，晚膳后叫走谢云峥，让他多去开枝散叶。谢云峥无奈应下，当晚去了黎霜的院子。黎霜也知道自己的心思不正，不能让大表哥发现，忍着心里的不适伺候了他。李婉儿生气黎霜，哭一哭，世子就去他那儿了。金枝的身体也快养好了，恐怕又要分走他的夫君。都是贱人，我还不够讨好你吗？竟然一次都不来。第2日一早，李婉儿就去找国公夫人告状。国公夫人又叫来谢云峥，让他多顾着点李婉儿。谢云峥最近焦头烂额的，自那日后，太子一直没召见他。军营里很多兵见到他只问好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热情相迎。这些他都不敢和爹说，怕爹觉得他不行，本来就已经很烦心了。爹娘又轮着劝他多去后院。回到书房，他撑着头闭着眼，脑子里都是一个又一个难题。金枝走过来替他揉着脑袋，世子，妾替您揉，郡主最喜欢妾的手法。听到他提永嘉，拉着人坐到怀里，盯着他的眉眼瞧。金枝受宠若惊，羞得略微低头。只要一提郡主，世子的眼中都是温情。谢云峥的手指抚上金枝的唇，若他是永嘉该多好，会陪在自己身边，为自己揉着头，坐在自己怀里，只要他想亲他，低头就可以。这么想着，他便亲了上去。嘉县的郡主府已经可以住人，沈淑荣就住在这儿。谢云照带着一个人进来，这位是我娘子永嘉郡主。沈淑荣抬抬眸，带谁回来了？这是草民从武见过永嘉郡主。从武，请起。从武起身作揖行礼，退至一边。娘子，今天比试，我见他水上功夫极好，带回来给你瞧瞧。沈淑荣压根儿没听他说什么，紧盯着从武瞧，这不就是从海吗？原来他本名不叫从海，难怪找不到。谢云照伸手在沈淑荣眼前晃了晃，蓉蓉怎么一直盯着从武看？回头怒喝道：“你先出去！”从武赶紧抱拳出去了。沈淑荣回了神，怎么让人走了？我不高兴了，你一直看他。沈淑荣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男人又酸了。自己的男人就是要自己哄。相公，我只是看他适不适合管咱们的水军，所以才多看2眼。谢云照不为所动，只要他还生气，蓉蓉就会说喜欢他，就会哄他。相公知道的，我只喜欢你，最喜欢你的。谢云照忍不住严肃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指了指自己的唇。沈淑荣会意，轻轻吻上去，很快分开。
还要。但你不能再生气啊！好，沈淑荣心情好，要找的人找到了，有他在，相信海运很快就可以实现。那个从武，我们把他安排在别的地方吧。谢云照没意见，不安排在身边就好。娘子会不会觉得我小心眼儿？会不会觉得我烦呢？不会，只允许你一个人小心眼儿。嘿嘿，我们什么时候回京？我们在这边多玩一阵子好不好？回去家里人好多，我想和你单独在一起。谢云照被他的样子可爱到，把人压在桌案上就亲了上去。他说啥是啥，都听他的。人出去时春光满面的。从武，跟我来。见顾恺之傻兮兮的，就知道跟着他这个大男人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没想过找媳妇儿吗？媳妇儿能比谢兄厉害吗？媳妇儿要厉害的干什么呀？天天揍你啊！啊，不行，不厉害的我不喜欢。这算了，没人管你，你找去吧。女人能有几个功夫厉害的？按这个标准找，顾恺之定会打一辈子光棍。赵县令好这口？赵县令尴尬的一笑，这人可真是，非让他把话说明白。二公子喜欢的话，让他们伺候你和顾公子用膳。不需要，让他们退下吧。赵县令瞥了一眼师爷，这是怕郡主知道。既然两位公子不喜，那我这就让他们出去。摆摆手，下人会意，带着舞婢出去。四人边走边回头瞧谢云照，真不打算留他们吗？等谢云照回房时，感觉到屋内有人，青竹守着门，让青英去找赵县令。赵县令还没来，顾恺之气哄哄的跑来了。哎呦，谢兄，我房间里竟然有女人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你不喜欢呐？我不喜欢啊！谢兄忠于郡主，我也像谢兄一样，只忠于一人。好样的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。那谢兄就是我大哥。顾恺之终于得到谢兄认可，笑得很开心。赵县令匆匆赶来，见二位爷就这么站在外边，心里顿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难道他们不好这口？两位公子怎么都站在外面不进屋啊？赵县令装成什么都不知。谢云照摆摆手，示意青竹行动。屋内正是灵武那人，听着院内的声音焦急万分，怎么还不进来？正幻想如何施展时，门被人推开，还请这位姑娘出来。那灵武的错愕万分，事情好像和他期盼的不一样啊！低着头碎步走了出去。赵县令知道八戒错了，怎能进错院子？这是谢二公子的院，还不滚下去领罚？灵武不愿意走。哎呀，二公子啊，这丫头刚进府，找错了院子，实在是抱歉，扰了您休息。进错了，正是，奴不是故意的。既然进错了，就别走了。是。灵武低垂的眉眼透着得意，他就知道他舍不得。赵县令一愣，这位爷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二公子，那我们就先退下了。你走什么呀？小爷睡不好，你有很大的责任，就在这儿守夜吧。他也在这儿守夜，只不过他要跪着守。灵武听闻惊住了，随即慌忙跪下求饶：“求公子垂怜，奴跪着一夜，这双腿怕是要废的呀。”二公子，本官这不妥吧？他堂堂县太爷，怎能给一个公子哥守夜？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。怎么，赵县令也想跪着守？不，别废话，谁再说一句，小爷就让人伺候你们跪。此刻后悔死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是，还请二公子早点休息。顾恺之对谢云照的崇拜又高了一层，有人守着，他敢睡了，主动去了厢房。灵武求助的看向县太爷，跪一夜，他这腿真的会废掉的。跪好，让贵人发现你偷了，你的命本官也保不住。谢云照沐浴后叫来青竹，见到郡主记得告状。青竹了然点头，他已经懂怎么告状了。灵武跪得腿疼，青英就在他身边盯着。跪好了，等他累了去睡了，再换青竹看着。那灵武硬生生跪了一夜。谢云照走时，灵武还跪着，他的腿已经麻木了，根本起不来。赵县令点头哈腰的送走这位祖宗。谢云照回去就委屈的找蓉蓉。沈淑荣见到，知道他在装，但他依然拉着人坐下，询问发生了何事。谢云照瞥了青竹一眼：“郡主，天水县赵县令家安排了舞婢，那舞婢一直盯着二爷看，一定对二爷心怀不轨。二爷把人赶走，没想到那舞婢竟不死心，还想进二爷的房。这熟悉的配方，但也不能再随意对待，当即拍案：竟敢惦记本郡主夫君！正是郡主，您尽
管下令，属下去办。张孔知府摘了赵县令的乌纱帽，留看一年，说明年的政绩不达标，直接罢了他的官，再罚那舞弊去做粗使丫头，不许再跳舞。是郡主，属下立即去办。后来赵县令得到很多同僚慰问，到底因何被罚？得知是送了女人，均在心里记好了，给谢二公子送什么都不能送女人，再也收不到女人的谢云照挥退仆人。蓉蓉别气啊，你发过这次火，以后再也不敢有人惦记我了。你是我的，谁要破坏我们，我定不让他好过。谢云照美的没边，一下又一下吻着他的额头。蓉蓉对他的占有欲好强，她好喜欢。腻歪了一阵，分离几日的想念依旧浑厚。男人盼起天黑，天黑就能搂着蓉蓉睡了。沈淑荣拉他聊起要在嘉县建学堂，除了教书外，机关术数也要学起来。大国的进步不能局限在书中。谢云照很认同，有婢女敲门是码头的事儿，九公子求见郡主。谢云照变脸的速度那叫一个快，那个莫久，总是借机见他的蓉蓉。沈淑荣知道是正事，不能再依着他，但也拉起他的手，示意一起去。墨尘见过郡主，见过二公子。最大的码头归了墨家，其余几家不惦记，但还是会出现抢码头的现象，尤其近日通船的数量越来越多。沈淑荣不看重这些小利，也要有规矩，太乱的话会生出旁的事。这几家以往都是听你的，这里便都交给你管吧。郡主，这……墨尘略微尴尬，他只是说一下情况，借机来看他，没有要争权的意思。我打算把整个嘉县交给你打理，不必谦虚，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。墨尘还在犹豫，还不快谢过郡主？不用谢我，该我谢你。嘉县很重要，一个疏忽可能又会导致临淮两地水灾泛滥。开办学院，维护水运，治理河道，复兴民生，都极为重要。交给旁人我不放心。郡主把他架得太高，墨尘的身上突然有了重担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缺，但我想这里的百姓需要你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墨尘不再纠结，直接跪地接下了这个重担。墨尘领命。辛苦九公子。谢云照突然就补醋了。墨尘有头脑，经商也是一把好手，又读过书，的确适合留在这儿治理嘉县，这样他的蓉蓉就会很轻松，可以放心的每天和他腻在一起。墨尘说了一句不敢之后告退出去了，他的内心也是高兴的，以后和他依然可以联络。不愧是本国公的儿子，这次云照给爹长了大脸了。爹娘，儿子能有今日的出息，都是因为娶了郡主。若不是郡主坚持通船运，儿子也没机会。云照说的对，自从你和郡主订婚，行事稳重多了。没想到郡主小小年纪竟有这等胆量，比起长公主来要更胜一筹啊！国公夫人听到这话头不对，悄悄拽了拽夫君衣袖，奈何陆国公根本没当回事儿。所以爹娘，郡主是儿子的贵人，也是咱们家的贵人。国公夫人就知道儿子在打什么主意，他们爷俩一个敢要，一个敢给。是啊，郡主的确是咱家贵人，娘让人准备郡主最爱吃的菜，好好犒劳你们。娘小气，娘的好东西没少给你，你大嫂那边会不高兴的。爹娘偏心，大嫂怀孕娘没赏。没等他娘争辩，鲁国公便做了主，让人送2箱珠宝给郡主，这才打发儿子满意。下午沈淑荣进宫见皇帝，永嘉拜见皇伯伯。沈淑荣行了个大礼，起来吧，赐座。沈淑荣没坐，走过去给皇伯伯捏肩。永嘉这次回来带回来一个偏方，皇伯伯可以用来敷肩。你有心了，说说看，这次都有什么收获？皇伯伯，永嘉收获了很多笑脸，他们应该过得还好。皇帝闭上眼，如此，朕100年后也能放心很多。皇伯伯不用忧虑，有太子哥哥监国，大周会越来越好。他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朕希望你们能够兄妹一心。沈淑荣知道他担心什么，定心丸是该多喂几次的。放心吧，皇伯伯，永嘉定当竭尽全力，全心全意帮助太子哥哥治理好大周这广袤辽阔的江山。他会好好帮他的，甚至会好到不需要他出力。朕相信你。沈淑荣回府时带回来1车的赏赐，谢云照高兴，蓉蓉铺的摊子很大，银钱定然是越多越好。李婉儿如今已经接管府中事务，
让秀禾端着参汤随他去了谢云峥的书房。见过夫人，世子爷不让打扰。看到同样守在门外的金枝，李婉儿笑了。谢云峥又何尝不苦恼？金枝到底不是郡主，而他这辈子注定爱而不得。我来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问问3日后的宴席要不要请2个杂耍班子？这次郡主立功，2弟封官，应该好好庆祝一番。赤羽怎会为这件事打扰世子爷？世子夫人做主即可。也好，如今2弟也是将军了，他和郡主还真是般配。李婉儿瞥了一眼金枝，捂着小腹走了。贱人，留给你哄去吧。李婉儿的话一字不落地进入了谢云峥耳朵，般配2字格外刺耳。永家只有他才配得上，谢云照算什么东西？门外传来敲门声。世子爷，妾让人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。滚！金枝就是金枝，谁都比不得他的永家。门外金枝吓了一跳，不敢再敲，老老实实的守着。第2日，沈淑荣和谢云照去了长公主府。娘，永家这是继承了您的衣钵了。这丫头啊，比我胆子大，都敢带兵了。是啊，还为云照换来了官职。现在这婚事看来呀，不错。娘，祖母是他给我的底气，否则我怎敢上船？他的官职是应得的，以后也能做得更好。是啊，你们2口子互相成就。郡王妃想到什么？你们先成婚，还没动静吗？娘，女儿落水受寒，太医说要好好养养才能健康。永家不急，国公府与他又没什么关系。郡王妃一想也是，便不问了。娘让人多给你送点补品去。谢谢娘。陆府。你跟他多久？顾恺之才跟他几天，副将的职位竟让他得了去。爹，儿子这次没跟着去，定然是没有功劳。那你为何不跟去呀？儿子上次跟了，他行事胆大，险些让儿子惹了麻烦。你个废物！你们一起玩的，他都成了将军，你还是那个废物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还不快去他身边好好伺候，多引他顾念你们往日常一起玩的情分，也混个官儿当啊！是，儿子这就去。只要肯好好哄他，定会比顾恺之官职高。毕竟谢云照不喜欢顾恺之，这次封他无非是他能打，帮了忙而已。散席后，兄弟2人出门送客，回来时2人齐步。二弟莫要骄傲，他们夸的未必是你，而是郡主手中的财库。若非如此，谁会多看你？说到底，都是取了永家给你带来的好处，得以什么？大哥不必羡慕啊，等大嫂立个功回来，你也能因为妻子被夸赞呢。你谁家好男儿靠女人的？我呀，我不好，奈何娶的妻子好，我就靠，你管得着？谢云照斜着眉扫他一眼便走了。有病！谢云照回去就委屈地抱住沈淑荣。谢云峥说他靠女人，沈淑荣真想扇谢云峥2巴掌，他算什么东西？相公别急，早晚让他看看，你不靠任何人也比他强。男人把脸埋在他颈窝吸吮，他愿意靠着他，别人想靠都没机会。娘子，我想亲你。你喝了酒，醒酒汤熬好了，喝了就睡吧。不，亲完再喝。谢云照找到阴唇就吻了上去，不满足唇齿相依，稍一用力便尝到了灵动。这男人从来都不老实，那手顺着衣襟伸进去。沈淑荣明明只喝了几口果酒，如今竟被吻醉了。相公，醒酒汤。不喝，你就是我的醒酒药。那碗醒酒汤白熬了。郡主府已经修缮完毕，谢云照和娘来说过了正月15就搬走。国公夫人哪里舍得，但见儿子一脸高兴，巴不得今天就搬走的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搬吧，等你们走了，娘的所有好东西都给你大嫂。娘真逗，说的好像儿子不搬你就把好东西都给郡主一样。国公夫人又转头找趁手的武器。不是吧娘，你还真要给郡主啊？眨眼间眼泪就下来了。谢云照看到也不逗了，走过去给他揉肩。哎呦娘，这大过年的不兴掉眼泪。不用你管，滚去管你媳妇儿去。我们会常回来看您的。谁家儿子娶了媳妇出去住，你以为是入赘吗？哎呀娘，这事儿赐婚时您就知道啊。知道是一回事儿，真办是另一回事儿。我舍不得你，你倒是全都舍得。谁说的？儿子也舍不得您，最舍不得您了。但是郡主要管财库，总要和咱们家分开的，否则这财库岂不是成了鲁国公府的？让人传出去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。国公夫人什么都懂，但就是心里难受，还是不理他。哎呀，好了娘，就隔2条街，随时都能回来的，就怕儿子回来您嫌烦。滚，现在就烦你。回到临风居，谢
云照神情淡淡的，沈淑荣便问了青竹：“你把娘惹哭了？”娘子，平日娘这么烦我，为何还不愿意我们搬走啊？正常，我娘也总骂我，但我嫁人，她还是舍不得。谢云照不理解，反而她挺高兴的。3日后，郡主府搬迁，谢云照在娘依依不舍的目光下，扶着沈淑荣上了马车。谢云峥脸色不好，看着谢云照毫不掩饰的笑颜，心里酸得要命。他可以不计较他的心偏向谢云照，但他可不可以不要忘了他？郡主府经过半年的修缮，各院落后花园都极具观赏性，门头牌匾5个大字“永嘉郡主府”，更是出自陛下亲笔。郡主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知道你喜欢人家。大哥，你别乱说。哟，还不让你娘去提亲？顾恺之扭着头不敢看他，他提了，但爹觉得杨倩的出身不好。我爹不太同意。哟，你真提了？顾恺之委屈的点点头。他回去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保护他。他虽不才，但也是尚书府2公子，又有了官身，杨倩做他的夫人，没人敢再说他。没事，只要你喜欢，大哥定帮你娶回来。真的？包在我身上。送走顾恺之，谢云照去书房找蓉蓉。他最近忙得很，改造家县投入的银子已经赚回大部分，但接下来的事更烧钱。他养了1万私兵，还要筹划出海，和海盗硬碰硬。走过去替他捏肩。哎呀，今天有不少大人旁敲侧击，想跟我们合作。3皇子之前也说过。想得挺美。我觉得呀，利润可以多占，咱们如今正需要。相公，正相反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再多的银子也不能从我这换来好处。谢云照不解，只有臣服才可以。谢云照懂了，像顾恺之一样，自己人才可以。他吧唧一下亲在他小脸上。娘子真聪明。近日，沈淑荣又约了杨倩2次，传出2人要合作的消息，很多人都想接触杨倩，还有人家动了提亲的想法。顾尚书有些着急了，本来儿子提过杨倩，他觉得出身差了些，但现在很多人家都在打听杨倩，2儿子的前途都在郡主和谢云照手里。顾尚书再也坐不住了，找来妻子安排去杨家提亲的事儿。顾恺之得知婚事定下来了，冲去郡主府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抬出徐尚书，我爹会坐不住啊？当然是为了抬高杨倩的。顾恺之对大哥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深深鞠躬。别谢了，这是你出京前送你的礼物，好好带兵啊！大哥放心，我别的不行，带他们轻松。转眼到了大朝会，谢云照和顾恺之也要上朝。正打趣顾恺之，听到内监传召上殿，当看到御史大夫指着他说他强买东西不给钱，他都忘了是哪次。谢云照，你可有话说？谢云照听到彩凤灯笼，这才想起15那日，他直接跪地：陛下，微臣冤枉啊！那日陪郡主逛灯会，郡主只瞧上那个灯笼，可店家说给多少钱都不卖。郡主自接手财库以来，日日勤勉，唯恐辜负陛下信赖，微臣怎忍他伤心呢？这实在没法子才抢了过来，但也让店家来府里取银子。这鲁国公府这么好找，他又不是不认识路啊！御史大人可去鲁国公府查过，管家应该是付了银子的。原来如此，既是为了永嘉，便就此作罢，以后莫要再抢了。微臣知道了，谢陛下体恤，微臣这就退下。谢云照瞪了吴御史一眼，我记住你了。御史大夫顿时胆寒，他是不是惹了这魔头？鲁国公伸手抚去额头汗水，还好儿子的官职保住了。谢云峥的手又攥紧，这也能被他逃过？他好像不似从前好对付了。下了朝，走出宫门，鲁国公揪住儿子的耳朵一顿训：今时不同往日，怎么还这般胡作非为？哎呀呀呀，爹，你知不知道郡主改造家县花了多少银子？嫁妆都要搭光了。这是你不给钱的理由？爹，能省则省呗。滚！再有下次，老子打断你的腿。是爹。鲁国公回府后，想着儿子说能省则省，心又难受起来，叹了口气，叫来管家。哎呀，去我司库里取1万两银子给云照送去。管家惊讶，二爷他缺银子了？以后临风居的分利，每月你亲自送去郡主府，食蔬瓜果，记着想着点他们。是，国公爷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鲁国公深吸一口气，他们夫妇其实最喜欢云照，这孩子自小活泼，不消停的身影总会晃到你身前。云峥截然相反，总是闷着，但却踏实。2个儿子他们都是盼着好的，如今听云照说省这个字儿，真就心疼了。可惜他那好儿子无法领会老爹的爱子之心，喜滋滋的接过银票，没想到跟爹哭穷还挺有用，下次继续。1个月后，郡主府小宴请的都是合作
的商家。汪老头子昂着头，骄傲得很，见了谢云照也是笑眯眯的，一口一个贤侄。谢云照也不端架子，汪伯伯、汪大哥的喊着：贤侄如今已经搬出来了，不必再听谢世子的话吧。哎呀，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大哥呀，我爹希望我能事事以他为重。不过汪伯伯放心啊，云照有分寸的，上次对不住。哪里，如今倒也验证了，这事对我们汪家也是好事，是我们当初错怪你了。无妨，现在事情都朝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们只需要看以后。谢云照举杯敬酒，其余东家很是羡慕汪家，除了有合作，还能和谢二公子称兄道弟的。今日并未分席，只分桌，沈淑荣和谢云照坐在主位，同桌而食。如今财库刚刚恢复，还需要在座各位东家共同协作。本郡主敬各位一杯，只要各位诚心相待，本郡主必然会带各位奔更好的未来。多谢郡主。沈淑荣杯中果酒一口饮下，垂头之际忽然恍惚，伸手抚额。谢云照吓了一跳，揽过他靠着自己。蓉蓉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沈淑荣刚点头，突然就晕在他怀里，失去了意识。快去请太医！青樱飞奔而去，一屋子人都吓坏了。谢云照快要吓死了，蓉蓉怎会突然昏倒？趴在床头紧握着他的手，一遍一遍喊他，但他没有任何反应。太医怎么还没来？庆竹，你去迎。是，二爷。沈淑荣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男孩的声音：娘亲，娘亲。他努力睁开眼，看见的却是迷雾，费力地向着声音的来源走去，那声音更近了。娘亲，娘亲。沈淑荣边走边用手挥开迷雾，直到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呆住了。娘亲，我是阿南，我来了，娘亲。沈淑荣被惊醒，浑身的冷汗不住地往外冒。谢云照紧紧地搂住她，终于醒了。蓉蓉，是我在呢，别怕。沈淑荣的泪止不住地掉，不要，他绝对不会再要他。胡太医匆忙跑进来，谢云照快速坐去床头，把浑身发抖的人揽在怀里。淑荣别怕，胡太医来了，让他给你把脉。沈淑荣机械地伸出手，脑子里都是谢之南叫娘亲的声音。胡太医把脉，脉象像是，但又不明显。得知郡主是忽然昏倒，昏的时间不长，差不多可以断定。郡主没有大碍，以下观看像是喜脉，但时日尚浅，也可能是郡主心慌所致。若郡主没有哪里不舒服，便再观察半月，就可明了了。听到喜脉，沈淑荣的眼睛就闭上了，后边又说了什么根本没在听。恐怕他最不想发生的事儿还是发生了。谢云照也丝毫没有喜悦之感，若怀孕就会让蓉蓉昏倒，这辈子都不让她怀。天知道他的心都快下停了，他们才相处多久啊，他不能让任何事情影响他们。胡太医本以为会见到二人喜极而泣，或是腼腆道谢，结果一个哭一个气，恨不得是他误诊的样子。怪哉，提着药箱灰溜溜地退了出去。3月后，距离胡太医诊脉已经过去1个月，沈淑荣都没有再叫太医，但月信没来，他不得不相信事实，手抚上小腹，但愿只是梦。谢云照见他后来没有再昏过，放心很多，但见他好像不想确诊，便没主张叫太医。沈淑荣抱着男人的腰，怕讨厌都没用，怀了就是怀了，只要孩子的爹是他，他们可以教育出不一样品行的孩子。想通的沈淑荣，相公，去找太医来把脉吧。娘子在怕什么？若是不想要，不，这是我和你的第1个孩子，我想要。太医来了，诊脉后确定郡主怀孕，长公主府、郡王府、鲁国公府都很高兴，各府上下皆赏。从那日起，沈淑荣一闲下来就让人读书给肚子里的宝宝听，上到道德伦理，下到民间话本，尤其是遇到女子不义呀、遇到负心汉或者被丈夫伤害的书，还会让人多读几遍，一定要让肚子里的孩子清醒些，明事理，辨忠奸。此山最近可有消息递过来？郡主，前阵子世子去了后院，只去了2天就被金枝给勾了回来了。听说李婉儿吵过一次，现在世子又不去了。沈淑荣唇角微勾，魏悠然这个废物怎么还没加进去？看来要推一把了。
再给金枝送些好东西，只要她好好的，我才能放心。是郡主。传福顺来见。2日后，沈淑荣去了东宫。永嘉妹妹身子重，怎么进宫了？太子哥哥，永嘉听说一些消息，实在坐不住，这才来扰。什么消息？银枝扶着沈淑荣坐好。永嘉听闻三皇子有意娶魏有染做侧妃，姑爷有所听闻，老三最近越来越不安分了。太子哥哥不必担忧，魏有染未必答应。他喜欢的一直都是谢世子，我知道太子哥哥重用世子，他是永嘉伯兄，我们自然都是向着太子哥哥的。如今有谢家军支持，若魏有染真的嫁给世子，魏家军自然也会支持太子哥哥。魏家怎么会让魏有染做妾？侧妃虽也是妾，但是到底是皇家御牌的，而且谢云峥娶妻前，姑问过他不愿意娶魏有染。这个时候岂容他不愿？难道要看着魏家军向着三皇子吗？妹妹有办法。魏有染可是非他不嫁的，只要制造点机会，相信他会愿意抓住。传出实旨，魏家不会舍得女儿去死，即便再不愿他为妾，也会同意。至于伯兄已经有了正妻，抬个妾而已，还能助你，他没理由不应。对呀，他可以收房啊。李琛暗道自己傻，永嘉说的对，若是谢云峥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还指望他干什么？沈淑荣见他想明白，嘴角带了不易察觉的笑。出宫时带了一箱珠宝，谢云照正在宫门外等他，扶着人上了马车。娘子想魏家向着太子吗？相公，魏有染过得好，魏家可能会是谢云峥和太子手中的刀，但他若是过得不好，或者是死了呢？谢云照猛然看向他，他的容容高啊。既如此，太子此次行动，我们要留下证据，可得让魏老将军知道谁是害他女儿做妾的人，别冤枉了大哥。相公总是为兄弟着想，应该的。两人刚回府，福顺匆匆忙忙赶过来，奴给郡主二爷请安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有人造谣财库的钱庄快没银子了，说所有的钱都被郡主拿去治理林怀，又大量的开展生意，让存钱的人抓紧取出来，再不取就来不及了。别让我查出来是谁传的。自蓉蓉有孕，财库基本都是他在管，如今传出这些，让他如何同蓉蓉交代？这事不怪你，我也不怪你，先要想想办法，如何不让这些人都来取银子。谢云照气得不轻，他怀疑谢云峥，但又不信他会这般坑蓉蓉，毕竟财库现在是蓉蓉的。福顺，先召集所有掌柜来郡主府议事。是，郡主。杨倩如今也是财库理事，听到消息赶了过来。管理钱庄的大掌柜见到沈淑荣，直接跪下了。郡主，钱庄的银钱从成立以来就会用于其他生意，但现在账面上的银钱，客人正常存取是能维持的。本郡主知道，大掌柜快起来！现在不是账面上有，百姓就会信，是有人要破坏钱庄名声，目的是让百姓害怕，把存在钱庄的银子全部取走。我们账面再足，也不足所有人来取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的生意都停不得，一旦停下，损失会更大。还没想出办法，福顺又急匆匆进来禀报：郡主，现在几个钱庄外已经挤满了人，都我们内挤，怕晚了拿不回银子了。郡主，不能让他们取呀！奴现在就去跟他们讲道理，现在取走，他们会损失很多利的。利比起本，大掌柜哪个多？郡主，我可以代表我外祖家担保，若财库钱庄取不出银子，我杨倩来付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。沈淑荣看着他，欣慰的笑了，没看错人，目光没多停留，看向福顺。所有钱庄都暂时关闭，请官兵围住，就说本郡主会亲自解决，绝不会欠他们一分。是，郡主。谢云照自责极了，竟然让蓉蓉这般困扰。若真是谢云峥搞的鬼，就是冲着他来的。他看向青樱，你亲自带人看着，务必不能出乱子。是，二爷。郡主，关店也不是长久之策呀，急是不可行的。现在静下心想办法。杨倩说的是一条路，不止你、汪家、王老板，所有合作方都可以来给我们做担保，还有鲁国公府、长公主府也都可以给我们担保，这样能缓解他们的慌乱。郡主，各大东家那边奴等去交涉。去吧，说是这次不愿意帮忙的，以后的合作就可以考虑取消了，不能共苦也没必要同甘。是，郡主，奴等明白。杨倩也急着回去和娘对账，看看手里有多少现银。鲁国公府交给我，我回去一趟，若是再不够，我就把都变卖了。辛苦相公了，不过我们尽量签自家银子，相公说呢？好，我爹要是敢见死不救，我就不认他了。诸位先生，这次的事你们怎么看？最年长的于先生拱手回道：郡主，以某等之见，这次若能安然度过，未必是坏事，可避锋芒。财库人人惦记，惦记的就是生钱的能力。如今都知道财库没银子，还欠了这么多担保人的债，谁还愿意惦记？财库经营的再好，盈利再多，也要先把欠的债还上吧。先生们说的在理，既如此，财库的债务还需要各位多费心，早日还清。谢云照回去就拉着娘去书房找爹，直
直接就给跪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爹娘，救救儿子和郡主吧！国公夫人要被他吓死了，拉着人起来。哎，你快说何事啊？肚子里孩子的事。不是的，娘，孩子好好的，但就快不好了。鲁国公夫妇听到财库危机，郡主就要失去财库，而他就会失去官职，他们夫妻一伤心就会失去孩子。我们能帮什么？只有更多的担保书，再借到更多银子，我们才有可能挺过这次危机。爹娘，你们救救儿子吧！儿子好不容易成了家，有了家后还有了官职，儿子还想给爹长脸，给国公府争光呢。若自己家人都不帮我，我和郡主就要带着孩子去死了。哎呦，呸！别乱说，夫君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到底欠多少银子？既要担保，又要借银子，一旦财库崩了，国公府岂不是也完了？正常是可以周转的，现在是有人造谣，存户心不稳，只要更多担保，稳住大部分大额存户，就能很快度过这次危机了。爹，儿子不可能见财库保不住，还来坑自己家呀！鲁国公深思后，府里有30万两现银，你们钱庄里存着50万两，我们不取，第四库里还有5万两，我再给你做个担保。国公夫人见夫君都大方借了，便没了顾虑。娘的私库还有10万两，你们先拿去用。大哥大嫂那儿，鲁国公夫妇心想，你惦记的还挺多。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各商家同财库合作不久，都有所付出，哪能看着财库垮？下午各钱庄门外就贴了很多担保书，长公主府、郡王府、鲁国公府、定远侯府、裴府、汪家所有产业、王家布行、大周所有迎客来酒楼等等，都能为钱庄担保。杨倩更是当着大家的面存入钱庄200万白银，造谣总算被打破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库房里，谢云照看着从鲁国公府寄来的50万两，不想还怎么办？这里还有谢云峥的5万两，更不想还。沈淑荣见他皱眉，怎么了，相公？这次的事儿虽没查出来是谢云峥，但同他一定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，说到这儿，谢云照停住。蓉蓉不会觉得他欠债不还吧？银子，我们欠那么多债，哪来的银子？是啊，多谢爹娘大哥大嫂帮我们度过这一关，我们会尽快还上的。金枝就坐在西厢房窗边，巴巴地盼着世子爷厌弃新人回来找自己。姐姐别这样，奴婢舍不得你难过。我有什么资格难过？不是的，姐姐，世子只是例行公事，他对你比夫人都好。别看夫人怀有身孕的，但最能与世子交心的，唯有姐姐一人。你真这样认为吗？当然，姐姐，我也是比不得你，谁都比不得你，他们都不配跟姐姐抢。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怀疑世子的心。世子心里之人是郡主，只要他多和郡主来往，不怕世子不来。郡主送来的料子，给我裁几身下衣吧。是，姐姐很好，金枝姐姐可不能丧失斗志。郡主府，沈淑荣听着银枝口中的消息，世子只有魏悠然进府那夜宿在他院中。谢云峥啊，谢云峥，吏部尚书、魏家军，你倒是一个都不在意，看来处境还不够难。4月的风轻柔地吹过大街小巷，混合着淡淡的花香。这个月末便是鲁国公的寿辰，国公夫人却为此犯愁，儿子借走的银子至今仍未归还，这宴该怎么摆？和儿子要，他又张不开这个口，也不能不问，办得太寒酸了吧，恐遭人笑话，有失鲁国公府的颜面，实在没法子，派管家去探探口风，带点郡主爱吃的再去。管家领命而去。谢云照正陪沈淑荣在水榭处听琴，见国公府管家来，不太高兴地走去池塘边喂鱼。何事？二爷，月底是国公爷的生辰。知道了，我和郡主会准时过去。一把鱼食扔进池子，老管家还没走。怎么还站着？管家挠挠头，夫人不来，他也不好意思讨债呀。他旁敲侧击，也许二爷能懂。二爷，国公爷寿辰，需要摆宴。废话，不摆宴我们去喝西北风啊。这，我看你是真老了。哎呀，二爷，府里这2个月的产业的收成都不太好。这样二爷应该能听懂了吧？不行啊，我没时间再管家中产业了，财库就够我忙的了。好不容易抽出空来陪陪郡主，你还来打扰。二爷，摆宴的银子，您看。这件事你不该来问我，我如今都是吃郡主喝郡主的，你该去
试问世子夫人，她嫁过来第1年，爹的寿宴就办不好，还要她这个当家主母有何用？管家管家灰溜溜回去，只带回来2000两银子，还是因为他和二爷说给郡主送来了血燕。国公夫人看着2000两，欲哭无泪，对剩下的欠银有着深深的担忧。算了，夫君也不是整寿，少请些人吧。昭辉院书房，谢云峥看着画上的人，脑海里勾勒着和他相处的画面。金枝进来，谢云峥卷起画，妾见过世子爷。他已经猜到画上是谁，但一直没有拆穿过。和他共守一个秘密，也许他能更亲近自己。世子爷，妾很想念郡主。自从他们搬去郡主府，郡主就很少回来。一晃，妾已经近2个月没见到了。谢云峥眸光微闪，他何尝不是？妾可不可以求世子爷画一幅郡主的画像？妾会藏好，只在想郡主的时候看。妾自小陪在郡主身边，从未分开这么久过。说着垂头欲泣，谢云峥盯了他几眼，见他眉眼间尽显真诚，似有所感，拿来刚被卷起的画轴放在金枝手中。多谢世子，原来世子早就为妾准备了。谢云峥拉他起来，坐在自己怀里，真是可悲。他们如今唯一的关联竟是金枝。画中人此刻正吃着瓜果，陪亲嫂嫂聊天呢。乔月也有了身孕，刚查出来的，比沈淑荣要晚2个月。2个小孕妇本就是好友，如今又成了姑嫂，整日聚在一起。武善和妹婿喝了点酒，听到有太医来给妹妹把脉，便说也替妻子看看。胡太医又来了，乔月的脉象很好，到郡主时，永家郡主脉象，再看看。沈淑荣见他皱着眉，也是微微蹙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怎样，胡太医？郡主像是双胎。什么？双胎？真的吗？郡主基本确定是双胎，双胎辛苦，郡主平日要多加注意休养。沈淑荣惊喜不已，太好了，若是双胎，就不可能是谢之南。瞧了一眼银枝，银枝领会去送，还给胡太医厚厚的红封。双胎好，一次就能生2个，比一个一个的生，省时又省心。沈淑荣笑着笑着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沈琦夫妇偷偷的回了家，给妹妹妹夫留足空间。谢云照把人抱过来，娘子怎么哭了？我和相公有2个孩子了，真好。是啊，真好。他有了蓉蓉，有了自己的家，也即将迎来2个孩子，怎么这么幸福呢？2人就老老实实的抱着彼此，互相汲取心安，感受一家4口的温暖。刚进6月，李婉儿就发动了。沈淑荣和谢云照回了临风居等着，听到巧玉来报魏姨娘来了，沈淑荣愣神片刻，她来做什么？请人进来吧。见魏悠染一头妇人发髻进来行礼，沈淑荣突然可怜他，表示都只是妾。妾见过郡主，请郡主安。魏姨娘坐吧。魏悠染缓缓坐下。郡主身子可好？挺好的，能吃能喝。没想到郡主竟与2公子有了2个孩子，妾却阴差阳错进了世子后院，世子夫人也即将诞下世子嫡出。真是造化弄人，妾着实为郡主可惜。为他可惜？是来炫耀，还是来拉他和李婉儿的仇恨？当个妾还这么骄傲，谢云峥到底给他灌了多少迷魂汤啊？大哥对魏姨娘可好？魏悠染神色一僵，魏姨娘这个词儿他至今都听不惯。还好，我觉得也是，娶妻娶贤，纳妾看颜，男子大多喜爱妾室，想必魏姨娘肚子里也有了宝宝，要不要叫府医来瞧瞧？魏悠染的脸僵得发白，他还是和从前一样讨厌，他那个婢女也令人讨厌，明明她是千金小姐，却争不过金枝那个贱人。不用了，郡主，妾还不急，想和世子多相处相处。也是，如今世子有了嫡子，庶子什么的的确不齐。魏悠染是被气走的，沈淑荣口中不是妾就是庶子的，一直往他心上扎刀子。他一定是嫉妒我能成为世子的女人。哼！谢云照回来，岁寒就开始告状了。他捏了捏拳头，魏悠染的确该死。没多久，昭辉院一声响亮的啼哭。世子夫人生了，是位小公子。谢云照还要在爹面前扮演兄友弟恭。我先去看看，等娘子去了，露个面就可同我回来。好。谢云照走去昭辉院，没等进去就看到了黎霜，他快走几步迎过来。二表哥好。
好什么好？你瞅你那一身，今天是你大表哥喜得贵子之日，你穿一身白做什么？是二表哥说女子打扮的素雅是别样的美感。谢云照蹙眉，他何时说过这种话？就是你们去我家狩猎那次。我劝你换身喜庆的衣裙，否则我娘不会给你好脸色的。而且我那时夸的是蓉蓉穿校服的样子，你瞎误会什么呀？谢云照绕过他走远，离霜踉跄着险些倒地。他夸的是郡主，难怪他这样打扮多年也没换来他片刻关注。产房内的李婉儿已经累得睡过去，小家伙被产婆洗干净抱去堂屋。哎呀，本国公有孙子了！快让祖母看看，云峥，你也来看看，这是你的嫡长子。谢云峥走过去，瞧了一眼，便坐了回去。不是期待中和永嘉的孩子。谢云照进来也瞧了一眼，真丑，找个椅子便坐下了。小家伙除了光亮，什么都看不清，但却听清了每个人说的话。本国公是祖父，云峥是爹爹的名字，是祖母喊爹爹来看他吗？我怎么变成刚出生的婴儿？不是在御书房批奏折吗？当年二叔夺了皇位，一辈子都没娶妻生子，当政8年，在我18岁生辰时，直接把皇位传给了我，然后饮了毒酒。我明明是大于皇帝，如今这是重生了啊！既然重生了，我就不能再让娘做出不知廉耻之事。就算她是被迫做了前朝皇帝李琛的女人，回府后也不能和二叔苟且吧？置伦理于何地？置父亲于何地？爹这般爱重她，娶了继母，也没忘记娘。这样想着，祖母的声音传来：“辛苦婉儿，云峥，你要好好对婉儿，共同把我大孙子养育成才。”知道了，娘。婉儿。谢之南听得云里雾里，婉儿是谁？没听过他爹身边有叫婉儿的呀。没等再想，饿得哭了出来。沈淑荣来时已经睡着了，沈淑荣掀开他脸上蒙着的薄巾，吓得缩回了手。谢之南，怎么了，蓉蓉？沈淑荣很快掩藏惊惧，虽然新生宝宝都长得差不多，但谢之南下颚处小小的那颗红痣，他怎么会忘？没事，就是没想到新生的宝宝这般丑是吧？我也没想到。走，去做。云照胡说什么？新生的宝宝就是这样，几日后就好了。就是丑。谢云峥见谢云照扶着大肚子的沈淑荣，脑中恍惚闪过一幅画面，是他在扶着他，忍着极度思念问：“郡主身子可还好？”“挺好的。”沈淑荣不欲与他多说，看向公爹，可是名字也一样。“爹，大哥的嫡长子，您想好起什么名字了吗？”前世就是公爹给起的名字，因谢家军驻扎南边，便取了之南。啊，对，是要想想名字。鲁国公垂着头思索，沈淑荣就盯着他看，搞得谢云照都感兴趣的看向了爹。那就叫谢之南，正巧我们家。又说了什么？沈淑荣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他很怀疑谢之南也重生了，除了那个梦，还有他的长相，亲娘都换了，他为何长得还和前世一样？多谢爹，就叫谢之南吧。谢云照见蓉蓉脸色发白，起身把人带回去。沈淑荣回到郡主府，已经没了白日的担忧，真是他又如何，重生又如何？这辈子他身上没有了自己的血脉，他对他不用有任何顾忌，逆他者亡。一定要像你们爹爹和娘一起爱爹爹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谢云照听到了，俯身亲吻鼓鼓的肚子。要听爹爹的话，一定要最爱你们娘亲。半个月后，皇帝上朝时昏倒了，消息传到沈淑荣耳朵里，他很镇定。前世就是黄伯伯这次昏倒后传位给了李琛，他起身亲自去了长公主府。等皇帝醒来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想起床都成了难题，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他已经油尽灯枯，不知还能坚持多久。内监来报长公主求见，皇帝宣见他要向姑母要一个心安。长公主眼圈红红的，一看就是哭了很久，坐在龙床边关心他的身体。姑母，皇侄儿怕是又走在您前头了。陛下别担心，太医说了，好好养着，多花些时间能养好的。姑母，皇侄想禅位给琛儿，求姑母能帮他。陛下不必多说，皇位定是要传给琛儿的，姑母只认正宫，但不是现在，玉玺还是要在陛下手中。对于琛儿，纠正指错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。3日后，三皇子疲惫地出宫回府，还好父皇没事儿，否则太子直接登基了。不行，父皇的身体恐怕不能挺太久了。
太医说最多1年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。夜半，一个矫健黑影进入了三皇子府。你来了，我们布局时间太短，恐怕父皇未必能给我太长的时间。正面不行就来阴的。太子如果不在了，他那2个小数字有等于5。你有办法？当然，你以为长公主那日进宫和陛下说了什么，就是在给你拖延时间呢？三皇子合掌，难怪父皇这次病得这般严重，他还以为会直接传位呢。多谢姑祖母。三皇子庆幸谢云照是他的人，更庆幸他娶了永嘉。但他只能短暂拖延，接下来就要和陛下的时间比快了。什么办法？太子惜命，若是有长生不老之术，你以为？三皇子沉思，随即眼眸越来越亮。这次父皇的病把太子吓坏了，每日都要吃药膳进补，但不能自己人去安排，以防事情败露。哎呦，别卖关子了，你是不是想好了人选？太子信任谢云峥，谢云峥小姨子李梅儿的夫婿是去年的进士，最是渴望好前程。妙啊，他自己人坑他，与别人无关。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呀？坏的可以啊！我就当你是夸我了。谢云照回来，沈淑荣正看书等他，他走过去拿下书，扶着人躺去床上。不用等我，你要多休息。你不在我睡不踏实。2个小家伙都是活泼好动型的，动不动就踢他。会不会像我一样淘气啊？他最近很担忧，孩子若是像他，是不是很累人？不会，会是你淘气的2倍。更可怕了，你黄伯伯还能坚持多久？沈淑荣沉默了片刻，不到1年，可他不能说。不管多久，总能熬过我生产。蓉蓉这段时间什么都做不了，缓一缓才好。相公，每件事都离不开你，没有你，我孤木难支。都是你为他们着想，而我只在乎你开不开心。只要你能开心，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相公，你真好，有你我才好。某处的变化已经很久。蓉蓉，我好想你。我不是在你怀里吗？想你好久都没。耳边处传来的酥麻让沈淑荣脸颊绯红。孩子还在呢，乱说什么？肚子里的小娃娃能听懂什么？忍着。他也想，可还要好久，生产后还要2个月呢。男人委屈巴巴的，真馋呢。9月，魏悠然有了身孕。沈淑荣看着银枝感叹，说是金枝的身子没回，想必会比魏悠然先有身孕。是啊，魏姨娘有了宝宝，怕是世子会常去碧落院，金枝就可怜了。不过郡主放心，奴婢会告诉子珊，多安慰她的。浅浅的笑容挂在沈淑荣嘴边，瞧着又大了1圈的肚子，她不会像祖母养自己般教养孩子，只有成为强者才会立于不败之地。她要她的孩子都像爹爹那般内心强大无惧，就算经历背叛与欺骗，也能从容应对，而不是悲伤痛心。同月底，沈淑荣发动了，因是双胎，早了半个月。谢云照正看着账本，婢女来报，飞一般跑去产房，紧紧地握住沈淑荣的手。不是没到日子吗？沈淑荣疼得直冒汗，仔细瞧她，眼圈里也都是泪。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没事的，二爷，很多双胎都提前，放心吧，郡主和孩子都会健康的。谢云照是被郡王妃赶出去的，你在这儿，他怎么生？很快，长公主夫妇、鲁国公夫妇都来了，焦急地等在院外。谢云照急呀，就这件事儿他不能替，为何他不是女人？若有下辈子，蓉蓉做男人，他来生孩子，给他生一堆。李婉儿没来，谢云峥被他留下，劝他等孩子生了再去看。怀里抱着的谢之南比谢云照还紧张，他娘千万不要生男孩，他和他爹不一定能称帝，但二叔一定能。若两房只有他一个男孩，这地位依然是他的。谢云照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看得国公夫人头晕。等他耐心耗尽，终于一声啼哭，打破所有人的心慌。生了，恭喜各位主子，是位小公子。谢云照的眼泪哗的就流了出来。蓉蓉给他生了个孩子，他们有儿子了。隔了约1刻钟，另一声啼哭响起，比哥哥哭的还要响亮。婢女又先是出来报喜，恭喜各位主子，是大小姐，母女平安。
女娃好，一定会向永嘉赏，今天都重重有赏。鲁国公夫妇高兴的直拍手，但不敢喊重赏，穷的见底了。很快2个孩子都被抱了出来，供大家短暂观赏，再抱去喂奶。谢云照的心思不在娃娃们身上，扒着门框想进去看蓉蓉，看她的最爱。里边处理好，谢云照终于被放进去。相公，陪我睡会儿。好，蓉蓉安心睡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沈淑荣累得不想多说，搂着他的手臂睡着了。外头的沈老太傅拉着人走去一边。永嘉一口气生2个孩子，让谢家分咱们一个，不过分吧？2个孩子吃饱喝足睡着了，沈淑荣还睡着，谢云照只陪他。长辈们在前院商量给宝宝起名字，在沈老太傅面前不敢卖弄学问。鲁国公只提出男孩中间取之字，女孩随意。沈老太傅听到随意，眉峰微挑，那他就不客气了。沈知悉怎么样啊？不愧是太傅，真是博学。知悉姓沈。没错，不过我说的是女娃的名字。太傅怎能姓沈？真当云照入赘了。国公夫人，姓什么都是你们孙女儿，看孩子们的意愿吧。永嘉生了2个，咱们不必抢。抢什么抢？谁和你们抢？明明是你们来抢我们谢家的孩子，听孩子的。不行，国公夫人越想越不靠谱。谢云照他什么都听郡主的，国公夫人坐不住，去院子里晒太阳，找婢女去请二爷来。谢云照来时，看着一脸怨气的娘不解，当祖母了不高兴？怎么了娘？我告诉你，你敢同意我孙女姓沈，这辈子都别回国公府，别让我这个娘。什么姓沈？就是你祖父祖母想让我谢家小姐姓沈，凭什么？那男娃呢？男娃他们说可以姓谢，这算什么？不是抢孩子吗？知道了，娘，我进去和祖父祖母说。国公夫人松了一口气，还好儿子这次没傻。和儿子争什么？他故意不让我靠近你，你看不出来？看出来也不能任由孩子哭吧，哭坏了怎么办？可你看到了，他干打雷不下雨。哼，若是明天他再哭，老子也哭，比他哭的还响。你可真是有出息。娘子，夫君伺候你安息。如今的蓉蓉身形已经恢复如初，可她却觉得和出场时不同，多了一种说不清的韵味。但无论哪种，都能让她沉迷无法自拔。郡主府，小2口正抱着孩子玩，得知谢之南被公爹称为神童，沈淑荣心里冷笑。谢之南这是想从小就给自己添筹码。狗屁神童啊，不过是大人天天念叨，孩子自然就记住了。如今他也有孩子，怎会愿意听别的孩子好？蓉蓉给他生的孩子才是最好的。沈淑荣想到前世，若问谢之南最怕谁，估计只有他二叔了。相公，阿南是神童，爹娘是不是以后只喜欢他，不喜欢阿义和西西了？哎呦，不会的，都是他们孙子孙女。他这般早慧，以后名声传出去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喜欢阿南？我们的孩子也是鲁国公府的，和他一比，却低到了尘埃里。谢云照的心顿时一寒，他在谢云峥身上吃过的亏，绝不会让阿义也吃。娘子放心，我回去看看他到底是何方妖孽。咬牙切齿的声音令沈淑荣安心。谢云照去时，谢之南正在鲁国公书房听祖父为他读《论语》，爹也在，一直在观察他。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爹，大哥，我来看看何方神圣投胎在我们鲁国公府了。谢之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怎就忘了这一茬？二叔也重生了，比他还早。若被他知道自己也是重生，他怎会容得下自己？哎呀，咱家要出个小神童了，会背三字经，刚刚的《论语》想来他也能背了。谢云照走上前，把坐得紧绷绷的谢之南一把抱起。是吗？嘿，给二叔辈来听听，天降神童到咱家，看来鲁国公府定能永世兴盛啊！他2只小拳头紧紧攥着，不断发抖。不飞背，他现在要藏拙，要不如谢之意，否则活不过明天。阿南，给二叔背一遍听听。不会，不会背，那就好。把孩子放下，谢之南感受到杀意退去，松了一口气。
爹，我还以为真是神童呢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仆人给他读的次数太多了。这么小就学这么多，小心过会一妖啊！呸呸呸，说的什么话呀！鲁国公虽斥责儿子，但也知道过会一妖一定是李婉儿故意安排人天天读给阿南听。1岁的娃娃怎么可能会背？心里对李婉儿的厌烦又多了2分。南娘，不可以再给阿南读书了，等启蒙时间即可。是子爷。谢之南是真的怕了，再背下去怕是二叔直接让他早夭。谢云照回府后说了谢之南的事儿，不过是听了太多次就会了，让沈淑荣放心，不会传出什么神童。沈淑荣搂着他频频送奖励，相公真好。谢云照被亲又被夸，笑得傻兮兮的。我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受委屈的。昭辉院，李婉儿让儿子背三字经，明明早上还会背的。谢之南瞪他一眼，紧紧闭嘴不背。他这么小，再背小命都没了。快背啊！你明明会背的，只有你会背，你爹才能看得见你。快背！奶娘和秀禾看到夫人生气，纷纷担忧大少爷。你在做什么？放开阿南！李婉儿手一松，奶娘赶紧把孩子抱走。他这么小，背什么书？有你这样做娘的吗？如此逼孩子？没有我这样做娘的，有你这样做爹的吗？你想要谁给阿南做娘？郡主吗？谁做你儿子你会喜欢？他生的孩子是吗？胡说什么？我看你是失心疯了。我失心疯？你看谢之意的眼神都比看阿南温柔，到底谁才是你儿子？一派胡言！我胡言？你敢说你看郡主的眼神纯粹？你看到他时，眼里还能看见旁人？谢云昭，你知不知道她是你弟媳，你亲弟的妻子？你们两个这辈子都不可能了！李婉儿歇斯底里，吓坏了秀禾。夫人别再说了，挑明又有什么意义？只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差。谢云峥拳头都硬了，一双凤眸危险地眯着。怎么说到你的伤心事了？我得不到，你也得不到，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二弟对郡主贴心又听从，他们如今有了一儿一女，一家4口幸福得很，你看着也很心痛吧？李婉儿找死！谢云峥忍无可忍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秀禾吓得冲过来，世子爷，夫人是您妻子，还为您生了大少爷，您消消气。直到李婉儿被他掐得直翻白眼儿，谢云峥猛地一松手，李婉儿向后退去，狂咳。而你只能守着她曾经的低贱婢女，回味你们记忆中的身影。夫人，你快别说了。你的确不如她，甚至不如她曾经用过的低贱婢女。话落，他转身走出去。他想，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他们之间从始至终就是个错误。谢云峥，你好狠！第2日，谢之南常用的东西都被搬去了正院。国公夫人不解，这是干什么？等儿子带孙子来，他才知以后大孙子要由他教养。娘，李婉儿被他祖母养得实在小气，阿南是国公府长子，将来的担子最重，性子不能被他养差了。李婉儿得知，跑去正院抱儿子，不同意他这么小离开自己。谢之南很讨厌他，小手一直推他，不让他抱，只牵着祖母的手。祖母两世对他都很好，他很爱祖母。儿子明显的拒绝，令李婉儿满心伤痛。只要儿子愿意跟他回去，他宁愿请爹来撑腰。可是二婶真好，我也想要二婶那样的娘亲。果不其然，谢云峥的目光转了回来，微眯着眼看着他。你说什么？儿子喜欢二婶，想要她做娘亲可以吗？爹。谢云峥心头微动。为什么？儿子也不知道，就是喜欢她，想靠近她，但他只看弟弟妹妹，不看我。谢云峥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句子。你不喜欢你娘吗？爹，我不喜欢李婉儿，我喜欢二婶，我想让她做我娘亲。这话清楚的谢云峥不可能听不懂，他的心神微荡。难怪阿南从不看李婉儿，却爱去郡主府。爹，若是回来时没有二叔，只有二婶多好，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看着我，做我的娘亲。是啊，多好！没有谢云照，他就可以属于自己。看来搁置了很久的刺杀可以重新启动了。没想到儿子竟然和他有同样的愿望。会的。他虽没有允诺，但谢之南知道他赌对了，怪他蠢。现在才想起来利用爹对娘的深情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二叔出京才好杀，趁爹现在还有这个实力，挡路的二叔一死，前阵子因为害怕二叔放弃的皇位又会回到自己手中。看来他
真的是真命天子。夜里睡在客栈，沈淑荣站在窗前，脑子里都是杂事。蓉蓉放心，我一定把他们都打回老家，让他们不敢再出海。相公，我不会让你这样辛苦。谢云照不懂他什么意思，但听到他心疼自己，心里就像喝了蜜一般。都听蓉蓉的。随即又吻上他的粉唇，他很顺利地吻到锁骨，骨子里的欲望叫嚣着征服他，征服他的人，征服他的心。拖着臀部把人抱去里间，没有儿子捣乱的时刻，他很珍惜，扣住他的手，动作不停。蓉蓉，说你爱我。我爱你。待云雨停歇，谢云照依旧缠着他说爱他。蓉蓉，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沈淑荣怔住，要如何说？谢云照第一次敢问出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怕蓉蓉反问，一旦蓉蓉问了，他不想骗他，所以他很想知道蓉蓉是何时喜欢自己的，又是因何喜欢上的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谢云真好？两人离得极近，他也不急，在他思考之时，不忘啄他的软唇。沈淑荣本就不知该怎么说，又被他吻得意乱情迷。沈淑荣忽然想到什么，害羞的用手指点他的胸。我第一次碰到这儿时就喜欢你了。谢云照不可置信的低头盯着自己的胸肌，他是因为身体才喜欢自己？没等他惊讶完，害怕的问话到底反弹回来。相公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谢云照的目光有一瞬躲闪，夹杂着羞愧，片刻后学着沈淑荣的样子，也是第一次碰这儿的时候啊，原来你是登徒子。沈淑荣闭着眼去抓他，手感真好啊，手感更好。最终得出结论，两人是见色起意。两人睡得晚，起得也晚。谢云照出门时看到了守在门外的两小只，他的心头一跳，一股不好的预感袭来。我和你们一样，刚进来，现在正要走。别骗人，别偷巧娘！谢之意才不信，他在这儿等了许久。谢云照赶紧捂住傻儿子的嘴，这儿是客栈，被别人听去笑死。从这日起，谢之意看着娘看得更紧，让娘可以放心的样子。沈淑荣不得不笑着领儿子情，有时都怀疑是不是让人读了太多负心汉的故事所致。谢云照赶紧哄媳妇儿去休息，眼神示意奶娘把娃抱走。娘子消消气啊，孩子们还小，长大就知道不能随便带人回家，不随意评价别人了。有你这个爹在，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别人好看？他就是欠揍，知道什么没成？什么意思？蓉蓉是说我最好看？明明听清了，却还是故意问道。娘子觉得我最好看？不是我觉得，这是事实。西西性子霸道，不能惯着他这样抢人。谢云照住他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花香，得意的不得了。娘子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人，我最爱娘子。哦，我好看你才最爱我，不好看你就爱别人？怎么可能？无论你长什么样，我都最爱你。说我没嫁给你，你会娶谁？会爱谁？我早就跟爹娘说过了，这辈子不会娶妻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沈淑荣心疼地抱住他，原来他早就放弃了成家，竟也真的做到了。心疼过后，满心都是幸福，被他这般深爱的幸福。谢云照走之前夜里，相公成不成不重要，你的安危最重要。家里有你们等我，我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沈淑荣还要再叮嘱两句，男人的头已经低了下来，稳住了他，显然是不想浪费时间，今夜要做够很久了。直到鸡鸣才停歇。入夜，嘉县郡主府，沈淑荣搂着一双儿女哄睡，脑子里都是自家夫君，两个孩子却睡不着。本以为很快就能看到爹爹，结果又被娘带回来。爹不回来，娘的脸阿姨亲。爹爹回来还气不气他？不气爹爹，亲爹爹，陪爹爹玩，就知道玩。好了，快睡吧，也许爹爹哪天就回来了，我们明天就准备礼物，等他回来亲手送给他。送爹爹小铃铛，送爹爹长长的剑。好，爹爹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感谢你们，早点睡吧。沈淑荣给两个孩子盖好被子，他们俩睡觉没一个老实的。等孩子睡下，沈淑荣叫来银枝，明日让福顺寻两只小猫来。是郡主，有位小猫还能分分两位小主子想姑爷的心思。是啊，我是经不住他们俩想爹的眼神了，期盼的很。姑爷会玩，又总是亲自陪小主子们，想念难免吗？沈淑荣想起什么，捂着嘴笑出声。大多男人当了爹就会很在意威严，除了正常管教子女，很少会不顾形象的陪孩子疯闹。谢云照不同，他的后脖梗那就是两个孩子的座位，他的后背同时能驮着两个孩子在垫子上爬。一想到这些，更想他了。
派去的人应该见到他了。根据路程，应该已经见到姑爷了。郡主放心，2天就会有消息传回来的。你也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几个东家要见。是，郡主。娘，婆母不用担心，云丈没事的，他一定已经被人救下，在养伤呢。可能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回来了。郡王妃抱住女儿，永嘉说得对，我女婿一定平安无事。国公夫人也是边哭边说，云兆会平安回来。李婉儿牵着谢之南，静静地看着他们互相欺骗。谢之南绷着小脸，心里要高兴死了。沈淑荣情绪好些，松开娘的怀抱，看到了讨人厌的一张脸。大嫂怎么把阿南带来了？他这么小，舟车劳顿太辛苦，生病了怎么办？阿南说担心二叔，一定要跟来。是吗？没想到阿南还挺惦记他二叔。阿南想二叔二婶。谢之南开始讨好沈淑荣，他要让沈淑荣喜欢自己，只喜欢自己。我们也想你，2个孩子还不知道，不要和他们说。大家都赞同。当然，他们还不懂。沈淑荣让人安排他们住下，人多事儿也就多了起来。沈淑荣不再经常哭，每日都像无事发生一般。谢之南这2日常跟着祖母去找弟弟妹妹，他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，告诉他们，你们的爹已经死了，你们的娘将来就是我娘。今天终于被他寻到机会，有人送来2套小孩玩的弹弓，谢之意和沈之熙玩得不亦乐乎。谢之南仗着自己是小孩，就开始讨要。不敢，讨弟弟！谢之南气得伸手抢沈之熙手里的，沈之熙死死地抱着不撒手。谢之意跑过来推谢之南，国公夫人赶紧过来，还没到身边，谢之南故意被推倒。快点给我！不给，我就让我爹打死你们！我爹最厉害，我让我爹打死你！祖母来扶，谢之南躲开。二叔都死了，你们没有爹了，我有爹，等着我爹来收拾你们！阿南住口！不可能，我爹最厉害！谢之南手指着奶娘和仆人，无限去问他们，他们都知道二叔死了。二叔若是活着，为什么不回来？假的兮兮，阿南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谢之意用力一脚踢在谢之南腿上，拉住沈之熙的手向门外走去。妹妹走，去问娘，让娘罚他。刚走2步，国公夫人又拦住。祖母在这儿，不必找娘，祖母罚哥哥，好不好？阿南，快给弟弟妹妹道歉。我没说错，祖母说过，小孩子不可以说谎。谢之意再不顾祖母阻拦，推开他的手，拉着妹妹去找娘。国公夫人没法再拦，气得又瞪了谢之南2眼，让奶娘看着孩子，他追那龙凤胎去了。沈淑荣正处理事情，一双儿女面容严肃地寻过来，她微微蹙眉，知道自己在忙，怎会来扰？起身走去蹲下，怎么突然来找娘？沈之熙忍了一路的委屈，看到娘时化作眼泪扑簌簌落下。娘，阿南弟弟说爹死了，不回来。沈淑荣心里一阵咯噔，看向儿子的目光带着询问。谢之意眼圈里闪着泪光，紧紧抿着唇，硬是没落下。沈淑荣垂头，机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忍下所有的情绪，再抬头时仍是温柔的娘亲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最清楚爹爹多厉害，他的剑又长又锋利，谁能欺负他？爹最厉害，还有大长剑。娘，那爹爹什么时候回来？谢之意还在忍着泪，他要爹爹回来，要听娘说爹能回来。儿子比女儿冷静。你们爹爹为了你们的安全，在外面打坏人，等把坏人打光了，自然就会回来。等他回来，可以带我们出去玩，没了坏人，就没人会欺负我们，对不对？谢之意微微点头，但唇还抿着。阿南弟弟坏，娘罚他。对，狠狠罚他。沈淑荣站起身，让人抱着孩子去玩，走了出去。国公夫人正在门外尴尬地等着，见二儿媳出来，永嘉，阿南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阿姨和西西也不懂死是什么意思，哄一哄就忘了。娘，孩子从小看到大，这么小就心思不正，长大还得了？可他还不到2岁半，记不住这些，就是抢东西生气了才口无遮拦。娘不用说了，正因为他小，发现问题，我们才要教育。小玉去找世子夫人来，让她把阿南抱来。国公夫人不再言语，她知道沈淑荣不信谢云照已经不在，她也希望如此，可都这么久了，她也很想儿子，偷偷抹起眼泪来。李婉儿牵着谢之南进来，不知发生何事。娘，郡主让我带阿南过来，什么事？没法子，祖母也护不住你。哼。
真当自己重生成小孩的事没人知道。大嫂，咱们虽是一家人，但本郡主下的令，若有人不遵，依然要按规矩惩治。谢之南心里咯噔一下，随即又恢复如常。他是小孩，娘不会罚他的。郡主这话什么意思？谁不遵郡主的命令了？正是谢之南，他故意在阿义和西西面前说云照死了。你真说了？谢之南不动，不说话，倔强。李婉儿又抬头看他的奶娘，奶娘抿着唇，点点头。郡主，阿南还小，我知道娘和大嫂心疼孩子，我是他二婶，我也心疼，但他不是普通小孩，是鲁国公府的未来。我知道他小，但大家族都是从小教育继承人，因势利导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孩子太小，李婉儿怎能舍得？拿蒲团来。小小的身板挺着背跪下。阿南，一，你违抗皇家郡主命令，透露你二叔的事给弟弟妹妹，视为不忠。二，你言语间并不希望你二叔活着回来，给弟弟妹妹撑腰，期盼长辈去死，视为不孝。郡主怎么会这般严重？李婉儿当即要反驳，沈淑荣挥手，岁寒伸手挡住他。三，你身为兄长，为了小小玩意儿，不过惹哭弟弟妹妹，视为不悌，如此不忠不孝不悌，当罚。沈淑荣最后一字落下，屋子里落针可闻。谢之南的头已经低下去了，委屈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。他娘怎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以前对自己都是温柔体贴的，如今却往他身上安了这么大的罪名。李婉儿急切地看向婆母求助，这么大的帽子扣下来，被外人知道，阿南就废了。可国公夫人忽然觉得二儿媳说的在理，是该让阿南懂事些了。你可认？儿婶，阿南不懂，不是故意的。念在你年纪小，又是初犯，罚你在这儿跪半个时辰。今日之事，我们不会透露出去。若敢有下次，就别怪二婶了。李婉儿心疼得直流眼泪，但涉及教养，婆母都认可，她没法再求情。谢之南抽抽搭搭的跪了半个时辰，时不时抬眸看看娘的脸色。只可惜他再装可怜，也没换来沈淑荣一分心软。海上一个小岛，其中一个高个子白人昂首阔步的走去练武场。这次的收获不小，让老大知道定会高兴。此时练武场有两人正在比武，台下主位坐着一个男子在观看，他脸上附着一张精致狐狸面具。高个子白人走过来，单膝跪地行礼，手里捧着一个盒子，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语言。面具男身边有人翻译，复述这次收获的同时，接过盒子打开。老大，这次抢了很多金银珠宝，还有5颗夜明珠，其中有一个很大很亮的。给我收好。高个子白人很高兴，就知道老大会高兴。就在除夕前夜，谢云征到了。郡主府早就得到消息，府里的主子都等在前厅。谢云征进来，先是给娘和郡王夫妇行礼，然后就说了抱歉。大家都知道结果，没人说什么，知道他辛苦了。沈淑荣也只是说了要瞒着阿义和西西。谢云征看向沈淑荣，他瘦了，神色也比出京时憔悴。没关系，等他们回京，他会想办法走到他身边，用心呵护他，滋养他，恢复以往的神采。郡主放心，我不会和孩子说这些的。谢云征语气试探，询问国公夫人，春节我们都不在，爹想必心情不会好，年后要不要回京呢？他余光看向沈淑荣，实则是在问他。国公夫人思忖片刻，是要回去了。寻了这么久，心里早就明白他不会在了，便点了点头。郡主和阿义、西西也一起回去吧，等有消息，京城知道的也不晚。我们娘仨不回，他回来发现我们不在，会生气的。一屋子人语塞，永嘉还是不愿相信。永嘉何苦呢？总要办丧事的，这样他的魂魄才能回家啊！娘，他答应过我会平安归来，我相信他，所以我们在这儿等他，丧事也不用办。屋子里都是叹气声。永嘉太执拗，回京的日子定了，过了初6就走。谢云征不愿沈淑荣继续守着谢云照，要找机会亲自劝劝他。第2日上午，谢云征抱着谢之南去找阿义和西西玩，本想着碰不到他就多带阿南来几次，没想到刚来就遇到了。孩子们在一起玩，他隔着恰好的距离劝沈淑荣回京。搜寻不会停，但你们3人待在这边，我们都不放心，和我们回京吧。大哥不必再劝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谢云征神情危急，他上前一步，他不在，还有我可以保护好你们娘仨，你们都不用担心。怎么听语气，大哥像是巴不得他已经死了？谢云征心里一慌，竟被人听出来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，他可是我的亲兄弟。沈淑荣背过身不看他，厌烦至极。那就别劝了，否则我会认为他的死与
与你有关。你竟这般想我？大哥带着安南回去吧，有事叫大嫂来找我。谢云峥没法再待下去，走进去抱走谢之南，他不会放弃的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回到自己身边。谢之南出门前盯着沈淑荣的背影看来他娘是铁了心要等二叔了，那就别怪他了。等他有了势力，不妨再如前世，让娘没了身份，只能待在自己身边，只给自己当娘。美丽的海岛之上，到处都是兵士们嘿哈的声音。一个男子跑去面具男身边，在他耳边低语，听不到他说了什么，却只能看见面具男的脸色逐渐变差。这几日没什么公务，但沈淑荣依旧会在书房看账册，他不愿停下来，总会找些事情做。突然书房外传来敲门声，郡主，阿南少爷求见。沈淑荣蹙眉，他来做什么？谢之南被领进来，规规矩矩的行礼。二婶，阿南快要走了，会很想念二婶的。你有心了，二婶还在忙，既然看过了，你先回去玩吧。二婶是在看账吗？阿南也想看。小孩子好奇心重，二婶不会怀疑的，只要让他看上几页，他就知道财库是否如二叔所说欠了很多债。沈淑荣的微笑有些绷不住，他装小崽子装上瘾了。账本不适合小孩子看，阿南还小。岁寒，去把我为西西阿姨准备的图画书拿出来，给阿南看一会儿。我不要。奶娘见郡主没有不高兴，把谢之南抱到小桌前。岁寒取来几本有图有童谣的书，奶娘为他翻书，指着图画给他看。二婶，这个不好看，我想看二婶桌上那本。我看的都是机密，难道你还想被罚吗？谢之南听到罚字，身子一抖，他这么小，娘是真舍得罚他。他抿了抿唇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也知晓是探不到什么消息了。没想到他会防一个小孩子。那阿南就不打扰二婶了，阿南告退。沈淑荣让岁寒去送，他从未当他是孩提，别太辛苦了啊！有你祖父祖母，还有爹娘你哥哥在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们都能给你撑腰的。我明白，娘放心，我相信他还活着，所以我会坚强。什么时候想回京，我让你大哥来接你。好。谢之南一直盯着沈淑荣看，娘年轻的时候真美。不知不觉他走到了沈淑荣面前，分别之时，娘可不可以抱抱他？二婶能抱抱阿南吗？阿南，你如今大了，二婶抱不动，让你娘抱你，我看她抱得很稳。说完又抬手摸摸他的头，大家没当回事儿，郡主能蹲下去安抚已经很好了。但谢之南眼圈红了，他知道娘在骗人，他能同时抱起2个拖油瓶，怎会抱不动自己？他只是不想抱自己。李婉儿走过来，阿南别闹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还要赶时间。谢之南忍住想甩开他的冲动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谢云峥见他没有同自己说话的打算，眉头紧皱。他的信他一定看到了，信中他细数了2人从小到大有意义的事，最后也写了他永远都会是他的后盾。虽不直白，但能看出他记得他们的点点滴滴，也能看出他对他的深情。他牵着马站着未动。沈淑荣走过来，谢云峥眉头舒展，他这是要回应自己了。他目光紧紧盯着他，心微微提起，只要他同意，他来想办法。多谢大哥送阿义和西西的礼物，他们很喜欢。此次回京，望你们一路顺风，祝大哥大嫂往后余生幸福和美。话落，银枝扶着沈淑荣越过他走了。谢云峥的心如坠冰窖啊！他想了很多种回应，他不理，或避嫌，或模棱两可，亦或愿意等待，唯独没想到会是祝福。直到身后传来马蹄声，他才堪堪回神。他一定是觉得谢云照还没死，才不惜伤他。等他相信那日，一定会想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只有自己一直爱着他。他抬脚上马，挥鞭而去。他说过，绝不会放弃。他早晚都是自己的。沈淑荣的视线也落在凤凰花灯上，他起身穿上鞋，过去解下花灯挂去床头。那次也是，他见他喜欢，特意挂在床头，就这样照亮做羞羞事的他们。沈淑荣的嘴角勾起幸福的弧度，但眼角却流下2行泪。盯着凤凰花灯许久，白色的里衣袖口会下意识地拭去眼角的泪水。他的魂魄能看到这个花灯吗？沈淑荣闭上眼睛，细细地回味他真爱的男人。他爱他更多，怎会舍得？他不想同别人一样，认为他已经不在。谢云照，只要你现在出现，我就原谅你扔下我们娘仨这么久，否
否则我就罚你。正肆意的哭着，屋子里一阵风吹过，沈淑荣立刻睁眼。冬日门窗紧闭，怎会有风？她一瞬间身子僵硬，汗毛竖起，床头系着线绳，只要拽到即可引来紫鳞味。她欲伸手过去，又怕打草惊蛇，暗处缓缓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沈淑荣不会动了，是幻觉吗？还是她的魂魄听到自己的召唤回来看她了？人缓缓走近，面容在靠近床边花灯的照映下逐渐清晰。蓉蓉想怎么罚我？沈淑荣再也不顾，直奔男人跑过去。不管是人是鬼，她都想念他，贪恋他。扑进男人怀里，被他搂紧了，她才知道是真实的，他真的还在。两人搂得很紧，紧得不能再紧。他不说，他不问，不问为何才回来，不问他这段日子都在哪儿，怎么过来的，只珍惜他还在。蓉蓉，我好想你。男人压抑了很久的欲望，随着这声呢喃吻上他的耳垂，沿着他好看的下颌线来到思念已久的唇瓣。他辗转吮吸，他仰头迎合，吻了许久，直到唇舌都有些麻木了，浑身上下都在叫嚣着对彼此的思念。短暂的分开，带着喘息。凤凰灯喜欢吗？你送我的。我想点着它，再和你。孩子们都在，你不在的日子都是他们陪我睡的。那去榻上。抱起他放在榻上，他去床上瞧一双儿女，心里柔软一片。长这么大，撑着身子亲近两个孩子的脸颊，起身熄灭屋里的灯。榻上二人衣衫尽退，像两条要渴死的鱼，终于得到了水，再不顾其他，任意遨游起来。他们携手并肩，他引导他走上巅峰，他也让他享受极致。天亮前，他搂他入怀，不再动作。你还要装一阵子，我还有事没办完。我不要，你办什么事一定要以这种方式。孩子们也很想你，听谢之南说你再也不回来，都吓哭了。谢云章的人一直在盯着我，找机会刺杀，即便杀不死我，也会知道我做了什么。只有这个办法能逃脱他的视线。沈淑荣坐起身，白花花的身子显露于男人眼前。你就不能给我透个消息，害我担心这么久？他把玩着白皙的柔软，也很委屈。我也要能透露啊！陆子谦那个杀千刀的，我设计好故意救他，再卷进去，结果他拉了我一把，就是拉这一下，害得我逃离的时间慢了，受了伤，年前才养好。本想回来偷偷见你，可家里人多，怕你也是不好，便想再等等。你就是故意让我担心。你这里小了。现在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吗？而且他还好意思怪他？他不知所踪，他不上火能不受？你还变细了呢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他的骄傲。除了你，没人碰过，怎会变细？那我这里没有你碰，才变小。是怪我，以后会加倍碰回来的。想得美，不给碰。男人拉过他，趴在身上，两股热源紧密地贴在一起。他喜欢，你管不了。那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不怕我掩饰不好了？我听说谢云峥来了，这个臭不要脸的，还敢撬我墙角。怎么？怕我以为你真死了？答应他。我就是有一点点害怕。你担心的没错，要是敢离开我就敢答应他。别啊，娘子！天亮了，快起来吧！你爹爹为你们准备了新的鞭子，还有小弓箭，已经让人送来了。娘，爹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还在杀坏人呢。等你们练好功夫，去帮他好不好？好。仆人们又开始心疼郡主，让青竹青鹰寻回来的武器，却和小主子说是二爷送的。财库如今的确盈利，但本郡主依然不敢还钱。一旦还了这些钱，再出现风险，就会功亏一篑。只有财库自身强大到能抵抗所有危机，本郡主才敢还钱，才敢让陛下动。各位大人还记得财库钱庄危机时，险些葬送整个财库吗？郡主的担忧不无道理。各位大人也不必忧心，估计用不上2年，财库便能还清所有欠银，只需再等等，到时定会回馈陛下。他治理大周的雄心壮志，财库都能帮他实现。几位先生明白了，纷纷点头认同，回京复命。老大，有新消息。面具男听着翻译的汇报，瞧了一眼身边从武。他凭什么来掺和一脚？他不是您大哥吗？我们做海盗的，管他是谁。您的意思是，可是他们走了郡主的航线。郡主的航线也不是他的船，我们可是海盗，没理由不劫吧？翻译面露喜色，老大就是牛，谁都敢劫。让人继续打探，看他们哪天出海。是老大。翻译出去，高兴地和伙伴分享这个消息。入夜，沈淑荣哄睡2个孩子，一双手轻轻拍着，心里想着她的男人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。他只回来过2次，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好想他。正想着，屋内传出一声轻响，沈淑荣2只手停住，心中万分惊喜，是他回来了。孩子还没睡时，沈淑荣太惊喜
喜，导致手上的动作幅度乱了，心思全然跑走。他赶紧收心，要先把孩子哄睡，才能好好哄他的男人。男人呲着牙走过来，轻轻坐在他身后，开始上下其手。沈淑荣痒得止不住笑，用手肘对他：孩子醒了怎么办？不要管他们了，快管管我。沈淑荣轻手轻脚起身，还没站稳就被男人有力的大手抱走。你一直陪他们睡，这张床还有我的地盘。你可以抱他们回去睡。他们大了，一暴动容易醒。男人把他压在榻上。那我这几日就试着和他们分开睡。你的身边只能有我。真霸道。喜不喜欢我霸道？喜欢。他主动吻上她的唇，想念再次一点点被驱赶，更加猛烈的吻回去，惹得沈淑荣喘息不止。女人柔软如水，怕吵醒孩子，隐忍的轻柔嗓音妩媚多娇，令她更难克制。柔柔，我把命给你好不好？我也把命给你，我们的命都掌握在对方手中。你不准，我就会一直在；我不准，你也要一直在。好，我们把命交给对方。他没再动，而是说起抢谢云峥货物的事儿。这次他弄丢了皇帝的货，不死也会去掉半条命。突然听到他说的东珠，什么皇家资库之宝？正是，不必大惊小怪，定是李姗没银子想出来的下策。太好了，这下他的罪名更大了，这和卖国有什么区别？一旦被发现，谢云峥的罪也很大。正好我们正愁没机会弄死他。谢云照听着他咬牙切齿的声音，抬头瞧了一眼。怎么这样看我？你好像和我订婚后就很讨厌他，明明你们之前也是自小相识的朋友的。若她嫁给谢云峥，不会这样对自己吧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他哥，是他抢了你世子位，才有机会和我一亲。我们成婚后，他还派人刺杀你，看不得你好。你以为和狗皇帝提议削减水军的人是谁？就是他暗中鼓动的。如今祖母的势力都为他所用，查出这些不难。所以你是为我才这般讨厌他？废话，敢动我相公，他死100次都不够。娘子好爱我呀。你知道就好。你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啊？我会尽快的。该说的话说完，要办正事儿了。他吻上她的唇，辗转厮磨，逗弄着她的舌尖，时而轻柔如棉，时而霸道如狼，就着当下的姿势美妙圆满。早上银枝、岁寒等人进来侍奉，总觉得屋子里气息不对。什么味道啊？没什么，所以我点了安神香。郡主，奴婢伺候您更衣。臭相公，明明是正经夫妻，搞得像是在偷情一般。沈淑荣这个月的月事儿没来，她隐隐有些担忧，找来可靠的府医诊脉。府医静心把脉，把着把着，脸开始发热，手开始发抖，怎么可能会是喜脉？难道他把错了？又把了一次，完了，他怕是会被郡主杀人灭口了。沈淑荣看出他脸色的变化，是不是有了？府医迅速起身跪地磕头。郡主饶命。没关系，照实说。月份尚浅，无法完全断定，但应该……我知道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就说二爷还活着，是他的孩子。府医震惊抬眸，这是要生下来的意思？那二爷岂不是死了，还要被戴绿帽？发觉自己失礼，又赶紧低头行礼。是，郡主和二爷的孩子很重要，郡主看顾好身体，某会让人给您熬安胎药。多谢，下去吧。府医走后，沈淑荣叫来福顺，可以昭告天下，他的夫君谢云照还活着了。正在海岛上教小凯瑞弓箭的面具男听到这个消息，正是5日后，他惊住了。蓉蓉怎会没问过他就公布他还活着的消息？难道他遇到了危险？急匆匆让人准备船出了海，回嘉县。他卸下面具，大摇大摆走进嘉县，又昂首阔步走进郡主府。他匆匆去见了沈淑荣，见到就来了个熊抱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那为何？他松开他，上下打量。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是偷汉子要被沉塘了，而他就是没爹的野种。我这么厉害，又播种成功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太厉害了，我好爱你。屋子里还有银枝、岁寒，在谢云照眼里等于没人。两人忍着笑，低头退出去，关好门。你轻点，还没坐稳，要好好养着的。谢云照眼圈含泪，他怀双胞胎的辛苦又浮现眼前，揽人入怀中，紧紧地搂着。孩子在他眼中不是必须的，但却是他们2人共同的血脉。
又要辛苦娘子了。你个傻子，他也是我孩子，辛苦什么？阿义和西西可是爱我比你多。应该的，你最重要，我没关系。忘了叫阿义逆子的时候了。谢云照听到他笑，也想起那个逆子，不许笑，便低头封住他的唇。两人正吻得难舍难分，门外传来小孩子的声音：“我爹回来了。”是真的吗，爹？西西来了。谁呀？为何这么快告诉他们？他们好久没见你了，很想你。可是我还没亲够。等他们不在，认真才行。谢云照握着他的手，低头探索。这种情况去哄孩子，谁让你当爹了，还这么容易冲动？那是冲动吗？是看到你就会有的自然反应。谢云照委屈死了，到底被沈淑荣推着去开了门。看到儿子女儿就老实了。打开门，梁小芝就站在门外，两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，仿佛在确认是不是亲爹。谢云照走的时候，他们还小，估计不剩什么印象了。怎么不知道叫爹？谢云照抱起两个娃，一人亲了一口。这是我们的爹爹吗？我们的爹这么好看的吗？如假包换，他把坏人都打败了，冠冕安全，这才回来陪你们。哇，爹爹好厉害，把坏人都打败了。沈之熙接受得很快，吧唧一口亲在爹爹脸颊。爹还有更厉害的，下午带你们去看。爹会跟我抢娘吗？谢之意还算谨慎，他记得爹总是黏着娘，他想靠近娘都要排队。你娘是我妻子，谁跟你抢了？你真的是爹，会抢娘的就是爹。他也给了亲爹一个亲亲。谢云照怀疑自我，没想到亲爹这个身份还要经过孩子鉴定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们有没有保护好娘啊？当然，阿姨都学会射箭了，学得可好了。也学了，很厉害。爹，娘说过，等你回来了，给你展示。一院子的仆人都哭得稀里哗啦，二爷竟然真的回来了。郡主和小主子又有人疼了，一家四口脸上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个人。谢云照还活着，有人欢喜，有人忧。顾恺之和陆子谦从边海骑马赶回，在看到谢云照那一刻，两人眼中蓄满泪水。大哥，我就知道你这么厉害，一定会回来的。顾恺之冲过来要抱他，他的抱抱只给蓉蓉。不用这样，你别激动啊。希儿，你能活着真好。你也不用这般，换作是别人，我也会救的。陆子谦摇摇头，谢云照的性子他太清楚了，不相干的人，他不在意的人，一根手指头都不会为他动。他单膝跪地行礼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陆子谦永远铭记。谢云照心里偷笑，他还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吧？哎呀，快起来！我们这么多年兄弟，别说这些，我相信若反过来，你也会这般对我。当然。让下人安排小宴，三人把酒言欢。大哥，我家是儿子，快1周岁了，咱们订娃娃亲好不好？比西西小啊，不要。小的好，年轻。年轻也不要。你去一边去，西西还要等我儿子呢。你连个媳妇儿都没有，这次回去我就让我娘给我一亲，很快就能生出儿子。大哥是我的，你别来抢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最看重我。我们家西西招赘。两个孩子倒是最纯粹的年纪，除了吃喝玩乐，就是看着爹不能再走，也看着爹不能抢娘。谢之意，你娘是我媳妇儿，我凭什么不能亲？放下我，娘是我的。沈之熙从身后悄悄走过来，一巴掌拍在谢之意的屁股上。娘是我的。沈之熙，你敢以下犯上，我是你哥。小姐姐。沈淑荣抚了抚小腹，等他出生，鸡飞狗跳，恐怕已经不能形容他们家了。谢云照日日想单独和蓉蓉在一起，却难以如愿。只有夜里能完整的把人搂在怀里，无人打扰。不对，肚子里那个也碍事的很。娘子，再生一个就不生了，好不好？你能控制住啊？我忍忍。行，从现在开始忍吧。娘，国公夫人哭着跑过去抱住他，真抱到儿子才觉得真实，哭到失了声。娘的儿啊，你吓死娘了，怎么才回来啊你？谢云照说着和蓉蓉商量好的瞎话。娘，儿子受伤被救之后失忆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家在哪里，前不久才恢复记忆。受伤了？伤在哪里？伤到头。如今都好了，不用担心。娘，我醒来时以为自己是农家子，恢复记忆才想起自己是鲁国公府二公子，这不，儿子就赶紧回来当富家子了。家里现在穷得叮当响，还要欠很多的债呢。
没比那农家好哪儿去。这要不要和儿子说呀？郡主没和他说吗？快去见过你爹吧，他也很想你。谢云照又抱了一下娘，才跑过去，看到爹身边的谢云峥，两人只是互相点了下头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就好。谢云照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他脑子里想起的都是这个儿子的好。从小他极其聪慧，学什么都比别人快，武功极好。陆国公冲着沈家人的方向扭扭头，去见礼，他们都很惦记你。是，爹，儿子这就过去。车队到了近前，沈淑荣带着2个孩子下了马车，陆国公夫妇最先迎过去。祖父、祖母，乖孙，快让祖母抱抱。一人抱起一个，亲个不停，真好。儿子、孙儿都回来了，见大家都忙着寒暄，谢云峥的一双凤眸大胆地盯着沈淑荣看，他脸上的笑幸福的刺眼。他真的爱上了谢云照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成婚后还是成婚前？不可能是成婚前，那时他对我才是不一样的。一行人打算回城，谢云照扶着沈淑荣上马车，谢云峥走了过来。骑马吧，我们好久没一起骑马了。好，谢云峥上马等他。蓉蓉，我去骑马。去吧。很快，马车都动了起来。谢云照骑着马，最后跟上。谢云峥在他身边，兄弟2人的确很多年没这般骑马同行。其实再怎么说，他们都达不到互相残杀的地步，但不知为何，就是一步步走到如今。谢云峥知道他根本没有失忆，所以更痛恨他抢祸的事。咱家现在的情况你应该听说了，若你没动，便不会到这个地步。说我没动，恐怕全家都要因你丧命啊！无人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世上岂有未知之事？今日不知，他日呢？最起码我们家权势依旧，即便以后出事也有机会补救。如今这般，就是你愿意看到的。哼，你错了。事情根本不在于他有没有保住货，而是皇帝就不应该建什么登仙阁。算了，和他说他也不懂。多说无益，还是想办法怎样解决当下之事吧。能怎么解决？家里银子定是不够，你们出又连累郡主。我怎会连累他呀？你放心，就算国公府都葬送了，我也不会让他担忧一分。我看你是疯了。谢云峥也觉得和他说话多余，打马跑走去前边带队。谢云照看他的背影，嗤之以鼻，心道疯了也比你傻了强。昏庸无道的君王，他也巴巴的效忠。看着桌上的饭菜，谢云照陷入了沉默。如今欢迎自己活着回来的饭菜，竟然不如以前一顿寻常日子里的。陆国公夫妇瞧他不动筷子，很是尴尬。我们日子过得这么艰苦，就为了给皇帝盖那什么破登仙阁？嘘，小声点，不能对陛下不敬，让别人听去，你爹国公也不用做了。爹，不是儿子吃不得苦，实在是郡主和阿义、西西吃不了啊。本来还想在家里住一阵的，如今看来……陆国公难为情的低头，他还想问问儿子能不能帮帮忙，还没问就被嫌弃了。谢之南故意讨好谢云照，二叔跟爹有仇，跟他没仇。二叔，阿南这碗肉羹给二叔吃吧。谢云照看过去，他一个大男人抢孩子的吃的，算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希望我回不来，希望阿义和西西没有爹。二叔，阿南没有，阿南很想二叔，一直盼着二叔回来。是啊，二弟，这件事是误会，而且郡主已经罚过了。母子俩一同看向沈淑荣，后者却没给他们作证。吃饭吧。谢云照不待见的睨了谢之南一眼，不再多说。用过饭，鲁国公没留谢云照，毕竟如今的鲁国公府远远没有永嘉郡主府光鲜。谢云照再次看看桌上没动几口的剩菜，真想把爹娘接去郡主府住啊！凭什么让爹娘陪着谢云峥受罪？不过还要做做样子，鲁国公府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好，他们的动作估计也快见成效了。都别吵了，朕这登仙阁是必须要建，人也是一定要保的。没了登仙阁，他怎么成仙？没了道长，谁指点他成仙？朕修建登仙阁用的是鲁国公府的银子，怎么就劳民伤财了？鲁国公和谢云峥险些一口老血吐在当场。陛下，这笔银子是鲁国公府赔偿您的货款，若这笔银子用在旁处，对我大周才是注意呀。是啊，陛下，如今南边水患刚刚缓解，北边的骚扰依旧不断，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呀。户部没有了银子，若是建造登仙阁的银子来建设大周，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李琛都被气笑了，拿他的银子去解决大周几十年难解的题。
你们懂什么？这登仙阁是鲁国公府自愿帮朕建，不信你们问谢世子，这位道长正是他推荐给朕的。什么？鲁国公不顾殿前师仪，当时就喊了出来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紧紧捂住嘴，眼里全是不敢置信。这个逆子，鲁国公府都要葬送在他的手里了。一殿的官员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谢云峥，眼底情绪各不相同，气愤、嘲讽、不解，还有觉得他活该。谢云峥最近已经感受到太多不友善的态度，这是原本从来没有过的。以往在别人口中只能听到夸赞，眼中只能看到欣赏。自从海上回京，这些渐渐都不存在了。回到国公府，鲁国公第一次打了谢云峥。你为何推荐那个道士？为何没和我商议？谢云峥脑瓜子嗡嗡的，他爹的手劲儿他太清楚了。爹，儿子也是不得已，那是陛下对儿子不辞登基前的倚重。恰巧李婉儿堂妹李梅儿的夫君提到了这个道士，儿子也是为了国公府着想。你糊涂啊！谁给你的胆子不跟我商量？当初他是储君，对兵家自然倚重，但他登基后就是天子，你只是他众多臣子之一，这时候再增加倚重，等着你推翻他吗？谢云峥一惊，当即跪地。爹，儿子怎会有这种想法？你没有，但他会猜疑。如今你的多此一举，惹出这么多祸事。谢云峥真的要恨死了，都怪小进士找来什么破道士，都怪谢云照抢了那批货，他就是故意的，就是看不得自己好，他把他逼到尘埃里。鲁国公还想再教训几句，管家匆匆跑来。国公爷，门外来了很多百姓，朝门上泼大粪，扔臭鸡蛋、烂菜叶子，还骂世子爷是奸臣。鲁国公又要昏了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啊？他撑着振作起来，先送夫人去云照那儿躲躲，婉儿也回娘家避避。谢云照听到娘来投奔，亲自出府门去接。当看到黎霜也跟来时，一张脸垮了下来。先带我娘进府。国公夫人被一众婆子丫鬟迎进去，黎霜看到谢云峥，两只眼睛就像粘上一般，知道他还活着，他的病一下子全好了。来人，送黎姨娘回去。黎姨娘回去？二表哥，府里现在很乱，姨母是特意带我出来避避的。乱子是你男人惹出来的，你凭什么出来避呀？再说避也是回你家去避，像李婉儿回娘家一样，你来我家避是什么道理？不，二表哥，黎霜能陪着姨母，照顾姨母，别赶黎霜走。哭，烦死了！郡主府里有的是奴仆，还有我这个儿子，郡主这个儿媳在，用得着你照顾我娘？快滚！不回国公府就回你娘家去。谢云照转身大步走进院门，关门！谁敢放他进来，乱棍打死！门房和侍卫还是第一次见二爷下这么严格的令，赶紧关好门，严防死守。黎霜身子一软，坐在地上，他的丫鬟赶紧扶着他。小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他从始至终都没待你好过。是啊，他从未在意过我。他到底在期盼什么？从他把自己扔到大表哥床上时，他就已经很清楚，他不仅不在意自己，还很讨厌。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颗心，总是会为他找理由开脱。被他拒之门外，心会冷会寒，但还是会像飞蛾扑火般想靠近他。国公夫人见儿子回来，却没见黎霜。双双怎么还不进来？沈淑荣一愣，黎霜也来了。儿子让他回去了。大哥的姨娘来我家做什么？胡闹，她也是你表妹。娘，也就您看中你们那点姐妹情，咱家出事这么久，三姨母可有帮忙的意思？国公夫人一噎，三妹倒是写过信问需不需要帮忙，是她说不用，后来便没了信件。你三姨母来过信的。来信有什么用啊？咱家缺的是银子，她有心倒是送点银票啊。你国公夫人不愿把亲情和功利挂钩，也不愿被儿子看笑话。家里现在只是有些困难，还能尽力周旋。说咱家倒了，你三姨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理。切，我不管三姨母如何，黎霜就是不能进我家门。是我要带她来的，你是不是要说我这个娘也不能进你家门？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？好了，相公，娘，她不是这个意思。黎霜虽是表妹，但也是大哥的妾室，留在府里照顾大哥，也有助于他们的感情。说这个时候都走了，大哥心里会不舒服的。大嫂要照顾阿南，娘又受不得扰，大哥不会有什么意见，但黎霜不同。
从，娘也要为大哥想想，不让离霜来也是为了他好。国公夫人瞪了谢云照一眼，也不知这小子怎么就这般不待见双双。好了，娘懂了，不生气了。跟他呀生不起气，娘就放心住下，多陪陪阿义和西西。哎，家里现在一团乱，我这心里呀静不下来。您放心，还有我们夫妻呢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国公夫人欣慰地瞧着沈淑荣，越看越满意。她自小就和儿子有婚约，打小她就当她是半个女儿对待，如今有种被自己女儿哄的感觉，还是生女儿好，女儿不会像儿子这般气人。爹，百姓拦着不让工人干活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你知道什么？陛下急着成仙，催得紧。成仙无稽之谈，他堂堂国君，怎可怪力乱神？哎呀，还不是云峥非要推荐什么什么道长给皇帝。谢云照心里偷笑，他就是傻，对李琛那么个玩意儿愚忠，能换来什么好处？哎，没事儿，爹，你放心啊，百姓拦着不让进，陛下问你，你就求一道圣旨，谁敢阻拦，就地砍头，当众砍几个人头，看谁还敢阻拦。混账，那可是百姓。爹不来我来，明日上朝，儿子也去，定把圣旨求回来。鲁国公顿时手捂胸口，他怎么忘了这个儿子比家里那个还气人？爹，您放心交给他，他不是乱来的人。你们有好法子？哎，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凭我们一家怎么可能盖得起来登仙阁？但如果陛下说不盖了，咱家这处罚就等于没了。鲁国公夫妇定定地看着儿子，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第二日上朝，李琛也听说了鲁国公府的遭遇，丝毫没有同情，也丝毫没有他是罪魁祸首的自觉，反倒看起谢家的热闹来。鲁国公、谢世子要抓紧施工啊，千万别耽误进程。启禀陛下，殿外五品水军将领谢云照求见。谢云照。李琛微微蹙眉，今日不是大朝会，也没宣他，怎会特意来？难不成是为了鲁国公府？因为姑母和永嘉他都没有牵连谢云照，反倒是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宣。谢云照从殿外一步一步走进来，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。谢云照走到殿前，直接跪地磕头。谢将军有何事要奏？启禀陛下，臣听闻家中境况，实在担忧家父及兄长，臣也想为鲁国公府分忧，为不影响兄长加快进度，特来求陛下一道圣旨，若谁敢影响登仙阁的建造，就地斩杀，以儆效尤。一时间大殿内落针可闻，他竟然要当众砍杀阻拦建登仙阁的百姓，不怕鲁国公府惹众怒？这个废物到底要置鲁国公府于何地？非要受千夫所指，遗臭万年才能罢休吗？等众臣反应过来，纷纷斥责他竟然会起如此歹心。陛下，登仙阁对您而言至关重要，您放心，臣不会滥杀无辜，但必要之时用来震慑一番，定会见效。李琛还没表态，群臣继续攻击谢云照，仅凭鲁国公府二公子的权势就能惹出一堆麻烦，如此行径之人，怎能给他就地斩杀这等圣旨？给了他，那就等于是给了权力，他不仅真的会斩杀百姓，恐怕还会趁机搞死几个看不顺眼的人。敬老臣认为此圣旨会引起民愤，劝陛下三思啊！哎，老丞相，不同意你去赶人，还是你给我们家出银子？放肆！李琛对众人阻拦多有不满，杀2个百姓就杀2个百姓，但谢云照竟然敢在大殿之上对丞相无礼，他不能纵容。注意你的言辞，区区五品武将也敢对丞相不敬。陛下，臣自家给您建登仙阁，与他们何干？谁反对谁就解决，否则就没资格说话。你一众大臣都摇了摇头，此子不可教也。耽误一天，陛下就晚成仙一日，这个责任你们谁担得起？大殿内鸦雀无声，这句话算说到了李琛心里，他点了点头，同意了。众臣心里惊呼不可，可又毫无办法。谢云照接过圣旨，起身告退出去。爹就由着他胡来？不对呀，爹昨夜宿在他那儿，难道爹事先知道了？糊涂啊！谢云照一件件蠢事做到如今，爹竟然还信他。他若是因此杀了人，家里大门上的粪何时能洗刷干净？谢云照瞧着手中的圣旨，心中对李琛的佩服又多了一分。他是觉得自己的把柄还不够多呀，或许是觉得做皇帝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有了这份圣旨，回到郡主府，鲁国公要问儿子接下来怎么做，刚一回头人就没影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一脸求夸的男人走过来，手撑在他桌案上，笑着等候奖赏。沈淑荣纵容的起身，隔着桌案在他唇上点了一下，就一下。不然呢？
当然是多亲一会儿。男人搂住他的后脑，加深了这个吻，又嫌捉按碍事儿，手撑着跳过来，搂着媳妇儿继续亲，吻着吻着，某人的一双大手又开始不老实。好了，相公，一会儿还有正事。知道了，说吧，杀几个人好？多杀几个，不能同时杀，在带头之人中先挑2个人杀，必然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对，在强烈反对的人当中再选几个典型杀掉。好，我去安排。搂着媳妇儿又亲密了一会儿，这才喜滋滋的出门。鲁国公派人叫儿子来见，被他忽视了个彻底，让爹知道他杀这么多人，不得气疯了呀。谢云峥一进来就看到了永嘉，很好，该让他知道知道谢云照到底是什么人了。以他的聪慧，定会明白谁才是最值得托付之人。云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可是府里出事了。爹娘，郡主。谢云峥行过礼，叹了口气，一脸恨铁不成钢，随即埋怨地看向鲁国公。爹怎么能陪二弟忽来，还支持他请什么圣旨？如今好了，他成了弑杀的魔头，一口气杀了8位平头百姓。什么？杀了8个百姓？鲁国公夫妇大惊，随即头开始发晕。大哥一来就险些惹爹娘晕倒，是何居心？他能有什么居心？我相公一心为鲁国公服，而你却在这编造，他成了杀人魔头，郡主府不欢迎你。来人，送客。谢云峥紧紧地盯着沈淑荣，他敢自己？他竟听不得谢云照一句不好。他到底有多爱谢云照？为了他这般对自己？院外护卫带刀进来，谢世子请。郡主，你会后悔的。留下一句话，转头就走了。沈淑荣没空管他，赶紧安抚爹娘。爹娘放心，云照不是滥杀无辜之人，永嘉可以担保。老两口听他这样说，才稍稍放下心。皇宫内，谢云照和道长一起被请进殿。你杀了8个人，没什么想跟朕解释的吗？回陛下，有，臣实在是急于建成登仙阁，不影响陛下升仙，但没想到杀了8个，那些愚昧无知的百姓竟然还敢阻拦。所以呢？所以臣特来请陛下出兵，镇压那群无知小儿。出谁的兵？都反对他建登仙阁，谁会替他出兵？谢云照也知道，没人愿意帮他镇压百姓，不跟着一起反对，那都不错了。谢家军如今归陛下管，就出谢家军。李琛思考片刻之后，又瞧了瞧道长，只见他摇了摇头。你去殿外候着，朕想好了再叫你。是，陛下。谢云照大步走出去，等在殿外。殿内，道长不赞同他的提议。回陛下，他今日杀了8个生灵，圣旨是您下的，有损您的功德，对您升仙不利，怕是这升仙的时间也要延后了。什么？都怪谢云照，看朕不扒了他的皮！陛下，他是心急您的登仙阁，登仙阁建不成，依旧会耽误一样的。道长的意思是，可以派军队去镇压，但不能再以您的名义，那道圣旨也要收回，方能不影响陛下功德。李琛明白了，这样既不损自己德行，也能快些建登仙阁。派谁去呢？如今谢家是最好的人选。其一，他们本就统领谢家军；其二，他们已经担了这么多，应该继续赎罪的。李琛嘴角轻扯，不是什么好差事。谢家已经臭了，再臭些又何妨？来人，去取鲁国公府的令牌。等谢云照再进来时，面前托盘里躺着谢家的帅印、国公令和世子令。谢云照挑2样拿起收好。李琛皱了皱眉，都怪大哥弄丢陛下的货，惹这么大乱子，当然得给陛下交代。世子令臣就先不拿了，等他将来立功，自己来领吧。李琛第一次觉得他挺有自知之明。行了，拿了东西出宫吧。陛下，圣旨收回。那岂不是不能杀人了？李琛眼皮又跳了跳，随即写下新的圣旨：建造登仙阁一切事宜由谢云照全权做主。谢云照满意的告退走了，他没去军营，先回了家，兵需要爹去调。郡主府，鲁国公夫妇还在正厅等着，沈淑荣一直陪着，安抚着2位老人的情绪。当看到那抹高大的身影满脸笑容出现，沈淑荣就知道成了。鲁国公夫妇都迎了过去。儿啊，你真的杀百姓了？先不说那个，爹娘，你们看这是啥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把国公府的根基带回来了？儿啊，你是不是儿子？是不是付出了什么代价才换回这些？啊，
你们别哭啊，爹还要去调兵呢。调兵做什么？当然是看管工地呀。我求来圣旨，以后关于登仙阁的建造都听我的，谁敢捣乱，儿子有权治罪。陆国公仿佛在听天书，久久不能回神。爹，你是不是老了？怎么傻傻的？听不懂儿子陪你去调兵？滚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没大没小的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先说你杀那8个人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杀鸡儆猴，只要能吓唬人就足够了，没必要真杀，都是鸡血。他们愿意配合你演？谢云照心道，带头去闹事的人都是他安排的，当然配合。爹，知道有人闹事，儿子就安排了。陆国公盯着谢云照看了许久，最终重重点了点头。这个儿子自小就聪慧，心智无人能及，只是不用在正事儿上。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心里骄傲极了。国公夫人不知道他们父子在说什么，看到没有世子令，便问了一句：娘，陛下说大哥如今被骂奸臣，先不给他。是这样啊。谢云照坐去沈淑荣身边，进门这么久，只顾着回答爹娘的问题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他眨眨眼，用口型说：幸不辱命。相公最厉害。谢云照顿时笑眯了眼，最喜欢蓉蓉夸他是最厉害的。走了，我是说要去调兵吗？为了给他收拾烂摊子，我都不能在家好好陪郡主。陆国公又想踢他，有没有出息啊？整日围着女人转，送父子俩出了门。国公夫人坐在沈淑荣身边，没想到这臭小子娶了你之后变化这么大。沈淑荣低垂着眉眼，没说什么。陆国公府换世子，换了多少人的人生，他不想过多评价，已经过去了，珍惜当下才是真。瞧瞧自己的肚子，快要公布有孕的消息了呢，他们已经有3个孩子了。娘，我们去看看2个孩子吧。好，让他们父子俩在外头拼，咱们娘俩就管好家和孩子。帅印令牌到手，国公夫人的心情轻松很多，不再紧绷绷的担忧。谢云峥得到消息，带上斗笠，急匆匆去了登仙阁。当他看到爹率领1万大军驻扎时，心里一阵翻腾。怎么可能？谢云照杀了那么多人，反倒拿回了军权？他不信他有这个能耐，摘下斗笠，向着爹的方向走去，却被拦住。站住！谢家军驻地在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本世子乃是谢家军副统领。抱歉，请出示世子令。因为他们已经被其他军营笑话死了，一切都是他惹出来的，还好意思说他是世子？谢云峥眉头蹙得老高，兵权已经回来了，他没世子令，还不能管他们了。先让本世子进去，世子令在我爹那儿。抱歉，二公子说了，陛下没归还世子令。你谢云峥气得直咬牙，又是谢云照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，故意没拿回世子令。他一甩袖子去路边等爹出来。没多久，谢云照一手转着鲁国公府2公子令牌上的红绳，一手拿着圣旨，穿过谢家军，晃晃荡荡的走到人前。你们瞧见了，我身后可是谢家军，陛下下的旨意，登仙阁势必建成，任何人不得阻拦，尔等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，不想得了小命，赶紧回家去吧。鲁国公在他身后走出来，看他这嘚瑟劲儿，就想踹他，最后只能捂住脸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对，妖道不除，我们是不会妥协的。守好，谁敢闯进宫地，就地格杀。是，二公子。谢云照得意的请爹上马走了。谢云峥在人群后头，听到谢云照的话，真是要气死了，太嚣张了。鲁国公府早晚被他坑死。他骑马追上去，到了无人之处才敢喊爹。鲁国公听到，停马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爹，你不能跟二弟胡来啊！能别当面说我坏话吗？谢云峥不搭理他。爹，如今这般，岂不是把我们家推到了风口浪尖，会招来更多的仇恨？爹，你要是听他的，那我以后可不管了，我就和郡主在郡主府好好过日子，什么鲁国公府，什么兵权，都别来找我。鲁国公看看谢云照，又看看谢云峥，为难的开口：云峥啊，你的世子令陛下没还，你先回府照顾好府里，外头有爹在啊！爹，你怎么能听他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呢？不然怎么办？兵权拿不回来，登仙阁也建不成，全家洗洗脖子给陛下砍吗？此刻的他对谢云峥失望极了，惹出这么多事，想不出好办法。云照替他擦屁股，还有脸说云照是纨绔。来人，送大公子回府，没本国公的命令，不得放他出府。大公子，爹竟然如此下他脸面，还要关他，还不快去！是。
国公爷。下属领命，请谢云峥回府。谢云峥不服，爹为什么管自己？没等再说什么，马已被牵走了。爹别生气，他说的也没错，是儿子让你们失望了。别这么说，你如今很好，不管结局如何，爹今日因你很骄傲。鲁国公是真心夸赞。谢谢爹，只要您和娘好好的，让儿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鲁国公一下子眼眶就红了，20多年了，终于盼到这个儿子说了句人话，真不容易啊！爹，快走吧，耽搁这么久，我要回去陪郡主了。鲁国公刚被暖到，这又凉了。站住，臭小子！你还没说接下来开工的事呢。谢云照把老爹甩得远远的，开工？开什么工？真指望他给李琛盖登仙阁？做梦！陆子谦见谢家兵权都拿回来了，又转了心思，和爹商议着，还是想娶郡主的庶妹。陆子谦没直接去郡王府提亲，而是去了郡主府，和谢云照说，郡主同意的话，郡王妃也会同意。什么？谢云照想说，你做梦呢呀，但他不能这样说。不行啊，她小庶女，你跟着我以后前途无量，怎能娶庶女啊？虽是庶女，也是郡主庶妹，我们亲上加亲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错，你已经有我这个兄弟了，咱们过命的交情，无需亲上加亲，反而该好好利用你的婚事。陆子谦接收到他的暗示，低头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个理，就这么着被打发回了府，找爹一别的亲事去了。谢云照见他走了，心里吃道，还想和他做连襟，凭他也配。转头就告诉了沈淑荣，两人一起嗤之以鼻。相公做得很好。深邃的眼眸打量着眼前的鲛人，他脸上好像长肉了，手指轻轻划过明脂般白皙的皮肤，能娶到他真好。他的手顺着衣摆就伸了进去，别看他每天舞刀弄棒，但很注重手上保养，就怕碰疼了他的娇妻。他像是化作一滩水一般瘫软在男人怀里，使不出一点力气，手上的触感以及他的喘息不断的刺激着他，不能实现最后一步，只好自己跑去浴房沐浴。生完这个再也不生了，总是和我抢蓉蓉。沈淑荣听着就想笑，他也不怕儿女长大之后会笑他。5日过去，登仙阁工地时不时传出伐木的声音，却不见任何材料送进来。李琛还没来得及过问，就听北边封地的3王爷起兵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。就他还清君侧。陛下，不管3王爷是否能打出封地，他已经搬出清君侧的名号，就会引来天下动荡，也会引起民心混乱。我们只需要交出妖道，交出谢云峥，就能避免战事。臣附议，陛下，不论多小的战事都会引来死伤，都是我大周的百姓，怎舍得他们因此丧命？臣附议。北疆还在不断骚扰，若此时内战，南疆北疆都会趁乱打劫，甚至海上也不会安稳。很多人附议，矛头直指妖道和谢云峥。鲁国公黑着一张脸，不敢出列。谢云峥已经被他关了起来，几日没上朝了，还不知道如今有这么多人希望他去死。李琛当然不想杀了道长，他的丹药很有效，他夜夜都能镇雄风，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等他成了仙，便能长命100岁。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？他目光淡淡扫过众臣。陛下，臣不这样认为。一个4品小官从最后那一排站了出来。好，爱卿有何高见，说来听听。李琛都记不住他的姓，但他很感兴趣，想听听他是如何反对的。此人正是3王爷之前安插进兵部的官员，他们就等着3王爷起兵呢。若直接杀了妖道和谢云峥，这兵还怎么起呀？启禀陛下，3王爷打出清君侧的名号，难道真是为了清君侧吗？谁能保证杀了道长和谢世子就能换来他罢手？魏将军能保证吗？张大人能保证吗？还是哪位大人能保证？这谁敢保证？没人应声。若杀了道长和谢世子，3王爷又说鲁国公也是奸臣，魏将军也是奸臣，都让杀，我们都要杀吗？还有，他说杀谁就杀谁，是不是太有损我大周国威了？大周朝堂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封地的王爷做主？说得好，3弟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不是要清君侧，而是想要朕的皇位。陛下英明。小官见差不多了，便退了回去。陛下，3王爷连兵都没有，他喊清君侧，也许是真的清君侧，并不是想争什么呀。魏将军眼看风向跑偏，费力的往回拉。魏将军，他说亲谁，朕就杀谁，朕不要面子的吗？不管是哪种，他也成不了气候，不必理会，等他出了封地再说吧。是。
是，陛下。魏将军不甘心，又没办法的退了回去。三王爷的封地距离京城有5座城池，个个都比他兵强马壮，怎么可能打得出封地？看来搞死谢云峥要另想办法了。鲁国公松了一口气，陛下没有拿云峥开刀的意思，这就好。谢云峥心里烦闷，白日就去了金枝的屋子，赶走子珊就开始脱衣服。金枝有些害怕，又想起了他百试百灵的保命符。世子爷，你说这个时候郡主是不是在？闭嘴，别提他。他如今心里可有自己半分位置，他这么爱他，为了和他在一起，他想尽办法要当李琛眼前的第一重臣。可他呢，为了谢云照不惜赶自己，如今他成了人人喊杀的奸臣，谢云照却拥有了权势。他一把揪过金枝，扯下他的衣裙，胸前大大的疤痕插映在谢云峥眼前，他只觉讽刺，一个被毁了身子的婢女，只因是他的婢女，都被他当成了宝，可换来了什么？他对得起自己的爱吗？他一口咬在金枝肩头，不解恨一般加大了咬力，直至鲜血流出。金枝呆住，仿佛回到了李婉儿让那2个婆子毁他那日，死死地咬着牙不敢喊疼。紧接着人被推倒，毫无怜惜，而谢云峥此刻脑子里都是恨意。金枝紧张的发抖，硬撑着起来要伺候他，就见谢云峥自己穿戴好，至于把金枝关起来，每日只给1碗稀粥。门外的赤羽领命，金枝瘫回床上，怎会这样？等反应过来时，世子爷不要，郡主都舍不得罚妾。怎么了，小娘？世子爷怎么突然发火了？你快走，去郡主府找郡主来救我。金枝顾不得身体疼痛，跑下床，快去！小娘，到底……砰的一声，门被踹开，进来了4个婆子，扯住一丝不挂的金枝就往外走。快去！子珊飞快点头，就往后门跑。赤羽去复命。世子爷，金枝已经关起来了，但他让他的婢女去给郡主送信，人在后门被拦了下来，让他逃出去。赤羽愣住，没有多问，领命下去了。沈淑荣那般看重金枝，定会亲自来救他，倒要问问清楚，他对自己到底有没有过真心。夜里天凉得很，又是李婉儿关他的那间柴房，冻得他抱腿蹲着，还瑟瑟发抖。子珊，一定要快些请郡主来，我不在国公府了，不做世子的通房了，我要回郡主府，好好的守在郡主身边，再也不想旁的。关押子珊的门开了，子珊姑娘，我是来带你出府的。守卫呢？都睡下了。多谢。出了鲁国公府，子珊就找了一家客栈睡下了。第2天一早才去郡主府。郡主，子珊来了，请进来。是郡主。子珊进来时，脸上一直挂着笑，行了大礼。奴婢见过郡主，请郡主安。起来吧，郡主，金枝被世子关进了柴房，特派奴婢来传信，望郡主去救她。哦，世子待金枝比大嫂都好，他们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我一个弟媳怎好管伯兄的房内事？是这个理，奴婢看着他们也是闹着玩的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别走了。府里最近来人多，伺候的人不够，你就在本郡主院内做个2等丫鬟吧。多谢郡主。子珊高兴极了，郡主跟前的2等丫鬟，她想都不敢想，毕竟她做这些报恩都不够的。沈淑荣让岁寒带人下去安置，用过早膳，谢云照带着2个孩子去习武，谢之南就有些疑惑了，三王爷都造反了，二叔怎么这么闲，还有空陪孩子玩？沈淑荣的书房内，5大谋士福喜、福顺都在。禀郡主，从武已经带着5000民兵搭上三王爷，被封为指挥使，2日内就有了5000兵马，想必陛下会重视起来了。只要陛下派兵镇压，从武再发挥作用，召集更多民兵，等他招到2万、4万，三王爷定会最重用的。几个谋士纷纷点头，脸上喜色渐染。陛下的罪证，我这里有几个新的掌握，各位可以考虑一下，何时拿出来最有效。几位谋士洗耳恭听，福顺开始一一说来。听到最后，几人的脸上都是惊愕，他竟然用人血炼丹，还抢占臣妻，还有谢世子丢的那批货，很有可能是皇家私库的财宝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这种皇帝在位1天让人作呕1日，5人恨不得郡主赶紧把他赶下皇位。郡主，如今最要紧的还是兵权，只要陛下能派谢家军去镇压三王爷，就能快速。一个谋士做了个割喉的手势。这办法倒是能快些，但三王爷要轻的是谢世子，皇帝怎会派谢家军去？别忘了，
谢家还有咱们二爷呢，他已经带了1万兵马保护登仙阁，怎么就不能带兵去迎战三王爷？从武和谢家军都是咱们的人，你们说能不能最快打进京？5人争辩起来。沈淑荣听着，从中分析利弊。南疆的谢家军也调回来吧。郡主，这谋士们迟疑，南方薄弱，调兵回京，一旦引起南疆进攻，就不好了。只凭皇城这3万谢家军，如何对抗从武的5万？而且南方可以从西方调兵。沈淑荣这句话一出，谋士们双眼骤亮，大呼可行。既保证了谢家军进京的兵力，也牵制了西方的杨家军。至于北方魏家军，比南方更重要，轻易不会回防。接下来就看二爷能不能求来镇压三王爷的兵权了。我相信他。沈淑荣都不用思考，就知道他能行。谢云照都打了2套拳，沈淑荣还没出来。他领着孩子们去沐浴，然后穿上好看的衣袍，等着蓉蓉出来惊艳他。等了好一阵不见人，直接去了议事厅，环视一圈，哪儿还有5位先生的身影，反而看到了那个讨人厌的小白脸儿。他生气了，很难好的那种。墨尘见过谢将军。你怎么来了？墨尘是来向郡主禀报一些生意上的事情。财库生意有几位大掌柜，何时轮到你进京来报？相公，沈淑荣过来拉他一起做。不是财库的生意，是我的，大部分由墨尘在管理，说我让他来京里报一下营收。哦。谢云照坐他身边，搂着他的腰，还捏了捏。你们继续。沈淑荣痒痒的，一忙起来忘了他相公有多爱吃醋。墨尘觉得自己心思隐藏得很好，也不知道谢将军为何这般防着自己。等送走墨尘，沈淑荣屏退贴身下人，躺在谢云照怀里，闻着他身上刚沐浴过的清香。相公，你是用醋沐浴的吗？谢云照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低头就啄他小嘴。酸不酸？酸死了。他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他厉害还是我厉害？当然是相公厉害，相公长得最好，谈生意比老道的掌柜都厉害，带兵最厉害，哄孩子也是哄得最好的。还有呢？沈淑荣用心想了片刻，示意他低耳过来。谢云照咧着嘴，迫不及待地低下头。蓉蓉是不是要说？还有，你最好的地方就是最爱我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暂时想不出来。还有床上。好了，说正事。沈淑荣打断他，坐起身。大白天聊什么床上？蓉蓉脸红了，那是厉害还是不厉害？沈淑荣咬着唇不说。不说。衣襟被撩起，某人就钻了进去。如今的他魅力更盛，也更加饱满诱人，令人沉醉。而他的撩拨令人沉迷。第2日早朝，谢云照又陪爹上朝。你今天有事要奏？鲁国公不免疑惑，不围着郡主转了？爹，今天的朝堂都听儿子的，无论谁问你的意见，你就只管附议儿子就行。滚蛋！你个臭小子，你是爹我是爹呀？跟谁是爹没关系，你不听我的，我就送你回家。威胁你老子？谢云照骑着马跑远了。爹，比谁快！你回来，抢跑丢不丢人呐？朝堂之上一片愁云，短短几日，三王爷已经快1万兵马，还在召集，是没出封地，但临城的兵马已经不够抵抗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哪儿还敢再小觑？怕是不出兵，再过几日就要打进京了。喊杀妖道和谢云峥的声音多了起来，下边吵得欢，李琛早就笑不出来了，直抚额头疼。直到殿外响起那间尖细的嗓音，众人才听清谢云照又来求见。他一来准没什么好事儿，李琛眼皮都没抬，直接宣进来。谢云照进到殿前，鲁国公府嫡次子谢云照拜见陛下。他自称怎么换了？谢将军，你这是何意呀？臣是水军主将没错，但臣也是鲁国公府的人。如今三王爷竟敢以清君侧的名义私自招兵造反，我作为谢家军主帅之子，怎能容得下他？哼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今天的局面就是你们府上谢云峥一手造成的。对，都是谢云峥惹出来的。谢云照起身，神情无比严肃。正因为如此，镇压三王爷起兵，我鲁国公府责无旁贷。陛下，鲁国公府嫡次子谢云照申请出战，若此战大捷，还望陛下留家兄一命。鲁国公被儿子惊得一愣一愣的，做这么大决策之前就不能和他这个当爹的商量商量？这纨绔竟然还知道护着兄长！官员们一时都没说话，多少有些感
动。李琛盯着谢云照看，他会为了谢云峥？你就只求朕不杀他？陛下，臣不仅要好好建造登仙阁，还要快速镇压三王爷。到时您一高兴，不仅不杀他，也能让我们家恢复以往。我爹我娘可一直住在郡主府呢。鲁国公想骂脏话呀，这是当他死了不成？李琛就知道他不可能为了谢云峥去拼。你想多少兵马？何时出发？臣只需谢家军先带城外2万兵马出发，再调回南防5万增援即可。至于南疆，留下2万兵马的同时，还请定远侯派兵驻防。定远侯就是杨倩的爷爷，他是不会去评判的，但驻防他能接受。全凭陛下做主。终于不吵了，李琛也看清了几位武将的嘴脸，他们不愿意，还会劝他杀道长。能用心帮他评判的，只有和自身荣耀挂钩的鲁国公府。各位爱卿对谢云照的请战可有意见？见没人说话，既如此，800里加急，调5万谢家军回京增援，授谢云照为平叛将军，跟随鲁国公一同反叛。鲁国公出猎，和儿子一起领命。下朝后，谢云照拉着爹回府里书房议事。爹，鲁国公府要派兵看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有人会害云峥？此次前去，不定何种情形。与其国公府被外人围起来，不如咱们自己来，以看管大哥的名义把府围起来。爹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怕外人借机对付云峥，咱们面上看管，实为守护。爹真聪明。好了，这件事爹安排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爹，你留在京城，儿子一人前去。你要盯着工地，还要等那5万兵士呢。你自己去？儿子懂什么是评判吗？你别直接把三王爷给杀了。鲁国公不放心。放心吧，爹，让裴副将随我去，有不懂的我会问他。你留在京城。好。鲁国公也有自己的考量，若云峥的世子不能恢复，鲁国公府还是要云照挺起来，就当是历练了。他再叮嘱裴副将一番，沈淑荣为他准备行囊，这一去再回来，所有的事情都该有个了结了。谢云照回屋，沈淑荣正在床边叠衣服，身后有人揽住他的纤腰。猜猜我是谁？谢家二郎大胆，敢非礼本郡主。蓉蓉，你真逗。沈淑荣转回身，勾住他的脖子，在他两边脸上留下几个吻。怎么，担心你相公此战会受伤？你和从武能打起来算？三王爷造反都是他们安排的，怎么可能打得起来？所以你就不挂念我了？怎会？我会挂念你几日能回？几日？我在你心里无所不能啊。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，我相信几日。他俯身亲他，他踮起脚尖迎合着，被紧紧地搂在怀里。谢云照带着2万谢家军走了2日，谢云峥都没有等来沈淑荣，他越发觉得不对劲儿。就算没收到子珊的报信，他也特意让金枝的粗使丫鬟去报信了，他不可能不知道，知道为何不重视，不来也不问。那他一直以来对金枝这么好，到底算什么？赤云，拿皮鞭来。是。也再准备盐水。是。谢云照回屋，沈淑荣正在床边叠衣服，身后有人揽住他的纤腰。猜猜我是谁？谢家二郎大胆，敢非礼本郡主。蓉蓉，你真逗。沈淑荣转回身，勾住他的脖子，在他两边脸上留下几个吻。怎么，担心你相公此战会受伤？你和从武能打起来算？三王爷造反都是他们安排的，怎么可能打得起来？所以你就不挂念我了？怎会？我会挂念你几日能回？几日？我在你心里无所不能啊。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，我相信几日。他俯身亲他，他踮起脚尖迎合着，被紧紧地搂在怀里。谢云照带着2万谢家军走了2日，谢云峥都没有等来沈淑荣，他越发觉得不对劲儿。就算没收到子珊的报信，他也特意让金枝的粗使丫鬟去报信了，他不可能不知道，知道为何不重视，不来也不问。那他一直以来对金枝这么好，到底算什么？赤云，拿皮鞭来。是。也再准备盐水。是。关押金枝的柴房，砰的一声，门被踹开。郡主，是您来救奴婢了吗？一只男士短靴迈了进来。世子爷，您饶了妾吧！被郡主知道，他会心疼的。您最怕他心疼了。赤羽拿着一桶盐水跟了进来。谢云峥对他的话置若罔闻，用鞭子沾了沾盐水。
他心疼你3天了，别人进不来，他也不能吗？就算真进不来，话不能传吗？他对你可有只言半语？不会的，也许郡主还不知道，我自小伺候他，我们虽是主仆，但情比姐妹。情比姐妹。世子爷不要打奴婢，郡主一定会来的。别做梦了，他连我都不会在意，还会在意你这个贱婢。金枝瞳孔微缩，世子爷发现了。其实他早就看出郡主心里没有世子了，但他一直故意引导谢云峥，郡主不怎么待见谢云昭，他怎么发现？所以如今恐怕只有抽死你，他才会有所动容。谢云峥拿着鞭子再次向赤羽手中的盐水桶战去。此刻的谢云峥在金枝眼中早已不是神仙般的谦谦君子，而是能要他命的魔鬼。他不断地喊着世子饶命，又不断地喊郡主救命，只可惜换来的只有皮开肉绽。在他昏倒时，谢云峥停了手，给他留一口气。这样他总会来了吧？郡主府，小乔和叶曼带着孩子来访，孩子们被奶娘带下去玩。3位闺中密友坐在一起喝茶闲聊。巧玉走过来，传给银枝几句话。银枝又悄悄和沈淑荣说了昭惠院的事，该告诉林婉儿，本郡主岂能干涉？是郡主，奴婢会派人去报给大夫人。银枝心里没什么波澜，打死又如何？金枝在郡主这儿早就不配提起。郡主和小乔真幸福，府里没有姨娘真好。叶曼很羡慕，她的夫君已经有2房小妾。圣旨里约束的，他娶我之前就知道。我没有不让夫君纳妾，是小郡王看中你。叶曼和沈淑荣都被他逗笑了。别笑我了，曼曼姐的夫君最近也很体贴的，听说他把你最喜欢的画买了回去。他最近的确对我很好，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去别人房里了。你看，姐夫也看中你，我还听说啊，姐夫可能要升官了呢。沈淑荣一点高兴都没有，反倒浑身发抖的。曼曼，你说什么？叶曼和小乔同时看向沈淑荣，她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郡主，你没事吧？你说慧泉最近一直宿在你房里，还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东西。是，差不多有半个月了。怎么了吗？沈淑荣呼吸逐渐急促，她明明已经改了叶曼的婚事，怎会如此？你们坐，我去更衣，一会儿再来。沈淑荣起身，身子突然一歪，被岁寒扶住。郡主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回到房里，她的喘息还没平复。都出去，我叫你们再进来。郡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叫太医？不用，出去吧。错了，他错了。一个人坐在床边，心已经凉透。那昏君看上的是叶曼，即便把贾才雍换了也是无用，他依然惦记叶曼。若是把叶曼留在郡主府，等到日子揭穿李琛占臣妻的罪名，倒是可以避开。可以什么理由留下他呢？他还要照顾孩子，照顾夫君，又不能说自己重生所以知道，他也不会信。而且即便躲过了，魏权已经有献出他的心思，他们以后又该如何相处？沈淑荣陷入为难，看来只有一个办法。来人，悄悄备车，没有郡主府标志的马车。沈淑荣再次出现时，已经过去2个时辰，两人略显紧张地盯着他。没事，就是有好消息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太好了，阿姨和西西有弟弟妹妹了。也不知道会不会像他们俩那般的豪气。淘气好，阿姨和西西多聪明啊，还讨人喜欢。你月份尚浅，还是要多休息。我就带孩子们先走了。小妹，我回去和娘说，让娘给你送些补品过来。好，今日算我招待不周。叶曼的一双儿女刚上马车，魏权走了过来。哎呦，曼曼姐，你看姐夫多好。魏权紧张地瞥了一眼郡主府牌匾，脑海中又浮现了那句话：叶曼是本郡主护着的人，知道贾才雍是如何声名扫地的吗？很快他收敛神色。夫人，我来接你和孩子回府。好了，快上马车，让乔妹妹看笑话。好。魏权对着小乔行礼后上了马车。爹爹，两个孩子看到他来接，高兴地扑进他怀里。
魏全的手还在抖，另一句话又自动跳出来：你以后要敬他、爱他，对他好到比你自己都要好。说敢让他受到一丝伤害，你的下场可就不是毁名声这么简单。本郡主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你爹也护不住你。他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怎会悄悄找我说这些话？夫君怎么过来了？夫君怎么了，夫人？我说你怎么来接我了？没事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想你和孩子们了。魏全对他的命令不敢置疑，他的打算应该已经被发现了。夫人，为夫觉得那2个姨娘你都打发了吧。叶曼惊住，他在说什么？以后我也不纳妾了，夫人放心，以后只你一人。叶曼很惊喜，双眼含泪的点点头，都听夫君的。魏全深深呼出一口气，像是终于活过来一般。李琛还在皇宫里等着魏全送人，说就这2天，结果4天过去了，一直没等到，反倒等来了另一则消息，有宫女在皇宫里看到了官员已经死去的妻子，她逃出皇宫，把消息散播出去，事情闹大了。李琛大怒，派人去抓那个宫女，可无济于事。很快这事儿就传遍京都，魏全已经要吓疯了。永嘉郡主真的早就知道，他悄悄跑去郡王府，给沈淑容磕了3个响头。郡主，我魏全对天发誓，妾室已经赶走，再也不会纳妾，会一辈子对叶曼好。你不必特意过来，他不缺对他好的人，因为本郡主随时可以为他找，而你只不过是提前占了他夫君的头衔，才有机会对他好。是，我有自知之明，能娶得叶曼是魏全此生最大的荣幸，定会对他比对自己好1万倍。滚吧！这种垃圾他不想多看一眼。魏全跪着退出去，陛下已经得了2位臣妻，那2个官员被关押入狱，若他的谋划被发现，此刻也会被关进去。反了！你们竟然敢让朕下罪己诏！陛下强占臣妻，不下罪己诏，难道要让世人指指点点吗？是他们夫君自愿献上来的，有罪也是他们有罪。他们有罪，会有律法惩治，而陛下只有写下罪己诏，才能赎罪呀。御史台很急心，毕竟这件事情影响太大，而且已经传了出去，太丢人了。你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斩了！陛下，丞相站出来，御史大人等言无错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不能杀就退朝。朕是天子，看上他们妻子是他们的荣幸，朕绝不会写罪己诏。李琛走了，留下一殿气得不轻的官员。陛下怎能有如此行径？怎会如此不堪？第2日一早，放走飞鸽，沈淑容去找鲁国公。鲁国公还等着南边的5万兵马进京，这几日没什么事做，宫地也不用他盯着。永嘉有事找爹。是爹，刚收到消息，道长跑了，陛下有意要杀大哥。什么？云照还没回来，陛下怎能不讲信用？爹，这件事还不是最重要的，他知道云照在平叛，一时半刻不会动大哥。还有什么事更严重？爹，云照已经带大军返程，应是几日便可进京。真的？我儿竟然这么快就平了叛乱？沈淑容没回答这个问题。永嘉有事相求，谢家军进城后，请爹让他们围了郡主府。什么意思？云照立了大功，鲁国公正高兴呢，怎么听不懂二儿媳的话？我祖父祖母还有我爹娘兄长马上也要来郡主府住，为何都来这儿住？而且也不至于调5万兵马来看守吧？永嘉，你和爹说实话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爹，您儿子造反了。什么？鲁国公天旋地转呐，他好傻，怎么就听信了这个不靠谱的儿子啊？鲁国公被吓得不轻，不敢再等，家人的命最重要。他带了一队人出城去迎南边来的谢家军，等他一走，沈淑容开始安排人送祖父祖母、爹娘、兄嫂、婆母和孩子们出京。夜里，沈淑容并未歇息，她未曾卸下钗环，只静静地看着烛台里的烛火燃烧吧，怎么也要让她尝尝无名无姓无见天日的日子该如何活着。郡主，已经半夜了，歇吧。不急，再等等消息。就在2个时辰前，子珊从鲁国公府后门进去，找到了赤羽，也不知说了什么。赤羽和他道了一声谢，亲自把人送出门，随后去了谢云峥书房。爷，有消息了，前阵子郡主没来，是因她又怀孕了，身子不舒服，婢女不敢用今日的消息打扰她。她现在知道了，说什么了吗？她说想和您见一面，子珊安排了马车，就在外面等着。为何是这个时间？爷，您就别问这么多了，郡主应是为了避嫌，如今国公爷派人看守，
不让您出去，您穿属下的衣服走也好。他是不会输的，这次一定会弄清楚他到底何时喜欢上的谢云照，是不是落水之前。赤羽去拿了一身自己的衣袍，洗过的，让谢云峥换上，还带了斗笠。从后门出去，扮成赤羽的谢云峥看到马车，也看到了紫珊，还有2个牵着马的护卫。他快步走了过去。赤羽大人来了，快走吧。谢云峥抬脚上了马车。是，我们是要去庄子上吗？他知道娘和郡主去了郊外庄子。对，主子就在离庄子不远处。世子爷，奴婢刚刚失礼了。无妨的。多谢世子爷。马车向着城外的方向行驶而去。若他没坐在马车内，想必一回头就能看到鲁国公府他家的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第2日一早，赤霄得到消息，匆匆赶回。他一直负责在外对接，府里已经哭声一片。当看到一具烧焦的男尸躺在面前，身上一枚上好的云纹玉佩，他崩溃地跪在了地上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世子爷怎会？赤羽呢？他不是护着世子爷，他去哪儿了？赤霄流着泪大喊，肩膀上搭上一只小手。赤霄大人，奴婢知道他在哪儿。他回过头，是紫珊，鬼使神差地跟着他走去无人之处。赤羽在哪儿？地上躺着的就是。什么？赤霄发觉声音大了，凑过来低声问：怎会？那头冠玉佩明明就是那世子爷呢？道长跑了，陛下震怒，不等二爷评判也要杀了世子爷，是国公爷想出的办法，让世子爷假死，所以是赤羽大人代替世子爷。紫珊哽咽着说不出话。世子爷在哪儿？赤霄很难过，他和赤羽自小就在一起，但他的使命是保护世子，此刻无暇伤感。您放心，他很安全，只是不能在人前露面了。不能露面，总比被陛下杀掉强。是啊，所以地上的尸体就是世子，否则国公爷怕引起陛下猜疑。请放心，有机会替我告诉世子爷，我们兄弟能为他舍命，是我们的荣幸。他奔着尸体走过去，大喊着：世子爷，属下来陪你了。抽刀插入腹中。他和赤羽都是世子贴身之人，若被怀疑，定然会从他们身上找线索，不能给陛下留逼世子现身的机会。庄子上得到消息，鲁国公夫人当时就昏倒了。沈叔荣派人给公爹送信，猜测是陛下所为，故意做成意外走水的样子，而且赤羽找不到了，很可能是他放的火，否则凭借大哥的武功不可能逃不出来。鲁国公看到信很气愤，定是陛下所为，否则好端端的怎会起火？当即下令让人去追捕赤羽。谢之南守着病倒的祖母，小小的身子止不住的发抖，一定是二叔烧死了爹，他就没打算放过爹，哪怕爹已经一无所有。国公夫人醒来就要进城，被沈叔荣拦住了。娘，爹走之前交代了，他回来之前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进城。我儿子都死了，我怎能不回去？沈叔荣抱住他，娘，现在回去，恐怕你另一个儿子也保不住。第2日早朝，丞相和李尚书迟迟未来，也没有事先告假。李琛派人去询问，门外报有最新战报，他迫不及待地宣进来。所有的战报都是监军写的，监军的岗位很重要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背叛的人。这次派去的监军正是李琛的小舅子，也不知今日战报是什么情况。李琛第一时间让人念出来：捷报，谢将军活捉了三王爷，正在押往皇宫的路上。什么？满朝哗然，不是还没开打，怎么就活捉了？拿来给朕看看。李琛激动的要亲眼见证他的好三弟就是个跳梁小丑。大总管双手奉上，李琛小心打开，真的是他小舅子的笔记。好，太好了，朕要摆宴庆贺。好啊！殿外传来一个男人的高喝声。殿内众人疑惑，幻听了不成？怎会听到谢云照的声音？众人纷纷转头看去，只见那抹高大的身影，浑身透着桀骜不驯的男人缓缓出现。谢云照，你怎么会在此？臣不负众望，押送三王爷回京。陛下刚才还说要办宴席，想必正是给臣办的。他走进来，身后逐渐出现陆子谦、监军顾恺之、青竹青鹰，押着三王爷进殿，还有人抬着箱子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任监军，
你来给朕个解释。李琛怒瞪谢云照身后的小舅子，只见他一脸气愤地瞪着李琛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谢云照行至殿前，拔出佩剑，直指李琛。行了，没人能给你解释，你先给我们解释解释，你让我大哥谢云峥海运出国去变卖的到底是什么？李琛当即吓得神色慌乱。谢云照，你放肆，怎可殿前拔剑，还当众过问陛下私事？来人，把高太傅捆了，带下去。很快进来4人，二话不说，捆了高太傅就走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放开本官！当今陛下抢占臣妻，饮孩童血，被发现后不知悔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变卖皇家私库大半财宝。各位大人请看，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开箱。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满殿吸气声。陛下为了盖登仙阁，竟然卖了皇家财宝。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不可思议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满腔的愤怒。他们每日跪拜的皇帝竟是如此不堪之人，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皇位？李琛看到大臣脸上的失望，连连摆手。不是的，这不是朕让谢云峥卖的货，那批货已经被海盗抢走了，你这是栽赃。谁能栽赃得了陛下？要是只有您有，这些是郡主特意派水军找海盗交涉，用旁的财宝求着海盗换回来的。因为你造成了财库很大损失，你这个昏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我大哥那般为你，你竟然还害他。朕没有，你血口喷人。如今证据摆在眼前，你还敢不认？你这样的人不配为君。陛下，这次的事恐怕不是罪己诏能够解决的。李琛扫过所有人的脸，他们双目中像是带火，无一不在说他罪大恶极。他这次真的怕了，多年来身居高位的从容淡定，在这一刻荡然无存。朕下罪己诏，这就下，现在立刻下。这么多罪名已经是罪大恶极，罪己诏怕是不够，陛下还是自请退位吧。紫林卫首领江明带队护住李琛，请谢将军退下去。他都要退位了，你们还护着他做什么？胡说，谁说朕要退位了啊？朕好好的坐在龙椅上，江明，你一定要保护好朕。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宝卖到海外，你觉得他还配吗？紫林卫世代护卫君王没错，但能把大周卖掉的君王，你们还要拼命护着吗？突然殿外2队人进来，手持刀剑把众大臣围了起来。禁军统领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么多叛军进来，你不知道吗？禁军统领低着头，他全家都被人关了起来。本以为被逼迫妥协，很对不起陛下，如今他反倒想加入叛军，他以护卫这样的昏君为耻。陛下，臣认同谢将军所言，反了，你们都反了。魏将军、丁远侯，你们的兵呢？就这样看着他们造反吗？魏将军一声冷笑，陛下，臣女当初要做3王爷的侧妃，是不是陛下安排她落水，被谢云峥救起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做的事怎么都被知道了？是永嘉郡主的意思，怕你和老三联姻，所以陛下算是承认了。那陛下敢不敢认，臣女一尸2命也是你的手笔？你血口喷人！朕管臣子的女人生孩子做什么？我已经拷打过那个太医，他开的药方里是陛下命令加的活血药。李琛一瞬瞳孔微缩，心虚地说道：朕为何要那样做？她只是谢云峥的妾。为什么？杨家向着郡主这个谢家儿媳，魏家又和谢家联姻，你当然怕我们3家兵力集结。仅凭心中猜疑，就不拿臣子家人性命当回事，你岂止不配为君，简直就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李琛是真的慌了神，谢家军成了叛军，魏将军又成了仇人，他这个皇位还能继续做吗？谢云照盯着江明，大周经不起动荡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没人来犯也会被昏君亡掉。江明被他盯得眼神避开，心里不断天人交战。他们紫林卫世代由皇家供养，也世代护卫天子，他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不配为君的天子。下边的官员都听明白了，说不心凉是不可能的。一桩桩一件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摆在他们面前，不断的冲击着他们的内心。就连乾隆时一直跟着李琛的官员，此刻也觉得自己好像扶持了一个魔鬼。谢云照没时间陪他们多好，赶紧解决掉，好回家陪蓉蓉。还有啊，已经有4万人包围了皇宫，谢家军的7万大军已经包围了京城。各位考虑一下，还让这个昏君一点一点继续葬送大周吗？
江明神情极度为难，被逼问的退后了一步，这一步让他身后的紫林卫手里的刀都有些不稳了。谢云照回头给了顾恺之一个眼神，顾恺之也拔出了剑。陆子谦看清二人举动，手也握上了刀柄，一直注意着谢云照。只见他直接动手和江明打了起来，顾恺之和其他叛军紧跟着冲了过来，紫林卫都过来护，一群人打在一起，现场乱作一团。但大家都发现紫林卫竟然节节败退，连叛军都打不过。谢云照挣脱江明的纠缠，奔着要逃跑的李琛飞了过去，剑刚刺过来，被江明抓住脚腕给拽住了，又回头与江明缠斗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陆子谦动了。夏儿，这次的功劳算我抢你的，等我有了出息，一定不会忘了你这个兄弟的。他提着剑向李琛刺过去。陆御史看到这一幕，子谦不要！只可惜剑已经到了近前，刀尖入肉，刺穿了李琛的胸膛，最后倒在地上，两只眼睛还圆圆的瞪着。一时间，所有打架的人都停了手，盯着这一幕，落针可闻。李琛这个皇帝就这样死了。陆子谦回头看了一眼谢云照，又面带喜色的看向三王爷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从龙之功，我不是最大，也是第二大吧。谢云照提剑过来，就搭在陆子谦的肩头。陆子谦，你竟敢弑君！你不是说了他不配当皇上，让他退位吗？是让他退位，但没说要杀他。他现在还是皇帝。陆子谦顿时慌极了。可是你的剑都刺向了他。我是要阻止他逃跑。我谢家满门都是忠臣，怎会弑君？可你却……谢云照心里偷笑，脸上却是痛心呐。来人，陆子谦弑君，捆了关进天牢。几名叛军走过来，捆了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就是要杀他的。谢云照抱歉又为难地说：兄弟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我没法包庇你。夏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时候你说我弑君？陆子谦的声音逐渐变小，被人带了下去。谢云照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不是你和顾恺之说错了？嘴便被堵住了。谢云照扔了剑，边械收了吧，陛下都死了，咱们也不用打了。满殿的朝臣和兵士还没回过神，听到他的话好像在理。叛军先收了兵器，江明垂着头也收了剑。高太傅不知何时又进来了，他指着已经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陆御史说：你儿子竟然弑君！来人，把陆家人都抓起来，关进大牢。谢云照退至一边，不再说话。这些箱子里都是皇家私库财宝，都收起来锁好。再来人，把陛下抬回寝宫，宣太医来诊治，看看还有没有救。此时大殿之上没有一个人希望李琛还能活，与其让他这般霍霍，还不如让别人来当皇帝。很快百官目光同时投向三王爷，三王爷安插的官员更甚，那目光里都带着希冀。谢云照的人还压着他，是在演戏吧？接下来是不是要请三王爷登基称帝了？三王爷始终从容，到此为止都是他和谢云照的计划，接下来就是他称帝了。谢云照他没看错，也没白结交，是一把好刀。好了，戏演完了，你们俩可以放开我了。如今皇兄重伤，本王该出面主持大局。青竹青鹰不动。谢云照，快让他们放开本王。还本王呢？闭嘴吧你！你这个乱臣贼子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什么？三王爷和满殿的朝臣全都惊呆了。三王爷成乱臣贼子了？谢云照不是来帮三王爷的吗？所有人都迷惑不已，现在到底是什么个局面？谢云照，现在大殿之上围着的可都是本王的兵马，围了皇宫的兵也是本王的。鲁国公还在城外，你以为给本王扣上帽子能有用吗？你爹都来不及救你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殿内这些兵都是你的叛军？他们是不是本王带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满殿都是大周最顶尖的人才，此刻却完全看不懂谢云照和三王爷之间的关系，也完全听不懂谢云照说的话。谢云照歪头看向叛军们，你们都是三王爷的叛军？不，我们不是叛军，我们是来保护陛下，保护各位大人的。一屋子兵士喊得震天响，三王爷震惊得无以复加。从武，你跟本王滚过来！从武走到殿前，看向百官，见过各位大人，草民从武带4万兄弟们来，是保护陛下，保护各位大人的，并非叛军。从武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三王爷双眼失神，看来这一切都是谢云照早就安排好的，这4万人马都是他的人。谢云照，
是本王小看了你，还以为你和本王是一条心。胡言乱语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是我的手下压着你进殿，我怎会同你一条心呢？三王爷恨呐，他们私交这么多年，他竟然说卖就卖，不行，死了也要拉他下水。你想给本王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别忘了，从武他们刚和紫灵卫打过，这算什么保护？还有你，本王一路进京这么顺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打开城门带本王进的京，还逼死了皇帝，你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。这叫请君入瓮，在瓮中捉鳖。你学过兵法没有啊？我是陛下亲封的平叛将军。谢云照不愿和他多说，把他拉下去，关在陆子谦隔壁。三王爷被带了下去，走之前还喊着谢云照，他不会放过他。百官神色变了又变，谢云照的话也就骗骗鬼，他分明就是联合三王爷进京逼宫，等李琛一死，又给三王爷扣帽子。现在大家都看懂了，三王爷是中了谢云照的计，虽然看懂了，但没人替他说话，否则一定会被冠上叛贼同党的罪名。如今的局面是谢云照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否则别想走出这座宫殿。他谢云照难道是要自己称帝？云照不负陛下和诸位大人所托，已经肃清三王爷叛乱，然陛下罪孽深重，已不配为君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大周的江山还需要皇室之人来守护。云照以为应当由长公主和老王爷主持大局，诸位以为呢？他的意思还是由皇家人继位，他没有要当皇帝的意思，如此也好，谁能受得了这混账当皇帝？高太傅眼神询问几位高官，见都点了头，便回：我等觉得甚好。那好，在此之前，就劳烦太傅顾着宫里的事，云照就先走一步，其余明日早朝再议。没等太傅作答，谢云照大步一迈，目不斜视直奔宫外。好想他的蓉蓉！大家都知道，一场新的洗牌即将来临。飞快抵达庄子，来不及通报，他就冲到了沈淑荣的房门口。守门的巧玉兴高采烈敲门：“郡主，二爷回来了。”沈淑荣最近身体不舒服，正歪在榻上，听闻他回来，瞬间哪儿都好了。银枝岁寒匆匆退出去，把空间留给这对爱黏糊糊的主子。门关上那一刻，他抱紧了他，他窝在他怀里，他窝在他颈窝，两人紧紧地搂着，急切地汲取着对方的气息，令人心安又沉醉。蓉蓉，李琛死了，三王爷被我关了起来。沈淑荣揪着他衣服的手不自觉收紧，汹涌而出的眼泪源源不断流进男人衣衫，哭泣的声音不可控地逐渐变大。他突然失力，谢云照撑住他，紧张地把人抱去床上，怎么哭这么凶？蓉蓉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沈淑荣只摇头，他说不出话。他们之间没了任何威胁，不会再有人企图破坏，更不会有人来指指点点。他们终于站在了最高点，做自己人生的主宰。谢云照的心也被狠狠揪疼。蓉蓉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哭啊，有我在，相公在呢，不怕，相公很厉害的，蓉蓉谁都不要怕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哭了，我们的第三个可爱的宝宝在肚子里呢，看到娘亲哭，她也会难过的。他耐心地哄着，却没换来沈淑荣停歇，反倒哭得更凶了。他怎么这么好？可惜他们前世好惨，都错过了。谢云照心疼得厉害，眼泪一瞬掉落，紧紧地搂住他。到底怎么了？他哄不好他。想哭就哭吧，相公陪你一起哭。门外守着的丫鬟也听到郡主的哭声，焦急地想进去，可主子没叫，担忧的直踱步。国公夫人派人来找儿子，迟迟等不到人。这孩子，他大哥都死了，他不来找自己商议，只顾着媳妇。屋子里，男人的眼泪流进沈淑荣脖颈，冰凉的触感一点点唤醒沉浸在前世的他。他渐渐清醒过来，他们如今在一起，以后也会一直在一起，珍惜彼此，深爱彼此。相公，你抱我。好，相公抱。谢云照抱起他，靠在床头，把他放在自己腿上。沈淑荣握着他的大手，安心的闭上眼，静静的靠在他怀里。可能是哭累了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国公夫人这一等，1个时辰过去了，她实在忍不住去了沈淑荣的院子。婢女们都守在门外给她见礼，没有要打扰郡主的意思。娘来了，你出去吧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谢云照还在担忧，这辈子从来没见她哭得这么狠过。没事，你和娘聊完就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宝宝乖，不闹娘亲啊。
去吧。看着他肿起的双眼，男人俯身在他额间一吻，起身走出去。娘，找儿子何事？何事？家里在为你大哥办丧事，郡主不让我回去，说会耽误了你的事。现在没事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国公夫人气红了脸，揪着儿子的耳朵就往院外扯。那你不早说，回来不先见你娘，就知道往媳妇屋里钻。快走，跟我回去处理你大哥的丧事。娘，儿子还有事要安排，您带阿南先回去吧，爹估计已经回去了。国公夫人神情不满，什么事儿能比亲兄弟的丧事还大罢了？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也不想管，他只想回家。那我和阿南先走，你忙完赶紧回去。知道了，娘。谢云照让青竹安排人护送，转身回去，伸手招来银枝岁寒，低声问道：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郡主可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？两人神色微僵，世子假死的事儿，郡主不让说。没有啊，郡主每日都好好的。对，郡主怀着身孕，就安心待在府里，后来来到庄子上，更没什么事儿了。谢云照狐疑地皱了皱眉，府里又不只有他的人，蓉蓉如果有什么大事儿，他的人不可能不知道。算了，等蓉蓉愿意告诉他的时候再说吧。转身便进了屋子。相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娘急着回城，我让他带阿南回去了。你不回吗？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亲兄弟，外人看到你不在不好吧？谢云照排除他是因为谢云峥，因为他的话没有丝毫难过的情绪。以后谁还敢说我？也是，他不配你披麻戴孝。蓉蓉想做什么，我陪你。去见见祖母吧，丞相和李尚书也在这儿。我说今日早朝没看见他们俩，原来是被你扣了，也好，免了很多麻烦。丞相在的话，高太傅就要退居其次，那老家伙可不好对付。你这老家伙来这儿就是杀我的。我是老家伙，你还年轻啊？你以为我愿意留着杀你？是你孙女不让我走。你等着，我这就让人安排你走，离我远远的。丞相还要再气他两句，突然见到不该在这儿见到的人。谢将军怎么会在此？虽然昨天被扣下，他就察觉了不对劲儿，但此刻还是难免惊讶。祖父，丞相大人，云照平完叛军回来了，已经把三王爷关进了天牢。谢云照轻描淡写的回道。老丞相皱紧眉头，心思瞬间百变，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。他想到谢云照会叛变，但听他这语气又不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祖父？下棋输了？你闭嘴！永嘉，赶紧派人送他回城。祖父，我们还有事找祖母和丞相大人。什么？永嘉还要让这个老不死的见夫人？沈老太傅气呼呼的走了。沈淑荣一头雾水，不就是一盘棋吗？孙女都不疼了，人还没出院子，又气呼呼的回来。你们议事，祖父能听吧？当然。那快走吧。祖父怎么怪怪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祖父不是小气的人，可能是很久没碰到对手了吧。丞相双眼还在盯着谢云照看，猜不透就不猜了。跟他们见过长公主，应该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国公夫人回到鲁国公府，抱着儿子的棺材哭。鲁国公的眼眶也是红红的，明显刚哭过。夫人，别哭坏了身子，征儿在天上看着会难过的。夫君，书房好端端的，为何会起火？他为何没能逃出来？为夫查过了，是意外。不想让夫人背着仇恨，李琛都死了，还是让他轻松些。谢之南已经换上校服，跪在李婉儿身边烧纸，面无表情的流着泪，心里想的都是前世，不许他哭爹的坟，更不许祭拜。如今他倒是可以正大光明的哭，正大光明的拜，头磕在地上，哭到身子发抖，是他没用，重生也没能改变爹的结局，反倒死得更快。都怪二叔，都重来了，他也娶了娘，却还不放过爹。来了一队官兵，见过国公爷。谢云峥乃罪臣，不许停官，不许哭灵，不许披麻戴孝。什么？是二叔？一定又是二叔的意思，他恨爹。凭什么？鲁国公也怒了，他可是有8万大军在京，竟敢让他的儿子走得不安稳。抱歉，是太傅下的令，谢大公子之前运送出海的货是皇家私库财宝，此乃通敌叛国之罪。云峥帮陛下卖皇家财宝，他是不是傻呀？
国公夫人又要晕，被李婉儿扶住。陆国公忍着泪，让人撤了灵堂。李晨，若你没死，本国公一定砍你1000-10000刀。等谢云照和沈淑荣回来，陆国公已经安排人送官出府，现在罪责还没定下来，还不能葬入祖坟。国公夫人抱着谢云照，肩膀耸动。陆国公回来就找谢云照，得知在夫人房里，他直接过去，听到妻子的哭声，他鼻腔发酸，在门口站了许久才进去。爹回来了啊，云峥不在了，以后你们带着孩子回来住吧，我和你娘就你一个儿子了。爹，恐怕不行。你别忘了，鲁国公府才是你的家。家里已经这样了，他还要去住郡主府，是要入赘不成？爹，我们也不住郡主府。爹娘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既然您回来了，娘拜托您照顾。儿子回临风居了，郡主这胎怀的不舒服，总是孕吐。谢云照起身告辞，人都出了院，夫妇俩还在傻愣着。儿子说以后哪儿都不住，要住去皇宫。儿子还说他和郡主会共治天下。儿子又说以后传位会传给自家孙子。此时心里没了难过。臭小子，这么大的事，你爹我是最后知道的。刚进临风居，谢云照身子一抖，好像听到了老爹在骂他。蓉蓉，我回来了。和爹娘说清楚了。说清楚了。爹娘什么反应？挺平淡的，没什么反应。不愧是一品国公，心态真稳。还难受吗？还好，你去陪阿义、西西吧，别让他们来烦我就行。好，让我亲亲就去。回来到现在还没好好亲你呢。说着就揽着人坐在腿上，对着他好看的唇亲了上去。两人黏糊了好一阵，谢云照才去看一双儿女，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买什么东西送的。第二日早朝，谢云照和鲁国公骑着马，沈淑荣坐着马车一起进宫。百官今日都早早来了，昨日送去丞相府的帖子没有回信，都想着早点来见他，商量一下该立谁做皇帝。丞相站在第一排，双手插进衣袖，闭着眼，谁都不理。哎呦，丞相大人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给我们出出主意。是啊，丞相，您昨日去哪儿了？对这件事到底是何看法呀？说出来，让我们吃个定心丸吧。百官都在慌，这也没个主心骨，也不知道该推举谁。别问了，你们以为咱们有说话的机会吗？这没机会也要有个准备啊！难道大人知道结果了？武王爷瘸着腿走进来，本王也来看看今天会是什么结果。如今成年皇子可就只有他了。老王爷也早早的来了。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大岁数还能参与朝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昂着头缓缓进来。武王爷迎了上去，孙儿见过皇叔祖。老王爷拍拍他肩膀，眉毛微抬，如今都来巴结他了。等众人站好，长公主夫妇才姗姗来迟，从大殿门外进来，他身后跟着郡王和小郡王夫妇，都是来看热闹的，见证大周新君这个历史。内监拿来椅子，让老王爷和长公主坐在龙椅下方台阶上。皇姐，可以开始了吗？不急。皇姐心中可有合适人选？咱们姐弟可以先商量下。不必。长公主闭目养神，不再理他。老王爷话被噎在嗓子里，也学着他闭目。皇姐真是故作高深。官员几乎都到齐了，殿外传来脚步声，大家纷纷回头看，见是鲁国公，便继续往后看。谢云照应该在他爹身后吧？等了半天不见人，鲁国公已经在第一排站定，迟迟没见人。郡王询问鲁国公，鲁国公摇摇头没说话。他一夜没睡，到现在都还没想明白事情是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但儿子有一句话说得对，只有成为最强者，鲁国公府才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，云峥的凄惨便不会再出现。也是这句话说服了他，为了家人的平安拼了。郡王皱眉，他怎么不理自己啊？但也没再问。高太傅正在殿后准备，沈淑荣和谢云照就坐着等。青竹、青英守着门，青竹看看身下，又看看青英身下。看什么？你礼貌吗？咱俩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以后谁当大总管？青英瞳孔皱缩，他陪二爷造反的时候没想过这事儿啊。你哥还是我哥呀？哥，你是我哥，所以到底谁哥呀？郡主，谢将军，如今龙玺只有一个，来不及准备另一个，你们看先用凤印代替一下行不行啊？凤印管后宫的当然不行，用龙玺和帝王免官吧。也好。福喜福顺分别拿好帝王的象征，大殿之上
百官还在等着，老王爷也是频频看向一直未睁眼的长公主，到底在等什么呀？丞相和李尚书站得稳当，他们已经震惊过了，也该让大家尝尝那种震碎灵魂的感觉。就在下方传来细碎的交谈声时，殿后有人走了上来，大家终于看到了没来的谢云照。等等，永嘉郡主怎么也来了？他们竟然携手奔着龙椅走了上去。二人一步一步走上去，到了龙椅之前，转身面向百官。丞相和李尚书闭了闭眼，认命了。鲁国公一脸扬眉吐气，仿佛大仇得报一般。这时，所有人脑袋上都是问号。长公主缓缓起身，经本宫和皇帝商讨，大周以后由永嘉和云照共同治理。皇姐，我……老王爷完全懵了，他什么时候说的？百官全都惊住，什么时候商议的？当他们死的，郡王一家也瞪大了眼，怎会是永嘉夫妇？来吧，受他们帝王喜印。长公主接过福喜手中托盘上的龙玺，抬头示意老王爷接下福顺手中的冕冠。老王爷手都抖啊，自小就怕长公主，可他不甘心，明明他有权参与选人的，凭什么选谢云照和永嘉这个妇人？等等，长公主回过头，看是谁敢打断他。顾祖母，这不妥吧？谢云照乃是鲁国公府二公子，他姓谢。永嘉郡主虽是姑祖母孙女，但他姓沈。大周江山是我李氏江山，怎可由外姓人继位？就算他不做皇帝，他也是李氏皇族正经的王爷。若被他们夫妇抢去，他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了？正是。姑祖母，还是重新商议人选吧。老王爷刚抬起的手垂了下来，他觉得他们说的很对。皇姐，您看，从武刚反对之人乃三王爷同党，捆了关去天牢。从武带着守兵进来，捆了武王爷和老王爷的孙子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捆我？住手！丞相大人，就这样任由他闹下去吗？不然呢？你们看看殿外，有权利反对吗？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不甘之色，他们算什么皇家之人？还有一个女人生生孩子，打理打理后宅，永嘉郡主最多管管财库，权势已经不小了，竟还想称帝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丞相大人不管，老臣来管。从古至今，从没女子称帝之先例。若谢将军和长公主一意孤行，老臣就算撞死在这大殿之上，也要反对到底。老御史实在接受不了，说着人就朝着殿上的龙柱撞了过去。等等，老御史直接被自己绊倒在地，这声等等让大家以为威胁起了作用。趴在地上的老御史都没起来，抬头等着他的下文。还有谁想撞柱子，或者是罢官，亦或是想进天牢的，一起说清楚。我与郡主没时间陪你们一个一个闹。官员们可都不是吃素的，他们不信谢云照会真的把他们都罢免。我们难道说一句话都不可以吗？女子怎能为君？就是，自古以来世代以男人为主，传宗接代也是继承男人姓氏，女人外嫁怎可谈及继承？大周乃李家江山，你们谁人姓李？长公主姓李，也已经嫁入沈家，郡主如今也是姓沈，你们这般草率定下，未免太荒唐。就是，我们不同意，百姓更不会同意。谢云照拉着沈淑荣坐在皇位上，你有了身孕，不能久战。你们还不快下来？那是龙椅呀！来人，把刚刚说女子不能为君的官员按照反叛罪关进天牢，拿姓氏说事的人罢黜，说百姓不同意的就分到撞柱那波。你敢？百官不信，他竟敢这般对待他们。很快，昨日叛军队伍进来，开始捆人。丞相摇摇头，又闭上了眼。朝堂是要大乱了。等等，相公不可，能进殿的多乃我朝重臣。各位大人，何为国？何为君？国乃万千百姓组成，君乃一国之主，也是万千百姓的父母。有父有母，才有子，而为子民好的君才配为君，与姓氏有何关系？大周之前的皇族姓李吗？本郡主自掌管财库以来，兢兢业业，开垦荒地，偷海运，只为造福百姓，为国为民之心。本郡主不比旁人少，亦不比旁人做得差。如今愿意和你们解释，是本郡主惜才，不愿相公罢黜你们，否则你们瞧瞧这满殿的兵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？叛军们并未退
开，还等着捆人。郡主说的对，若你们拿姓氏论事，那就改了大周国号；若你们说没有女君先例，新的皇朝就有了这个先例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说？百官此时才发觉他们想多了，真就没他们说话的份儿。谢云照压根儿不在意他们的死活，从他毫不犹豫捆三王爷入狱就能看出来，若他当了皇帝，他们没什么好日子，因为他什么都不在乎，名声都没有，也不稀罕。若真改了国号，他们今日的挣扎还有什么意义？丞相此时站了出来，他算是看懂了，只有永嘉郡主能压制住谢云照，不能由着百官再反对。本相以为国号就别改了，至于想辞官的，今日可给本相递交辞呈，本相都会批复。现在还是给两位陛下受封要紧。百官震惊啊！难道丞相也和太傅一样，早就叛变了？谢云照满意的笑了，扶着沈淑容坐下，长公主也笑着拿过龙玺放在沈淑容手中。老王爷看着眼前的帝王免官，迟迟未动。怎么，老王爷这点事儿都干不动了？老王爷心里一哆嗦，这里好像已经不是他李家的天下，心不甘情不愿地举起免官放在了谢云照头上。郡王一家还没回神，永嘉称帝了。陆国公眼圈红润，他儿子真给他长脸。与二人交好的官员纷纷露出惊喜之色，日后定能沾光。沈淑容被封嘉帝，谢云照被封云帝，年后延续了沈淑容的封号永嘉。今日只定了一件事，等正式登基后，会定下李琛三王爷、陆子谦等人的罪名。谢云照留在宫里，沈淑容回了郡主府，各自安排。小妹，你和云照是何时计划这些的？郡王夫妇目光灼灼地盯着沈淑容看，小乔也是，她竟然成了女帝的嫂子，真不可思议。知道李琛要抢财库时，我就开始计划了，我们家的东西谁都抢不走，相反，他有了抢我的心思，我就要抢他的。不愧是我女儿。爹，您和大哥想要什么封赏？小妹，你能好好的就行了，我们家如今已经很好了。就是爹这个郡王啊，只比王爷低一等。再说有你在，爹就是最大的。沈淑容一直眯着眼笑，她是真的很开心，再没人能拿家人来威胁她。爹，大哥，那就日后再说，你们别太激动，回去休息吧。好，我们先回去，你也别太辛苦了啊，我留下陪永嘉。大家都在笑，唯独郡王妃眼眶红红的，女儿一定吃了很多苦，这些事怎能让她一个女娃娃去考虑？娘对永嘉真好。第二日一早，沈淑容打起精神，让人带着3个孩子去后花园玩。她坐在石桌旁，用着下人准备好的茶点。沈之熙和谢之意边跑边跳，淘气得很。谢之南很安静地坐在沈淑容身边，完全不像小孩子。二叔竟然要和娘共治天下，他到底怎么想的？娘一介女流，开了这个先例，岂不是沈之熙也有机会继位？如今娘又有了身孕，真麻烦。她将来要对付3个小孩。沈淑容瞥了一眼他的神情。阿南，你二叔和我当皇帝了。阿南听乳母说了，恭喜二叔二婶。二婶今日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当然是大惊喜。谢之南心里很激动，这还是娘这辈子第一次对自己这么好。谢谢二婶。玩累了就带阿姨西西回去。是，郡主。沈淑容交代奶娘，随后站起身，拉着谢之南的手，陪二婶走走吧。谢之南很得意地瞥了2个拖油瓶一眼，跟着沈淑容走了。一行人围着后花园转，直到走进那个小屋。沈淑容留下仆人，只带着谢之南进去。到了屋门前，沈淑容蹲下身。二婶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爹没死。什么？对，你要感谢你二叔，是他猜测李琛不会放过你爹，这才设计昭辉院书房起火，你爹是假死，现在就在这间屋子里。二婶带你进去看。二叔会这么好心？谢之南不信，抹了一把眼泪，狠狠点头，跟着沈淑容进去。你二叔也没办法，保险起见，只能把你爹藏在这儿。谢之南已经看到了谢云峥，正躺在一张木板床上，身上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。他心底燃起熊熊怒火，二叔这叫救爹，他分明就是在折磨爹。不对，开门的声音不小，爹怎么躺着一动不动？谢之南小短腿跑过去，抓住谢云峥的手臂想摇晃，却发现根本抬不起。爹，阿南来了，您醒醒！阿南别急，你二叔说了，就你爹回来时不小心让他受了伤，慢慢养，定会养好的。你放心，你爹是他亲兄弟，以后就住在这边，他会好好对你爹的。不是这样的，
娘知道什么？二叔恨爹，爹的伤明明是二叔造成的，又不给爹安排好的生活，还骗娘是为了爹好。他说什么娘都信，气死他了。阿南别哭，你爹只是睡得沉，你再叫叫，很快就能醒的。谢之南用力摇晃谢云峥的手，终于床上的男人有了反应。他缓缓睁开眼，看到了谢之南，有气无力的喊了声阿南，想伸手摸摸他的头，却无能为力。爹，都是二叔，一定是二叔害的你。阿南，二婶知道你担心，但你爹还能活着，你就应该感谢你二叔。谢云峥缓缓侧过头，永嘉来看他了。不是的，二叔和我爹有仇，他是故意害我爹。起火第2日李琛就死了，怎会需要安排我爹假死？我不许你这样说他，看来你二叔就不该管你们的闲事。沈淑荣生气了，转身就要走。娘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怎会骗你？沈淑荣震惊回头，阿南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我是你二婶，你就是我娘，我重生了。前世您嫁给了我爹，生的我，二叔也是重生的，他一直爱娘，所以他这辈子直接害娘落水，抢了爹和娘的婚事。这孩子傻了不成？沈淑荣满脸不信，谢云峥却信了。他早就觉得那次落水不对劲儿。郡主让阿南说下去。好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谢之南背起了大周律法，一定要让娘相信二叔是破坏他们一家3口的罪魁祸首。如今娘称帝，只要勾起娘对二叔的仇恨，他定会站在自己这边，一定会痛恨二叔和他的3个孩子，将来的皇位依旧是他的。沈淑荣和谢云峥越听越惊，他竟然能背得下来大周律法。等背完大半，娘，这回您信了吧？你的意思是我和世子因为婚约成婚，婚后生下了你，可你二叔心里有我，他妒忌，所以这辈子故意害我落水，从而娶了我。正是，二叔觊觎亲嫂，可见其卑劣。那你说他和世子有仇？有什么仇？这辈子我已经嫁给他，他为何害世子？谢之南忽然有些尴尬，但是为了娘相信，他还是说了。前世爹管着财库，要通水运、船运，为了造福百姓，爹很忙，而娘也像爹这般被人假死过，最后进了宫，做了李琛的侍婢。二叔以为是爹所为，所以恨爹，他造反杀了李琛，扶持3王爷登基，软禁了爹。后来娘死后，他整日折磨爹，最后他死前还给爹喂了毒酒。沈淑荣的心抖手抖，恨意不断涌出，却被他以害怕的表情掩盖。我是什么时候死的？他是什么时候杀的世子？他又是何时死的？您是28岁时病逝，二叔废了3王爷，自己称帝。等到儿子18，他杀了爹之后自尽。沈淑荣心都要疼碎了。可是你怎知他是因为爱我才害世子？二叔遗体并未葬入皇陵，而是安排亲信秘密与您合葬，且他终身未娶，还杀了很多逼他娶妻的肱骨之臣。最后他把皇位传给了儿子，只因为儿子身体里有您的血脉。他如今这般对爹，就是故意的，因为他还在恨爹。娘，您和爹才应该是夫妻，儿子才是您和爹共同的血肉，都是二叔破坏的。您看这间屋子怎会这么脏乱？爹连个好歹的被子都没有。若他真有心对爹好，又怎会让爹病成这个样子？娘，他就是破坏我们家庭的恶人。谢之南还在不断的诉说谢云照的罪状，沈淑荣却背过身，眼泪不住的流。他的相公好傻。谢云峥久久不能消化这些消息，他前世娶到了沈淑荣，可是他被假死，被送进宫做李琛的侍妾是何意？李琛好臣妻，他这么爱他，不可能同意。难道是李琛偷着办的？沈淑荣努力深呼吸，很快调整好情绪，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。他走去床边，谢之南心中一喜，看来娘终于信了。听了阿南的话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前世我不知道，但我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，深爱。我们是因为谢云照错过了。谢云峥满怀柔情地看着沈淑荣，他们才是夫妻，都是被他破坏的。别恶心了深爱这2个字，你还真是无能，只有无能的人才会怪别人。谢云峥惊愕皱眉，他怎会这般说？谢之南听出娘话风不对，娘，闭嘴，别叫我娘。听完你的版本，也该听听我的。娘在说什么？我嫁给你，谢云峥，财库也给了你，你爹却想要造福百姓，开海运，但李琛不同意，除非你把我送给他。你猜你是怎么做的？谢云峥瞠目结舌，怎么可能？没错，就像你如今这般被假死，送进宫，我不再是郡主，也不再是你的妻子，而是一具明面上已经被你烧死的昏君的玩物。
谢之南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是因为李琛想要羞辱你，让你带着他进宫，在他的龙榻上看到了我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打死我也不会把你送人。谢之南说的是真的，只不过他掩盖了，是你做的而已。这不可能，我那么爱你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相。谢元照不该恨你吗？你抢了他的世子位，抢了他的未婚妻，又不珍惜。所以重生的不是二叔，是娘。落水尸身嫁给二叔，也是娘的计谋。那财库、水运、海运，甚至造反称帝，都是娘安排的。娘刚刚也是故意让自己先暴露。娘，你一直都知道我是阿南。你觉得我该怎样对你？你敢说前世没有恨不得我死在那场大火里？我只是……你只是觉得我脏，不配活着是吗？但你知不知道，李琛他是以你的性命要挟，否则你以为我不想死吗？谢之南呆若木鸡，很快眼泪决堤，他疯狂摇头，泪水都甩了出来。他扑过来抱住沈淑荣的腿。娘，儿子错了，儿子知道错了，您打儿子吧，儿子不是人。沈淑荣摇摇头，打他都嫌脏手。你不怪你爹把你娘送人，却来怪我这个没有反抗余地的女人不贞洁，不过是在为你们男人开脱。你们父子都一样，没有担当，什么事都怪到别人头上，胡能又愚蠢的样子，真让人恶心。娘，儿子知道错了。谢之南，你没有资格叫我娘。今日出了这个门，说你还想活命，就乖乖做李婉儿的儿子。不，娘，您打我，您打死我吧。我走了，谢云峥，你我此生不复相见。沈淑荣没有理会地上拖行的谢之南，抬步走了出去。到了门外，谢之南不得不站起来，依旧用一双泪眼看向沈淑荣。奶娘看到，急切的想过来抱孩子。今日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可记住了。奶娘点头称是，这才上前抱起谢之南。屋内的谢云峥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头也不回的离去。原来他们在一起过，是他弄丢了他深爱的女人，伤了他的心。他挣扎着想起来，可惜身上的经脉都被挑断了。他不求他放过，也不求他原谅，只想给他跪下，给他个赎罪的机会。他活该被夹死，活该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想你，你不在，皇宫和冷宫没什么区别。沈淑荣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，他才住一夜就觉得像冷宫，前世就这样住了整整8年。怎么掉眼泪了？没事，这胎怀的有些多愁善感，心疼你。不用心疼我，我自己知道冷暖，宫里冷就回来，有你在的地方最热乎。那我明天快些收拾，争取早点陪你住过去。我们可以一直热乎。好。沈淑荣不再想其他，他以后要更爱他，才配得上他的爱。蓉蓉，我饿了，陪我用点饭好不好？沈淑荣微愣，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没好好吃饭？好，相公想吃什么，我陪你。用饭时，沈淑荣坐在他怀里，要他喂。谢云照嘴角一直挂着笑，他今天好粘人，他好喜欢。睡觉时也是一反常态，他被媳妇儿紧紧地抱住。谢云照吻着他额头，笑着问：怎么了？是不是最喜欢我？是啊，最喜欢你，最爱你。小两口你侬我侬。天牢门口，一身量高大的男子进来，待看清来人，谢云照，你还敢来？陆子谦瞥了一眼，看到是他，蔫蔫的靠坐在草堆上。2天过去，他已经想明白了，谢云照把所有人都耍了。我怎么不敢来啊？我是平叛大功臣，即将称帝，而你们都是叛贼。三王爷恨呐，怎么就没留下谢云照让他造反的证据呢？别瞪了，你现在应该做的不应该是求我吗？求我留下你的妻儿。谢云照，你我本就是同盟，事成你甩了我，如此行事，不怕以后没人忠心于你吗？你有何证据我与你同盟啊？你别忘了，很久以前你就与我勾结了，我怎么会没有证据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就你那蠢样，我若不帮你2次，你早就被李琛那个草包害死了，还能活到成婚生子？我虽然帮过你几次，也不代表会帮着你造反吧？想得真美。是你不是帮我造反，而是帮你自己。陆子谦越听越心惊，他们常在一起玩，谢云照是何时搭上的三王爷？鲁国公府向着太子，他却偷偷救三皇子，到底有多少事儿是他不知道的？他还自诩每日带谢云照玩，不让他接触正事儿。如今想来，认真在玩的人只有自己。谢云照竟这般有心机啊！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谢云照觉得和
陆子谦比，脸皮还是薄了，他还有脸问。马球赛那日，陆子谦喉咙间发出瘆人的低笑，难怪他那日感觉已经暴露是对的，所以后来他又故意和自己玩，就打算好有一日会利用自己。你也没比我高上哪里去，我也瞒了我这么多事儿。如今看来瞒得很对，还让你舍命救我，也是提前安排好的。废话，我还有郡主和孩子，怎么可能替你去死？所以他说郡主庶妹配不上自己也是反话。陆子谦盯着他看了许久，自嘲的笑笑，他们之间从来就只有欺骗，没有任何兄弟情。你怎样对我都可以，能不能放了我的家人？你家人谁无辜啊？还是你以为我会信这都是你一个人的计谋？那你到底要如何？李晨是我杀的，也算是我给你省了很多事情，我只求你放过我的家人。唉，你还真是孝顺的。知不知道你爹和你大哥他们是怎么说的？他们也想用你一人之命来换全家人的命，你们还真是全家一条心呢。谢云照抬步往牢房外走去，陆子谦闭上眼，他是来看他笑话的。他们才是一家人，要杀要剐随便吧。陆子谦佝偻着身子坐回草堆，他这辈子活的还真是失败。三王爷听得一头雾水，陆三和陆家到底是怎么惹到谢云照了？谢云照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别喊了，他行事你应该了解的，你怎么惹到他的？我一开始接近他就是受了我爹和谢云正的安排，带他玩带他混，就是不干正事儿。那你完了，他睚眦必报。我知道，虽不求他了，我不同啊，我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，你没对不起他，但是你想讲郡主的东西，他不会容你。皇位应该是永嘉郡主要夺的。三王爷瞪大了双眼，想了很久，又冲到牢房门边，吵嚷着要见永嘉郡主。他不抢，什么都不抢，只要饶他和家人的性命。几日过后，鲁国公夫妇的行李收拾的差不多，随时可以搬进皇宫。谢之南一直在等祖母收拾他的东西，却迟迟未等到。晚膳时，他忍不住问出口：阿南放心，这些事交给祖母就好。谢之南看出他不自然，是不是娘不让他进宫，只让他待在国公府里，祖母也做不了娘的主？他还是别问了，以免祖母为难。此刻的他还不知道要被逐出谢家族谱了。登基大典这日，二人携手在百官跪拜中拾阶而上。这一刻，历史彻底改写，双帝共治，女帝那都是千年未见的景象，如今被他们见到了，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幸运？待二人登顶，转身，百官口中高呼万岁，登基大典礼成。进殿之后，百官心里只有一句话：这二位长得是真好，大周历代皇帝根本比不了。今日要定的就是奖惩。夜里，娘子，我们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多少？我都记得。沈淑荣一点不夸张，前世被他救回来那2年，他常回忆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我记得儿时你最喜欢和我玩。沈淑荣点点头，这是事实，不否认。那你……谢云照目光又躲开，谢云峥都死了，即便他骗自己，他也想听。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是订婚之后还是成婚之后？沈淑荣偷笑，原来他在纠结这个。就不能是订婚之前吗？他的目光顿时炙热，难道他也早就喜欢自己了吗？扶着他坐起来，盯着他的眼睛，唇张了又合，眼里有了点点星光，可随即又胆小地垂下头。若问了不是，岂不是暴露了自己觊觎他的事？是在订婚之前。谢云照骤然抬头，他这句话是肯定句，他的意思是他和谢云峥订婚期间，不仅自己觊觎他这个未来嫂嫂，他也不是单纯的把自己当未来小叔子吗？紧紧地把人抱进怀里，用力地亲吻他的唇舌。他也喜欢自己，若没弄丢世子位，他也是愿意嫁给自己的。他是不是一直喜欢自己？因为婚约换了人，才把目光看向谢云峥。沈淑荣暗道不好，又要发疯。他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吻得又急又凶。沈淑荣嘴唇都被亲麻了，好不容易有了空隙，宝宝。男人这才回过神，松开嘴，抵着他额头不断的喘息，让自己渐渐平静下来。蓉蓉，我自小知道与你有婚约，就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。可我弄丢了世子位，我以为为了鲁国公府，我让谢云峥当世子，就可以满足爹延续荣耀的愿望，没想到会失去你。
都过去了，我们没错过，已经成婚了，不是吗？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还有孩子们，我们没分开。不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失去你了，我以为要叫你一辈子嫂嫂，是你落水换回来的。若你不落水，我们就会错过这一生了。你打我好不好？蓉蓉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再也不会弄丢你了。沈淑荣看清他的眼泪不断从眼底涌出，心疼地抱住他。不会的，我们再也不分开，没人能让我们分开。今日的寝宫并未传出欢声笑语，而是两个深爱彼此的人互诉衷肠。等那股情绪退下去，男人又亲上来。蓉蓉说的对，他们永远不会分开。亲着亲着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停下来盯着沈淑荣。所以当初你是故意落水，故意被我救起，故意抱着我不撒手，故意视清白于我。沈淑荣小脸红透了，窝进他怀里。他怎会想到这件事儿？太丢人了。见他白皙的脖梗都羞红了，谢云照再不明白那就是傻子了。所以你那日是故意穿的襦裙，也是故意用它挤我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沈淑荣，你勾引我。我没有。你有。后来我去秋桐院找你，你又勾引我，对不对？沈淑荣见都被拆穿，也不狡辩了，大方承认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就说你有没有被勾引到？我看到你都流鼻血。我不否认被你勾到，但你也有被我勾到。你总是晕倒在我身上，趁机摸我，是不是？沈淑荣刚起来的气势又弱了回去，脸再一次爆红。你再说我就不摸你的了。相公给你摸，随便摸，我就知道你喜欢，每天都有好好练。谢云照，你别再说了。沈淑荣真的无脸了，老底都被他掀没了，全猜对了。谢云照心中感动，还好他聪明，还好他还喜欢他，没放弃他，一点一点解开他里衣，正要继续，不行。他一说了，过了3个月，轻点没问题的。第2日早朝，两人每日都是拉着手走上龙椅，百官不用吃早饭也能跪得动，看他们俩就饱了。二人都被称为陛下，区分开始称呼沈淑荣女君，谢云照云皇。处理完官员报上来的事，沈淑荣开始说她想做的改革。朕打算在各州府创办女学，想让天下女子有机会读书明理。各位爱卿以为呢？御史台的老御史出列，启禀女君，自古以来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女子大多在家相夫教子，即便是乡村百姓，也是男耕女织，这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。老臣以为，既然存在这么多年，自然有它的道理，不该随意改变。臣附议。而且，即便开办女学，百姓们也没有多余的银钱送女儿去读书。朕自己出银子，免束修呢。好多百姓家的孩子是要帮家里干活的，即便不收银子，他们也怕耽误家里的农活，供男丁读书都困难，更别说提供女娃娃了。是啊，我大周近些年多灾，百姓们的生活的确不如从前了。解了南边的灾患，北边还有。虽然通了水运海运，但还是要给发展的时间呢。两位帝王对视一眼，自己出钱都被阻拦，还真是事事都想压住他呢。谢云照站起身，为难的转了2圈，随后好像有了办法一般。大周财力不够，导致百姓不富足，连让孩子读书都这般为难。朕有个好办法，既能解决这件事，还能开疆拓土，尔等听听可不可行？陛下请讲。朕派兵去攻打北狄，攻下北狄再打南疆，然后再跨海把倭国也打下来，这样就能扩大大周版图，到时候百姓们就不会为几个孩子读书而烦恼。众爱卿以为可行否？启禀陛下，兴兵会让百姓苦上加苦，臣以为相较之女君的提议更容易办到。这样啊，没意思。不让出征，谢云照像是受了很大的打击，坐回龙椅。那就办吧，就交给户部江侍郎去办。是，臣领旨。下朝后，丞相大人怎么能答应这件事？以后再有别的事，我们就被动了。是啊，大人，女君的想法千奇百怪，云皇纵着，您不能也纵着呀。女君自己出银子，你们反对又有何用？丞相真是不想和傻子多废话。你们只想压制新皇，却从未想过他真正的目的会不会被你们拦住。不再多言，丞相走了。马车行至回家的路上，又让改道去长公主府。他不信女君造反之前长公主不知情，他现在只想问问女君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天下。老太
父正在书房琢磨诗画，听到丞相来了，还要见妻子，顿时从书房跑出来。你来干什么？丞相无奈，这老家伙一直当他是敌人，不应该感激他吗？本相有事询问长公主，几句话就走。丞相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老臣见过长公主。又把今日早朝上的事儿和二人说了。沈老太傅皱着眉，听到女婿2个字，他就想到会有多大的阻力，竟然被他们俩一日就敲定了。长公主也知道轻重，但她更清楚孙女行事风格，那丫头要么不做，要做就痛快的做。长公主，老臣以为女君有些冒进，云皇又没有什么想法，只是一味的纵着，他们俩里应外合，逼着百官同意，长此以往，怕是会君臣失和呀。老臣想知道女君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天下，她想法很多，这几日早朝老臣都在尽力维护，可早晚有一日会失去作用啊。丞相放心，他不是乱来的孩子，他做的事一定都是对大周有利的，比如嘉县他就管得很好，这2年嘉县的税收你们应该都知道。这一点老臣清楚，虽然嘉县还处于免税时期，但数目是清晰的，发展的确很好。可一县毕竟不能代表一国，女君若以嘉县推倒一国，百姓怕是会笑他。丞相放心，嘉县已经开办女学，女君想做的事也不是突发奇想。这个丞相还真没听说，他们关注的都是政绩和民生，长公主就知道他不清楚。女君虽然只管过一县，一县并不能代表一国，但一县都治理不好的大有人在，丞相以为呢？丞相思索着这句话，的确有官员一县都管不好，女君却做得很好，也许他该尝试着相信2位帝王。既如此，老臣便再辛苦几年，也看看他们的能耐。长公主笑了，老太傅哭了，他怎么还不告老还乡？好吧，为了孙女他忍了。看到妻子对他笑，他站起身去杀2盘。好啊，手下败将。几位夫人所聊之事很快被送到沈淑容和谢云照耳中。他们是不是闲的，敢来管宫里的事？宫女们正给沈淑容揉腿的动作一停，有些害怕云皇发脾气。我们把皇宫一分为2，你要东边还是西边？一分为2做什么？谢云照不解。一半留给你的美人。我才不要，我只要你。谢云照气得走过来，赶走他腿边的宫女，坐榻边搂住媳妇。真想提剑去砍了那帮长舌妇。抱着抱着，察觉到不对劲儿，猛地凑过来。属于你那一半呢？沈淑容勾唇一笑，不说话了。要留给谁？我没说留给谁啊。谢云照额头的青筋都蹦出来了，站起身咬牙切齿地问：今天来见太夫人的都有谁？回陛下，有徐尚书夫人，还有江侍郎夫人，还有一共5位夫人。好啊，真是好样的，都退下。一屋子宫人得令出去。沈淑容低着头笑，还笑。男人气得不轻，想在龙榻上狠狠惩罚他，可他又还怀着。为何不能笑？你那一半是不是要养南妃？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他们让充盈后宫，你有的我也该有。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想过有别人，你是知道的。谢云照又坐回来，你也不能有。我若没嫁给你，你会娶谁？我谁都不娶。可是这样你会孤单一辈子。不孤单，你一直都在我心里，永远陪着我。好，那我们不分一半了。不分。见他打消了可怕的想法，谢云照放心了。刚站起腰就被沈淑容抱住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让我抱一会儿。等我批完奏折，我抱你去休息。好。谢云照为了庆祝可以开荤，停朝3日，扔下孩子，带着媳妇儿去过2人世界。马车里，沈淑容问他去哪儿，他笑得邪魅，是一个不会放过你的地方。等到了地方，沈淑容才知道是来了皇家温泉，屋内有这里最大的池子，池子里飘着鲜艳的花瓣。沈淑容打量着屋内摆设，还没换泡池子的衣服，衣襟就被男人解开。男人像是饿了许久的狼。辛苦蓉蓉为我生孩子，肚子上的皮肤都不能恢复如初了。来这是要说这些？下辈子一定换我生，好不好？好，下辈子你给我生8个，把现在欠我的都还回来。行，下辈子你娶我，我们还在一起，我给你生8个孩子。我记住了，不生我就把你按在床上，让你下不来。沈淑容的话被吞进男人腹中，他让他见识见识，现在是谁让谁下不来床。积攒了许久的情绪一瞬爆发，令人难以招架。水里不能久留，抱起他去床上。伯伯，
吃点心吗？想吃你这盘点心。饿狼不再忍耐，扑食吃肉。两个人从白日闹到黑夜，一整日没出屋子。第二天一早，男人神采奕奕，脸上终于露出艳足的神情。3日后回宫，太夫人气得想揪儿子耳朵，把3个孩子扔给他，自己带媳妇出去潇洒，真是气死他了。女君的财库可以设立官职，就像李氏、杨倩一样，其他各部万万不可，定会影响大周的发展。臣附议。让出财库招收女官可以，6部别想。杨倩的能力未必没有徐尚书强。女君什么意思？想让杨倩代替我户部尚书的位置？荒谬！他歪着头，倔强不屈，也不言语。各位可知杨倩最近为财库赚了多少银两？臣等不知。朕一直没说，就是不想打户部的脸。如今徐尚书不服，朕便让人取来账本看看。户部掌管大州财税，无论商农，你们可有新突破？连年交不齐的税，连年空虚的国库，就证明你们不懂开源，只一味节流。徐尚书等户部官员老脸臊得通红，又无言反驳。他们都是通过科考和举荐当上的官，家里不是经商的，自然不会有世代从商之家对生意的敏感。不要小瞧女子杨倩在经商上的天赋，朕敢说满殿的人无人能及。如今的大周需要的不是书读得多好，而是需要在一个领域上的顶尖人才。哪怕这个人仅仅是种地种得好，他也该被朝廷挖掘，给他相应的官职，去带领更多的人种好地，真正意义上减少每年饿死的人数。户部的确该骂，通海运多年，你们从未想过引进别国良种，这事儿还要女君时刻惦记。都尝尝吧，这东西叫马铃薯，有很多吃法，抗旱很不错，产量也高，一年最少可产2茬。徐尚书刚还被2位陛下损得颜面扫地，如今第一个冲上去品尝，还拿了一个放在手里端详，百官都没见过，新奇的围上来瞧，尝过后纷纷竖起大拇指，味道还可以，口感也算软烂，他们能接受的食物，对百姓而言那就算美味了。徐尚书扑通一声跪下，2只眼角已经有了泪水，是他失职，总想着抢财库增加自己的权势，如今看来他的格局太低，比女君这个女子都低。老臣愧对百姓，老臣替百姓叩谢隆恩。起来吧，以后把心思放在造福百姓身上，不要总是带着偏见。人不能永远看以前，总要迈出新的一步。马铃薯已经试种成功，今年就要运往北边各州府，让各州府试种，若产量好，明年即可大面积种植。是。女君，臣定亲自督办此事。好，这件事再办不妥，你们户部看着办吧。户部官员身子微微一抖，上次停2位大人的职就已经警告过了，若再办不好，怕是会整体换人了。是，陛下。接下来可以聊聊女子科考之事了吗？百官怀疑女君就是故意这个时候拿出马铃薯的。永嘉元年，2位帝王求贤若渴，增设恩科，更是增加了女子科考。到了9月，陆子谦行刑前，谢云照让人把他接了出来。他们以前常去的酒楼里，谢云照摆了好酒好菜。陆子谦这1年的牢房做得不算艰难，谢云照有让人照顾他的饮食。如今看着那个意气风发的人坐在对面，他突然产生浓烈的求生欲。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别多想，来送送你而已。即便没有我的引导，你也不会有什么差事可做。先吃吧，吃完再告诉你。陆子谦闭了闭眼，丰盛的断头饭，他流着泪拿起饭碗往嘴里扒饭，心中尽是苦涩。谢云照静静地看着，不打扰也不吃。陆子谦放下碗筷，你对付我可以，成王败寇我认，但马球赛那日你动蓉蓉，我绝不会留你活口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所以婚事是你设计的。是他设计的，他要嫁给我。怎么可能？谢云峥那时正得意，嫁给谢云峥比嫁给你好10000倍。他又不傻，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我，宁愿名声受损，也要想办法嫁给我。都怪我不知他心意，否则怎会让他主动？鬼子还信？给你送过行了，就不再见了。对不起。虽然他不在意，但他欠他这句道歉。第2日，陆子谦行刑，他恨爹，恨谢云峥，更恨自己。若有下辈子，他不会再做任何人的棋子。沈知悉成婚那日晚上，寝殿里，谢云照趴在沈淑荣腿上哭了。他亲手带大的女儿就这样嫁人了。西西提早就搬去公主府住了，那时怎么不见你哭啊？不一样，以前他眼里只有我这个爹，只依赖我，现在全被凯瑞那个臭小子抢去了。
明年我们就出去玩了。既然你这么舍不得，就别走了，住去公主府吧。不行，不能被他耽误。怎么了？娘子是不是嫌我老了？沈淑荣摇摇头，他竟然和他一起度过了18年，还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所有的仇人，伤害过他们的人都消失了，真好。老妈，我怎么觉得相公更有男人味儿了？蓉蓉喜欢看就好。很喜欢，很喜欢，看不够的喜欢，我还会看几10年，从青丝到白头，无论你什么样，我都喜欢看。谢云照听到这句话，眼泪突然凶猛涌出，恍惚间，他好像看到自己抱着什么东西也在这样哭，好像是个牌位，谁的牌位会让他如此伤心？他的哭喘逐渐变大。相公，相公，谢云照的眼泪还是控制不住，他看不清那牌位。谢云照，你怎么了？男人听不见声音，只看到一个模糊不清的牌位，他抬袖子狠狠去抹的眼泪，再看过去，无爱沈淑荣，不可能，蓉蓉怎会成了牌位？谢云照顿时头痛欲裂，当即昏了过去。谢云照，来人，叫太医，快叫太医！喜袍都没脱的沈知悉进宫，跑向寝宫门外的谢之意。爹还没醒吗？没醒呢，宫里太医看过了，只说脉象有些紊乱，无法诊断出什么病。等宫外的太医进宫会诊。沈知悉顿时腿软，凯瑞在身后扶住他。哥，爹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他那么厉害，肯定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谢之意也红着眼眶，他从没见过爹躺在床上的样子，爹一直是精神的，永远充满活力。放心，有哥再不怕，爹不会有事的，不哭啊！你们放心，师傅会没事的。沈淑荣一直坐在床头陪着，等着他一醒过来就能看到自己。第3日早晨醒来，沈淑荣检查一下他被子，起床叫太医进来看，他刚要动手就被人拽住。相公，你醒了。男人皱着眉偏头，眼睛被光亮刺得睁不开。蓉蓉，相公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男人的手紧紧地抓着他不放，缓缓睁开眼，看到了他深爱了2世的女人。不怕，你说过青丝到白头，我们还有几10年要一起度过。对，是我说的，金口玉言。谢云照心疼地看着他，是他该死，前世弄丢了他，让他吃了那么多苦，早早离世，今生婚事竟然要他冒着落水而亡的风险换来，都是他的错。蓉蓉，谢之南儿时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要杀他？他知道了，他难道也重生了？不重要，谁都不重要，只有你，生生世世都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好，我们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生生世世都在一起。谢云照紧搂着他，真实的、鲜活的他，他生生世世都会用命去珍视的他，沈淑荣。